把他抱走吧。纳尼？难道我穿到了一个婴儿身上？主子，您不考虑了吗？做了决定，可就不能回头了。本宫要的是皇子，皇上说了，谁先生下大皇子，谁就是皇后。李妃那个贱人也要生了，本宫没机会了。公主又不能继承大统，有什么用？抱走！天可怜见，我背镜出穿了个月，穿成了一个全天下最富贵的身份，却享受不了。这和中了彩票的开奖前一天拿去当柴烧了有什么区别？别留久了惹人注意，赶紧把他扔出去，把本宫的皇子放到我身边来。背镜出川的是这本小说的副 CP， 这具身体是流落青楼的公主，长大后呢，和被换到英妃身边的假皇子开始虐恋情深啊，不是单方面的虐真公主。笑死，怎么这么倒霉？他觉得他扛不住第一轮的虐身。要知道，假皇子被英妃各种鸡娃，养成了一副变态的性格，把真公主折腾得死去活来的。背镜出眼看着要被捂死了，乖乖的不再哭了，才被松开。他被混着生产时染血的床单一起裹在一个盆子里，草草的被抬出去。孩子可平安？是皇子还是公主？莫不是我的便宜爹来了？回陛下，母子平安，是个皇子。好，头赏。唉，亲爹就在外面，女儿在盆里躺着，我真的好惨啊！谁在说话？蒋公公，你听到有人说话了吗？未曾听见。亲爹要磨蹭多久？怎么还不进去？本公主要被这个老嬷嬷捂死了！盆里嬷嬷捂死，你把手拿出来。终于能喘口气儿了。陛下，妇人生产脏污之物，陛下就不要脏了手了。这是什么？是一个小宫女和侍卫私通生下来的孽种，奴婢这就把她处置掉。父皇，你别听这个老妖婆的，我是你亲闺女啊！妃子生产时抱走一个婴儿，不是很奇怪吗？你查一查呀，别最后立了英妃为后，帮别人精心培养10几年孩子。估计是没查出来的，不然后面我是怎么被卖到青楼的？你听到有人说话了吗？就是这个老嬷嬷在说话呀。如果这真是朕亲生的孩子，有特异之处又如何？是祥兆，就代表朕天命加身；是妖邪，朕是人间帝王。不信镇不住一个孩子。现在最要紧的不是这个神医的事情，而是他心里透露出来的信息。查！今天这件事儿，给朕查清楚！陛下恕罪，陛下恕罪，奴婢罪该万死，不该混乱宫闱，生下孽种，求陛下饶命，奴婢这就掐死这孽种。哼，那和你私通的侍卫呢？奴婢爱他入骨，不会供出他的，要杀要剐，都凭陛下和主子处罚。收买你的人答应了保驾你的家人吧？可惜保不住了。宫女秽乱后宫，却不至于满门抄斩，但从朕这里就开始了。不愧是人人害怕的暴君，就是残暴。小没良心的，我这是为了谁？如果奴婢说了，是不是能保家里人不死？就死你一个。住嘴！皇上，这宫女前后2套证词，她说的话根本不可信。信不信的由朕判断，你先让她说完。奴婢从没怀过身孕，这个婴儿是主子生下的，陛下不信，可以找太医来为奴婢作证。英妃真的好蠢啊！想要儿子，说是龙凤胎不就好了？又保险又吉利。看着闹的。是不是该夸你聪明？这位姑娘确实未曾有孕。英妃，你还有何话狡辩？
都是妾身一时明了行孝，求您看在妾身诞下公主，妾尚未酿成大祸的份上，饶妾身一次。笑死了！什么叫没大祸？本公主可是被卖到青楼去了，这还不大祸？哎，暴君他查出来了，那我是怎么被卖的？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应该是全天下最尊贵的女孩子，竟然因为这个毒妇的私心遭受这些。来人，把英妃废为庶人，打入冷宫。皇上，你不能这么狠心啊！小公主才出生，她需要亲娘啊！皇上，就是念在你生育有功，才留你一条性命，否则朕直接蒸了你，带下去。查，同谋者一律杖毙。就是这个家伙，看上了本公主，然后觉得一个青楼女子配不上他，就各种虐身虐心，等人死了才后悔，结果才知道是自己占了人家身份。虐待我女儿，让朕想想怎么处理那个孩子。父皇，把他阉了给我做太监。不愧是我生的，好猛！但是父皇是什么东西？是做皇帝的父亲吗？父亲就父亲，皇上就皇上，还有合起来的称呼呢。乖宝宝叫阿耶，乖宝宝叫阿耶。我才出生没1天呢，就想让我开口说话，你的脑子是被刺激傻了吗？治国系统绑定成功，收集积分可兑换商城物品哦。治国系统？为什么要绑定我呀？我只是个想当米虫的小公主啊！你这个东西绑定暴君不是作用更大吗？吐槽归吐槽，贝静初还是打开了商城，结果只有空荡荡的2样东西，武力符和智力符。系统，这个是干嘛的？就是字面意思哦，亲。贝恒，身份月朝皇帝，年龄22，好感度50。编新手任务，揭穿男主身世，阻止月朝江山流落外人手中，时限6个月，积分100分。什么？6个月？6个月我还不会说话，能做得了什么？男主的身份到故事结尾的时候都没有被拆穿，要我6个月就做到？你们确定这是人干的事儿吗？系统没有任何动静。那不完成有什么惩罚吗？不哭不哭啊！哎，不哭不哭。皇帝笨拙地哄了2句，发现没有一点用，就把孩子塞给了旁边的蒋公公。饿呀，好饿呀！听到这心声，立刻把早就准备好的奶娘找过来。吃饱喝足的贝静初不闹了，又变回了乖巧可爱的天使宝宝。皇帝把女儿接过来，然后天使宝宝尿了她一身。哎呦，皇上，奴才送您回去换衣裳。哎呀，尴尬死了，小婴儿憋不住尿啊！算了，亲生的，就以皇子自序排名为静，改为从女静。你为朕之长女，取一个初字如何？陛下，丽妃发动了。哎呀，男主要出生了。男主？男主是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以后即位，把国家祸祸没了，还把暴君的儿女全都杀了干净。怎么办？虽然现在是被救下来了，但是以后还是会被嘎掉。要不我多攒点银子，在新君上位之前赶紧跑路吧。什么？这个孩子竟然会葬送我的江山！唉，我爹好惨，不仅英妃换来的大皇子不是自己的儿子，丽妃生的2皇子也是别人的儿子，总共精心培养2个继承人，没一个是自己的。哎呦，真的笑死，纯大冤种。皇帝还想听到更多的消息，但贝静初已经困了。哎呀，年轻就是好，到头就睡。皇上不会是发现皇儿的身世了吧？否则长子怎么会不受宠呢？主子这是生完孩子后不善思考了吗？隔墙有耳，小皇子的身世怎么会有问题？主子放宽心，陛下是什么性子？要是真起了疑心，咱们还能好生的坐在宫里吗？那他为什么不来？英妃当时只生了个公主，
皇上却一下早朝就赶过去了。或许是皇上更喜欢公主呢？定然是英妃生的那个贱种，分走了我皇儿的宠爱，一个公主而已，什么用都没有。陛下也不知道来看看皇子。陛下，丽妃母子平安。知道了。哎，反应怎么这么平淡？暴君不是想要儿子想疯了吗？这个时候怎么不赶紧去丽妃宫里吓吓？皇帝听了有点牙痒痒，想揍孩子。他继续在御书房处理事情。蒋公公通报贵妃求见。贵妃？这贵妃也是个牛逼人物啊！和暴君的弟弟上演叔嫂文学，那叫一个香艳，一个刺激。我看的时候可磕这对了。我爹的后宫真乱。难不成贵妃也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还是和我的某个弟弟？是亲弟弟还是堂弟？拜见陛下，妾身给陛下纳福。起来吧，什么事儿？陛下处理国事辛苦，妾身做了一点芙蓉糕来。英妃获罪，小公主年幼失母，妾身是这后宫里位分最高的宫妃，最适合抚养小公主了。不用了，小公主朕自己养。啊，不是，皇上，历朝历代哪里有君王亲自养孩子的先例啊？先例总要有第一个，朕就是第一个。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就退下。还有10几斤折子要劈呢。我爹要自己带我。好耶好耶，跟着阿爷吃香的喝辣的。但是现在只能喝奶，能吃好吃的还要多久啊？这日子我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贵妃刚走，贝静初就听到蒋公公说国师求见。我爹的御书房人来人往的，接待的人挺多呀，跟菜市场似的。找2个奶嬷嬷陪着公主玩，别让她睡太久，不然晚上又要闹觉了。国师，小公主这是可有眉目？小公主心灵纯净，容易引人窥探。算这么准？以前都以为这个老头子是沽名钓誉，原来还真有2把刷子。那此事是好还是坏？天外之人，如使兵刃，善用者伤人，不善者伤己。天外之人？难道说小公主是仙女下凡？国师沉默了，他想说不是，但是这种事情很难讲清楚，要讲穿越就要讲其他的原理。国师嫌麻烦，皇帝看他这个样子，以为是天机不可泄露，就让他回去了。国师离开御书房，回到自己的摘星楼，他摘下贴在下巴上的白胡子，套在头上的假发套和为了装老头戴上的假皮，露出一张帅绝人寰的面容。仙气飘飘的帅哥往床上一瘫，出个门真麻烦，生命在于静止，还是躺尸最开心。出生第3天，贝静初喜3，他的暴君老爹送了不少好东西给他，还有各宫妃御和长辈们送的礼，各种翡翠、玛瑙、金银的长命锁等寓意吉祥的东西。刚出生3天的贝静初就成了一个小富婆。啊！我要钱钱，我要钱钱！我不抱着我的钱钱睡不着啊！这就是上品翡翠的手感吗？这彩头，这种水又娇，至少是100万级别的了吧？冰冰凉凉的好舒服呀！瞧他那没出息的样儿。不错，这个喜不喜欢？这团发光的东西是什么啊？这是一颗半人高的夜明珠，是藩国进贡的宝贝。楚楚对阿爷笑一个，阿爷就送给你，好不好？小样儿，这还拿不下你？什么？夜明珠？怪不得暴君死那么早呢！啊！夜明珠会让我死？难道有人在这上面下毒？但是能进我身的东西都是重重检查过的，难不成是我近身伺候的人里出了叛徒？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夜明珠里发光的都是天然的辐射物质，不知道的以为是什么好宝宝。皇帝忍不住摸了摸贝静初脑袋上的胎毛，真是阿耶的小福星。不过真的是暗杀利器，要是看谁不顺眼的南沙，
直接赐一个夜明珠，让他日日放在床头，就可以等着他嗝屁了。人家死前都还要感谢皇恩浩荡。很好，很有想法，真是可造之才。这手段之谋，一看就属亲生的。御书房乃异圣重地，小公主有公事照顾即可。陛下带到御书房，未免……是呀，阿姨，让我到后面去玩吧。在这里奋笔疾书，一天几十斤折子，我都不敢出声打扰你。小公主才出生多久，听到了什么要事儿，也没有泄露出去的能力。爱卿不要太古板了。可是义英还在这里，影响臣等陈词啊。小公主不哭不闹，只是在这里就能影响你啊？爱卿，该反思一下你自己了。努力了吗？难怪几年了，官职一点没涨呢。该死的女儿奴，说不过你好吗？好棒的嘴皮子，这口才不愧是我爹。陛下，雷将军近来行事愈加猖狂，竟然自掏腰包给军营将士犒赏，邀买人心，往长远计，恐怕有造反之嫌呢。可惜了，这个雷将军是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就因为我阿耶的多疑被凌迟处死了。要不是他死了，我爹的江山还能多撑一会儿。朕知道了。等大臣们走后，皇帝把背镜珠抱起来。楚楚，你觉得雷将军是个忠心的臣子吗？楚楚，你觉得雷将军是个忠心的臣子吗？当然了，人家是你手下最忠心的武将，而且能力一流，就是因为你猜忌心太重，让人家冤死。他忠不忠心其实都不重要。作为皇帝，没有精力管手下的所有官员是不是忠心，人心最是难测且不稳定。今天是忠臣，明天就可能被策反，除非有读心术。所以皇帝只要保证手底下的人没有威胁自己皇位的能力，这就是帝王心术。果然是老阴逼，心真黑呀。小没良心的，刚还想出夜明珠暗杀计呢。我要是老阴逼，那你岂不是小阴逼？不愧是我的女儿，遗传的就是好。朕做这些可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的龙姨。亡国之君大不了一死，但是其他宗室、皇子、公主就是备受折辱，没有一个能有好下场。有道理，但是我爹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他是觉得我能听得懂吗？朕这些苦啊，没有人知道，不能让人窥探到帝王心，也就只有对你这个听不懂人话的小婴儿说了。你才听不懂人话，你全家都听不懂人话。这傻孩子，怎么连自己都骂进去了呢？陈雷宁参见陛下，陛下圣安。雷爱卿，今无位之时，朕决定移交他人，就不再劳烦你了。可是，皇帝有些失望，看来小公主的预知能力也不准确。皇帝微微抬起手，角落里的暗卫蓄势待发。可是臣没活干，心里不踏实呀。啊！皇帝猛地把手放回去，差点冲出来的暗卫有一个刹车太急，身形没稳住，差点从房梁上滚下来，被同伴一把拽住衣角，夜行衣被扯开，露出了里面穿着的棉秋裤。不知道陛下想给臣再安排个什么职位啊？朕本来是想让你在家休养的。臣为陛下臣子，自当为陛下分忧，实在做不到白拿俸禄，只愿为陛下差遣，做个小卒也好啊。那送你去亭北驻守，如何？亭北地处偏远，且无战事，既远离权力中央，又难以立功，有点野心的人都不愿。谢陛下。真的就一点野心都没有吗？真的就只是想给我分忧？真的就有如此忠诚之人？世界好像逐渐变成了我不理解的疯癫样子。哎妈，还试探人家呢！好好的打工人，他惹谁了你就怀疑人家造反？多勤勤恳恳的不，打工人啊，和那些老板手底下睡着了都要笑醒。哦，我误会了自己的驴。哦不，臣子。爱卿驻守亭北，还是屈才了。
其实朕这次召你来，是找你有另件事儿。你知道有不少人弹劾你结党营私，拉拢人心吗？怎么可能？真是万万没有胆子的呀！朕相信你。这怎么和剧情走向不一样啊？那些剧情是什么？那太好了，女主雷涅尔就不会因为父亲被处死黑化，为了报复皇室，撺掇男主祸乱江山了。陛下，那是……这是朕的长女，饮食生母，暂由朕亲自照顾。怎么，你也要劝朕，不要把小公主放在御书房？臣不敢，陛下的决定，臣不敢知会。陛下，这些都是臣家中夫人的主意，臣听着有道理，没想到会犯下大错，臣是脑子不清楚了，还请陛下让臣在家中长休。你那个夫人，还是查一下吧。哇，他夫人是间谍吗？刺激啊！皇帝这样想的，但是不好直说。臣告退了。你一个庶女，也配和我戴一样的颜色？信不信我让娘亲打你？雷涅尔看了父亲进来，投去了一个求助的目光，但想到以前一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也只会教育他，身为姐姐要让着妹妹，所以雷涅尔垂下眼眸，选择沉默。你自己的首饰少了吗？啊，为什么要抢姐姐的？你的尊长之礼都学到哪里去了？我要去告诉娘亲。不就是个簪子吗？明日爹爹给你个更好的。不一样的，这是爹爹送给我的生辰礼物，我只收到过这一次爹爹送的。雷宁这才想起来，这个是有一次他顺手带东西回来时去小谢那里，被提醒了是大女儿的生辰，随手就送了。现在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偏心的太过分了。念儿也是我的女儿，是男儿做的太过分了，我才说他一下，都没动手，你也太娇惯他了。好啊，雷尼，你还想动手？我没想。你之前说过，绝不会让人在我之前生孩子，却让一个妾室怀了孕，还舍不得流掉，让我男儿好好一个嫡长女变成次女，他的委屈又怎么算？今天的奶味道不对啊，跟坏了一样。坏了？可是皇子公主喝的可都是最新鲜的直接母乳，怎么可能是坏的？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呀！我不想喝他的奶，今天的奶好难喝。去把小公主抱过来，尽快。被静初软趴趴的趴在便宜爹的胳膊上，肚子好痛啊！伴随着这道心声，皇帝耳边传来小婴儿尖利的哭声。传太医！小公主并无大碍。我去你爷爷的没大碍！老娘肚子痛啊！这个没大碍送你，你要不要？是不是欺负婴儿说不了话呀？优异！小公主哭成这样，你说没大碍，连朕也敢糊弄了？回陛下，婴儿啼哭实属正常，并不能代表有不适啊。沈太医呢？让沈太医来就好了。他是全太医院医术最好的太医，但因为年龄太轻，不被相信能力，怀才不遇。之后瘟疫的时候研究出了药方，却被别人冒领了功劳。还有这种事儿？去，再找一个医术好的御医来，找一位姓沈的御医。来，给小公主看诊。小公主最近吃的是什么？就喝了乳母的奶水。那能否挤一些奶水，让臣观察一下？沈太医，你诊出来了小公主是什么问题吗？没见到东西前，臣也不好判断。还以为你是看出了病灶，结果是什么都不知道，在这里装腔作势啊！要分辨小公主中的毒，确实要拿到东西才能准确判断。根据脉象直接开药，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什么？中毒？宫斗还要从娃娃抓起吗？本公主都还没满月呀，为什么要经历这种东西？太过分了！究竟是哪个刁民要害本公主？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就是中毒啊！验证你没诊出来吗？
婴儿的身体根本不能承受中毒，要是中毒，怎么可能活到现在？小公主的毒十分轻微，所以难以看出，症状也只是腹痛，1次2次倒没问题，如果长时间服毒，就会夭折。这时，蒋公公端了一碗乳汁过来。回陛下，确实是毒，但剂量很小，如果再晚一点，等人体内的毒素排出，臣也就查不出来了。让我来。哎呀，完了！小公主中毒，我竟然没发现呢！去给小公主开药吧，把那个乳娘交往刑部大理寺，一定要把幕后主使挖出来。等等，朕要亲自查。至于你，技不如人，就退位让贤吧。朕的太医院不养废物。陛下，要不要看看小皇子？皇儿还没有见过阿耶呢。不了，朕这次来是寻你有事的。怎么不看啊？你不看，我想看呀！这可是男主，是男主，我还没见过活的男主呢。把孩子抱过来吧，解释吧。陛下，冤枉啊！一定是有人看臣妾诞下皇子，即将登上封位炎热，想要陷害臣妾。只是一个公主，对小皇子没有任何影响，臣妾害公主做什么呀？朕不在乎你下手的原因，只要你驳倒证词就行，不要顾左右而言他。陛下，念在臣妾刚诞育小皇子的份上，饶臣妾一次吧。来了，要开始了。看来本公主是白被毒了，我怎么这么惨呢？小白菜呀，地里黄呀，2、3岁呀，没了娘呀，我就是可怜的小白菜。哼，皇子，真的是皇子吗？什么东西？我爹发现男主的亲爹不是他了。陛下，您在说什么？说吧，孩子的生父是谁？男主这时被抱了过来。小男孩出生以来看到的都是大人，猛地看到另一个小朋友，好奇地探着脑袋，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哎呀，好可爱的小孩儿，好想捏，好想揉，宝宝让一亲亲。别太荒谬！皇帝把背荆出摁回去，襁褓一裹，强制关机。啊！暴君，坏人，放我出去！我要玩小孩儿。背荆出本来就困了，见没人理他，很快就睡了。但是另一个小孩听到了心声，左看看右看看，也没看到是谁在说话。如果你供出全部党羽，朕可以考虑留你孩子一命。真的？谢陛下，谢陛下。切，要谢就谢小公主，你看见了，朕的小公主很喜欢的。背荆出醒的时候，听工人说丽妃和大皇子暴毙了。不会吧？暴君真把那2人杀了？男主虽然后来挺坏的，但现在还是个只会吃奶睡觉的孩子呢，连婴儿都杀，不愧是暴君。听到背荆出开始腹诽他，皇帝庆幸自己把那个婴儿留了下来，他让人把孩子抱了过来。幸好，男主要是被嘎了多可惜啊！这天赋这能力，要是收服了，可是世无其二的鬼才。如果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倒是有培养的价值。要不是他武功好溜了，得是下一个被困杀的魏坚。美人是世界的宝藏，少了一个都是重大损失。楚楚，你是喜欢小弟弟吗？那就把小弟弟给你做暗卫，怎么样？啊？这崩的也太离谱了吧！我没被换走的蝴蝶效应这么大的吗？男主给我做暗卫，我能消受得了吗？只是这个小弟弟应该叫什么名字呢？人家叫背荆楚，但是现在被发现了身份，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那就叫严楚吧。这时背荆出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个任务，打开系统商城，发现积分变成了100，刚好可以买一份智力服或者武力服。背荆出思考了一下，买了个武力服。再打开好感界面，发现多了2个人，雷宁，月朝南衙金吾卫大将军，从2品，
年龄35，好感度45，严处，身份皇家暗卫婴儿版，年龄0，好感度50。这个婴儿版就很有灵性。这个页面的人都是怎么出现的？陛下，臣已经查到了，臣的夫人竟然是鲁王派来的奸细，他的母家早就投靠了鲁王，一日夫妻百日恩，他竟然要臣死！我的个爹哦！鲁王看你没儿子，一直等你驾崩之后他能上位呢，偏你还眼瞎觉得你这个弟弟纯良无比，想要在他身上找一找兄弟情。按照你现在每天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的样子，哪天猝死也不是怪事。再加上你因为疑心病自己动手提前弄死这些忠心你的文臣武将，他上位就没有阻碍了。你礼貌吗？那小子还真他娘的是个天才，找到了家破人亡的女主，培养起来去迷惑男主，把他弄成昏君，最后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英才良臣全被嘎掉，突族人打进来毫不费力，直接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是个蠢货。你做得很好，不要打草惊蛇。知道错在哪儿了吗？哼，你最近是越发嚣张了，竟然敢骂你妹妹！我没有，只是他不允许我课也比他好，我辩解了一句。还敢顶嘴！来人，张嘴，让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一个庶女，怎么敢比我女儿更优秀？你们干什么？妾身作为嫡母，管教孩子都不可以吗？将军这是在生什么气呀？你可是对我承诺过，在将军府，谁都不能违抗我。念儿，起来。压着雷念儿的婆子看了眼雷夫人的眼色，雷宁见此更气了，上前直接把那个婆子踹翻，单手把雷念儿提了起来。你身为主母，不求你对庶出子女疼爱有加，一视同仁，只是不可待，你都做不到吗？阿爷，你凶二娘干嘛？好啊，雷宁，你竟敢凶我！你这脸红脖子粗的，是对谁说话呢？一个庶女而已，我都不能收拾，那我做这个主母有什么用啊？哼，做错了事还要倒打一耙。既然你觉得做主母没有威风，那你就别做主母了。阿爷，你在说什么？杀千刀的，你在孩子面前说这些，他听了得多害怕呀！今天起，你就不要管家了。阿爷，你不怕阿娘不理你了吗？不想理我，那正好，就别出正院了，免得你又去找别人麻烦。将军，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好，那你把我关起来吧，别想我再见你。陛下已经籍贯2载，膝下尚只有1女，为保社稷安稳，请陛下过继宗室之子。大胆！陛下正当壮年，何须考虑储君？你是诅咒陛下短命早死吗？当然不是，只是一直没有皇子，国祚不稳，朝堂难安呐。请陛下尽快过继嗣子。看看，我这帅爹的后槽牙都要咬碎喽！哎呀，真看不到他这么快乐的样子，好想送他去上学啊！下面的人争论不休，皇帝垂眼看着，记下2个派别的人。速将！中书令，臣在。花园郡王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提议过继他的儿子？臣冤枉，臣都是一心为了陛下考虑。念在你以往的功劳，朕给你一次机会，只一次。臣叩谢陛下。下朝后到了御书房，皇帝开始琢磨北京出上学的事儿。虽然正常皇子公主13岁开蒙，但是初心性成熟，1岁启蒙不过分吧？除了学文，还有习武。你去把贤妃叫来。陛下万福，贤妾身何事？贤妃，你说孩子习武是几岁开始好啊？当然是越早越好。哦，那他现在要开始学吗？别太荒谬！贝静初被皇帝的鸡娃程度吓到了，怎么都哄不好。皇帝一挥手，让人把他抱去偏殿。正玩着，门口摸进来一个人。爸爸呀！救命！吓死宝宝了！贵妃挤出了人贩子一样的笑容。
掏出一个金边镶玉的拨浪鼓。初初，喜不喜欢呀？让本宫抱一下，好不好啊？看在金子的面子上，贝静初乖乖的没有闹。初初真乖。初初竟愿意让你抱着。公主很喜欢臣妾呢，所以给公主找母妃的话，陛下要优先考虑臣妾。孩子喜欢才是最难得的。我就说你怎么突然送我东西，原来是想当我妈，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朕暂时不打算给公主找养母，爱妃不必再求了。臣妾只是想陛下有想法的时候，先优先考虑臣妾罢了。那臣妾带小公主出去玩玩好吗？哎，我要去看热闹。在贵妃宫里，说不定能看到她和鲁王约会的八卦呢。又是鲁王。玩了一会儿后，贵妃把他放下，提笔写些什么。这什么东西？你才是东西！阿央，你怎么来了？亲王也不得私自入后宫，你来干什么？你快走！妙儿，我实在想你，我一日不见思之如狂，我真的忍不住了。你难道不想我吗？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啊？是陛下新出生的小公主。皇上的孩子又不止一个，生下来算什么？养得大才算是本事啊！这什么傻缺啊！贵妃才死了个皇子，你对着人家贴脸开大，还奇怪人家为什么选皇帝不选你。我真的，这已经不是直男了，这是傻缺吧？妙儿，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不喜欢那个暴君的孩子，不是针对你的孩子。你想要孩子，我们以后还会有很多孩子的。我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吗？我找了一批会炼丹的方士，你找机会把他们献给皇兄。你想做什么？当然是加速他身子衰败的。北阳，你有没有良心？你让我去给你送死？妙儿可是我的小心肝儿，我怎么会舍得让你死呢？这道士炼的丹药，我早就找人试过了。一开始吃了以后，会让人更兴奋，体力更好。到时候你作为炼丹的功臣，皇上还会更宠你。但只是短暂的让人精力更好，是以掏空身体为代价的。长此以往，他就短寿了。待本王登上皇位，定许你做皇后。如果我做了皇后，那鲁王妃该如何自处？他，给他封个贵妃就是了。这句话没起到安抚贵妃的作用，反倒让她冷静了下来。这个男人风流多情，他不是个能依靠的对象，连发妻说贬就贬。固然他靠着现在的爱情得到了皇后之位，以后他要是喜欢上了别人，还不是说废就废。于是贵妃拒绝了。本王是看你在后宫不得宠可怜，才想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的，你竟然还不知好歹。哼，那本王自己去。来了，鲁王一定是过来献丹的，然后大吹特吹仙丹可以长生。皇帝就是这样被搞垮身体的，又是造作，又是丹药，又是夜明珠，还硬生生撑到了男主长大。我爹这身体底子是真抗造啊！臣妾告退了。阿兄，臣弟最近拜访了一位道士，可炼制仙丹。那丹药臣弟吃过，一颗下去令人容光焕发，精力充沛，和仙丹无异。蒋公公从他手上接过东西，呈到皇帝的书案上。连公主的心声和预言之事都有了，那真的有让人飞升成仙的丹药也不奇怪吧？怎么就能证明这丹药一定是损害人身体的呢？万一真的是仙丹呢？好家伙，比挨了巴掌的脸还红，这得添加了致死量的朱砂和重金属吧？果然越漂亮的东西越危险。好吧。阿兄乃真龙天子，如此仙丹当然要您享有了。这不，臣弟就去劝说道长为阿兄效力。可道长是方外之人，说要心诚才愿意出山，除非皇上亲自去请。不出山就算了吧，朕也不强人所难。不是，皇兄，人在的话可以天天吃仙丹，但人不在的话，只有臣弟求的这一颗了。一颗就一颗吧，证明朕和长生无缘。牛逼！竟然能抵抗仙丹的诱惑，果然我阿爷不是一般的皇帝。
贝静初开始怀疑自己穿的是同人文吧，否则剧情怎么越崩越离谱了呢？一颗怎么行？一颗最多能毒死皇帝身边的那个婴儿都还不一定呢。你就想想办法吧，尽量把人找来。唉，果然炼丹是皇帝都逃不过的宿命啊。上朝的时候还聪明着呢，怎么现在就看不懂我是在将计就计了呢？这怎么和说好的不一样啊？鲁王不是说我会被陛下重用，然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吗？公公，不知陛下何时召见我呀？太监掂了掂银子，太轻了，嫌弃地扔了回去。陛下日理万机，哪里是你这等无名小卒想见就见的？等着吧，你自己每天把丹药交上去就行了。陛下哪天吃着开心了，说不定就召见你了。不对呀，我炼出来的丹，正常人吃下去都会精神亢奋，快乐的仿佛进了仙境。皇帝吃了好几天，肯定会想见我的。陛下，今天的丹药送上来了，以后不用镇过目了，直接送到沈太医那里去吧。剧情崩得好离谱啊！皇帝不是该视丹如命，一刻也离不开吗？怎么没有上当啊？竟然第一时间就识破了。皇帝有些得意，让他家小混蛋看看自己的阿耶是个多么的英明神武、明察秋毫、洞悉一切的帝王。陈雷宁参见陛下。女主来了吗？女主呢？女主呢？人在哪里？人在哪里？皇帝被一连串的问号轰炸后，吩咐奶嬷嬷赶紧把贝静初抱到雷涅尔面前。好飒的小姐姐呀！虽然还是个人类幼崽，但是长大以后肯定特别帅。幸好这次我阿爷信了雷将军，没让他中计。兵，发布主线任务，阻止将军府覆灭，防止女主成为祸国妖妃。任务时限2个月，任务奖励100积分。这个任务成功让现在只会喝奶的贝静初无语，他当场给女主表演了一个笑容消失术。雷小姐和初初去偏殿玩吧，朕和你父亲还有事商量。你今天怎么回事？禀陛下，臣今日将次女带进了宫，现在把她一个人留在两仪殿，臣担心她惹是生非呀。你去把雷二小姐也领去偏殿吧。雷涅儿，你在哪儿？好啊你，把我一个人丢在两仪殿，你自己到后面玩来了。这是哪里来的孩子？你放尊重点，这是公主殿下。好啊，雷涅儿，你竟然敢打我！我要回去告诉阿娘，让她打你。贝静初看见雷涅尔明显害怕的一抖。你这嘴咽了几年呀，这么入味儿！人类进化的时候你是躲起来了吗？说话都不过脑子，长这么丑还来我面前拉我眼睛。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长个脑袋是为了显高吗？一连串不停歇的骂人声朝着雷涅尔砸来，他忍不住捂住了耳朵，发现没用。雷涅尔仔细辨别，发现那声音是从小公主的方向传来的。好你个小东西，你也敢骂我！说上前做出打贝静初的动作，这一下直接被旁边的嬷嬷擒住，按在了地上。笑死！狂呢？怎么不狂啦？小婴儿发出咯咯咯的笑，只是雷涅尔看着觉得有些小人得志。不行不行，我怎么能这么想小公主呢？小公主可是为了帮我才开骂的。妖奴，你们干什么？还不快放开本小姐！等我阿爷来了，把你们统统都砍了！老爹老爹，你终于来了，有人欺负你的宝宝。说吧，这是怎么一回事？陛下，这位小姐一进来就想冒犯公主，被雷大小姐拦下了，之后更是发了疯似的想要打公主啊！奴婢只好将人制服住。你放屁！贱婢，你敢胡言乱语！明明就是这个小崽子先骂我的！聂政，你还不闭嘴？你也不觉得自己说话离谱？公主殿下才满月，连话都不会说，怎么骂你啊？我不管，就不是我的错。阿爷，你竟敢吼我再也不要理你了。从来没有人敢在皇帝面前撒泼吧？让我阿爷见识一下社会的险恶。笑？谁笑得过你呀？都是臣教导无方，
让他御前失仪，子不教，父之过，请陛下责罚。求陛下看在小女年幼的份上，让臣带回去亲自管教吧。那就停杖20，以儆效尤。臣谢主隆恩。不是他女儿干的蠢事吗？干嘛打他爹啊？罚的是不是有点重啊？臣想令次女官刑。准。板子打在肉上的声音一声声传来，雷男儿眼睛发直，像是失了魂一样。知道错了吗？雷男儿回过神，轻轻的点头。皇上是天子，至高无上，他的女儿是公主，是君，我们是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你今天的行为，就是杀了你也没有问题。回你娘那儿去吧，想想今天错在哪儿了。阿爷，你还好吗？痛不痛啊？阿爷没事，不用担心。看到人趴在担架上，雷念尔还有些幸灾乐祸，把出生5年以来悲伤的事都想了一遍，才堪堪压下嘴角。把大女儿送走后，刚刚还虚弱趴着的雷将军一咕噜的从担架上噌的起来。怎么了这是？一点活力都看不见了。阿爷说我御前失仪，然后他被皇上打了。阿娘，御前失仪是什么意思？哎呀，那你怎么样啊？你被打了吗？雷男儿小小的脑海里第一次有了皇权的概念，那是可以令他无所不能的父母谈之色变的东西，令人惧怕，又令人向往。少使姑娘，今天有什么好事吗？连自己女儿满月的日子都记不清楚，你这也太……如果重来一次，他会更用心的布局，直接让那个小妮子胎死腹中，一把火烧了干净。臣弟贺陛下弄瓦之喜，本来以为去年就能吃到小侄子的满月酒的，隔了1年，终于吃到了。所以感谢上苍心莲，还给朕留了一个公主。不是上苍心莲，而是一个小丫头片子挡不了路，本王才没下手而已。主子，禁军何在？速速拿下鲁王！大胆！本王是月朝亲王，尔等还不快放开你们的脏手！陛下应该没心情再继续宴会了，等会儿我们可以回去偷袭，看孩子们有没有认真做课业。今日满月公主大喜，众卿不要被无耻小人扫了兴。接着奏乐，接着舞，这你还吃得下？宣誓殿里的贝静初迎来一天最快乐的时候，奶嬷嬷给贝静初念着礼单，贝静初攥着自己越来越丰厚的小金库，笑得露出粉嫩嫩的牙龈。小公主真是聪慧呢，才1丁点大就能听懂好东西了。那可，我最聪明了。谁在说话？你发什么呆呢？继续念呀！我还要听我的礼品还有哪些。国师送平安扣1枚。哦，国师送的。皇帝却郑重地把红绳拴在他的床头。国师送的东西可不是凡物，真的能保出平安也说不定。国师是什么厉害人物吗？那月朝亡国的时候咋一点用都没有？不提亡国的事儿，我们还是好妇女。啊，亡国？那我今天起不能把银子全寄回家了，要给自己留点路费，到时候带小公主跑路。贝静初点开好感度一栏，又多了一个人，阿瑜，身份月朝大公主父母，好感度40。好家伙，不愧是皇宫，连奶妈都试过。每个人出现在系统页面上都是好感度40以上，是不是别人对我的好感度达到了40就能出现在这里啊？阿兄长，我之前都是胡言乱语的，我是你唯一的弟弟啊！混上！好事，不愧是我爹！大反派还没发力呢就被抓了，简直是凉得最快的反派了。阿兄，我是中了邪了，我才会胡言乱语的。我是请您原谅臣弟知情不报。其实2个小侄子都是丽妃杀的，我是害怕卷入宫廷纷争才视而不见的。丽妃所用的毒来自西域
而你的铺面卖过西域的奇货，他早已招供，有一神秘人给他提供的毒药，想来就是你吧？哦，那我之前肚子痛也是这个王八蛋搞的鬼了。阿姨，削他！李飞不是暴毙的吗？难怪突然就急症死了，原来是被查出了谋害皇子。你知道朕是怎么查出来的吗？因为他要害小公主，朕才顺藤摸瓜查到。什么？这个蠢妇！没想到我殚精竭虑、步步筹谋，竟败在了一个女人的嫉妒心上。那酒里是你下了药吧？本王酒量千杯不醉，怎么可能这点酒就胡言乱语？除了丽妃之事，金吾卫将军的夫人也是你的人吗？很难接受，你的小手段啊，实在太幼稚了，连1个月的稚童都能看得出来。孩子这叭叭啥呢？磨磨唧唧的，直接结果了他呀！反派死于话多，知不知道？我是难逃一死了，但你以为你能活多久？你知道吗？你被保护的无孔不入的膳食已经被我加了东西，你活不了多久了。你是说这个吗？你怎么知道？哼，笑死！多明显的局，傻子才发现不了吧？你很聪明，以长生来诱朕。当诱惑足够大的时候，的确会让人去忽略它的风险毒液吧。当年朕夺嫡就是如此，失败了就丧命，成功了就坐在龙椅上，轻易掌握你的生死。对了，还娶到你心心念念的女人。你都知道了什么？贵妃，你不是一直和她互通有无吗？我只是晚生了几年，就连争夺皇位的资格都没有。为什么你的妹子运气都可以这么好？运气，也就你这种人才把别人的成功都归为运气。我阿爷明明是靠睿智过人、明察秋毫、英明神武的智商，这种小计谋不是一眼就看穿？哎呀，别夸了，我汗颜。皇帝看在兄弟血亲的份上，给鲁王留了一个全尸。从内狱回到宣誓殿，他一直阴沉沉的，心情很不好的样子。被惊出不明所以，为了缓解气氛，冲着皇帝露出一个无耻的甜笑。你懂什么？你就知道笑。我就是个孩子，我需要懂什么？我能懂吃了睡，睡了吃就不错了。从今天开始，朕一个兄弟也没有了。以后朕的孩子争夺地位，会不会也是除了胜利者，其余子嗣死绝的结局？不是还有姐妹吗？人家存在感低，但是你不能忘了吧？你说的有道理。于是飞年飞节的，许多长公主府收到了陛下的赏赐。姨娘还是放奴才进去吧。夫人这次是给将军赔不是的，你也知道，将军对夫人何等情深意长。夫人都主动认错了，哪有不原谅的道理？要是耽误了，到时候夫人和将军和好，桂姨娘，你和大小姐第一个吃瓜了。认错，我还正好有事要找他。你儿乖，阿爷去忙了。桂姨娘心中酸涩，这段幸福的时光就要结束了吧？恐怕她们母女以后又会回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日子了。将军，有事说事。将军，妾身知道错了，以后一定善待将军的儿女。可我觉得你这句话似乎并不是出自真心呢。雷妮儿，我都已经和你道歉了，你还要我怎样？以后我不针对雷妮儿已经很不错了，你还要我把她当亲生的对待吗？当初是你说不会有长子长女生在妾室肚子里的，是你先违背信用的。所以你就要我死吗？将军这是在说什么？妾身怎么听不明白？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我们夫妻6载，我做梦也没想过，枕边人会想我死啊！将军，无凭无据，你为什么要如此冤枉妾身？你明知道身为武将收拢人心是大忌，
却一直劝我自行补贴军中兄弟。你明知道陛下忌惮结党营私，却一直以我的名义拉拢部将。你甚至在我的书房里放了伪造的谋反证据。谋反是什么下场？凌迟处死，九族尽诛。你们一家真是被卢王忽悠瘸了。真到了那天，他会为保你们牺牲自己吗？你懂什么？你答应过长子长女必须我所生，但雷尼尔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我能依靠的人。你的承诺都是会因为你的感情和利益而变化的。你怎么就知道鲁王不会救我们？不过是你在臆测而已。我娘说的对，只要我阿耶能升官，到时候我要什么样的夫婿找不到？为此，看在夫妻情分上，我求陛下免了你的斩首。什么？反叛之罪呀！你这是？你以为是后宅争锋吃醋小打小闹吗？将军，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洗心革面，我什么都不想了，我下半辈子进佛堂忏悔一生。进佛堂？你想的也太美了吧！谋反之人家眷中免于死刑的，也要流放苦寒之地，你知道吗？如果不是陛下信任我，给我将功补过的机会，我身上的肉会被一片片的刮下来，活剐3000刀而死。而我死后，念儿、男儿都会被冲击的。动手！任雷夫人再如何挣扎，也只能被掐着嘴角灌下去毒酒，身体在地上抽搐着，一口血喷出后，结束了生命。姨娘，大事不好了，夫人被处死了。怎么回事？夫人的娘家牵扯进了谋反案，株连9族。怎么办？那我们这丧门星，我可怜的念儿，那老妖婆活着没一点好处，死了还要拉着我们母女一道。你们也快收拾，我们要赶在朝廷的官兵来捉人之前逃出去。那将军会不会很生气？谁还管他生不生气，失不失望的？都要死了，谁还管他呀？幸好皇帝信了雷将军，没让他中计。雷宁冷眼看着乱成一锅粥的样子，只有几个人不慌，反而走到他面前侍候着。你怎么不跑啊？奴才是将军从战场上救回来的，这条命就是将军的。奴婢是饥荒的时候逃进京城的，是将军收留我们，给了我们一口饭吃，一间屋子住，小人不能弃将军而逃。将军，你们怎么来了？阿娘说出事了，然后说一家人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好，有其如此，夫妇何求啊？阿爷，男儿，阿娘没了，我只有阿爷了。男儿乖，有阿爷在，阿爷会永远保护你的。那我呢？我被欺负的时候，你这个做父亲的又在干什么？任务完成，您的积分已经到账。什么东西？这就好了？哎呀，躺平就能拿积分的生活也太快乐了吧！贝静初立刻点出智力符下单，给自己的小脑瓜子开个光。陛下已经查到妾身和鲁王私通，妾身无可狡辩，但求一死，只求陛下看在故去的小皇子的份上，不要牵连妾身的母家。准。一小太监一脸喜色的进来，在蒋公公身边耳语了几句。哎呦，恭喜皇上，天大的好事儿！刚太医诊脉，淑妃有喜了。好哎，终于有二胎了，皇帝不再可着我一个小孩霍霍了。小没良心的，还嫌弃当爹的霍霍崽子呢。要不是我时刻关照着，你的小日子能这么滋润吗？今日又没领到吗？那太监说淑妃现在腹中怀着龙嗣，他们要小心伺候，说是每日累得很，要多吃点儿，把好肉好菜都拿走了。好家伙，淑妃怀个孕也能影响到我？偌大一个皇宫就缺她这2口了，是个东西也要抢？她肚子里揣着皇嗣，咱们小公主就不是皇嗣了吗？出奶的食物不够，
现在我们的奶量都不够小公主吃了，等陛下来接公主的时候，咱们把这件事情告诉蒋公公吧。不行，我们回奶了就不能再哺乳小公主了，然后被送出宫去，没有月银寄回家，家里都怎么办呢？可是小公主要是饿坏了，更是大罪，到时候追究起来。不会的，她每顿还不是都是吃了的，只是没吃够，最多小时候没养好身子，长大了身子骨弱，就是查也查不出是我们的问题呀。只要不说，谁知道孩子小时候吃不饱呢？这其实我自己知道。哼，公主可聪明着呢，只是没到算账的时候。恨恨地看了这几个没良心的，他表面上装着同意他们，准备等到一个没人的时候，单独告诉蒋公公。饿呀，好饿呀，真的好饿呀，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小家伙最近一直很饿，就算饭量变大了，一个小婴儿又能吃多少？几个奶馍馍还不够喂的吗？蒋公公进来，在皇帝耳边说了几句。岂有此理！刁奴，之前不是吩咐你去找品行好的奶娘吗？这就是你找的？奴才失职。那几个刁奴，你自己处置。怎么回事？这就发现了？有人告密吗？难道是于嬷嬷？我就知道，好歹能上好感度表的人不是白瞎的。然后皇帝还让人去传旨，把淑妃宫里那些狗仗人势的刁奴都惩治了一顿。皇帝深刻地认识到，他要再找个给他管事的人了，于是找来了贤妃。但贤妃表示自己每天练功忙得很，没时间搞这些。到底该把后宫之事交给谁呢？方昭仪啊，那可是管理型人才，偏偏被放进后宫埋没了，我看着都觉得可惜。原来是管理型人才吗？陛下这是给我下马威呢，不就是上宫觉得见本宫身怀龙嗣就多孝敬了些，又怎么了？小孩子饿上几顿又不会死，都是那个死丫头片子，害得陛下宁愿把协理6宫之权给一个昭仪都不给本宫。本宫这个淑妃做的又有什么用啊？主子别气坏了身子，要是伤到小主子就不好了。陛下可是说了，谁生了大皇子就做皇后，您只要诞下皇子，到时候登上凤位，别说协理之权，该是别人协理您，当务之急还是要养胎呀。是了，太医说本宫这次胎弱，不能动气。等皇帝再次抱着贝镜出来看他时，他皱着眉，忧心忡忡的。妾身和陛下都是身子康健的人，上次怀孕的时候还是强壮的孩子，怎么这次就胎弱了呢？就是概率问题呀，又不是所有健康的父母都能生下健康的孩子。太医都说了是正常的，但是当母亲的是听不进去的，唉，也能理解。皇帝也听过太医说是正常的，但是他只能安慰淑妃的情绪，顺着他来。所以淑妃说想让他母亲杨夫人去寺里求福送进宫来，皇帝也同意了，还特许了杨夫人进宫陪他待产。我去找大师算过了，说是那大公主克你肚子里的孩子。果真错不了。那大师问我，你丈夫是不是还有其他姬妾生的子女？说是最大的那个克你的孩子。原来是有个扫把星，真要让他再继续克下去，我的孩子还有降生的机会吗？后宫女人能怀皇嗣的机会不多，陛下现在子嗣少，这个孩子一定要生下来，万一是个皇子呢？怎么办啊，阿娘？富贵险中求，既然它的存在妨碍到了我们，那我们就让它不要存在。贝静初在研究系统的新出现的情报版面，他点进去那个页面，被漫天飞舞的八卦震惊住了。什么王府弃妃，王爷跪求不和离，什么冲喜我让战神侯爷醒来了，还有什么好运娇娇霸道国公掌中宝，我考上状元后前未婚妻跪求复合。系统，这都是什么东西啊？亲，就是情报哦。想要发展好国家，就要了解情报。我们这是给你提供情报呢，亲亲，是不是很贴心啊？你这是情报吗？这都是小说吧？还是很炸裂的那种。艺术来源于生活哦，亲亲。我们这是为了增加您的阅读欲望呢，麻烦给个好评哦。好吧。贝静初想点开看，却发现怎么都点不进去。亲亲，解锁情报是需要积分限制的，可是我的积分被我花光了。亲，为了给您更好的体验，系统随机赠送您一个情报，请查收哦。婴儿生活太无聊了，
看别家的八卦啊，不，情报什么的最好玩了。但是他看完以后怒火中烧，什么东西啊！皇帝被小家伙一声怒吼吓一哆嗦。那和尚说他儿媳妇是破夫克子命，然后那老婆子真信了所谓的大师，回去之后逼着人家喝乱七八糟的符水。他妈的，这就不是人吃的东西，吃了不把人肚子都吃坏了吗？那画符的朱砂是有毒的，好不好？这是要杀人吧？天狱寺哪儿？谁家正经寺庙起这么个花里胡哨的名字？然后把人关起来做法，现在关了已经大半个月了，每天都不见光，现在都疯疯癫癫的了。我他妈的，你嫌弃人家直接和离了也好啊，月朝风气不错的，离婚了也不影响改嫁。但这一对母子就是不放人，偏偏傻逼就把人弄起来折腾。也对，他们才舍不得和离呢。许小姐是他们答应了一声不纳妾才娶回去的高门贵女，是钟书令的妹妹，有一个可以在官场上提携他们的哥哥，他们怎么舍得和离呢？笑死，人都快被关死了，还想着结亲呢，这是结仇吧？钟书令的妹妹，或许还是可以提醒一下。爱卿是否有一个妹妹下嫁？皇上怎么一来就问我妹妹的事儿？难道是看上我妹妹了？那可不行，妹妹性子软又单纯，嫁进皇宫没个2天，就得被啃得骨头渣子都不剩。确实有一个妹妹，因为性子不好，嫁入高门容易得罪人，臣就将她下嫁了。有臣庇护也能好些。哼，好不了一点儿。好不了一点儿啊！爱卿，尽快去探望一下令妹吧，她现在状况不太好，朕手下的人查到的。钟书令心里一惊，皇帝派人暗中监察朝臣动向是正常的，但没想到陛下的耳目都已经伸到他妹夫家里。谢陛下。等等，记得带上打手。主家没有吩咐过今日有客，二位下拜帖了吗？劳烦大哥为我们通报一下。你小子打听主家的下落做什么？是不是没安好心？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看我删不删你！门外有2个人想要拜访，我是来通报的。是谁啊？回2少夫人，是大少夫人的兄长及其夫人。那人呢？你请进来奉茶了吗？没有啊，还在门外站着呢。钟书令大人来访，竟然还敢把人晾在门外，这个月的月银你别想要了。实在抱歉啊，下人不懂规矩，慢待了2位，我带公婆给2位赔不是了。您2位突然来访，有什么事吗？咱们去正厅说话吧。叨扰了，我们是来看小妹的。我夫君接到，我今日路过贵府，顺道来看看小妹。敢问2少夫人，小妹在何处？这大嫂今日外出，不在家里，在何处我也不知道。我再问一句，我妹妹在何处？我是不会说大嫂被关在自己的屋子里的，您不要硬闯。谢谢啊。钟书令拉着夫人，带着自己带来的4个仆从，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他妹妹住的院子冲过去。2少夫人和他那2个婢女根本拦不住，还被推开摔了一跤。他瞒也瞒了，拦也拦了，就是也怪不到他头上。你们都瞎了吗？还不赶紧拦住他们！孔夫人，你这是做什么？没用的东西！许大人、许夫人，我那儿媳妇不懂事儿，都不知道把人往正厅引，让您2位都找不到路，哪有客人在主人家乱窜的道理，是不是啊？我和夫君事情急，时间紧，只是路过来看看妹妹，看完就走。明日有空了，再来好生拜访贵府。既然时间紧，就不耽误2位时间了。你们先去忙，人在这儿还能跑了不成？明日啊，我带着老大家的来见娘家人，可好？当然不行，今天打草惊蛇了，明天还能看到真相吗？你们干什么呀？来人，把他们拦下！夫君，这人太多了，我们改日再来吧。动手吧。形势瞬间反转，一会儿的功夫，拦在前方的人都失去了行动能力。追！他好想家，好想兄长，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不会再信男人会一生一世爱护他的鬼话，也不再不听嫂嫂的劝告，傻傻的相信下嫁就能幸福一辈子。有没有人来救救他呀？舒儿看见逆光而来的模糊人影，许七叔以为出现了幻觉，是他已经被关封了，
出现幻觉了吗？直到熟悉的大手落在他乱糟糟的头发上，他才如梦初醒。兄长，是我。兄长，他们欺负我。许新书哑着嗓子哭了出来，哭得撕心裂肺，像是终于找到了妈妈的孩子。哎，小妹困在屋里一直不见光，你直接把她抬走，是让她不要眼睛了吗？许夫人解下自己的抹额，盖在许新书眼睛上。许大人，新书是我们家的媳妇儿，您不打一声招呼就带走，是不是说不过去呀？我们养了10几年，养得水灵灵的一个大姑娘嫁到你们家，还没2年就被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还好意思说是你们家的媳妇？怎么，当我们许家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吗？嫂嫂，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老大家的，瞧你说的，这儿不就是你的家吗？你还想去哪儿啊？对许新书来说，却是如恶魔般的低语。他尖叫一声，直接往后缩。不怕，不怕，淑儿不怕，阿兄和嫂嫂一定带你回家。孔夫人，敢问我家小妹是犯了何事，让你们糟践人至此？两位，也就是我们孔家度量大，才愿意接受这样的媳妇儿。我找了高僧算过，我家老大自从成婚后啊，做事就处处受阻。成婚2年了，许新书肚子都没有一点动静。我们答应过许家不纳妾的，我就去找高僧给他们算一算。嘿，你们猜算出个什么？这许新书啊，是个克夫克子的命。我现在是给他改命，是救他呢。你们俩还不识好人心，出去了谁愿意要这种灾星媳妇儿啊？你儿子仕途不顺，是他自己没能力。他现在的职位已经是他能力能做到最高的职位了。再往上，他把握不住，会出乱子。我的妹夫要是真有能力，早就平步青云了。你儿子自己是个草包，却把这些怪到我妹妹身上。你知不知道，你每天把人关着是会死人的。就是和离不嫁了，我妹妹也不需要你来改那老狮子破命。许兰七第2天下朝后，特地进宫谢恩。其实你应该感谢大公主啊，因为最近大公主喜欢听八卦，正是为了大公主开心才搜集的。谢谢你哦，我的好阿爷，你真是太贴心啦。许兰七被这个解释震撼到了，但也接受了，于是对着摇篮之上的贝静初也磕了个头。要收了，你做什么？我不会接受吧？叮，完成隐藏任务，成功解救农学天才许新书，奖励积分100分。还有隐藏任务？是的，亲亲，八卦啊，呸，情报里面有很多都包括隐藏任务呢。像这次的许新书是个农学天才，却在人们还没有发现他的天赋时，就因为婆家的愚昧被搓磨死了。解救他就能获得积分哦。姓孔的一家也太不做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大放异彩的天才少女，就无声无息地死在了后宅，死在了一个骗子的胡编乱造里。农学天才啊，可以培育粮食，让全国人民吃饱饭的农学天才啊，差点就没了。他们一家人的命加起来也没有一个许新书值钱啊！让天下百姓吃饱饭是什么概念？这种人才，竟然差点死在了孔家那些人的愚昧和偏见里。孔家什么，给爷死！你现在对他还有感情吗？没有，我现在想到他就觉得恶心，只想与他和离。孔郎中先是发现自己原本一片顺利的官途处处不顺，没过几天就有御史弹劾他贪污受贿。孔郎中很清楚这是中书令冲他开刀了，他很生气，很不解。小儿女家之间闹的事儿，至于牵扯到官场上来吗？但是他再不服气，也只能被打入大理寺天牢。大不了我去给老大家的道个歉，让他把你们父亲放出来。您之前都把人家折磨成什么样了，以为是道个歉就能解决的吗？那又怎样？我是她婆婆，是她长辈，我都去给她道歉了，她还不原谅，就是她不孝了。不孝就不孝了，还能有命重要不成？嘿，你还顶嘴，你想被下堂是不是啊？哼，下堂就下堂，当你们家的媳妇儿还能把命丢了，这婚离了也罢。要不我去道歉吧，那女人很好哄的，
当务之急还是救父亲出来。委屈你了，我的儿。然后他们被许家的人打了出去。许新书，你完了！你知道你在玩火吗？如果你激怒我，那么你成功了。许家下人瞬间觉得他们打得不够狠。之前公主满月宴的时候，臣女被关在孔家没来参加，现在补上早就该给公主的贺礼。唉，该怎么让许小姐知道她自己是个农学天才呢？我是农学天才。许小姐有什么爱好吗？陛下，你不要笑得这么恐怖啊！陛下，就是些琴棋之类的陶冶情操的东西，没别的了。陛下，臣女还擅长培育植物。陛下，臣女还擅长培育植物。好，那朕有事儿交代给你。宫中也有培育花草的女官，你便进宫来吧。陛下，小妹性格软弱，意志不坚，不适合在宫里当差。太极宫里能人辈出，舍妹在宫里只会给陛下添麻烦。你是害怕许小姐在宫里受委屈？你一来就擅自替她拒绝了，那你问过你妹妹自己的心愿吗？舒儿，你愿意吗？快拒绝了吧！看陛下这不死心的，非要妹妹拒绝才肯放过，真是的，一定要走这个形式。陛下，臣女愿意。好，朕给你3天时间，记得来任职。就这么愉快的、顺利的，根本就不需要通过我的，就决定好了。舒儿，你为什么要答应？难道你是想做女官，从而成为陛下的妃子吗？兄长，女人这一辈子的追求，难道就一定是要成为谁的妻妾吗？我难道就不能做我喜欢的事情，有我自己的追求吗？许兰七愣住了，她没想过这些问题，她并没有想过妹妹以后一定要再嫁给谁，但心里也是把她当作要养一辈子的责任。对于她的那些喜欢的东西，也只是当作她无聊时闲情逸致打发时间的东西，从来没有想过妹妹也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和自己的理想。但妹妹也是个人呐，是人就会有自己的思想。为什么因为她是个女孩子，她就下意识地把她当成了只想吃喝玩乐、谈情说爱的娇小姐？孔家终于答应了和离，签下和离书。好了，我们签字了，你该把我父亲放出来了。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要放你父亲出来？你把我们家姑娘作践成这副模样，还向我帮忙？现在是白天，不适合做梦。不是你说和离了就放过我父亲吗？我当然会放过，可是律法不放过，贪污受贿，你们就等着抄家吧。孔老大猛地朝许兰七抓过去，想抢夺签好的和离书。哼，很好，殴打朝廷命官，罪加一等。好漂亮的小姐姐啊！这真不是东西。要是我老婆这么漂亮，我肯定每天嘶哈嘶哈馋她的脸，爱都来不及，竟然还敢虐待，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美女姐姐贴贴。公主喜欢这个，臣送给您吧。不了，放在我那里没几天我就看烦了，还是别人的东西看着香，感觉头好晕啊。睡了。两人一个去了御书房找皇帝，一个去太医院请太医。公主如何？又中毒了，这才几天呀，就又中毒了。该说不说，这公主命真硬，不是说皇子才是高危职业吗？怎么现在公主也变高危职业了？宣室殿内，公主都能再次中毒，要是下次歹人想要迫害朕，你们是不是也封不住？如果找不出毒源，就别怪朕来一遍大清洗了。陛下，臣有奏。说不定问题不在宣室殿，而是在臣这里。公主经常去臣那里玩，说不定是在臣这里。虽然公主没有在臣这里吃过东西，但中毒也不是只有进食这一条路。陛下的宣室殿重重防护，可臣的寝居里却是毫不设防。要是有心加害公主，臣这里确实是最好的选择。去排查许姑娘的寝居，是不得已让人搜查了你的闺房。你还怪有礼貌的嘞。陛下，就是这只水仙花。水仙？这不是山丹吗？山丹和水仙长得相似，但水仙气味有毒，
更别说屋内放满了水仙，就是对大人来说也对身体有损，更别说小孩子了。而且此花毒性甚大，恐怕是特意培育的。经排查，最后查出来是芳菲所为，所有查出来的从犯都指认是他安排的。事情看起来已经明了了，但皇帝靠在椅背上，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先回你宫里好好待着，等事情查清了再出来。回宫后的芳菲越想越慌，要是最后真被栽赃到了他的身上，岂不是死路一条？芳菲写了一封信交给宫女，让她一定送到正在清修的太后手上。贝静初睡饱了，舒舒服服的醒过来，猛地对上2个放大版的黑眼圈，吓得飙了一声尖叫。我的娘！有鬼啊！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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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小没良心的！哼，你就睡吧，谁睡得过你呀？宝宝惹你了吗？你知道你又中毒了吗？好家伙，我就说怎么睡得这么舒服，醒不了一点儿。还以为是睡了个好觉呢，原来又中毒了。是谁？是谁？是哪个刁民要害本公主？陛下，审出来了，那些人确实是受人指使陷害芳菲，但并不知道指使他们的幕后之人是谁。事情到这里，最后可能就是一桩悬案，但是贝静初好气呀。不查到是谁，他喝奶都不安心。然后他突然想到一个东西，点进情报界面，一通翻找。妈，是淑妃？这人有病吧？本宝宝哪里招他惹他了呀？淑妃？皇帝让他们继续去查，好在他手底下的人也不是吃素的，抓住了淑妃的小尾巴。陛下，妾身与公主无冤无仇，若不是有原因，怎么会对公主下手呢？你说，我倒是想看看，我每天就待在自己床上喝奶，还能怎么惹到你？总不能是我的存在惹到你了吧？搞笑！陛下和妾身子都强健，胎儿却弱，妾身觉得不对，于是问了高僧。高僧说是大公主克了妾身的孩子。我操！他爷爷的封建迷信不可取，知不知道？啊！我真的，你自己不觉得荒谬吗？妾身只是一片慈母之心，害怕孩子生不下来。陛下，妾身肚子里的有一半可能是个皇子啊！您真的要为了一个公主置我们的小皇子于险境吗？什么意思？我就问你什么意思？你不会是想让暴君亲自处决我来保你肚子里那个胚胎吧？啊！真是狗咬吕洞宾，亏我之前还高兴有了二胎呢。瞧瞧，这就又暴君了，我还什么都没干。见皇帝不说话，贝静初慌了。妈呀，妈呀！狗暴君不会真的想嘎了我吧？这年头亲爹也靠不住啊！我真是个小可怜，谁能比我更可怜呢？不就遗产没说话吗？怎么就又升级成狗暴君了？是谁告诉你大公主克你的孩子的？是宫外的一位高僧。是哪位高僧？对，是哪个秃驴竟敢在那里乱逼逼陷害本公主？是妾身的母亲去问的，妾身也不是很清楚。传杨夫人，你先坐吧，别伤着孩子。淑妃以为陛下这是心疼她，露出了一个羞涩的甜笑，扭扭捏捏地坐到椅子上去了。皇帝觉得眼睛疼，转过头看闺女洗洗眼。老登，一天天的迷信，还把主意打到本公主身上了。我老爹一定要给我找回场子。你要是偏心不帮我长大了自己打死那个老登，不仅打死那老登，还要拔你氧气管。臣妇叩见皇上。老登，你跟老娘说，他妈的是哪个龟儿子说本公主克这克那克天克地的？朕问你，你们说的大公主有爱胎儿，是哪个高僧所言？杨夫人不敢欺君，一五一十的道来。天玉寺，这花里胡哨的名字在哪里听过呢？哦，对了，之前许新书姐姐被孔家反，背后就是那个什么天玉寺的和尚在那里逼逼的。去请天玉寺的住持。陛下，天玉寺的僧人不问红尘，是不出寺的。哼，不问红尘，只要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就得听朕的。去请，不来就绑。
请不来高僧超凡的灵魂，那就请来他世俗的躯体，除非他给朕当场圆寂。嘿嘿，我阿爷好帅，爱你，比心心。皇帝下意识地模仿着伸出2根手指，反应过来自己在干什么，瞬间脸黑了。杨夫人跪在地上不敢自己起来，只好给淑妃使了个眼色。陛下，妾身的母亲还没起来呢。朕知道。淑妃母女2人度日如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他们说的高僧。草民参见陛下。呜呼，草民，你这和尚不专业呀！听你说，朕的大公主会克朕未出生的皇嗣？这贫僧不是草民看这夫人穿着富贵，一看她女儿也是嫁的有钱人家，谁没2个机械生的儿女，就随便说了一个。草民只是想骗点钱，以为他们会拿着钱来找草民做法的，谁知道这2个疯子，谁知道2个贵人会想着杀人呐！听到这话，杨夫人2眼一翻，差点撅了过去。笑死了，真是，人家只是想骗钱，这俩蠢货却第一时间想害命。哎呀，果然人要作死拦都拦不住，也就本宝宝福大命大，换个人现在尸体都凉透了。你个妖僧，你把我们害苦了。我只是想骗钱，又不是想杀人，但凡有点人性的都是来问我做法，谁会直接拿小孩子开刀的？之前说你克夫克子的寺庙是哪一座？天玉寺。那从今天起，这种害人不浅的东西就不必要存在了。陛下，阿娘也是护外孙心切呀，以后肯定不会再犯了。她若是受罚，妾身伤心之下也会伤到孩子，求陛下开恩，放过阿娘一次吧。哎，好气呀！好大的脸！你以为你肚子里是怀了个免死金牌呢？免死金牌都还有次数限制呢，这胎儿还是无限次的是吧？放过孕妇就算了，还要放过你妈？那我是小丑吗？我就白中毒了。淑妃，你回宫去吧。那陛下要答应妾身，不能责罚阿娘。学到了，学到了，这就叫得寸进尺吗？法律在你这里是摆设吧？来人，把淑妃请回宫里，未到生产，不得出寝宫。你们这些贱婢干什么？小心点儿，别伤着淑妃肚子里的皇嗣。住手！太后不是在佛堂清修吗？为何突然回宫？连通报一声没有就进来？哀家日日祈福诵经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求皇帝子嗣兴旺。哀家要是不直接进来，你还想对着怀哀家孙儿的孕妇做什么？不是说芳妃害的公主吗？您消息滞后了，是淑妃干的。就是如此，也得等孩子出生了再做处理才是，否则影响了皇嗣的身体。您的大孙女被投毒也影响身体，淑妃怀胎还不足2个月，就能闹出这般大事儿，还有7个月，不做处理助长野心，朕实在不敢想以后还会闹出什么风浪。人的欲望不加以限制，只会越来越大，欲壑难填，这些都是您教我的。母亲，您忘了吗？不会的，妾身不敢了，陛下。朕只信自己，把你关起来，没有兴风作浪的能力，朕才放心。公主年幼，身体尚弱，朕不想再经历丧子之痛。淑妃腹中的胎儿要是有个万一，陛下就没有丧子之痛了吗？今天哀家在这里，看谁敢动淑妃。好饿呀！你们吵完了没有啊？不知道本宝宝该喝奶了吗？婴儿是不能饿肚子的，懂吗？带公主下去喝奶。贝静初见到那边有人看她，下意识地笑了一下，特别可爱。好可爱，谋害公主确实可恶，皇帝自己处理吧。哎呦，我的小乖乖，哀家是你大母，你认得大母吗？大母是什么东西？是祖母的意思吗？还愣着干嘛呀？本宝宝饿呀，快抱我去喝奶呀！大母，你要饿着你大孙女啦！我竟然能听到自己大孙女的心声，
这孩子跟我也太有缘了吧。太后被支开，没人给皇帝添乱，他直接就让人给淑妃关回了自己的寝宫。杨夫人知道即将到来自己的惩罚，皇帝懒得和他打嘴炮，直接让人关进大理寺。吃饱喝足回来的贝静初听到两人只是被关，很不满意。奶奶的，我差点嘎儿掉了！这两个人就只是被关上，还免费吃喝包吃包住，因为骂得太脏被和谐掉了，但中间穿插的一些清晰明了的暴君、昏君、狗皇帝，可以听出来小家伙呀是气狠了。他没有准备轻轻放下，他只是没说，他已经在写圣旨了。哎，淑妃，贬为才女，产后之情，杨家诛一族。贝静初听完后，发现是自己误会便宜爹了，在他看过来的时候，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又伸手比了个心。但是吧，诛一族也太狠了吧！事情只是淑妃和杨夫人干的，他们家其他人很冤的。唉，人在家中坐，罪从天上来。皇帝不以为意，小孩子童真善良是好事儿，等他长大了就会明白。杨夫人和淑妃的做事动机是保住皇嗣，一旦生下的是个皇子，就是皇长子，且淑妃会被立后，那孩子长大后成功继位，杨家一家就会拥有满门荣耀。那些被牵连的人是被连累的，但若是成功了，他们也是得益者。这就是家族，没有谁是无辜的。今日是孔家人上路的日子，臣想去送行。我也要去，天天在宫里待着无聊死了，我也要去看。徐姑娘，带上初儿一起吧，她很喜欢你。是。严重，跟着公主直到安全回宫。是。你怎么把公主也带出来了？是陛下要我带公主出宫玩的。小婴儿需要出宫玩什么？别是那心脏的家伙又想什么计谋？你还傻傻的以为只是带他女儿出宫玩一趟，被卖了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兄长，公主还听着呢。听就听咯，一个小屁孩还能听懂我是在骂他父亲吗？没想到吧，我不仅能听懂，我还听得懂的。就算他能听懂，他还能告我撞不成？好像确实不能。说着，趁皇上不在，许兰七趁机捏了一把贝静初的小脸蛋子。哎，还是小婴儿的脸软和，我们家那个臭小子都长皮实了。兄长，公主是没法告状，但是暗卫可以。什么？有暗卫你不早说？你完了！两位贵人，人就在那儿，要说什么就说吧。不过最多等2刻钟，我们就必须出发了。想出气啊，就用这个。贴心的嘞，而且还能收拾他们半个小时呢。徐姐姐，冲呀！啊，夫人，我在这里，你是来救我的吗？呸！谁是你夫人？不是早和离了吗？真不要脸！你还指望着他救你呢？他不来害咱们就不错了。阿娘，你别惹舒儿，舒儿和我的感情多好，怎么可能不救我？你等着，到时候我回去了也会想办法救你们的。徐新书扬起鞭子就抽到他脸上，听着哀嚎和叫骂声，后来又变成求饶声，他打得都出汗了，才解了一口心头的郁气。2位贵人，时间到了，我们要上路了。流放路途凶险艰难，囚犯不能过得太好，对吧？明白。小的做事儿，您放心。牛逼！估计这2人是活不到流放地了。兄长，你说女人为什么成亲之后就要低丈夫一等呢？因为自古世道如此。放屁！因为你结婚之后就住他家了，周围都是他的家人，他的仆从，但凡让他住你家试试，还不是任你拿捏？也不知道将来哪个混小子有这好福气，能娶到咱们公主。叔叔，你看我家那小子怎么样？不是吧，兄弟，我还是个孩子呢，你都能想到那么远去了？许新书默默地抱着小公主往角落缩了缩，自己的侄子很可爱，但是他不配。回御书房之后，严重给皇帝汇报今日的见闻，
但是听到许兰七打着主意想让自己的儿子上公主之后，朕的刀呢？这狗贼捣的什么小算盘，我能不知道吗？就他那流着鼻涕、光着屁股蛋子、满院子撒丫子跑的小乌龟王八羔子，也配得上我美丽可爱、聪慧机灵、善良大方、开朗活泼、文静纯洁、天真温柔、伶俐动人的楚楚？做梦去吧！第二天，皇帝找到芳菲时，芳菲邀他对饮。这是妾身父亲在妾身满月时埋下的女儿红，一饮一滴，皆是父亲拳拳爱女之心，埋着等妾身嫁人之时取出来喝。没想到世事无常，妾身竟有幸入宫为妃。这女儿红无法在婚宴上喝到，却有幸摆到陛下面前，让陛下品尝。大公主才满月不久呢，陛下也可以先再埋一坛，待公主嫁人时，就是久经岁月的陈年佳酿了。埋女儿红？埋个屁！皇帝面色沉沉，甚至咬牙切齿地带着杀意。老父亲的杀意是对着还不知名的未来女婿的，女儿才满月就被人提醒着她将来要嫁人。皇帝觉得自己都心梗了，要不把适龄的男孩都杀了吧？不行，这太荒谬了。那就不让闺女嫁人？但是清汤寡水一辈子，也太委屈我的小公主了。招赘，其实驸马上主本就相当于入赘皇家。皇帝最后一拍大腿，决定了，等初儿成年，就每年送他12个面首，1个月换一个。1月是芝兰玉树的翩翩君子型，2月就来一身腱子肉的肌肉猛男型，3月鲜衣怒马少年郎，4月沉稳睿智老狐狸，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他不信，全部轰炸一轮，还能有大尾巴狼把他养大的小点心叼走，既不用嫁人，也不用寂寞。皇帝给自己的机智点了个赞。爱妃刚才说到什么了？继续说，朕听着呢。你有病。某天，还是皇帝老爹奋笔疾书的批折子，魏静初安逸的在自己的摇篮里当一个吃了就睡的小米虫。睡得半醒半梦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糟了，瘟疫要来了！原著里没有提是在哪里爆发的，只说是在京郊。让我看看是什么原因爆发的来着。幸好我想起来了，不然就错过了。哎，不对，我想起来也没用啊，我又不能通知他们。哎，完了，怎么办？哎，真是愁人啊！你说啊，快说啊，我听得到。真是急死个人了。算了，我先看看。完了，这没办法呀！天气异常，连连暴雨，山洪爆发，是死的人太多，来不及埋引发的疫病。这里面哪一环都不是人能阻止的。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同理，瘟疫的传播前面多半也有灾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真是阿爷的小福星。以后疫病的防治又多了一个规律了。你干嘛？老东西，你胡子扎到我了！本宝宝知道我很可爱，让人忍不住亲亲，但你亲我之前先刮胡子行不行？既然知道是山洪爆发引起的，趁现在还没有暴雨，可以提前加固防水的河堤和引流的渠道，伤亡后发现死人立刻清理掉，不让那些人搞个停尸3天祭拜拖延时间。只是这样一来不讲人情，他暴君的帽子就更摘不掉了。生活不易，暴君叹气啊！如果再知道疫病的源头地点就好了。是西郊的村子先爆发的，然后迅速感染，之后牵连到京城，最后皇宫都受了殃及，太后也被传染之后死掉了。太后？就因为这个事儿吧，我的倒霉阿姨还被讨伐了。本来夏季才是雷雨季节，发个洪水什么的也不奇怪，但现在都冬天了。于是有人说是皇帝行事残暴，德不配位，触怒了上天才降下天罚，一定要他下罪己诏。封建迷信要不得，知不知道？自然灾害就是自然灾害，还触怒上天？你以为你们算哪根葱啊？皇帝又算哪根葱？上天根本就懒得搭理你，懒得搭理人类。人对蚂蚁来说也是上天，人会在意蚂蚁里面谁当王了，谁杀了兄弟，有被蚂蚁轮了，太残暴了吗？不，你只会淡定的路过，或者尖叫着路过。他以前也害怕过，
偶尔夜深时，会想着自己一生虽无愧于社稷黎民，但作恶多端。他死后会不会下地狱？他的子孙后代会不会遭报应？初儿说的有道理，上天可能懒得搭理他们，否则他这样每天都在扣功德的人，早该下去见阎王了。多大岁数的人了，还这么喜形于色？是捡到金子了，这么高兴？太后啊，您就别打去奴婢了，是陛下要来给您请安啦。这会儿御驾已经在路上啦。这好端端的，怎么想起来看哀家了？哎呦，陛下孝顺着呢，也就是朝中事儿忙，现在可能得空了，就来给您请安啦。初儿才多大，这大冷天的你就把他带出来，也不怕凉着孩子。太后多虑了，朕自然是坐暖轿来的，不会让公主顶着寒风。好。贝静初滴溜溜的大眼睛转着，看着这尴尬的气氛。其实阿爷是怪太后当年忙着争宠，不管孩子，她都发烧在床上说不出话了，太后还在想着怎么讨好先皇。唉，我这阿爷孩子少，个个都疼爱，所以不知道不受宠的皇子是什么待遇。皇子受宠无非是自己有出息，或者亲妈是宠妃，但是小孩子没上学之前哪里看得出出不出息？况且太出息的皇子不仅会被看重，还容易被忌惮打压。太后就是考虑到这一层，才卯足了劲儿的争宠，让皇帝有折服的机会，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只是这母子俩当局者迷，没看明白。而我这傻爹呢，当时年龄小又受了人误导，以为太后只把他当工具，就更恨了，又都不长嘴。一个怪当妈的不关心自己，一个嫌做儿子的又闷又硬，整天丧着个脸跟石头一样。直到太后得了瘟疫将死之际才说开，来个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不是闹呢吗？不停的吐槽，打得皇帝和太后俩人脑瓜子嗡嗡的。皇帝抱着贝静初的手臂紧了紧。原来阿娘并不是只在意父亲的宠爱，不在意他这个儿子。太后这才明白皇帝的性子为什么变成了这样。他记得这孩子小时候很是乖巧的，虽不活泼，却是个腼腆的性子。太后最喜欢逗他了，一逗就害羞，惹急了还哭，特别好玩。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越来越生疏了。等他注意到时，孩子已经不愿意和他说话了。他们母子俩也没有开诚布公的谈过，心结又哪里是这么好解开的？其实太后也算是求人得人了，严太妃就是一心扑在儿子身上，母子俩感情多好呀，但是没给孩子带来任何帮助。夺嫡的时候棋差一招输了，再好的感情也只能一起到地下团聚去了。比起孩子和他感情亲近，他应该是更希望孩子能好好的活着，荣耀加身。所以这么多年倒是没后悔，只能说是遗憾。但是我阿爷后悔呀，悔死了，真可怜。把初儿给我抱抱。初初啊，有没有想大母啊？大母还想把你带过来仁寿殿住呢，就是想着外边太冷了，怕你路上风寒放弃了。结果啊，你那个不靠谱的阿爷啊，直接就带你出来了。我们的小宝贝有没有被冷到啊？啊？贝静初笑得甜甜的，简直是个活泼可爱的小肉团儿，让太后感叹还是孙女儿好啊，比她生的臭小子好多了。她有点想把孙女留在自己这里，但是想到小家伙说的她是因瘟疫而死的，到时候传染她了可怎么办？皇帝难得在仁寿殿待了许久，直到实在是没时间处理朝政事了才离去。他看太后喜欢贝静初，也是想把小家伙留在这儿的，但想到太后或许会感染瘟疫，失去母亲已经是悲痛之事，他不能让女儿也染病离世。抿了抿唇，皇帝还是喊不出阿娘，绷着声音：朕以后每日都来给太后请安。皇帝带着略沉重的心情走了。太好了，陛下终于孝顺了。哎呀，你这滑头啊，
先前还说陛下孝顺呢，只是没时间。怎么，现在就自打嘴巴了？哎呦，不对，是奴婢说错了，陛下是更孝顺了。没几日，瓢泼大雨由天空洒下，一连好多天的暴雨之后，虽有损失，但因为紧急预防，没有小家伙预言里的那么严重。他让沈太医去西郊候着，如果有疫病出现的征兆，立刻遏制。为了让沈太医去西郊看起来不显突兀，他派了御医署里一半的太医去其他地方进行预防。疫病都是要发出来才知道的，没人得病之前，谁能预判到有人会得瘟疫？陛下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他们漫不经心地摸鱼偷懒，直到东郊里，一个太医不耐烦地发放药物时，一个人倒在了地上。他上前一看，瘟疫。太医立马把早就准备好将他懒得戴的面巾等护具戴上，通知卫队把人群控制起来，并且上奏陛下。做好这一切之后，他回头看着身后早就准备好的药材物资，双膝一软，朝着太极宫的方向磕了个头。陛下圣明！不是说西郊爆发的瘟疫吗？为什么是东郊啊？统啊，你这个消息不准确啊！我要给你差评。千，这只是原著剧情哦，但是您的到来会引起蝴蝶效应的，有变化是很正常的。关于原著的情报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完全依赖哦，千。我只是一个只会喝奶的婴儿，能引发什么蝴蝶效应？千，你要相信自己。一只蝴蝶在大西洋彼岸扇动的翅膀，可能会引起一场龙卷风。而你，我的宿主，你不是普通的蝴蝶，你是大扑棱蛾子。您才真的是妙手回春呐！从前下官见您资历浅，就多有偏见，现在想来真是惭愧哟。果然英雄出少年，这太医院院正，你当之无愧。陛下就是陛下，知人善任，一个职位本就是能者居之。您经验丰富，自是我等不及的。等你再长个几年，经验也就上来了。你如此天赋，才是可遇不可求。年纪轻轻，已是一身本事，老朽都不敢想。等你年岁经验都上来了，该是何等神医啊！这几日治疗百姓，倒是感慨良多。我已经向陛下交了辞呈，以后就去民间行医救人。这孩子不善言辞，估计以为是自己的原因气走了我。和你无关，老夫心意已决，沈太医不用再挽留了。不是啊，我是想说一路走好来着。有沈太医的药方和早已准备好的防治手段，疫病被很好的控制在东郊。警报！警报！检测到强病毒靠近，检测来源中，检测成功，病毒来源床脚相待。正好到了被镜出换尿布时了，就报公主到哀家床上换吧，别去偏殿来回跑了。哎，是。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哎呀，怎么还掉金痘痘了呢？那里有病毒，大母你也不要去，会感染瘟疫的。我就说，皇宫防范的这么严密，怎么还会让你染上瘟疫？结果是有人故意的。但是这是你要睡的地方，迟早会感染的吧？怎么办呀？太后惊疑不定地看向床榻的方向，后退了好几步，最后召来太医检查，发现是香袋的问题。太后后怕地抱着已经睡着的贝静初，真是幸好有初儿。皇帝连夜审了一干人等，但还是断了线索。皇帝一路杀上位，得罪了太多人，登基以后为了推行政策，也阻挡了很多人的利益。那些人杀不了皇帝，
又通过太后让皇帝也染病，但结果人家就是运气好，原著里太后嘎掉了也没被传染上。听着小家伙的分析，皇帝攥紧了腰间的玉佩，这还是小时候阿娘送给他的。前几日解开了心结才翻出来，玉佩上的纹路压得手掌心泛疼，因为这些皇权斗争勾心斗角，害得连母亲都被连累。皇帝突然觉得有一丝心累，见皇帝没有查出幕后之人，贝静初偷偷摸摸地摸进情报商城里找。好嘛，是我想多了，人家就是冲着太后去的，他们还知道精准定位，不伤及无辜，人还怪好的嘞。我还以为是冲着暴君去的呢，结果是芳菲的对家呀。起因是张家有个子弟在学堂斗殴打死了康家的儿子，结果那小公子是康家这一辈唯一活下来的孩子，就这么被姓张的活活的打死，让人家怎么不恨？康家只有一个小官，面对和太后关系好的张家，根本就是螳臂当车，就连要学堂把肇事者开除，学堂都不敢。为了巴结张家，一直讨好肇事者。但是你说巧不巧，死者的大姑正在宫里做宫女，面对疼爱的小侄子惨死，又正值瘟疫爆发，干脆就赌一把，把太后弄死。只要太后一倒，张家就什么都不算了。但是，我祖母惹你们了吗？京兆尹不敢管这些，你们就不能地狱状吗？我爹虽然残暴，但不是是非不分之人啊。谢谢夸奖。有了方向，很快就查清楚了。康家当然是依律处置，张家那个把人弄死还不偿命的纨绔子弟，也是被推出午门斩首的下场。包庇之人也视为从犯受罚。无足跋扈，实乃妾身失察之罪，望陛下赐妾身归家省亲。妾身一定将张家收拾得规规矩矩，再也不给陛下和太后添麻烦。准，带我去，我要去凑热闹，带我去呀！芳菲把他抱到能够到窗帘的位置，小孩子转过脑袋，咧开嘴对他笑了一下，表示感谢。然后他扒开窗帘，有冷风透了进来。芳菲怕他着凉，赶紧关上，但是贝静初不乐意了，又把车帘拉开。反反复复的，芳菲的耐心终于告罄了。关上，小心风寒。要是真想看，只限一条缝就行了。真是太聪慧了吧。芳菲不由得想到齐氏，这么机灵软萌的小公主，要是她的孩子，她爱都来不及，恨不得把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她。齐氏那个贪心不足的，竟还嫌弃不是个皇子，天下怎么会有母亲嫌弃自己的孩子？要真是我的孩子就好了。好香啊，馋死本宝宝了。现在的小吃总没有添加剂了吧？可惜我只是个宝宝，我只能看着吃不了。好吃的，你们都等着吧，等本公主长大了再来宠幸你们。什么东西？谁的声音？何方妖孽？糖葫芦，那个扁扁的糖葫芦一看就很有食欲，我就喜欢吃这种熟山楂做的，但是商家基本上都用生山楂，现在终于看到了，口水都要流下来了。芳儿，你大哥叫温斩了，最近你父亲是急得焦头烂额的，他自己也被皇上罢了职，娘看着他那样子啊，真是心疼坏了。你是陛下的嫔妃，面圣容易，给你阿耶向皇上求求情，把你大哥放出来，我们以后一定会约束好他的。古代版中年恋爱脑啊，太后都要气死了吧，自己的闺蜜一嫁人就变成了恋爱脑，丈夫庶子庶女一大堆，私生子私生女数不清。你说你不苛待甚至关爱他们，是因为你心肠好，这没问题，但问题是其他的孩子都能排到你亲生女儿上面去，尤其是庶长子，因为那是相公疼爱的孩子，我要爱他所爱。他也对阿娘不好，他竟然打阿娘。阿娘，你和他和离吧，以后芳儿照顾你，永远孝顺阿娘，我们不理那个男人了，知道吗？你女儿都说你对我不好，不配被我照顾，劝我们和离呢。但是我对你多好啊，无论怎么说都不肯。
你现在知道珍惜我了吧？知道谁才爱你了吧？什么？突然站起来，向自己逼近的父亲像个怪物，那是芳菲一辈子的童年阴影。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围着他，看他被打的背上都是血，皮开肉绽。但当芳菲及笄之后，这夫妻俩竟然想把她嫁给一个得了花柳病的纨绔子弟，就为了给张老大一份仕途。那个软弱的母亲嘴上总说心疼他，却是一句都不敢反对张父。好在太后知道了这件事儿，把他带进宫，封了嫔妃。你们真以为本宫这次回府省亲是来看你们，给你们荣耀，和你们续一场天伦之乐，演一出舐犊情深的吗？可惜父慈子孝，其乐融融在我们之间，以前不存在，现在将来都不会存在。芳儿，夫人僭越了，主子乃天子妃御，夫人不可直呼其名。就是，还以为是任你搓扁揉圆任意拿捏的小孩呢。为父母者还不能呼女儿的名字，这是何等道理？天地君亲师，主子为君，尔等为臣，自然排在孝道之前了。你这是不孝，怎么能忤逆你父亲？我们可以去大理寺告你的。我去，这真是亲生的吗？这个时候不孝可是大罪名，父母若是真去告，一顶忤逆的帽子压下来，孩子是要坐牢的。但凡有点人性都说不出这种话，还是我爹好，我都尿他头上他都不骂我。你去告啊，慢走不送。需要本宫为你指路大理寺在何处吗？看大理寺卿敢不敢为了父亲您得罪陛下的宠妃。儿啊，娘照顾你10几年，生你的时候难产，稳婆问我保大保小，我拉着她的手说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做娘的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了，你却对你的老母亲恩将仇报，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孝女呀？哟，还兴道德绑架呢，不过是自我感动罢了。有些恋爱脑就是享受给男人生孩子的感觉，娘道满级休着。你生人家的时候也没问过我方姨愿不愿意呀？说不定人家早知道出生以后要面对你们这对奇葩父母，宁愿烂在肚子里。阿娘生本宫的时候也没有问过本宫的意见，要是早知道是碰上你们这对父母，本宫情愿被一碗滑胎药送走。你要是不想活，那你怎么还苟且在这世上？有本事你去死呀！即使知道了他们是什么德行，芳菲心里还是有瞬间的难受。比起母亲，她更喜欢父亲的态度，可以让她的心迅速冷硬下来。不像母亲对她的好和呵护是真的，但比不过父亲和父亲喜爱的其他孩子也是真的，让她既无法放心离开，又无法全心的孝顺他。纠结拉扯才是最难熬的。您确定吗？教唆妃嫔自枪是要杀头的。你们吵得好激烈，虽然我爱听，但是不是忘了正事？兄长的事和父亲被罢官的事情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这才来是告诉你们，张家一朝势大，欺压他人，甚至连累太后。陛下震怒，太后已经不愿意再庇护母亲了。张家以后不能再借着太后的名义招摇，还有本宫的名义，但凡有一次被本宫发现，就与张家割袍断义，退出族谱。张父的反应应是正常的，倒是张夫人，她朝着芳菲这边扑过来，她立马背过身去，把背镜处捂进怀里。身材好好啊，要是我长大能有这个的2/3就好了。你这泼妇，没长眼睛看见公主吗？要是公主有个什么万一，你张家上下满门都赔不起。张夫人终于清醒过来，自己干了什么？张父更是差点吓得撅过去，他板着脸开始训张夫人，越骂越狠，越骂越脏。几十岁的人了，老夫老妻，但是丈夫还是在别人面前一点脸面都不给他留。唉，真是不懂恋爱脑的想法。同样是人，物种的多样性咋就那么丰富呢？芳儿，芳菲，太后怎么会不管我了呢？我们可是30多年的交情了。只是庇佑母亲一个人，太后当然是没问题，但是您非要倒贴您这愚蠢的丈夫，还帮着他是非不分，纵容祸害。别告诉本宫，长兄的事情没有您出手，外头的人可不认父亲这个没用的东西，只认您这个被太后荫蔽的1品高明夫人。不对，
是从前的一品诰命夫人，而你的包庇之举，连累太后差点丧命。您什么时候脸皮那么厚，会觉得太后会为了你那拎不清的脑子，冒着危险继续管你呢？你怎么能说你父亲愚蠢呢？干！妈的，恋爱脑，僵尸都不吃。总之，本宫就一句话，不许再惹是生非。主子，张家人的罪状已经收集好了。好啊，真是好。你们还有什么惊喜是本宫不知道的？同道2年，你因婢女打碎了你的花瓶而将其杖毙，你认不认？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么严肃，不就是一个贱婢吗？死了就死了。婢女可以责罚，但随意打杀也是犯法的。那又如何？你能找到证据吗？找不到证据，就算是官府也不能奈我何呀。来人，上家法。你妹妹她弱不禁风，女孩子家的怎么受得住家法？你但凡有一丝手足之情，就收回你的话。阿紫，你又把阿爷惹生气了。早就和你说过，阿爷最疼我了，让你不要惹我的。咦，别哭，父母并不是都爱自己的孩子，但你有权有势，你有的比他们俩多多了。你虽然不能让他们爱你，但可以让他们求你。安慰得很好，下次别安慰了。当年我还未满10岁，阿爷便对我用了家法，还责令兄弟姊妹全来参观，儿的面子里子全丢尽了。本来可以策马扬鞭的体质，到现在也只能弹一弹琵琶。父亲当年有想过，本宫也是女孩子，正在长身体，受不得罚吗？哎呀，这不就是知道你也被伤了身体，所以我才知道不能随便对孩子动家法的。你都知道那玩意儿遭不住，就不要让小七再步你的后尘。本宫这是在救你们的命，若是再不知收敛，全家人都得一起玩完。打！下人拿出一根实木的深褐色的带着尖利倒刺的棍子，一棍下去，皮肉被勾连着挂在倒刺上，血把棍子浸染得更深了。那玩意儿的颜色不像木头啊，不会是张家人一代的受刑人的鲜血给它染成这样的吧？疼吗？当时被你这样逼的婢女也是这样疼。念在骨肉亲情，本宫还没把你打死呢。你做事要是真不露痕迹，我也不怪你。偏你如此嚣张，本宫不能放任你给本宫惹祸。抬下去吧。强抢民女，逼良为妾是吧？阿紫，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您饶了弟弟吧。认错态度良好，惩罚减半。动手吧。不。芳菲，你这也太不给你父亲面子了，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啊。自今日起，您2位就在府中静养吧。不用了，我们身体都好，不需要静养的。身体好不好的不重要，主要是不想让你们出去。你们2个造的孽也不少，只是为人子女不好对你们动刑，那就尽足思过吧。不是，你们俩怎么就和好了？不是说皇帝和太后因为心结到死之前都没有好脸色的吗？蓬儿啊，初儿就先留在哀家身边养着吧。皇帝也没拒绝，但是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太后，试图唤醒母爱。那就先在哀家这里玩几天，等初儿玩腻了，就给你送回去，行了吧？也不知道是初儿玩腻了，还是您玩腻了。芳菲临走时1步3回头，依依不舍的。怎么出去一趟回来就舍不得哀家了？妾身能请小公主去妾身的熏风殿做客吗？原来是舍不得初儿啊！不愧是你，才出去几个时辰，就连芳菲也俘获了。我就知道本宝宝是最可爱的。滚滚滚！你这小妮子怎么什么都想要？让哀家先稀罕够了，再轮着你。芳菲谢恩，心满意足的回去了。要是给初儿找个养母，其实芳菲就不错。要不然，别人一提起初儿的母亲，就是冷宫里的骑士，多少还是拖累了初儿啊。朕想等立后以后，将初儿过继到皇后名下。你是说之前说的皇长子之母为后的旨意吗？还是
撤了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妃嫔本就会为了自己的将来努力做胎，你许给他们更大的利益，就是逼着他们去为了凤位冒险。初儿的事是一件，淑妃的事是一件。阿娘说的是，儿回去就办。看看最近有什么乐子。啊！要手了！达摩，你的侄女要被拐走了！什么破剧情啊！国公府千金小时候被拐走，家人千辛万苦找回来，养到了及笄，结果接回来的是个假的。真千金在外面被错过了10年，然后真千金找上门了，显而易见就是一对真假千金的大戏。但是因为假千金一直知道自己是假的，这10年来就卯足了劲儿讨好国公府里的其他人，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等人回来的时候，真千金反而成了外人，信国公和夫人为了保全养女的尊荣，宣称亲生的才是收养的。幸好这个真千金不是个软包子，牛逼！感觉还是个病娇。既然你们都不爱我，都偏心一个外人，那你们就和我一起下地府吧，直接投毒干掉一家人，成为京城里的一场大案，让之后好多父母都反省，努力平衡子女关系。那一代的小辈们都意外的兄友弟恭。笑死！女侠，我真好生敬佩。这是什么值得佩服的事情啊？好吧，虽然受害者是我的娘家，但是换个视角来看，真的很爽啊。他看着地图上逐渐往城门靠近的小红点儿，哎呀，到北城门了！现在信国公府的人不会还没发现吧？哎，要说也真是的，信国公夫人给女儿选的什么丫鬟，自己被好玩的东西吸引了，一回头发现小姐不见了，因为害怕受罚没有第一时间上报，就一个人自己焦急的找，以为自己很快就找到了，到时候和小姐商量一下就可以把这件事遮掩过去，结果耽误了3个小时，错过了最佳搜救时间。我也没办法了，可怜的小姐姐，等我长大一点了再让人去找她吧。太后若有所思，把背镜出一个娃娃先放在榻上，自己走到偏室去找能办事的人。背镜出在想象着自己长大以后英明神武从天而降，把欺负小表姑的狗贼全部打倒，然后就小美女与水火的美好幻想中睡着了。原著里描写的真千金是个大美女呢，美女贴贴。救命之恩当然要以。背镜出再被一阵啜泣声吵醒了。谁？哪个狗贼打动我和美女贴贴了，知不知道？初儿睡醒了，来看看你表姑。不会吧，不会吧，我不会有做梦成真的能力吧？刚刚还梦到表姑，现在就见到人了。但是也不一定，我的亲戚很多，表姑也很多，所以不是我想的那个吧？背镜出点开真千金的定位，发现点不开了。已完成，解救化学人才，请领取积分。阿紫有何事急召？一定要陈和那次现在就进宫。九儿方才失踪了，臣遍寻四周都找不到人，现下正着急呢。丢了多久了？回太后才走时。才走时？妾身知道太后一直不喜欢妾身，连带着也不喜欢妾身所出的孩子，但您好歹是她姑母，不求您出力寻找，请您不要添乱好吗？先是不分时间地点，事态紧急的把我们夫妇召进来，现在又是冷嘲热讽。您也是一个做母亲的，求您体谅一个做母亲的心吧。哀家何时说过不喜欢你？国公也早就告诉妾身了，难为太后在妾身面前还能撑起笑脸。您嫌弃妾身出身低，配不上您弟弟，一直都不满意我们的婚事，是他百般哀求，您才无奈赐婚。您不喜欢妾身，连带着九儿也不喜欢，只是国公爷从中周旋，妾身在你面前才能有点脸面。你就是这么在你媳妇面前污蔑你姐姐的？这是弟妹啊，哀家从未嫌弃过你的出身，皇帝母族已经是无上荣光，烈火烹油啊！如果娶一个大族女子，只会引得皇帝忌惮，是本宫敲打的她，
让她择一出身一般但温良贤惠的女子为妻呀。夫君，你说这是真的吗？信国公哪里敢继续说太后的坏话，只能以沉默妄图逃过去。翻车了吧？让你 PUA 人家。信国公之所以宠爱假千金，不是因为养了10年养出了感情，而是假千金是他心爱之人，真正的白月光生的女儿，是他喜欢的小厮的遗腹女。对，信国公喜欢自己的小厮，但因为要传宗接代，没有在一起，被周老爷子棒打鸳鸯。信国公为了让自己老公的女儿成为周家大小姐，先是找人拐走自己的女儿，不然周欢帝那一身一看就知道是富贵人家的打扮，谁家人贩子敢直接下手？真千金被拐后，这脑残就在1年后给了假千金信物，并且告诉他关于国公府的事。小孩子长相变化大，一天一个样，再加上那些对得上的信物和记忆，众人还以为真的找回了人。这个脑残还生怕自己的女儿回来抢走了白月光女儿的一点点母爱，洗脑周夫人不要对自己的女儿好。真他奶奶的绝！要不是有脑子摔了的爹，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女孩怎么能天衣无缝冒充公侯小姐10年还不被发现？哎，为什么要在还没法骂人的时候听到这些气人的东西？本宝宝真是太惨了。谢太后提醒妾身，但现在小女还未找回，既然太后并不厌恶妾身，望太后殿下念在血脉亲缘相助，妾身感激不尽。哀家自会相助，可哀家一后宫之人，实在是能力有限啊。是了，那妾身告退了，妾还要去找女儿。不忙，哀家能力有限，但可以找皇帝出动御林军。阿慧，传哀家一旨，让皇帝全力搜救。阿紫，小女怎当如此殊荣？出动御林军，阵仗太大了。好水呀，我的大母！人就在后殿，你说没找到？现出原形了吧？骗女人的渣 gay！ 小女不知道太后如此，求太后收回成命。是不值得如此，还是不愿如此？阿紫，这是什么意思？臣怎么可能不想找自己的女儿呢？太后意味深长的一笑，抬手敲了一下扶手。九儿，阿娘。哀家身边的姑姑见过九儿，今日出宫之时遇上了，就正好找了回来。谢太后，谢太后。抓到犯人的时候，哀家让人顺便审了审，结果却让人意想不到。弟弟，你能猜到吗？这臣怎么猜得到呢？臣又没有仇家，谁知道是哪个胆大包天的敢劫持信国公家的小姐？估计是歹徒见九儿生得可人，起了歹念吧。那歹徒说收买他拐卖信国公小姐的就是信国公府人。臣治下不严，回去之后定和夫人清扫府中异姓之人，不让九儿再一次身陷险境。太后，信国公府鱼龙混杂，妾身怕九儿再出意外，你能否收留他个几日？妾一定尽快清理好府里的人，接他回去。答应吧，答应吧，我要和漂亮姐姐贴贴。可你养在庄子上的那个女孩子也一起接回来吧。弟妹贤良淑德，一个私生女而已，她容得下，但不是你的女儿，你甚至还想给她嫡出大小姐的身份，这就不对了。贝静初还没和漂亮姐姐贴贴多久，皇帝就来抢人了。阿娘，初儿该跟朕回去了。贝静初小短手扒拉着小美女的脖子不放，周欢九无措地看着太后，看看皇帝，再看看他怀里的贝静初，于是默默地用小身子遮住婴儿，掩耳盗婴。你们看不见他，看不见他。这是哪家的小屁孩？九儿，信国公长女周欢九，你的表妹。皇帝上前把自己的不孝女掏出来，小家伙死死扒着人家小姑娘脖子不松手。我不要离开漂亮姐姐，除非漂亮姐姐和我一起走。最后好说歹说，答应明天再把她送回来，贝静初才松开自己的爪子。信国公一家真是该死，
一群只靠着太后的裙带关系，靠朝廷养的废物，也配让化学天才去和他们一起死？化学呀，化学的魅力是什么？化学可以炼制炸药，在战场上不费吹灰之力横扫千军，可以做出化肥和饲料，提高农作物和养殖的产量，还可以制作药品，让天下人治病的成本降低。皇帝已经随着背景处的新生，描绘出了一幅越朝越来越壮大的美好蓝图。但现在化学都还只是炼丹的阶段，他就能靠着自己琢磨合成高浓度毒药，这是何等天赋！好好一个天才，却因为他那狗血的和小厮的爱情毁了。信国公家要不识相的，自己收拾去死吧，也不是好歹让我表姑亲自动手。什么东西？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皇帝觉得天要亡他越朝，他求贤若渴，偏偏朝廷的人才青黄不接，原来一个个的都因为各家家长里短离谱的事情夭折了。皇帝很震惊，皇帝很生气，皇帝想弄死信国公。朕这次来是要说小舅被贬一事，怕阿娘吃心。你看哀家这胃口，像是吃心的样子吗？皇帝孝顺，哀家是知道的，一定是你小舅惹了你不痛快。周娘子，可识字？前几日周小姐被拐走，朕查到就是小舅所为，证词证据等都已经整理在上面，你要是不信，可以看看。让一个才5岁的小女孩相信自己的父亲要拐卖她，是一件很残忍的事儿。但是皇帝才不管残不残忍，他是要收服人才，就不能让人反而怨恨他。他是为了给他主持公道才贬的他的父亲，不然他忙活一通搜罗罪证，却让周欢九记恨他，就不好了。太后，周夫人求见，已经候在殿外了。肯定啊，也不是来拜哀家这把老骨头的。去吧，你娘肯定想你了。若是阿爷和阿娘和离了，你跟着阿娘走好吗？夫人，九儿在宫里怎么样？可还得太后喜欢？你女儿孤身一人在宫里，你不担心她受没受委屈，有没有吃穿不习惯，却问我她受不受太后喜欢？也对，你都能把她拐走换个野种来，我竟然还奢求你有一丝慈父之心，是我糊涂了。谁允许你把这个野种带到我面前脏我眼睛的？孩子是无辜的，你嘴巴放干净点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肮脏的脑子里是在想什么。你是希望九儿讨了太后欢心，到时候太后给她挑个富贵人家，更好一点嫁给皇子，最好等长大了送给皇上做妃子，然后你就可以踩着九儿继续富贵了。周瑜，你这恬不知耻的贱人，你以为孩子小他就不明白事理吗？你做的好事我都已经告诉他了，你以为九儿还会认你这个父亲吗？你不怕孩子伤心吗？啊，伤心？人要是再被你坑一次，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我还怕他伤心？那又如何？我朝最重孝道，就算我这个做爹的让他死，那也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阿爷，芝芝来扶你。还是芝芝好啊，和阿爷患难见真情，不像某个没良心的女人。没错，你这种人还指望别人和你患难与共？我们和离吧。女人，你休想以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我心里的人只有那个男人。最后还是没有和离成，周瑜死不签字。阿紫啊，子旭这次被贬是真的在与爵位无缘了吗？削爵这等事，你见过世上有几人还能官复原职的？所以阿紫这次回来是蹭吃蹭喝的，是你一个人回来吗？就多你一张嘴，已经多了许多麻烦，可再别带什么拖油瓶啊！周夫人第一次知道自己回从小生长的家里是蹭吃蹭喝，原来女人长大以后就没有家了。哎，阿紫，九儿怎么没带过来？九儿在宫里侍奉太后。在宫里侍奉太后？是啊。啊，阿紫好不容易回趟娘家，还是多住几天为好。您不知道，我那夫君特别想您，整天辗转难眠，就是怀念和阿紫的童年时光。哎，瞧您看我这记性，阿紫怎么可能住这么偏的位置呢？就去您以前的闺房吧，我让我家闺女拾掇拾掇去其他院子，给您腾个地儿。不用了。是，
那院子小了点儿，我给您安排个最大的院子。哎，是不是留给咱们儿子娶妻用的？嘘，不是说随便给安排个地方，给几口冷饭，让他住不了几天就自己识趣离开的吗？这样我们是收留了他的，别人家也不会说我们是忘恩负义。哎，你这败家娘们儿，你竟然拿我们准备起来给儿子成亲用的院子来给他住，怎么还真敢恩上了你？你信不信？只要我说出来原因，你也会把他供起来。晋国公被陛下亲自贬了呀，也起不来了，他还能有什么价值？我不信。如果周欢九住进了仁寿殿，被太后抚养长大呢？你们这些人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啊？让我儿子站着看你们打草，还不给姑奶奶搬张椅子上茶？哎，第一次见活的狗腿子。丁，发布任务，阻止探花童怀恩黑化，任务实现3个月，奖励积分300分。童怀恩。埋头作答的考生齐刷刷地抬头看过来，然后又怕冒犯到皇上，低下头去。皇帝此时很无语，现在他只想揍孩子。这是什么戏文一样的情节？花魁娘子和穷书生两情相悦，资助他上京赶考，其他姑娘都劝他，这种人都是负心汉，要是他没考上还好，最后可能还认了，只是要了你的钱，等他考上了就是上岸第一箭，先斩意中人。但是花魁娘子还是赌了一次，然后童怀恩考中了，他考上了探花郎。童怀恩金榜题名，春风得意之时，却并没有忘记花魁娘子，都以为他是去骗钱的，却没人想到他们的感情是真的。他是真的很喜欢香巧姑娘，但是却被尚书右丞田红看上了他的潜力，想要绑下捉婿去当他们家的女婿。童怀恩当然不干，他自己有喜欢的女子，约定过等这次考完回去，不管结果如何都娶她。田红根本就没把少年人的一腔真情当回事，他以为自己是男人，且是个大猪蹄子，就以为别的男人都是大猪蹄子，觉得过几年童怀恩步步高升，见到美女如云之后就忘了曾经的红颜知己。他一边强迫童怀恩和自己的女儿成亲，童怀恩宁死不从，田红也不能对皇上亲自点的探花郎做什么，就放了他。童怀恩那时初入官场，天真的以为拒绝就没事了，他衣锦还乡，带着聘礼，甚至在走到地方之前还找了一个驿馆，洗去一身尘埃，端端正正的梳好发髻，穿着朝廷发下来的探花服，甚至还臭屁的簪了花，欢欢喜喜的去迎他。童怀恩知道娶一个贱籍女子为妻对自己的仕途不好，可那又如何呢？没有他就没有现在一跃龙门的童怀恩。结果他到了地方，留给他的只有一座清坟，这就是他拒绝的代价。田红不能把皇上钦点的探花郎如何，对一个青楼女子却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然后童怀恩就黑化了，权势成了他唯一的追求。他最后成功的报了仇，可是屠龙少年终成恶龙，他再也找不回自己为民立命的初心了。不是很懂，但我尊重，不就是一个尚书右丞吗？对皇帝来说也是和捏死一个蚂蚁一样简单。香巧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狱了。人家现在是探花郎，是官绅，咱们连平民良级都算不上，人家一张龙在天还能看得上他？不回来杀人灭口，抹去这个污点，都算不错了。你是不是见不得人好啊你？哎呀，客官，有什么事好商量，不要硬闯呀！起开！谁是香巧儿？你是香巧吗？说，不然划了你的脸。是他。各位，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哼，童公子考上探花，你知道吧？现在他已经是官绅了，现在就要进我们家里当姑爷了。听说他在老家还有一个麻烦，我们就是来绝了你这个后患的。侍卫爷，咱们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一介蒲柳残躯，哪里配得上风光无限的探花郎呀？妾和香巧就先恭喜贵府小姐和童公子的新婚之喜了，
商巧是绝对不会跑去他们跟前碍眼的。之前资助的钱财就当做是新婚贺礼了，也不要了。到时候我们把他送远，绝不可能再让童公子见到的。就留人一命，可好？但是领头的把他也删开。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突然门口再次喧闹起来，堵门的人全被打倒。这小子赶到了，我们不用出面了。香香，你没事吧？他们说是你想杀我，嫌我挡了你的富贵路。庶子而敢！这群直娘贼，杀人还要诛心。香香，我对你的心天地可见，你一定要相信我。童怀恩，我家老爷可是从4品尚书右丞，你不过一些小小的探花，在我家老爷面前也不过是个蝼蚁。我劝你识相点，把我们放了，否则我家老爷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不放过我？哼，我还不放过他呢！千里迢迢想取我心上人的性命，以为是什么可以一笑了之的小事吗？谁给他填红的勇气？我童怀恩也记仇，只要我还在官场上一天，就和他不死不休。被关着等待问罪的壮丁们还满心期待着田红去救他们，殊不知他早就被皇帝下了狱等待处斩。官官相护却经不住皇帝的查，一干人等都被下了大狱，甚至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臣根据京城的土壤和地域气候总结了一套最佳的种植方法，只要按照这个方法，现在的小麦产量就能翻1倍。好，有爱卿如此，真是朕之大幸。等推广成功之后，臣想周游其他州府，为每个地方特别定制最好的种植方法。纯，爱卿此番功绩千秋，朕给你封个爵位可好？陛下赏赐万不敢辞，但是现在封赏恐不能服众，真正丰收还没有到来，臣希望堂堂正正的接受陛下的封赏。丁发布任务，救下许新书，奖励积分100分。又给本宝宝出了什么幺蛾子？许新书又怎么了？好好一个漂亮小姐姐，怎么就这么多灾多难呢？哎，狗系统，你怎么不早说啊？因为许新书之前虽然少量中毒，但并没有生命危险的亲。什么东西？非得要人嘎了你才提醒吗？是的呢亲，系统只在最后关头才会提醒的。如果宿主想要早点改变，需要勤劳翻看并时刻关注情报哦。什么人呢这是？就因为人家比你优秀，比你升官快，你就嫉妒人家，投毒，投你祖宗！这皇宫里跟个筛子一样，怎么谁都能弄点子毒药来？你说的好有道理，我的皇宫怎么跟个筛子一样？所以这次是谁被投毒了？很快贝恒就听到了，每一个人才都是月朝的瑰宝，失去了一个皇帝都心痛，怎么允许他们被一群小人暗害？这非一般的感觉是怎么回事？新书啊，这么久也该歇歇了，喝杯茶解解渴吧。许新书聚精会神地记录着幼苗的生长情况，没有听到，直到贺柔再喊了一声才回过神。不用了，阿柔你自己喝吧。贺柔走近2步，直接把茶杯抵到许新书面前。贺柔一副大姐姐为她好的样子，温柔而坚定地注视着她喝下这杯茶。陛下驾到！你怎么喝了？有毒的！女医，去看看。如今你对大越来说很重要，朕思前想后决定派一位女医来防止你的饮食等物有人毒害。陛下，茶里有毒，是砒霜，量虽不小，但无碍性命。哪里无碍性命了？许新书在系统的预测里，喝完这杯就死了的。给许尚言诊脉。女医给许新书诊完脉，赶紧掏出银针，一针下去。许尚言之前就一直中了毒，只是之前的量小，症状也只是不舒服，再加上今天的，就危及性命了。人命关天，望陛下原谅臣擅自施针，有无容目之罪。皇帝别开眼，还很有父爱的没忘记捂住背镜出的眼睛。臣先去开药，但是熬药时间长，绿豆汤解百毒，殿下可让人熬大量绿豆汤给许尚言灌下去，灌到喝不下为止。许清，投毒之人你可有怀疑人选？许清，
好吧，你先吐吧。许新书先是吐的胃里的酸水都吐干净了，浑身无力的瘫在地上，又被人架起来，捏着鼻子灌绿豆汤。许新书喝的整个人都绿了，肚子胀得要爆了似的。他可能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绿豆，以后绿豆的种植在他的计划表里还是延后吧。他肚子疼得很，头也疼，张嘴贪婪地吸入空气，却依旧有窒息感，鼻血也不断地从鼻孔里涌了出来。如果不是被及时救了，他就会在这种痛苦中死去吧。兄长早就和你说过了，不要轻信他人，不要轻信他人。难怪兄长做官以后变得奸诈狡猾了，原来外面的世界这般危险。奸诈狡猾这个词是用来形容自己兄长吗？算了，问题不大。你记得在陛下面前提一提，这儿还有1年就可以进学了，我想送他去弘文馆。本来以为十拿九稳的事，结果前几日长公主想给儿子求个名额，都被拒之门外。阿兄觉得你面子可比我大多了，找个机会就求求陛下，给这儿留个名额吧。弘文馆的名额已经紧俏到连长公主的儿子都不收了吗？要不然为兄也不会找你帮忙的。许上言，贤妃和芳妃2位主子来看您了，您方便吗？不方便，我兄长在这里，劳烦2位主子稍等，我让兄长离开。行什么礼啊，你都这样了。不知中书令在此，倒是我和贤妃姐姐来得不巧了，打搅了你们兄妹叙旧。不敢，是臣和兄长让您2位久等了才是。深宫里见一次家人是多难得的机会，一入宫门深似海，早知中书令来，我们就不来了。不是，我不是啊，我真的就是个打工的。贤妃姐姐不是还特意带了沈太医给许上言看诊的吗？怎么坐一边去了呢？不是我特意带的，是陛下吩咐的。我看你2人聊得欢，不忍打扰。您来您来。孔贤妃，您吓着许上言了。我很可怕吗？你别怕。不怕。别怕，你以前还是我长嫂呢。救命，不要提前夫好了，这不是前任，简直是前科。都是过去的事了，就别提了。臣和女医商讨一下医药方的改剂，给许上言开药之后送过来。去吧，芳妃也回去吧，我和许上言有些事要说。那贤妃不会弄死我吧？早知道还是不进宫了，好危险。婷婷，奴婢在。以后你就跟着许上言，贴身保护他的安全。是。孔贤妃，这莹莹看着也太小了，让她保护我，确定吗？小是小了点儿，但是打10个你没问题。贤妃身边的说是宫女，其实能提拔到她身边的都算是她半个徒弟。不是，为什么要找人保护我呀？陛下交代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侍卫不便进内宫，陛下还给你拨了1支护卫队，出宫的时候都要带上。妾管理后宫不力，竟让人携带毒物进宫，请陛下收回妾的协理6宫之权。这些人形成气候之前，并不是你在打理后宫，而你虽然有协理之权，但施展起来还是不免碍手碍脚。以后凤印就交到你的手里，不要再让朕失望。现在似乎不是喂奶的时候，公主是要去换尿布吗？不，是排气。排气？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嬷嬷摆弄着小公主的腿，随着被镜出的腿被摆弄着带来的肚子蠕动，一阵阵连环不断的屁声响彻整个室内。芳妃大为震撼，原来这就是小屁孩吗？有病！有变态给小宝宝放屁呀！你个挨刀的货！我们所有人都因为你的愚蠢完了。好好的去给皇上看中的人投毒，你管他嫔妃还是玩物啊？能入陛下眼里的人都是他的本事，你自己没本事还嫉妒人家，心眼是怎么长的？人就住在你隔壁，不知道学着点儿，反而去各种小心眼的盼不得人好。你都和这种人处上好关系了，未来不是通天富贵吗？结果连累的我们所有人下水。说着，那宫女就上手打，
旁边其他宫女也一起对着贺柔拳打脚踢。还没到行刑的那天，贺柔就被折磨死了。经过许新书的事件以后，皇帝在周欢九身边也放了一个女医和侍卫。严仲，属下在，以后就跟着公主，保护公主。是。怎么才一个呀？好抠哦！小屁孩，你懂什么？严仲，那可是严仲，安魏中的4大高手，国仲书记直接就把第2个划给他了，这也当的，还不够大方啊！今天又是到了收获好感度结果的时候了，被净出摩拳擦掌的点进去，然后就看到涨幅最大的是便宜阿耶，已经涨到79了。太后的有60了，还加了许新书、芳菲和周欢九3个人的资料。我就知道，像我这么可爱的狗狗，谁不喜欢呢？6，我就知道这里面的东西只会让我乳腺增生。就说不婚不育保平安吧，他妈辛辛苦苦把他养那么大，结果就一心崇拜他那见不到几次的爹，我服了。公主也过得这么惨吗？那我长大了岂不是也很惨？太可怕了！女人生了孩子以后就被激素控制了吗？就这种儿子，你还要为了他的前程来求太后？生他不如生块叉烧，还可以吃。广德长公主啊，你知不知道你生的这块叉烧会害死你的呀？我错了，我就不该同情他的。其实他也是活该，还求神拜佛呢。我佛不度智障。我佛不度智障？谁教你这么说话的？这是大公主吧？白白胖胖的，一看就知道是个健康结实的孩子。干嘛？也挺会说话的呀，怎么对你大儿子就不会好好说话呢？不是不耐烦就是骂，对着小儿子就是各种阿娘疼你，阿娘爱你。我还以为你不会好好说话呢，要不是系统认证了，我都怀疑他不是你亲生的。为什么做父母的不用考试就能直接生啊？很多人他就是不适合做父母啊，比如那个英妃，比如长公主。像我阿耶这种好父亲却没几个娃。唉，太后，儿的次子也到了进学的年纪，谁不知道天下名师尽在弘文馆，而幼年也是在弘文馆念书的，犬子也是皇室血脉，还是能够上弘文馆的门槛吧？你直接把人送去就行了，吵哀家做什么？母亲，陛下看重那些臣子，宁愿把这些特权给臣子，也不愿意给宗亲。要儿说，这天下是贝家的天下，臣子说到底也不过是咱们贝家的奴才。再怎么论，咱们和陛下才是一家人啊！给他们比皇室还高的特权，岂不是助长了他们的野心？拿钱办事，拿钱办事懂不懂啊？拿了好处才会给你办事啊！人家臣子帮你管理国家，伴君如伴虎，做不好事情都是杀头的风险，当然要给别人足够的富贵，别人才愿意冒这个风险啊！又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贝家是皇室，不是神仙，汉族的神仙都要于民有用才给香火呢。你以为你算哪根葱？如果臣子们都成为皇帝近臣了，连普通的宗室都超越不了，他们干嘛还要成为皇帝近臣呢？反正也是白搭，不如摆烂。哎呀，为什么不是个皇子呢？虽然有点子遗憾，但是不妨碍太后的嘴角咧得越来越大，逐渐和太阳肩并肩。广德，陛下自有断绝，你纵然是他的亲妹，也不能妄议。是，那犬子入学一事可否通融？母亲，您是看着儿从小长大的，阿娘从小就和儿说要将您当作生母侍奉，虽然您不需要，儿却一直将您当亲生母亲一样。您忍心看着您的外孙连入学都要比别人差一截吗？太后随着他的话想起了那个温和大气的女子，她和邱贵妃的感情极深，邱贵妃对太后实在是太好了，一个一世独立与世无争的贵妃，为了太后可以说是指哪儿打哪儿，不问原因，只要她说一声姐姐你能不能帮帮我，邱贵妃就能替她赴汤蹈火，
她是周才女的时候就是如此，她坐上皇后之位了，仍是如此。要不是系统没写，贝静初差点以为邱贵妃喜欢太后，她都要磕 CP 了。哀家找皇帝说一声，你和别的宗室怎么能一样呢？谢母亲。你次子是要到了进学的年纪了，但是你的长子早就读书2、3年了吧？当时你为何不为他求一个弘文馆的名额呢？那也是你的孩子，也是哀家的外孙呢。而当时第一次做母亲，未曾想到这么多。偏心就是偏心，不在意不想管还找借口。我大母也就我阿爷一个孩子，也是第一次做母亲，还不是养出了一个优秀的孩子。太后猛然被夸，差点脸红了，不过下一句她就笑不出来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叛逆。哀家最近有些念着你了，要求哀家办事，你就领着你的2个孩子来仁寿殿住一段时间吧，让哀家尝一尝含饴弄孙之乐。不是很想见他那个二儿子，糟心。抗议无效。母亲，儿的长子死气沉沉的，说话也尖酸刻薄，到时候冲撞到您就不好了。还是次子为人开朗讨喜，活泼灵动，而要不只带次子来吧。死气沉沉，人家只是爱人而已，他只是内向一点，不喜欢社交。你可以说他安静，也不能说是死气沉沉啊。安静的孩子也比你喜欢的那个熊孩子好吧？我已经能想象到老大有多不受你待见了。阿娘，我累了，不想走了。殿下仔细累着，让奴婢来抱吧。这孩子只认我，只让我抱。儿携长子赵乾，次子赵玉，拜见母亲，母亲福寿安康。好可怜啊，真的太可怜了，真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看看多俊俏的孩子呀，怎么就摊上一个仇人一样的父母呢？钱儿是吧？来外祖母这里。是个俊俏端方的小郎君，不愧是广德你的儿子啊。赵乾，太后和你说话呢，你就闷在那里不知道回话吗？我平时都是怎么教你的，你都忘了吗？回话。谢谢外祖母。声音这么小，谁听得见？大声点去谢，但是不许吼。广德，虽然道理是说当面教子，但仁寿殿是你管孩子的地方吗？母亲恕罪，儿惶恐。哀家和你说话稍稍冷肃些，你就惶恐了。那孩子被你训上一顿，能不害怕？孩子是这样教的吗？哀家和你阿娘以前是这个态度对你的吗？母亲，这也不怪儿呀。您看玉儿活泼懂事，儿就从来不会训她。昨个就说了，前儿他沉闷的跟个老头子似的，儿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根本教不了他。这多乖的小男孩呀！这叫内向，叫安静，叫腼腆，叫社恐。你这比避社恐的孩子过年叫亲戚还过分。为什么人家就一定要活泼讨喜会说话，就不能接受性格不同的孩子吗？你连正常对你的娃都做不到，为什么要生啊？你生孩子就是为了找一个出气筒吗？坐吧。钱儿是做了什么让你厌恶的事吗？你别不承认，你对2个孩子的态度差别太大了。母亲，你以为儿不想疼钱儿吗？他也是儿身上掉下来的肉，儿也想对他和对玉儿一样，是钱儿他和我不亲呢。玉儿是儿从出生起就带在身边的，他的每一件衣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亲自选、亲自教的。但是钱儿从小养在阿婆身边，等接到儿这里来的时候，已经生疏了。生疏到底是谁的错呀？他小时候就被你婆婆带走，他那时候自己能做决定吗？能反抗吗？但是你是可以拒绝的，而且你拒绝轻而易举。也对，人家就是算准了你懦弱不会拒绝，要换成别的公主，敢和他说要抱走他刚生下来的孩子，别人可以直接把那不要脸的东西撕一层皮。结果你懦弱，但对着自己的亲儿子就不懦弱了，就窝里横了。我真服了。哀家看得出来，那孩子是想和你亲近的，你只要对他耐心一点。
母亲，不是儿不想，是儿做不到。儿也想对他好，但是只要一看到他有不对，做错了一点，就忍不住的发火。不是儿想，是真的忍不住。忍不了？那你对你婆婆怎么忍得了？对外人，甚至对下人怎么都忍得了？就对你大儿子忍不了？不就是知道这孩子对你予取予求，乖顺听话，真心的爱着自己的母亲吗？说到底就是欺软怕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比你软的，终于有出气筒了是吧？烦死了！奇葩年年有，今年特别多。那孩子长得笑似驸马，儿这么久了都没有和母亲说过。驸马他偷偷瞒着儿养了外室，儿一看到他那张脸就难受，儿一见到钱儿就想起驸马那令人作呕的样子，实在是没办法像对玉儿一样疼。你为什么不说驸马豢养外室？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说呢？你自己又处理不了，还瞒着哀家，瞒着皇上，性格怯懦就算了，还自作聪明。真是奇了，广德一向乖巧，竟然有一天惹得阿娘动气，莫不是跟朕学的？你让他给你说吧，听听他都瞒了我们什么。这种事情为什么不早告诉朕？这不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家务事吗？阿兄日理万机，哪里好抽出空来理我这点事？哼，你自轻自贱可以，但你偏偏生在了皇室，你是贝家的长公主，你的纵容会让其他的驸马以为公主可以肆意践踏。阿兄，您是要惩治驸马吗？不行的，他是玉儿的亲生父亲，如果玉儿知道他因为我告状被惩罚的话，玉儿会怪我的。爷，您这都好久没回公主府了，公主要是知道了，会不会生气呀？出嫁从夫，长公主又如何？一个杜甫，我想给你一个妾室的身份，他都不肯让你过明路，真是委屈你了，怀娘。公主毕竟是公主，听说公主接进了宫，要是她告到圣人那里就不好了。别怕，我的小心肝，那黄脸婆每个月都要进宫好几次，我也不敢说。皇上还能因为这点家务事就把我们怎么样不成？皇上也是男人，就算知道了也会理解我的。再加上玉儿那小子好哄，给他诉诉苦，多说一些做阿爷的不容易，当驸马有多委屈他就信了。那傻小子一直崇拜我的很，站在我这边的，长公主又对他宠爱非常，他怕儿子和他翻脸，看在玉儿的面子上也不可能把我怎么样的。大胆！哪个不要命的刁奴敢来随意打扰？对不住了，驸马爷，是咱家公公。您这是？陛下有旨，驸马跟着咱家回公主府接旨吧。带走。不是，等等，你们让我整理好衣服呀！公公，你们什么意思？我可是广德长公主驸马，够阉奴！你们竟敢这样对我！等我告诉长公主，你们等着吃挂烙吧！公公，我求求您了，我好歹也是皇家驸马，我只着着一条里裤上街，那有损皇家颜面呢。您别担心，很快就不是了。陛下令诸位贵人前来的目的，便是宽刑广德长公主驸马公然豢养外室，陛下令公主休夫，并施以宫刑，望各位驸马爷以此为戒，待公主应殷勤侍奉，无有违逆。公公，豢养外室确实有过，但施以宫刑是否太过残忍了？陛下说了，若是哪位觉得残忍，可怜赵驸马，就上来代他受刑。不残忍，不残忍，这一点都不残忍，是他罪有应得。驸马爷，不对，陛下下令休夫了。赵郎君，行刑的人都是练过的，这把刀阉了不少人了，或许都是咱家用过的呢。很快呀，您就会成为和咱家一样的阉奴了。他指挥人给公主们面前放上屏风，驸马们就没这个待遇了。直面裤子脱下去之后的血腥，
伴随着一声惨叫和流出来的鲜血，驸马们当下一紧，许多人甚至在回想自己以前到底有没有做过对不起妻子的事儿，还能不能补救。他们不想被淹呐。哦，你是谁？玉郎君，这位是周小娘子，是太后殿下的侄女。哦，就是外祖母那个已经被贬为贱民的弟弟生的吗？弟弟说话怎能如此无礼，还不给周小娘子道歉？哼，就你也敢说我？信不信我告诉阿娘，让她打你手心？抱歉，周小娘子，我代弟弟向你道歉。明明是他说话无礼，为什么要你道歉？你给本姑娘道歉！哼，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啊！你阿爷就是贱民，你就是贱民生的。贱民！啊，好贱！太后，偏殿的玉小郎君和周小娘子吵起来了。吵起来了？吵架也太没意思了！打起来，打起来！玉儿啊，在那边和另一个小家伙吵起来了。走，咱们也去看看热闹。吵起来了？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小孩，竟敢在仁寿殿撒野？玉儿自有乖巧胆小，一定要吃亏的。母亲，我们赶紧去看看吧。吃亏？乖巧胆小，这滤镜厚的都看不清脸了吧？你说你娘是长公主，看不起我父亲是庶民，但你一来就歧视我的出身，一点都看不出是公主之子。长公主也太惨了，怎么有你这个猪一样的孩子？你也就一个娘能拿得出手了，你又算个什么玩意儿？有什么资格歧视别人？何不以逆自照？阿娘，这声音啊，这就是男版幼年白莲花吗？不怕啊，阿娘在呢。母亲，玉儿进宫第一天就被人辱骂，儿怎么能放心？怎么敢让她继续住在仁寿殿里？你是在威胁哀家？弟弟被欺负了，你就在一边看着，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阿娘，是弟弟先欺负周小娘子。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现在就学会胳膊肘往外拐了？老娘白养你6年了，辛辛苦苦把你生下来养到这么大，就是为了让你胳膊肘往外拐，让这外人欺负你弟弟的吗？他没有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冤枉他呀？你真的是他的亲生阿娘吗？我阿娘说，没有做母亲的不疼自己孩子的，你一点都不疼他。他是你捡的吗？我每次问我阿娘我是哪里来的时候，我阿娘都会说我是他在垃圾堆里捡的，但是我不信。哼，嬷嬷说了，我就是阿娘生的。母亲，这是哪家的孩子？是哀家的侄女儿。既然如此，罪臣之女也敢和玉儿叫嚣，母亲，你怎么能忍受仁寿殿中如此不成规矩？不愧是能带出赵玉这种熊孩子的。熊孩子身后必定有一个熊家长，要不然熊孩子第一次作妖的时候就被教育了。九儿是哀家的侄女，按辈分来说是你的表妹，是赵玉的表姨。你要说规矩，赵玉不敬长辈，岂不是错处更大？我是你们的表姨。母亲，再闹就把你的宝贝疙瘩领回去，弘文馆就别想进了。哀家的仁寿殿不是你们撒泼的地方。弟弟，你注意一下，花瓣都被你弄下来了。花本来就是要谢的，多一点又怎么了？赵玉继续野猴子似的窜上窜下，一不注意踩上了一块角落里没人发现的松动砖块，嘣的一声。赵钱，你对你弟弟做了什么？不是，阿娘，我没有。阿娘，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赵钱的左耳一声巨响，随后陷入了沉寂。我本以为你只是性格沉闷，没想到做人都不行。品行是人之根本，就算不是你做的，你就在弟弟身边都不能看好弟弟，那就是你这个做兄长的过失。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吧。他心底有什么东西碎了，或许那个东西叫孩子对母亲的期盼。这是咋回事啊？失魂落魄的，不是又被广德长公主骂了吧？长公主一进来就说是赵钱把赵玉推地上了，让人赶紧去请太医。本宝宝一个字都不信，就他那听话的乖乖样，还敢推赵玉？我阿爷突然好色了都比这可信。哎呦，陛下可是受了风寒，要召御医吗？不用。我不是让你在那里面壁思过吗？你现在翅膀硬了，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怎么回事？母亲不用担心，是儿给了钱儿一点小教训，这宫里没人敢对他动手的。废话，还用你说呀？除了你，谁会打才6岁的孩子？连被称为暴君的我阿叶也不会对质子下狠手的。救命啊！他耳朵流血了。钱儿，你左耳如何？回外祖母，听不见了。把亲生儿子打聋，你是人吗？这还是人吗？虎毒还不食子呢，畜生都干不出来。我真是……去叫太医，多叫几个。阿娘，我疼。钱儿，钱儿，对不起，钱儿，阿娘不是有意的。阿娘只是太生气了，气你推了弟弟，不是真的要伤着你耳朵的。够了，广德，你回去吧。钱儿现在不想看见你。母亲，回去。幸好治疗早，小郎君还能恢复，但至少要3个月才行。能恢复就好，能恢复就好。但是赵钱的反应却平淡的不正常，像是不在乎自己的耳朵还能不能听见一样。绝对是心理不正常了。也是，还能听见又怎样？想到自己有这么一个母亲，对未来都绝望了吧？别到时候抑郁了，别人还当他中邪了，当成疯病来治。钱儿，你过来，来外祖母身边。哀家见你也不是很想要这个孩子，既然你不想做他的母亲，那以后他就不是你的孩子了。母亲，您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既然他的娘亲不像个娘，那哀家就给他找个合格的娘。母亲，儿是他的亲娘，谁还能比儿更疼他？您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待儿？谁？就连哀家都比你更疼他。钱儿，你愿意换个养母吗？我要换。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要阿娘了吗？对，我不要你了，我宁愿没有阿娘，也不要你做阿娘。好，果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连亲娘都不喜欢你。你觉得你这种性子，养娘能有多疼你？你就去吧，到时候别回来求我。母亲，儿带着月儿去歇息了。赵钱在原著里的结局是抑郁而死，现在小可怜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北静初高兴的多喝了几口奶。阿娘，请御医何事？是您还是初儿出事了？哎呀，你就不盼着咱们祖孙好一点？一看您这精神头就知道没事儿，还能说笑，证明初儿也没事儿。还真是个大聪明啊。大聪明。你到现在都没一个皇子，要不要考虑把钱儿过到你名下？没说就一定要做储君了，将来啊，有了亲生的就当多了个皇子，没有的话就是唯一的选择，也不怕臣子们担心后继无人，眼睛啊瞄着那些个宗室打主意了。皇帝一口茶喷了出来，兜头淋了贝静初一脸。老东西，你干什么？好，有事儿阿姨，无事儿老东西是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儿子的话，女儿不行吗？皇帝突然想到贝静初和他一样的奸诈险恶，诡计多端，从小就足智多谋，老谋深算，还和他一样的不做人。要是皇子是个平庸无能的人，他真的要放弃一个鬼才，去立一个庸才做储君吗？就因为初儿是女子？皇帝陷入了思考，太后得到了答案，也不纠结，开始进行第2个方案。咸宁长公主的愿望就是如何跳过男人，拥有一个孩子。她不想生，她怕疼，但又不想养和自己没有血缘的孩子。现在收到了太后传召，咸宁长公主从男宠的胸肌上爬起来，收拾就进了宫。哀家要是不召你来，你早就乐不思蜀，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吧？哎呀，瞧您说的，儿就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也不能忘记母亲呢。上次见咱们大公主还是满月的时候，一转眼又长大了1圈呢。瞧这小模样，儿真是羡慕阿兄啊。哼哼，我就是无敌的小可爱。馋孩子了，你自己又不肯生。母亲，生孩子多疼啊！您也知道，儿的生母就是难产去世的。
这妇人生产可不看你身份尊不尊贵，是公主还是皇后，该死的都得死。而且宗室的子嗣已经泛滥了，您就别催了。有这功夫，您还是去催阿兄吧。他一个皇帝，却还是只有一个孩子，催了他，可就不能催我了哟。就是，大母当时生完我阿爷之后，不是也开始用西极丸了吗？要不是为了皇位必须生一个，你估计也是不想生的。话说西极丸这种好东西，用了以后就生不了孩子，而且可以保容光焕发、青春美貌。这种仙品怎么就失传了呢？还好这里有，嘿嘿。显着你了，不催你，这次召你就是给你送孩子的。啊，还有这等好事？你莫不是拿儿打趣呢？爱要不要，儿总得知道是谁吧，不然总觉得您没憋好屁。哀家在你心里就是这个形象。不过儿也没生养过，不知道有双子的母亲是什么心态。但钱儿来儿这里的话，只会是独子。多谢母亲，头一个就想到了儿。并没有，你想多了。去见见钱儿吧。那孩子现在刚经历变故，心里肯定不安。阿婉来了，你今日是来给母亲请安的吗？当然是来看我的儿子的。阿婉，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阿紫，是钱儿伤了耳朵，不是你伤了耳朵，怎么还听不清楚话呢？我是你的阿紫，你竟然要与我抢孩子吗？阿紫，谢谢你给我生了个儿子。大郎，该喝药了。快喝吧，钱儿，凉了就不好喝了。说的这是什么话？热的也不好喝。钱儿，怎么不喝了？小孩子怕苦不想喝药，你问他怎么不喝了？阿紫，这是你亲生的吗？连他怕苦都不知道，都看不出来？哼，难道说他以前喝药的时候你都没看过？还是钱儿长到6岁了才生这一次病？哎呀，长这么大才病一次，我们钱儿身体真好呢。你等着，我去太后那里给你薅一把蜜饯过来。钱儿，阿娘知道之前冷落了你，世上不会有人比亲娘对你更好的。你和阿娘回去吧。等贤宁长公主回来时，赵钱嘴里的苦味早已经散了，但蜜饯的甜味还是让她很开心，代表着被在乎。钱儿，她刚刚认下你，自然会对你上心，但到底只是姨母。你觉得她真能待你视如己出，待你好一辈子吗？什么姨母啊，叫阿娘。阿娘。哎，我还要去看玉儿，先走了。找个时间，为娘的给你改个姓。是姓冯吗？笑话，他也配？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跟那个死猪姓啊？当然是跟着我姓了。你以后就叫贝钱，这个名你用惯了，我就不改了。等你结冠之时，我再为你取字。乖钱儿，叫姨母。贝今晚，你别太过分了，让我的亲生儿子唤我姨母，你不要太得寸进尺了。姨母万安。赵钱，生养之恩大于天，我生你出来，我10月怀胎生你出来，你这一辈子都是欠我的。你要走，那你拿什么来还你的母亲？你有本事去死呀！广德越说越不像话了，认养一事是哀家做主的，你有什么冲着哀家来诅咒自己亲儿去死？你还说你配为母亲？母亲，太后殿下，你答应过我阿娘会好好照顾我，护我一辈子的。她是为你顶罪死的，你却要把我的孩子送给别人。你答应过我阿娘的，你说她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是你们的女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把她带下去，让她好生静一静。外父母，你别伤心，还有玉儿会乖乖陪你的。闹完这一次的广德长公主，不知道是想通了还是怎么的，又恢复了平静。不同的是，有贤宁长公主在，事情就开始有趣了起来。广德长公主给赵玉夹了一筷子菜，贤宁长公主就给贝钱夹了满满1碗。广德长公主给赵玉拿了一堆玩具，贤宁长公主就给贝钱拿了一堆书籍策论。广德长公主温柔细致的亲自给赵玉换药，
咸宁长公主就亲自一口一口地喂贝钱喝药。阿娘，您还不如直接让我一口干完，长痛不如短痛，长苦不如短苦。我还以为你会很感动呢。贝钱真是不感动，根本不感动。妹妹，你是在学阿紫？你都已经抢走了钱儿，为何还处处模仿阿紫，与我过不去？是啊，阿紫，妹妹第一次做母亲，没有经验，迷茫得很。幸好有阿紫在一边，妹妹可以模仿学习。本以为只是照本宣科，妹妹既然是学着阿紫来的，钱儿对这些关爱可能都腻了，但没想到钱儿觉得很是新鲜，真稀奇。难道这些事阿紫没有对钱儿做过吗？那妹妹就多谢阿紫了，把钱儿所有对母亲第一次温情的记忆都留给了我，我就知道阿紫最疼我了。咸宁长公主把头一摇，像一只斗胜的小公鸡一样走了过去。更让她憋屈的是，这段时间贝钱这孩子不再是像从前那样阴沉沉的样子了，他笑的次数也增加了，整个人都阳光开朗了起来。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着他，贝钱不是天性阴沉，而是因为他做母亲不称职，才把一个好好的孩子变成那个样子了。愿佛祖保佑信女，一愿玉儿成功入学弘温馆，二愿钱儿能够回心转意。你不是嘲讽我父亲是庶民吗？我同窗们都告诉我了，现在你父亲不仅是庶民，还是太监。你在胡说八道什么？阿娘不可能休我阿爷的。你还不信呢？不仅把他休了，他现在还是太监了。啊？太监是什么意思？就是男孩子尿尿的那个地方，没有了。你闭嘴！我阿爷怎么可能没有尿尿的地方？赵玉气急冲过来想打周欢九，结果他身边那个不起眼的宫女直接把他拎了起来。赵玉的太监想过来解救他，宫女伸出一只脚把他也踩在地上。哼，来呀，打不着，溜！陛下郎君不要硬闯，先让奴婢通报，太后宫殿怎可随意进出？阿娘，你们这些坏人，我要让阿娘打你们板子！阿娘，我要阿娘！哎呀，烦不烦呀？老娘要睡觉啊！不知道婴儿睡眠不够是会变笨的吗？我不想变得像你一样白痴，好不好？哎，这是叫魂儿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爹死了呢。广德，玉儿这是怎么了？声音都把大公主吵醒了。母亲，宣玉儿进来吧，她平时很懂事的，现在唤儿的声音如此急切，想必是出了什么事。太后示意嬷嬷先把贝静初抱下去，不要吵到她。别让我不要走！醒都醒了，我也睡不着了。如果不让我看戏的话，不是白醒了吗？等等，不用抱公主下去了。阿娘，你凭什么休了阿爷？玉儿在太后面前怎可无礼？你在外面就大吵大闹，还吵醒了大公主，进来以后甚至连行礼都忘了。你在家里的时候是怎么跟阿娘保证的？我不管！阿娘，你是不是真的休了阿爷呀？你和阿爷和好行不行？你就原谅他吧。阿爷和我说过他会改的，我都原谅他了，为什么你不能原谅他呀？我说怎么跟死了爹一样叫，结果不是死了爹，是阉了爹呀！果然是一物降一物，贝钱小可怜被他亲娘弄得死去活来，广德长公主又拿自己的小儿子没有办法，而赵玉又特别崇拜他那个窝囊废爹，跟被下了降头似的，还被养得自私自利。广德长公主身强力壮的时候还好，装的还是个乖巧的样子，等她老了中风瘫了的时候，赵玉连看都不去看她，一个不能动弹，话都说不清楚的老人，下人当然懒得尽心伺候，浑身长满了热疮。这时候他倒是想起来他大儿子的好了，可是大儿子的坟头草都3米高了，好不容易赵玉良心发现去看他，
就看上了他身边值守的丫鬟，色欲心起，两个人就在那里颠鸾倒凤起来。不知道一边的亲娘因为吃的胃不舒服想吐，但没办法坐起来，食物上涌堵住了气管，求救时那两人正在做原始运动呢，哪里管得上他的动静，就这么憋死了。玉儿，阿娘问你，如果要在阿娘和阿耶之中选一个人，你选谁？当然是选阿耶了。你每天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就等着人伺候。但我阿耶学问可大了，也有本事，你就只是生了我而已。你们女人除了生孩子带孩子，你还会什么呀？呜呼，完犊子喽！大兄弟，你有没有想过，这里除了你全是女人？那个姓赵的太监为了拿捏赵玉，背后到底偷偷摸摸的给他灌输了多少脏脑子的糟粕？还好广德长公主不喜欢贝钱，她对她爹来说没有价值，不然贝钱也得被污染。没想到自己一直偏爱宠溺的小儿子，竟然打心眼里瞧不起他。自己的一腔拳拳之爱，俱都是为了狗，不，为了狗都比给他强。所以这就是他偏心的下场吗？鱼儿！太后赶紧吩咐宫人传太医。好，既然在你心里，我这个当娘的连你阿耶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那你就去找他吧。阿娘，鱼儿不是那个意思，鱼儿只是想你们继续在一起，鱼儿要跟着阿耶。阿娘不是最喜欢鱼儿了吗？阿娘就和鱼儿一起跟着阿耶呀。小儿无状，在母亲面前失礼了，再待在仁寿殿徒惹母亲生气，儿就带她先回赵家去了。阿耶，你有没有想玉儿啊？阿耶，你很痛吗？是因为不能尿尿了吗？乖玉儿，阿爷没事儿。锦若，外头风大，我们进去说吧。我们一家三口好生叙一叙。我就不进去了吧。赵飞扬，你不会以为我这次来是来挽回你的吧？本公主是来给你送孩子的。赵玉不愧是你的种，一心想着你，全然不管我和他的母子之情。既然如此，这孩子就给你吧，本公主也不要了。啊，阿娘，你是说不要玉儿了吗？锦若，你怎么能如此狠心？玉儿才4岁，她不能没有娘，你怎么可以抛弃她？赵玉，我问你，父母之间只能选一个，你是选阿耶还是阿娘？我都要，我就是都要嘛，阿娘，你就留下来好吗？你不是最疼玉儿了吗？你不是最爱玉儿了吗？你喜欢玉儿都是假的吗？贝锦若已经知道他的选择了，他回身坐在马车上离开，赵玉凄惨地在后面喊他。贝锦若打开窗户，探头回望，他还是担心赵玉要是追着他的马车跑，会不会摔倒，会不会出事。结果他呼唤的声音听来再是凄厉，但是一步都没有追上来。贝锦若自嘲一笑，是他自作多情了。入宫一趟，他失去了2个孩子。严明长公主也在为儿子的事情发愁，他们贝家祖祖辈辈，至少历代皇帝都是狡猾的狗东西，结果到了贝钱这里，出了个满口礼仪，满嘴圣人言，奉行君子之道的小古板，真是祖坟冒青烟。但是到了弘文馆，会被那群小滑头欺负的。贝今晚决定给贝钱来一次思想的洗礼。昨个晚上你又不听话，偷偷躲在被子里玩了。阿娘，我错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哟呵，真好骗。其实我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又玩了啊，我只是炸你一下，你直接就承认了啊。所以你看，只要你死不承认，我就拿你没办法。可是大人不是都喜欢诚实的小孩子吗？那是因为小孩子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被人骗了还帮别人数钱。要是不告诉家里人，就难以防范。如果什么事都告诉父母，父母可以及时的排除危险，让他们带孩子方便。毕竟安全最重要嘛。但你是公主之子，你身边有下人跟着，宫里有太监，外面有小厮，他们可以及时的保护你。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成年人的世界是由谎言构成的，与其那时候再开始慌慌张张地闯入真实的世界，还不如从小就开始适应。成大事者都不是什么君子，
都没有什么道德，比如你的皇帝舅舅，比如你的外祖母。但是你身边有什么你觉得奇怪又无法判断的事，你也一定要告诉我，知道吗？贝钱愣愣的点头。仙女长公主教她的东西和她以前所学的东西完全相悖，把她的一切认知都打破重塑，以至于此后的贝钱在无底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多年后，贝静初说：我每次觉得自己不是人的时候，就去找贝钱，发现他都还没遭天谴，就知道我也不用遭报应。记住了。那我们就来算一算你昨天熬夜的账吧。贝钱头皮一紧，转身就跑。长公主弯腰脱下自己的绣花鞋，举在手上，光着一只脚去追。小兔崽子还敢跑，你给我站住！仁寿殿太热闹，太后也终于愿意把贝静初放走了。贝恒终于等到了一个能把小梅良心的接回来的机会。监察院有人弹劾华元郡王在封地遗址超了规格，比肩亲王了，长此以往又成大患。朕倒是有意削藩，可是离上次先帝削藩也不过10几年，若是每代帝王都削藩一次，那诸王之位不稳，人心浮动，对我越朝江山的稳固不利啊！诸位爱卿，可有长远根除之策？一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就是推恩令吗？现在的律法都是嫡长子继承大头，甚至全部的家产，代代相传，当然越来越雄厚。你就让那些王爷的其他儿子也继承封地、财产、军队，他们跟猪下崽似的生孩子，一个王爷10几个、20几个儿子，每个给他分一块，只要1代就分解完了。难道你真是个天才？下面的臣子们见着皇上的表情从发愁到无奈到狂喜，那笑容大白牙都露出来了。许兰七觉得皇上跟中了邪似的。他回到中书省不久后，接到皇上让他拟稿推恩令的手谕，许兰七震惊万分。这是何人想出的法子啊？兵不血刃的阳谋啊！陛下身边果然处处是良才啊！枉我恃才傲物，以为自己才华冠京城，使我太坐井观天了。陛下的身边才是真的藏龙卧虎，究竟是谁的脑子能想出推恩令这种东西？高啊，实在是高。确实，明明白白的阳谋，就是告诉你要对付你了，但是对方就只能看着，没法反抗。接受了，至少他自己能富贵一辈子；不接受的话，抗旨不遵，陛下就有理由出兵削藩了。诸位，这是你们新来的同窗贝钱。贝钱对着坛下的同窗们行了一礼，在先生的指示下，自己拎着书箱往空位走去。今日书上这句宰相肚里能撑船，是劝人为人处事要豁达大度，不与人计较。而又有人言，有仇不报非君子，有冤不伸枉为人。这2句都是古语有云的为人道理，但意义却完全相反。所以做人做事并不需要听从一家之言，而是看你愿意去做什么样的人，用你自己的经历去总结什么样的处事方式适合你的人生。先生，既然如今为人要听从自己，我们为何要学这些先人古语？这个嘛，方便你们以后对人的时候有个模板，和别人辩论的时候引经据典的，多有学问呢！啊！你们弘文馆的画风是这样的吗？哼，没见识了吧？周欢九看见他懵逼的表情，骄傲地撅起小嘴，完全忘了自己第一天来时的震撼。下一堂是骑射课，你可别拖我们后腿。你们骑射先生染了风寒，这节课我来上。好什么好什么，也不看看你们做题错了多少。老夫教过这么多学生，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童老，这种宴会我就不去了吧。你也知道的，我的出身。是哪个人又在你耳根子边上说闲话？不是，府里没有人说，但是没人说就不代表不是了。宫宴虽然可以带家眷，但并不是一定要带的。你一个人去吧，我去了对你不好。巧儿，英雄不问出处，
你是我的夫人。前朝也有教坊司女子入宫为妃，陛下不是那些掉书袋的老迂腐，他用人不会在意你夫人是出身何处，只会在意你能不能给他办实事，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自己会对我不利的。我不是完全为了你，你忙着朝廷的事，不参与妇人之间的宴席，你不知道他们的闲言碎语有多么难听，你不知道他们鄙夷的眼神有多么让人难受，你不知道他们的排挤有多可怕。我试过了，试过融入官家夫人的生活，我已经很努力的去接受了，但是我做不到。童郎，我做不到，我不想再接受他们的鄙夷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告诉你又有什么用？难道因为别人含沙射影的说了我几句，就去找上门要说法吗？为什么不行？可是这样你不就到处树敌了吗？何必为了一两句话的事就和别人交恶呢？我和你一同去宫宴就是了，你别冲动。对一般人来讲，和同僚上司交好关系，在官场中确实是最有效的方式，因为上面没人记得你，很难晋升。但你别忘了，你夫君我已经被最上头的那个记下了，别人是喜是恶都不重要。况且历来帝王最忌结党营私之事，朝臣勾连的势力过大，就会削弱皇上的权力。史书上不少皇帝都是被权臣控制过。当今虽然任人唯才，但比起一个四处交好的人，孤臣对皇上来说才是最锋利的刀。而且若是势力过大，反噬其主，再是神兵利器，主人也会折了他。陛下可不是什么狠不下心的良善之辈，所以巧儿不必为了我强忍那些人。那我之前岂不是给你找了麻烦？未曾，你又没有去替为夫笼络人心，你说都是哪些长舌妇？咱们现在就上门去。童怀恩带着自己娘子一家一家的讨说法的事儿，成为京城里一大奇闻。御史对于童怀恩的行为成了弹劾的奏折，上到皇帝的御案上，皇帝批了个1月就下发回去了，并没有任何措施。经此事后，香巧面前再也没有敢嚼舌根的人了。贝钱，你好呀，你姓贝，你阿耶是王爷吗？不是，我是随母姓的，我阿娘是咸宁长公主。公主哎，还能随母亲姓吗？我阿爷说了，孩子只能和阿爷姓。我阿娘是长公主，自然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公主娘很了不起吗？在这里，学业才是最重要的，哪怕是被皇上亲自送进来的也不行。你说是吧，周欢九？周欢九背着书箱逃离学堂的小身影，突然一顿，回头凶神恶煞地骂回去：“殷楚，你有病吧？老娘招你惹你了？你张嘴就是为了讨打的吗？哼！你从前是在哪里念书的？开蒙的时候怎么没过来？”说了自己读的书院的名字。哦，那个呀，听过，还行吧，但是和弘文馆还是比不了的。你在以前的书院学的如何？并不顶尖。哎，那你可要努力了，连那里的顶尖都达不到，在这里可是连中下游都排不上。你一个新来的，要好好学习，别拖累我们一起等你。贝钱表面上淡然点头，处变不惊，实际上内心在喊救命。刚才先生讲的你都听不懂吧？为什么会听不懂？是不想听懂吗？不是很简单吗？啊，少年，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贝钱，你能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贝钱看了一眼，随后给他讲了一遍。哇，贝钱你好厉害啊！我也有没有听明白的，你能帮我讲讲吗？殷楚又去翻自己的算术册子，殷楚挤开那些人，把自己花了1天时间才解出来的难题递了过去。答案是26张。你是不是看过答案了？没有啊，怎么了？所以你是一下子就算出来了？应该算很多下子吗？那你说说你是怎么算的？贝钱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甚至比殷楚自己想的方法简单多了。你一看就想出方法了？不然还要看很久吗？因为贝静初的百日宴是大办，弘文馆在这一天也放假，贝钱这天自然也不用上课了，对贝静初的好感蹭蹭飙升。蚊子，蚊子，为什么冬天还会有蚊子呀？好痒，好痒！公主也会有被蚊子咬的烦恼吗？什么声音？系统升级，好感度界面显示门槛提高。贝静初再点开好感界面，发现留下的人好感都是50以上的了，除了好久没见过的男主楚言，其他人都没变。
筒子，系统升级不应该是扩大检测范围吗？你怎么还缩小了？你这不是升级，是倒退吧？亲，升级就是缩小范围呢，这是设定哦。如果对使用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交反馈的，亲。那我可以选择不升级吗？亲，这个是随着您年龄的增长自动升级的，除非您暂停时间的，亲。不是，你们不能这样的。好家伙，有情人终成兄妹呀！不是，小姐姐，你不用担心配不上他的，是你们俩根本不能配呀。他虽是尚书令之子，但你也是尚书令之女啊，你俩的家世那是相当匹配，简直一样的。但是你俩真的不能在一起啊！不要搞这么刺激啊，这不可以！救命！这姐妹还是个病娇，在你变心之前杀了你，你就永远停留在最爱我的时候。有点道理，下次见面就要出人命了。也怪羽大郎自己，有了喜欢的人还跟别人订婚。果儿妹妹，我心中有你，但宫女都是皇上的女人，我们在一起只能一直这样名不正言不顺，偷偷摸摸的下去，被发现了还会被治罪。我要娶妻了，家里已经定了亲事，他家世不错，能给我的官途增添助力。这枚檀木簪还是还给你吧。奴知道的，郎君有难处，奴与郎君能得一段缘分也是三生之幸，但奴还没有准备好，下次见面后我们再分别好吗？自然可行，一果妹妹，我不会忘记你的，你等我，若是有机会，我会让你到我身边的。混账东西，你在干什么？参见陛下。雨晴，朕可是一接到消息便告知于你了，别说朕不给你面子，如何处置，你拿个主意吧。逆子无状，祸乱宫阙，请陛下赐其鸩酒一杯，以正视听。阿爷，你说什么？爱卿平身吧，看在我们君臣情谊上，借今日公主百日不宜杀生，朕可以饶你家大郎一命，停杖100便算了吧。太溜了，停杖100便算了，可还行？谢主隆恩。阿爷救我！阿爷！只叫了一句就被堵上嘴拖下去了，随后传来的只有棍棒狠狠敲在皮肉上的声音。有点难办啊。就是那个簪子，姐妹别傻着了，手攥那么紧干嘛？把你那个檀木簪子拿出来啊！信物，这是信物啊，不然你就要死翘翘了。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回陛下，是奴婢母亲的遗物，并非宫中财物。尚书令因着他在说话，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一眼，这张脸有点熟悉，再瞟了一眼他手上的东西，哦，一个簪子，那样式有点眼熟，和他发妻落水时戴过的有点像。羽季君大惊，他再转过头打量一果，突然发现他身上的熟悉之感是从哪里来的了。这宫女和他的原配妻子长相有8分相似。陛下，臣观此物略感熟悉，不知可令这位娘子将法簪供臣一观。陛下明正，奴婢私通一事无从狡辩，但并未偷窃，此物是王母遗物，上宫局入宫时就有记录的。皇帝只是对尚书令淡淡颔首，发簪便被人从他手中抽去，放到了尚书令手中。敢问这位娘子芳龄几何？正值28。你娘现在还好吗？她死了，生我的时候就死了，我从没见过她。你问这作何？陛下，惭愧，微臣惭愧，臣自知无言求情，但这位娘子或许是微臣失散的骨肉，臣不求其他，断手断脚，一笔剔骨也好，只求陛下饶其一条性命，让臣查清身世。今日大公主百日不宜杀生，求陛下网开一面。先别让她死，我还想看她逆袭成大小姐，打脸那些鬼他妈的人贩子。你都不知道他们有多过分，
那些人不遭报应的话，我又会找乳腺结节的。同上，仗义百，留命。这次他似乎过得很好。公主殿下，万寿长乐。要记得答应我的，不要让我等太久。你是谁啊？我叫雷涅尔，是晋文卫上将军的女儿。我叫周欢九，是太后的侄女。那边那个以前很害羞，但不知道最近怎么脸皮变厚了的，叫贝乾，是咸宁长公主的儿子。你礼貌吗？你们忘了我吗？本宝宝才是今天的寿星哎！别忘了你们是来陪我玩的喂。公主殿下是陛下亲自养的吗？那她的阿娘呢？公主也有点可怜的，她生母被废进冷宫了。是这样啊，听说是想要害公主才被废了。你们不要翻我的黑历史啊！别聊了，来陪我玩啊！算了，没人理宝宝，那就看八卦吧。怎么回事？大白天的闹鬼了？怎的了？在宫里受委屈了吗？阿娘，为什么公主也是庶出，却过得如此幸福呢？其实，真正的差距不在嫡庶之别，宠妾灭妻者有之，说你阿耶这样的也有之，但更多的人家根本不重嫡庶，只是看重嫡长子而已。男人若是瞧不起自己的庶出子女，那就不应该纳妾生子。难不成孩子是姨娘们一个人就能生下来的吗？生下来就是为了虐待孩子，那连畜生都不如。所以阿娘不爱阿耶，念儿能理解阿娘吗？可怜的我的念儿生到了他的膝下，从前阿娘想过，早知生下你来是让你受苦的，我当初就该寻一碗红花喝了，不该带你来到这世上。好在树间熬过去了。所以念儿，不要因为自己的出身看低自己，这不是你的错，只是女子在家从父，父亲便是天，他喜欢谁谁就高贵，他厌恶谁谁就低贱而已。阿娘，如果是女子当权，女子那很多个男人，是不是就没有嫡庶之分了？都是从自己肚子里出来的孩子，谁知道生父是谁啊？岂不就一视同仁了？贵夫人一阵沉默，不知道怎么接话，觉得果然还是孩子小啊，女人怎么可能当权呢？祭酒，贝乾这孩子出入弘文馆，没添麻烦吧？长公主殿下放100个心吧。先生们最近啊，总是和鄙人提着孩子，说是难得教到这么有天资的学生，讲的几乎是一遍的明了了，稍加提点就能融会贯通。他近来很受先生们喜欢呢。你是在同我说笑吗？殿下，孩子若是真的聪慧，咱们可不能否定打压他，久而久之，好好的璞玉都给打碎了。贝乾这孩子是真的有天资，您该骄傲才是。我没想打压他呀。长公主殿下安，在下文钦书院院长，这位是窦夫子，令郎从前的先生，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们。乾儿这孩子蒙上恩赐，进了弘文馆去。他此前在文心书院课业奇差，本以为去了也只是凑热闹，不成想祭酒却与我说，这孩子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贝某此番是想了解一下犬子耽误学习的原因，避免重蹈覆辙。兴许是文津书院的教导方式不适合钱小郎君吧，毕竟弘文馆人才辈出，钱小郎君在那里能发挥出全部的本事也不奇怪了。钱儿的天资是祭酒亲自肯定过的，只要他认完了字，就算没有先生教导，自己看书也不至于会学得一塌糊涂。窦夫子，贝某好歹是皇家公主，想查一件事不难，您要是今日撒了谎，担当得起贝某的怒火吗？窦夫子啊，你只需要讲出来你对钱郎君的了解便是了，又不为难你什么，万不可隐瞒于长公主殿下。哦，是奴记差了，确实有件事，钱郎君性子文静，和其他的学生相处并不融洽，在书院里难免孤寂了几分，
小孩子嘛，或许因为被影响了心绪，就……快50了，小儿下学的时候到了，就不聊了。阿娘，贝钱蹦蹦跳跳的下来，贝今晚也不会去提醒什么小心摔了，摔一次就长记性了，反正又摔不死。阿娘今天去哪儿了？是不是又趁着我不在偷偷玩去了？臭小子，老娘要去游乐，还需要背着你？近来可有遇到什么事？没有。那之前呢？阿娘想问什么，直说就是。在文清书院时，可有人欺负你？有啊，可多了呢。那你为何不说呢？阿娘快点动住啊，我好饿。吃吧。他吃了半碗，腹中有了几分饱腹感，速度才慢下来。都过去了，问题都解决了，不用说了呀。我以前受的委屈又不止一件，要什么都说，至少得和阿娘讲上个3天3夜也不停歇。那时你为何不告诉你广德姨母？我说了的。那她是怎么处理的？她说，别人为什么不欺负其他人，就欺负你。你这个臭脾气谁会喜欢？你反思一下，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惹了同窗们的不满？你把你这性子改改，连同窗之间都相处不好，玉儿就不会像你这样。那些记忆，贝钱以为自己早就忘了，但是回忆起来，又是那么生动地浮现在脑海。贝钱不清楚，他也不想知道自己要花多少时间去忘掉那些，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治好从前的自己。岂有此理！钱儿，那你就不想报仇吗？就放过那群小畜生了？当然想的，我可是很记仇的，人我都记着呢，只是不急于一时。现在报复能做什么？不过就是通知他们的家人，惩罚他们一顿，打完就过了。要是等他们长大懂事后，我把他们的求世之路、生财之道一一掐死，他们不得不来求我这个以前任意欺负的软包子，这才是杀人诛心。而我不会因为他们的祈求就放过他们，就像我求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放过我一样。现在报复和以后报复，也可以都要。你别想歪主意啊！现在是该你专注课业的时候，阿娘帮你摆平，你只需要享受结果就行。多谢阿娘。贝钱直接写了一张清单给他，上面除了学生，还有一个豆腐子。我找他求助过的，他却是帮着那些凶手。而从前不知世故，经过阿娘教导才明白，因为姨母不允许我暴露身世，其他人却都是明面上的贵族子弟。这个先生攀附权贵，自然去讨好那些人，不帮我，并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行了，阿娘知道了，钱儿等消息吧。阿婉，你等一下，今日是怎么了？为何不让我把东西送进去？阿紫知道妹妹现在出门是做什么吗？阿紫真是生了个优秀的儿子，你还不知道吧？洪文祭酒同我道了喜，钱儿格外聪颖，在洪文馆学的东西信手拈来，我便奇怪了，为何这孩子以前在文心书院不行呢？一查才知道，原来是一直被欺负呀。但是长公主之子被欺辱的无心课业，谁有这个胆子？问了钱儿才知道，原来他那个娘有跟没有似的，不仅不帮他撑腰，还反过来训斥他。阿紫还记得这事儿吗？你记得之前钱儿找你求助时，你说的是什么吗？既然亲娘不顶用，妹妹这个养娘就有发挥用处的时候了。我得帮着去给钱儿撑场子了，否则别人都以为我的孩子好欺负呢。不过做阿紫的孩子确实好欺负。告辞。广德长公主站在原地良久，仿佛一塑僵硬的雕像。殿下，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没资格做一个母亲？现在想起来，她以前多听话。我看到她那张脸，想起了赵飞扬，对她总是不耐烦。但是除了那张脸，她身上没有一点赵飞扬的影子。为什么我到了现在这种境地才想通呢？她性情不讨喜又怎样？她长相不像我又怎样？当初怀她的时候，我明明只希望她能平平安安长大就好了。为什么等她出生了，我对她的期望越来越多？为什么要因为她没有长成我期待的样子就失望呢？唉，
躺太久了不舒服。被奏折淹没的皇帝听到心声，准备伸手去刨一下小家伙，结果手感不对。孩子呢？他有点慌的转头去看，贝静初跟了个被翻壳的小乌龟似的，蠕动着哼哧哼哧的翻身。哎呦，不错嘛，都会翻身了。初初真厉害，学会翻身了。之后皇帝叫了许兰七来商讨事宜。陛下，关于民间佛道育圣之事。什么？你怎么知道朕的大公主会翻身了？许兰七无语，没事儿，能理解。他家臭小子出生没多久的时候，他也这样。现在长大了，还不是一样的讨嫌。讲之前，奴才在。找些吃的来。陛下，这是戚昭荣送来的啊，这是张婕妤送来的人参乌鸡汤啊，这是吴美人送来的玉露团。哎呦，这是翠才人送来的牡丹燕菜，这是奴才们已经试过毒了。哎，听着好好吃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啊？皇帝筷子夹菜的手停顿了一下，偏头一看，某个小家伙眼巴巴地盯着他手上的东西，馋得不行。他把筷子凑近小家伙的嘴，啊，好香啊！贝静初忍不住张大了小嘴去咬，那筷子猛地缩了回去。嘿，吃不着。哎呀，甚是美味呀！狗暴君，暴君，暴君，暴君！真有意思。陛下，监察御史秦运，国子监丞骆平，中书右拾遗苗如正。小太监一口气报出了好一串人名，跟贯口似的。求见。这些人干嘛赶场子似的扎堆来啊？陛下，你要给臣等做主啊！又有八卦可以看喽！停，别哭了，不要耽误朕的时间，有事儿说事儿。对着中书令、尚书令这种心腹，就一口一个爱卿，一口一个朕不知道该怎么抬举你，而用心之处，朕都体悟得到，把人家唬得一愣一愣的，诱骗人家的忠心。哎呀，这话术真的太牛逼了，完全就是个传销头子。要是你看中的重臣在你面前哭，你说不定还会给他上杯茶，摸摸头，然后安慰人家做知心哥哥呢。陛下，咸宁长公主今日带人强闯文清书院，把臣孙儿毒打了一顿。臣的孙儿只是个垂髫稚童，不知是何缘由，竟要遭长公主如此狠辣的毒手啊！陛下，臣的长子也是，我们诸位都是子孙被咸宁长公主打伤的。据说因为孩子从前在文清书院的时候和长公主之子起了矛盾，这是何等荒谬啊！陛下，就因为几个小子之间的摩擦，就让长公主亲自下场对孩子动手，简直是，他甚至还带着步躯来横夺臣等府中财物，简直是强盗手段。公主的步躯本是为了保护公主，却被他用来洗劫臣子家财，这让其他的臣子如何安心啊？望陛下能替臣等做主，让长公主殿下给臣等一个说法。陛下，咸宁长公主求见。咸宁长公主进来，温婉地行完一礼起来后，我就知道你们这些老不死的要恶人先告状。我的亲姑姑哎，你说话的方式和你的脸不符啊！圣上圣明，妹妹今日出手，并非打残打死那些无状小儿，养上许多天就能养回来了。只不过这些无耻之辈见臣妹这次得罪的人多，便以为人多势众，圣上会为了安抚人心治罪于臣妹，或给他们一些好处。妾天子之妹咸宁长公主敬上，请陛下严惩治下不严、纵逆子孙、欺凌弱小之罪。长公主，令郎公主之子如何算是弱小？哼，连公主之子都敢欺辱，苗师仪是否蔑视我贝氏皇族？当初令郎并未表明身份，犬子不知其为皇室中人，哪里算得上蔑视皇族？所以你承认纵容子孙欺凌弱小了？哎呦，我不行了，给我笑发财了！这个老头是想笑死我，好记仇
一群小垃圾，没一个能打的。长公主殿下，您状告臣等，那为何要先将臣等的子孙抓起来动以私刑啊？我倒想问问你们那些子孙，为什么要欺负我的钱儿？为什么要孤立他？为什么要羞辱他？为什么要踢打他？为什么要扯他的头发，撕毁他的书和好不容易做完的课业？要在他的座椅上放铁钉？为什么要抢他的笔，他的银子？他们都不缺这些，却要以抢夺为乐。我率部区抢了你们的财物，你们便不服告御状。那小孩子被抢了自己的宝贝，他找谁告状呢？你想说小孩子能抢的银两不多，不能和那些金银玉器相提并论？我还没有夺走你们的全部身家，孩子身上的这些东西就是他的全部。他被名为同窗，实则恶鬼的人抢走了他的快乐，你们却觉得这是孩子之间的闹剧，不重要。那我伤了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反应怎么就大了呢？你们的孩子是宝，我的孩子就是草吗？北钱这小子这么惨的吗？这是怎么长大的呀？真是小可怜，还好有了个新妈。咸宁长公主贝敬婉滥用不屈，确实该罚。妾敢做敢当，自然认罚。那就罚你1年俸禄吧。陛下，这处罚是不是太轻了？钱呢？我的钱呢？1年的俸禄，这狗阿兄的心是真狠啊！解决完咸宁长公主的惩处问题，贝恒就来解决另一拨人了。他看不惯这些靠着资历熬上来，实则不堪大用的人很久了，正好揪着这个错误，把这些人的官都罢免了，给新生的能人腾位置。陛下，臣等才是受害人啊，为何还要反过来惩处我们啊？乐律中是不是规定过，为官者不得欺压或放纵他人，借自己的名义欺压百姓？这次可以说是小儿打闹，但更多的是你们未曾归属家眷。幸好贝钱是公主之子，才能闹到朕跟前来。若是一平民呢？敲灯闻鼓吗？有几个人敢？若不是咸宁把这事儿闹出来，朕还不知道你们如此张狂。说起来，朕还该赏他才是。那你倒是赏我呀，赏我呀，把我的钱还回来啊！干！纵逆子孙，欺凌弱小，是，这都是他该的。是他忘了当年先生问他们为何要考取功名时说的话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浸淫官场数十载，垂垂老矣之时，忘了当初意气风发的少年，忘了自己的初心。陛下，尚书令求见。尚书令老泪纵横地走进来行礼。爱卿这是怎的了？有何难处慢慢说来，先敢坐。微臣失态，陛下，朕的亡妻失踪之后，是被人押子拐卖到了这座叫虞山的深山里。果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些人干的事儿，连畜生都不如啊！常人去牺牲子，无不是3媒6聘，以礼相待。但是这些人，就是把女人当成生育的工具，不仅常常衣不蔽体，还曾发生过村子里好几个人共用一个女人的事。但是尚书令说不下去了，连开口都觉得残忍。奏报已经呈给陛下，他自己会看完的。他的人去调查时，那村子里还关着不少女子，吃的是买主的剩汤剩饭，如厕就是饭盆旁边的另一个盆子，简直连猪圈都不如。他的人还正撞上了一具女尸，被抬到山上去埋了，那尸体形容凄惨，身上布满了欺凌的痕迹。陛下，朕都不敢想，亡妻当年失踪后经历过什么。若是不严惩那些人，臣到了地下都没脸去见他。任务顺利的奏报被发往了京城，送到皇帝的御案上。贝敬初咿呀呀的也想看。你也想看啊？看得懂吗你？看不懂。看不懂就不能拥有一颗想看的心了吗？皇帝好笑，拿起来给他念了一遍。
送去给尚书令看一看吧，让他有个好心情。御史已经进了羽山了，不日这一窝蛇鼠之辈就能落网，你先安心，很快就能为你阿娘报仇了。是吗？真好。你们是谁呀？仁兄，我们是去京城的游商，但是上队迷了路，小弟我本是探路找方向的，谁曾想也迷路了。这天色渐晚，不知各位好汉们能否行个方便，让我等住上一晚？不行，我们村里不可能给外人住。给钱也不行吗？住一个人给1两银子。您里边请，想住谁家就住谁家，我家宽敞，可以住3个人。来我家，来我家，我们兄弟几个都往外头打地铺去，床都给你们腾出来。这位娘子，我听你口音不像羽山人，你是被拐过来的吗？我们是官府的人，听说羽山日楼拐妇女，来此查案的，但这山上女人只有零星几个，你知道其他人在哪里吗？我知道他们在哪里。臣本以为这被困于山的女子都是迫切的想逃离，对那些犯人恨之入骨的，没想到竟有一个叫燕妞的，倒是真心爱慕上他们了。现场带人去抓人的时候，那燕妞还死拦着不让抓她的夫君们，实在是稀奇。她又大着肚子，为了不伤到孕妇，衙役们抓人的时候很是费了一番功夫。这是出现心理问题了呀，斯德哥尔摩。是大脑为了让他不崩溃，强行让他爱上伤害他的人，只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治好他。哎呦奶奶的，我早晚得把乐律改成人贩子全死，把他们都杀了。嬷嬷呀，你闺女要死了。嬷，你嫁的那个渣男拿着你的钱再找了一个，说什么他们家只有你生的女儿，要有一个儿子继承香火。然后那个后娘她看不惯你的女儿，说反正你也不会回家，养着一个小丫头浪费家里口粮。然后他们现在商量着要把她扔进弃婴塔。等等，弃婴塔是什么玩意儿？童子，弃婴塔是什么？就是抛弃婴儿的小塔呀，一种矮矮的和塔长得很像的东西。不过因为封建社会的风俗，弃婴塔里的几乎都是女婴，不想要女儿的父母会把婴儿扔进弃婴塔，让其自己活活饿死。当然饿不死也扛不下来的。弃婴塔会定时焚烧，方便清理，防止尸体堆满，以便下次再放婴儿进去。妈的，你还原本准备溺死，因为不忍心改成扔弃婴塔。你再说一遍这叫不忍心，你还觉得自己做父亲够仁慈了？咱们大公主在吃糊糊呀，今天没有放屁吗？过分了啊！谁家好人天天提小宝宝黑历史啊？我来喂公主吧。芳妃恕罪，陛下说了，公主的吃食用具不得经过他人之手。也是，陛下的旨意重要些。宜宜不能喂初初吃东西，那宜宜只能吃初初了。这是什么逻辑？救命呀！有人吃小孩了！芳妃，奴婢有要事情。嬷嬷这是做什么？奴婢知道一入宫门深似海，要全心全意伺候公主，但是奴婢实在想念孩子，求芳妃恩典，放奴婢出宫。嬷嬷以为后宫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人人都像你这般不知规矩，这宫里早乱了。思念孩子，多荒唐的理由！这宫里有谁不思家？就是妃御们都思念娘家，难道就能随意出宫探亲吗？看在你尽心伺候公主的份上，这次就饶你一次，但既有一心，也不必待在公主身边了。本宫会禀明陛下，将你调走。让她回去吧，姨姨。嬷嬷的女儿要死了，现在赶回去的话，还有机会救。行了，其他人退下。你记住，你并没有思念家里，你只是发现自己回奶了，不能再哺乳小公主，并且得了咳症，不宜再伺候在公主身边。你病好后身体变差，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还大字不识，留在宫中无用，本宫便将你逐出宫去，你可明白？谢主子，谢主子，大恩大德，奴婢来生。停，不必谢我，我是逐你出宫，不是放你归家，是你自己得了病被逐出去的，与本宫无关，切记。楠楠，还活着吗？
阿娘来救你了！住手！点火的人以为大晚上的撞鬼了，吼了一声救命，撒腿就跑。那女鬼却没有追他，而像是飞蛾扑火一般钻进了火堆里，抱出来了因为浓烟呛起而大哭的女婴。大晚上的怎么了？大夫，我家姑娘被扔进了弃婴塔，我去捡她的时候已经在烧了，她闻了烟，您看看有没有事啊？糟了，已经在发热了。进来吧。谁呀？是我，阿鱼。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跟男人跑了吗？怎么回来还带着个孩子？现在回来不怕他们捉你？我是去赚银子了。什么叫跟男人跑了？这话是谁传的？他们说的挺对的，女人出去哪里有什么赚银子的门道？亏我之前还信了你的话，为你鸣不平，昨儿我都被笑话了。翠翠阿紫别不信，我是去大户人家做奶娘去了。你要是帮我一个忙，我就把这银子给你做酬劳。哎呀，阿鱼妹妹呀，在外头站着干啥呢？快进来说，阿紫给你倒点水喝呀。不用了，我还急着赶趟呢。我想请阿紫去状告河根杀女，还有停妻令娶。这告官，这多大的事儿啊，就要告官？你怀里这个是你家孩子吧？这不是都救回来了吗？人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家和万事兴。你确定吗？我要是忍了，你可就没有钱拿了。忍什么忍？丧良心的这么欺负我们阿鱼妹子，就该把她告上去。你放心，阿紫是站在你这边的。阿鱼交代完之后，又找了一个人给他娘家送消息，让隔壁村的娘家兄弟们都抄着家伙快点过来。何根子，你他妈给老娘出来！阿鱼，真的是你呀？不是说你不能回来了吗？哎呀，你早说你要回来，咱们也不至于先找一个呀。为了娶那个小骚蹄子，给根子生儿子，花了10两呢。你说你要回来，这笔钱直接就能省下来了呀！真是的，为了新娶个女人，可以花上10两，给我女儿一口饭都不愿意，还想生儿子，生一个我丢一个，把你们的宝贝孙子全扔到弃婴塔里烧了去！你敢？你把盼弟也带回来了？你说什么？你叫我女儿什么？就是盼弟呀！这么叫怎么了？常见的很，我自己就叫来弟呢。谁在老子家门口惹事儿？姨娘，太好了！姨娘你回来了，这下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没人想跟你放一些没用的屁。你是当老娘眼睛是瞎的，看不见你家这一堆红色跟喜字吗？你这是停妻令娶，我可以上官府告你的。哎呦，你这个黑心肝的婆娘，你自己倒是拍拍屁股走了，留下我们根子连个根儿都没有。你自己生不出儿子，生了个赔钱货，还不让根子再娶一个呀？你安的这是什么心呀？告啊，你去告啊，让关大老爷都评评理。你这个黑心烂肠的，连个后都不给我们家留啊！我要是不走，你家能换瓦房，能有现在的好日子，能拿得出10两银子娶新人，吃着老娘的，用着老娘的，花着老娘的银子，扔了老娘的女儿，还倒打一耙，谁他妈才是真的黑心烂肺？哎呦，原来真是靠媳妇儿挣的钱啊！那根子还再娶一个，不是没良心吗？对，既然是他的娃，又不是养不起，还扔弃婴塔里面，这爷当的也太狠了吧！你在乱说什么？钱都是我们家根子自己赚的，你一个妇道人家能赚什么钱呢？简直是胡说八道！哼，胡不胡说的，你们家人清楚。你这拐杖看起来不错，没少花钱吧？我走之前还是用根破竹竿呢，一边心安理得的用我的东西，一边还诋毁我。钱呢？钱都给我还来！老娘就算是拿去打水漂听个响，也不愿意花在你们几个身上。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大家别看了，这是我们家的家事。这婆娘之前偷汉子跑了，现在回来了，正好我们给她绑回去收拾。兄弟们，这天杀的抢了我挣来的银两娶新人，还把我家姑娘扔去了弃婴塔。要不是我去得及时，孩子就被烧死了。你看他家都盖上瓦房了，我寄给娘家的银子，他给你们了吗？兄弟们，上！这死丫头吞的银子，今天怎么也要打得他吐出来！
兄弟们，我给你们寄的10两银子都被拿去给他做聘礼了，你们记得去找他要啊！退钱！伯来了！哎呀，救命啊！救救我们啊！救命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不知道啊，他们早上就是这么青一块紫一块的起床的。那他的腿……和您说了多少遍了，他就是断着腿走出来的。领头的衙役再次疑惑，他找到周围的人求证，就是这么出来的。冥府在上，这是小女被扔在弃婴塔时的襁褓被，上面还沾着其他婴孩尸体的尸油。至于证人，何家村皆知何跟弃女之事，冥府派人一问便知。他家的红布到现在还没有取，这位心腹的身上穿的还是红衣，这是停妻另娶。再有，其盗窃之罪，都将所得银两寄了部分回娘家，这家人却私自前往驿馆拦截，私吞银两。知晓了，被告有何要辩？冥府在上，这银子呀，都是我们根子自己挣的，他一个富人家怎么可能挣银子？禀冥府，奴此前侥幸被选入太极宫，每月的俸禄赏赐，宫中皆有记载，一查来源便知。太极宫？是那个太极宫？整个大越上下，难道还有第2个地方敢称太极宫？失敬，恕鄙人眼拙，没看出来您的身份。方才我就看着您气度高华不凡，不似池中之物，竟然是宫里出来的人物。快起身，咱们同为圣上效力，也算得上同僚，您不必多礼。余娘子先前任何职啊？不才运道好，有幸伺候大公主，做了殿下一段时日的父母。今日一案，望冥府能还吾一个公道。自然。何根一家连着新娶的媳妇儿全都被拖下去蹲了大牢，而何家的所有财产都被判给了阿余。余娘子留步啊！鄙人有一不情之请，您能否赏脸去寒舍，做小女们的女先生？鄙人知道我家不比宫里，请余娘子去是委屈了。只要您肯赏脸，在下必将您奉为上宾，对那群小妮子们也不用恭恭敬敬。您是先生，想教训就教训便是，俸禄也是可以谈的。阿玉没想到还有这等机遇，两人一拍即合，相谈甚欢，彼此都觉得自己赚大发了。进了，还差一点点。外人暴君，你竟然打小宝宝的手，我不要跟你好了。现在你开心了吧，这个冷漠无情的人啊！就这么吃酸死你，牙长齐了吗就想嗑。等会儿给你倒过泥。阿爷最好了，我要和你天下第一最好。你比朕还阴晴不定。陛下，淑妃要生了。二胎又出来了。皇帝直接站起来就准备去日殿，突然想起来自己太激动了，忘了还有个崽儿。我也要去，带我也去嘛。陛下，母女平安。恭贺陛下，喜得公主。太轻了，养蚕女到底怎么养胎的？好丑，怎么像个马騮？你礼貌吗？总觉得你说的不是什么好词。算了，被亲子子嫌弃一下也没关系吧，反正他也听不到。将二公主抱去公主殿吧。陛下大喜呀！张婕妤、吴美人二位都有喜了。哎妈，高兴傻了，完犊子了，一国之君成傻子了。知会芳妃一声，晋张氏无事为妃，贤拟旨，晋芳妃为贵妃。张氏对初儿的喜爱他都看在眼里，绝对不是装出来的，因为装出来的温柔是照顾，而他却是暴风西娃，用初初的话说就是变态的像有案底似的。又是熟悉的晋升流程，怀了孕封妃，生下来封四妃。之前那个贵妃和苏妃就是这样，之前的英妃和丽妃也是这样，一点新花样都没有，没意思，没意思。陛下，公主爬走了。她是直接从摇篮里爬出来的？
这小家伙骨骼如此精切，不对，不是，他会爬了！去抱过来呀！你们也不拦着！蒋公公很委屈，他们也想拦着，但是小公主完全不像个才会爬的婴儿，一溜烟的就窜老远了。妹妹也有名字了，叫贝烟雨。啊，知道啦，放开我，我要自己爬。怎么每次过来都在睡？生前何须久睡，死后必将长眠。别睡了，起来嗨呀！你自己也天天睡老酒，还吐槽别人。在外头就听见两个小家伙的笑声了，哀家就知道你把初儿也带过来了。别看了，你九九表姑来不了了，是被先生罚留堂了，过不来的。太后，咸宁长公主携驸马求见，驸马是带着伤来的，两人似乎是闹了矛盾。瞧这说话的艺术，两人似乎是闹了矛盾，明明就是我的好姑姑把驸马又压着揍了一顿吧。阿婉聪明，知道朕不喜欢处理他们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跑来叨扰阿娘。阿娘先去吧，朕也该回去了。初儿肯定也想凑热闹，阿娘完事儿了以后再派人把初儿送回来吧。不是，我想凑热闹的线这么明显的吗？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不是，我还不会说话呢。哇哦，这熊猫眼好对称哦。说吧，你二人怎么回事？禀太后殿下，臣有幸被选为驸马都尉，自当万分荣幸。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咸宁长公主不愿孕育子嗣，皇家又不许臣等纳妾，就算过继了一个贝钱，那也不是臣的亲生血脉，还随皇姓。臣只想求纳几房妾室，延绵子嗣，不让冯家绝后。可公主自己一边面首诸多，一边又不许臣纳妾，臣只提了一句，便将臣打成这样。让你读书，你非要说为猪好，多读点书吧，我的驸马。带你出去我都嫌丢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顺不告而取，视为无后。意思是不孝有三，未尽到后辈的责任是最大；顺不告而取，没有尽到孝道，没有尽到后辈的责任。看你肚子里那2两墨水叮当响，也就一张脸还能看。本公主就算想跟你聊人生哲理、诗词歌赋，都聊不起来。要是孩子继承了你的脑子，本公主会被气死的。连闺房之乐都玩不明白，还想生孩子？今晚收敛一点，房中之事还是私下说吧。母亲，儿说了不想生孩子，再说了，如果儿生了个亲生的，难保前儿不会痴心。这孩子好不容易才解开心结，到时候儿一个不慎疏忽了，又给他打回原样去，那儿得呕死。驸马想要后代也是人之常情，纳妾也是绝不允许的。开了这个先例，以后就会得寸进尺，不如就让儿和离了吧。准。不是，太后殿下，臣没想和离啊。怎么，既想占着驸马都尉的荣誉，还想纳妾生子？猪脑子，美的你呢！滚回去写和离书，不然我就休夫了。崩驸马被吓坏了，指天发誓绝不纳妾，绝不再起二心，绝对把贝钱视如己出，这才让咸宁长公主勉强点头放过他。哎呀，行了，哭哭啼啼的让人看笑话，赶紧把眼泪擦擦，出去被人看到了，又该笑话你了。你是我的驸马，可不能让别人笑话。公主，你真好，你这么好，我竟然还想纳妾，我真是太不是东西了。这 CPU 的手法也太熟练了吧！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我还有事和母亲谈。冯驸马抽抽搭搭的走了，甚至略显娇羞。不是，既然你拿捏他杠杠的，他怎么还总搞事呢？好在太后跟贝静初的嘴替似的问了出来。母亲也能看出来，他脑子不是很聪明。好了伤疤忘了疼，过几个月就又抽风了。既如此，你和离了也行啊，一了百了。你也知道儿的公主府面首不少，驸马之位被占着时还好，要是空出来了，那群美人儿天天争风吃醋要上位，儿的老腰可消受不起啊。驸马脑子虽然不行，脸还是不错的，
跟养一个笨蛋小狗差不多。看他时不时的作妖，就当逗闷子了，收拾起来也不麻烦。所以你们就来麻烦哀家，也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哎呀，儿说合理，他还以为儿是在唬他呢。换成您来讲，他直接就吓傻了。而且儿这不是怕您在宫里无聊，特意给您找点乐子吗？唉，哀家呀，真是谢谢你了。这次找您确实有件要事，儿有意为钱儿请个爵位。儿知道公主之子也不是个个都能封爵的，要么就是自身功勋，要么就是母亲荣辱。儿自认没有那个脸皮，但钱儿虽然认在我名下了，也改不了是锦若阿紫所处。赵玉那小子明显是个靠不住的，锦若阿紫晚年也就只能靠钱儿了。母亲，邱贵妃一定希望锦若阿紫晚年可以安度的。哀家会交代皇帝的，给个爵位而已，对皇帝不算什么。更何况备前本来就是皇室血脉。阿娘，你要不要也找几个面首？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阿爷已经故去多年，再说了，做后妃侍奉君王，哪里有养面首让人侍候来的快意啊？阿娘抚育朕长大，连这点都享受不了，那朕这个做儿子的也太不孝了。可是你对你阿爷也太像了。阿娘喜欢什么类型的？要不朕先给你找2个试试？哎，还是别找太多了，先1-2个吧，太张扬了不太好。你也知道不太好嘛，可是莫名心动是怎么回事？可将来若是地下见了先皇，都篡位屠龙了，找个男人还纠结什么？先找2个吧，哀家也想试试别人为我争风吃醋的感觉。安排。这天，贝静初吃饱喝足，被抱回御书房。皇帝还在奋笔疾书，一旁的蒋公公欲言又止。一看这情况，贝静初就知道了，估计是看午膳的时间快过了，皇帝还没吃饭，而他进入状态了。蒋公公不敢打扰。阿爷吃饭。阿爷。皇帝笔尖一顿，他猛地垂下头，原来他真正说话，真正叫阿耶，和新生是不一样的。嘿，阿爷在。陪画画。走，用膳去。你看着朕吃。能不能愉快的玩耍啦？楚楚好，阿爷乖。对。第一次听到阿耶的皇帝很是感动，但第1000次听到阿耶的皇帝很崩溃。小东西在宣室殿爬来爬去，饿了的时候阿耶，困了的时候阿耶，开心了阿耶，爬太快撞到头了也阿耶，皇帝觉得自己现在听到阿耶这2个字都害怕，果断把他丢给了太后，霍大母去吧。朕不敢贸然推广至全京城，只能一步步扩大改良的范围，不能及时给爱卿封赏，让你受委屈了。臣愿游历四方，为大越诸州寻找最合适增产粮食的方法。待封赏之日，陛下再召臣回京吧。爱卿此时无正当官职，游历大越容易受阻，何不等上个3-5年，接到封职之后再走？州府官吏皆不敢怠慢。一群纨绔子弟就能因为祖辈荫庇封官，哪怕什么功绩都没有就能得到职位。徐姐姐这么优秀，只因为没有女子做官的先例，就必须要先立个大功才能服众，好生气，烦死了。谢陛下为臣考量，但人生有几个5年呢？韶华易逝，现在是臣精力最足、热情最盛、最是年少意气的时候。不过是路途艰难了一些，但比起在家里虚度年华、颓废放纵，臣宁愿面对那些。臣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让更多的人摆脱极贫。朕会给你多派些护卫，望卿平安归来。哎呀，千万别死了！爸！哎妈呀，真结实呀！要不是我现在力气变大了，准得出丑。宝宝，你有点重哎。朝廷难道就没别人了吗？要靠你一个女孩子去游历研究？我大越人才辈出，
才有人创造的方法种出来亩产增了80%的小麦。兄长，那个人就是我。陛下想等京城推行以后再为我封赏。等会儿，你让我缓缓。你是说，陛下说的那个藏起来的奇才是你？许兰七被震撼了一把，好一会儿才消化了这个消息。他们祖坟什么时候冒青烟了吗？改天得去看看是不是祖坟着了。我们家的兄弟姊妹只剩你我2人了，你一个人离京，兄长怎么能放心呢？你一个女孩子，孤身在外多危险啊！陛下给我安排了1车的侍卫。那你1两够吗？穷家富路，在外面没钱，寸步难行。陛下赏了我5箱黄金。哦，既然陛下赏你了，那你阿嫂准备的财物你应该不需要了吧？那我就……需要的。在外出行，钱当然是越多越好的。谢谢阿嫂。陛下对你的优待也太好了，为兄甚至觉得自己用处不大。姑妹这是要走了吗？什么时候回来啊？能不能不走啊？姑妹走了，阿昼以后就难见到你了。平日我在宫里，你也难见到我呀。那不一样。乖呀，昼儿，姑妹会回来的，大概过个4、5、6、7、8年，就回来了。徐大郎一听，哭得更伤心了。伤心的许新书以为自己死了，这小子在嚎丧。听说周儿要进弘文馆了，那和姑妹要走有什么关系啊？以后啊，你就要寅时2刻便起来，每天做课业奋战到晚上，1年到头只有过节才能休息，根本没有时间想姑妹啦。许承胄跑去找亲爹算账去了。骗子！你不是说弘文馆很轻松的吗？就抓吧，抓到什么就是你的。真的？真的。只见贝静初爬呀爬到了红布的角落，然后贝静初抓住了红布的一角，抓着那一角爬到了另一边，上面的东西都被裹挟着往中间裹去。贝静初再爬往了另外3个角落，红布一卷，整块布团起来，比他人还大。我的！你说了，我抓到的就是我的，不能反悔，反悔就是坏阿姨。皇帝无语，要不是众臣都在下面看着，他要维持自己的威严形象，皇帝简直想捂脸叹口气，他真的会谢。大公主这是有统帅之才啊，一网打尽，揽尽天下有才之辈啊！看着陛下的脸色变好，臣子们暗骂中书令老狐狸，纷纷说好话恭维。陛下这是认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啊。陆欢九怜爱地摸了摸贝静初的头发，可怜的孩子，本以为他上学就够惨了，没想到公主1岁就被送过来了，这是人干的事儿。哎呀，公主来了，请入座。这个是甜瓜，来和我读甜瓜。是瓜，不是搭。是搭，不是搭。甜瓜。甜搭。瓜。搭。眼看着要到日中了，先生终于意识到了教导公主的好处，可以提前溜。公主很棒，我们午后再复习吧。公主还小，可以晚1个时辰再来学堂，不用和中堂的学生一起。现在先生觉得被调过来带孩子真好啊，他可以吃到早退了，好开心。而且公主还不难带，公主一整个日生时都乖乖地坐在那儿。这么乖的孩子，陛下竟然嫌烦，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段时间你见到公主了吗？什么公主？一个1岁半的小娃娃。陛下将公主也送到了弘文馆。公主尊贵，不能随意冒犯，有机会的话最好能和公主做朋友。男女之间的友谊只有幼时才是最好培养的时候，长大一点就有男女之别了。如果你和公主关系好，将来公主出将，你的机会很大。大公主从小是陛下亲自带的，未来必定受宠。她的夫婿只要不是个扶不上墙的废物，
陛下一定会全力提拔。就算看驸马不顺眼，为了女儿的面子，该提拔还是提拔。当今和先皇不一样，子嗣少，就算不是大公主，其他公主也是金贵的，但都不及大公主。其实才1、2岁的小孩和他玩好还是很简单的，只要善意的接近就行了。接近之后最好还离间公主和其他人，如果他只有我一个朋友的话，我以后的胜算更大。这个年纪的小孩应该更喜欢吃的玩的吧，金银财宝这些收买的效果或许还不如送叠糕点。徐兰七赞许点头，父子俩就这么完美避开了正确答案。初次见面，这是我家厨房做的最好吃的贵妃红，公主尝尝。哦，吓死我了，原来是送礼的，我还以为你们是来打我的呢。既然如此，你们是不是想做本公主的小伙伴？本公主喜欢听话的小伙伴哦，你们谁最听话，谁就成为我的朋友。你干嘛？刚才一连5个人出去，没有一个回来，再加上公主来了弘文馆，我怀疑是那几个人听到风声去找公主了。找公主就找公主了，他们在找公主，我和公主也是最好的。你长点心吧，公主年纪才多大，那几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殿下虽然心眼子多，算了，这个不能说。殿下到底只是1岁半的小孩子，他们想要的是殿下的注意力，但公主只有一个，他们要是为了争宠没分寸，把殿下带坏了带偏了怎么办？对啊，你怎么那么聪明呢？你怎么那么傻呢？那里，往左一点。你们好笨呢，怎么连爬树都不会？你加油，快拿到了！第一个拿下来的就是我今天的朋友，你们快都！哎，有点可惜耶，弘文馆里没有蜂窝，不然……算了，别这么搞，我不能这么残忍，我是个善良的宝宝。这就是你说的怕他们带坏公主？这究竟是谁带坏谁啊？殿下，我拿到了！最先拿到的小郎君一点一点地爬下来，眼看还差1点就落地了，一只手伸出来，一个回手掏，把他怀里的蛋掏走了。许承胄跳了下来，把东西捧到贝静初面前。殿下，我才是第一个拿回来的。好吧，那今天你就是本公主的朋友啦。明明是我第一个拿到的，你是强盗，不会吐血了吧？你没事吧？哦，还好，只是牙掉了而已。牙掉了而已？嗨，别害了，你能不能尊重一下别人的牙？唉，这可怎么办呢？没事的，阿坦，只是掉了颗牙而已，不影响吃饭的，就是说话漏风而已。没事的啦，牙掉了还会长的。真的吗？可是阿娘说不让我多吃糖，牙吃坏了就好不了了。公主，你一定是在哄我的。我是公主，我说会长就会长，本公主命令你一定要长出来。公主好厉害啊，竟然还能命令她的牙。公主，鸟蛋是我先拿下来的。我知道呀，但今天的朋友不是你哦。我为什么呀？你看啊，如果我交代你去取一个东西，结果你拿到了，却在半途被人抢走，没交到我手上，算完成任务了吗？那假如你是一个将军，我让你去打一块地盘，你攻入城门了，以为成功了，下一秒你发现被包围了，是别人的计策，这叫你赢了吗？所以嘛，过程不重要，结果才重要，送到我手上的才是第一个。看在你受伤的份上，这次我就不罚你了，你好好反思吧。公主真好，谢谢公主。不用谢，真好骗。殿下，陛下让您快进去。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带着师兄们逃课，还撺掇人去爬树掏鸟窝。要是他们不逃课来找我，我也没办法带他们去爬树啊。天天窝在学堂里不烦吗？我这是帮他们强身健体，亲近自然，他们应该感谢我。你还有理了？哎呀，我错了，下次还敢。要不是能听见心声，我就被糊弄过去了。不行，得给这个小混账一点教训。陛下到了。这是哪儿啊？回公主，是咸池殿。哦，这不是贤妃住的地方。等等，贤妃！救命啊！进去吧，大公主。哎呀，我错了！还跑什么？我很可怕吗？不可怕，一点儿也不可怕。看见前面地上那个洞了吗？锤丸玩过吗？公主今天只要把球打进那个洞里，就算成功了。对不起哦，贤妃姨姨，给你的地方砸了个坑，我给你小金豆好不好呀？什么贤妃姨姨？叫师傅。主子，方贵妃求见，请进来吧。初初有没有想一役啊？有的。小骗子，想一役的话，早就来熏风殿了。好阿紫，你悠着点儿，初初还小，你可别像训练你那些小宫女一样练的。我是那般没有分寸的人吗？自然不是。练他，当然要比练其他人更狠才行啊。这种苗子不好好练，简直是暴殄天物。被我遇到了，还能放任他浪费自己的天赋吗？不存在的。初儿乖，师傅一定让你成为在世高手。我不要，好可怕！对不起啊，初初，一役这次也帮不了你喽。一般人第一天做这些姿势都不能维持住，因为对身体的掌控力不够。你再习武一道，真的根骨上佳。行了，今天动了这么久，初儿应该也累着了。其实并没有很累呢。谁在说话？师傅，我累了。虽然不累，但是好想坐下哦，脸着实一点都不舒服。贤妃无语，要不是她能听见这孩子的心声，不知道会被他偷了多少懒儿去，浪费了多少潜力。求求我呀，已经是一个废厨了呢。好了，休息吧。谢谢师傅，师傅最好了，爱你哦。说起来，近日初儿乖觉了不少，没那么顽皮了。恒儿用的什么法子？哀家可不信你舍得罚他。阿娘，你要知道，1岁半的逆子怎么斗得过20有3的逆子啊？你也知道你是逆子啊？哼，你还骄傲什么？改天给你选2个小宫女，你要阿耶帮你选，还是自己选？自己选。万一阿耶给我选2个丑的怎么办？我要小美女，要在我身边待一辈子的，必须是养眼的小美女。过几日，朕让6上居各自推荐资质好的女孩，你自己选吧。不要人推荐的，我自己去选。他们推荐人肯定会给自己谋好处的，推荐上来的多少都沾关系，不知道是谁的什么亲戚或干女儿。而且那些小宫女因为被推荐了才会选到我身边，你猜她最后是会感激我，还是感激推荐她的管事？更好的英才却可能因为没有后台被埋没了。推荐是最节省时间的做法，但我觉得自己要使一辈子的心腹，多用一点时间亲自考察是值得的。不错，聪明。婷，你听到有人哭吗？你是谁？你是新来的吗？你们在外面等着哦。你怎么啦？你是新来的吗？现在是用午时的时候，你快去吧。要是去晚了，他们忙着准备主子们的午膳，你就只能饿肚子了。那你怎么不去？
姑姑罚我不许吃饭，可是我好饿。阿娘说进宫了就能吃饱饭了，可是为什么我进宫第一顿就不让我吃呢？你吃这个吧，真的很好吃，你不吃就没喽。太好吃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阿娘果然没说错，宫里就是好。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吃饭呀？今天姑姑在讲话的时候，我没忍住鼻子痒，打了个喷嚏。我真不是故意的，但是姑姑说我态度不端正，宫里不允许这样，就罚我扫地，不许吃饭。姑姑说念在我第一次犯，只是轻罚。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华三丫。被惊出的肚子突然有感觉了，他只来得及说完一声再见，就迅速遁走。今天怎么回事？为何回来这么晚？我去拉屎了。皇家公主怎能出口污言秽语，有辱斯文？你用词文雅一点。那就我屁股哕了。哎呀，别说了，更有画面感了。你是会造词的。姑姑，您布置的要求实在是太难了，我做不到。你是宫女，不是祖宗，要当祖宗，趁早去撞死，下辈子投个好胎。进了宫，你们就是当奴才的命，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让你们去死也只能去死，别说什么做不做得到，洒扫没完成还敢顶嘴，晚食也不用吃了，你就饿上一天再说吧。院子记得扫完。这是什么？好啊你，罚你一顿不吃，竟然学会偷了，偷盗之罪，按宫规杖50。姑姑，不是我偷的，我没偷，是一个小妹妹给我的。给你的？那你说谁给你的？姑姑，我不认识她。哼，是你为了脱罪编出来的吧？编个理由也不会编像样一点，不认识就给你送吃的。这宫里人人明哲保身，谁会好心没有一点好处，无凭无故的就帮你？谁帮他的？谁能作证？是有人帮他带的食物，都可以站出来。你是真的偷了还是没偷不重要，你证明不了自己没偷，那你就只能是偷了。姑姑，我真的没有，我就在这里扫院子，然后门开了，一个看上去2岁的小妹妹进来了，然后给了我这个，里面包着糕点，我就吃了，真的不是我偷的。你在说笑话吗？撒谎成瘾，张口就来，宫里怎么会有2岁的小宫女？最小也要4。你说那个给你送食物的女孩，身材外貌样子，戴的什么首饰，穿的什么衣服啊？在什么时间遇上的？事无巨细，全都描述出来。头上扎了2个圆圆的包包，用绿色绳子绑着，也是绿色的裙子和上衣。听起来倒像是真的。我去查证一番，若确有此事，就免了你的责罚，当做冤枉了你的补偿。行了，都散了吧。哎呦，三丫呀，不是姑姑针对你，你们初来乍到，一个个的小女孩，天真不知道宫里的凶险。我们都是宫里最下等的奴才，你们言行不注意分寸，惹恼了主子。要是主子心情不好，随意就将你打杀了，咱们也没法说理去，不是？别看姑姑对你严厉，姑姑都是为了你好啊。你们在我眼里呀，就跟孩子一样。姑姑只是想让你们记住谨言慎行的生存之道，才能在这个富贵迷人眼的地方活下去。我知道了，多谢姑姑。我见你欢喜，不如啊，你认我做干娘吧。深宫里不见佳人，咱们就彼此依靠，做个伴儿了。好的，干娘。端午后的第一场雨时，再把它丢到金水河里去，这是祈福庇佑你长命百岁的。小心点，别玩丢了。要是等你封回来，朕发现它不见了，你就等着屁股开花吧。哼哼，丢了我就去找大母求救，不可能被打的。大逆子好像斗不过小逆子，怎么办？这是我领回来的艾草，你要你自己去领就是了，为什么要抢我们的？殿下别这样，小心点儿。您这姿势，到时候他们突然推门出来，容易让您的脑子变成被门夹过的脑子。好的，你们再去一趟就是了。上宫局远，我们不想跑，拿了你们的又怎么啦？华三丫，我知道你背后有长媳，但我姑姑是上使女官，
奉劝你不要惹我，不然你干娘长熹之位保不住。是我要你还东西的，和我干娘没关系。你不要这样，你想要就拿走吧。现在我不高兴了，你想要我放过你干娘，就给我跪下磕头，必须3个响头。你太过分了！不愿意？那我回去就让姑姑革了你干娘的职。住手！殿下，请大公主安。您怎么在这儿啊？别请安了，里面打起来了！姑姑，这个小娃娃是谁啊？漾漾，不得无礼，还不放开上使！上使，漾漾她还小，不懂规矩，要是对你有冒犯，求你原谅她一次。乖一点，别乱说话，我这是在帮你。你胆子也太大了，还不快放开公主殿下！没眼色的东西！你应该请求大公主不要计较你的无礼才是。令殿下受惊了，这丫头冲撞了您，请您指导该怎么责罚。没事。刚才内院里的争吵，我可全部看见了。回殿下，宫女们闹矛盾吵架时有，惊扰了您，奴婢会整治的。你说刚才他是怎么威胁你的？回公主，他说如果我不听话，就革掉我干娘的长熹之位。给本公主搬个坐具来，再让一个人去请方贵妃。奴婢御下不言，自当请罚。凡是人等口出不逊，掌嘴20。方贵妃涉猎宫事，事务繁忙，此等小事不用劳烦主子们的。再来一杯。殿下，陛下说了，您不能饮太多粮食。听说初初找我，姨姨直接就更衣过来了，连簪子来不及多带2根呢。这是怎么了？路上我已经听说了，这种阿杂事竟撞到了咱们大公主的眼皮子底下。你们这上使内院够乱的呀！仗着公主年纪小，便想着欺上瞒下糊弄主子，借公徇私，连你的侄女都可以逞威风，想革谁的职便革谁的职。你这上使才是不用做了，按宫规停政之后，没入掖庭为奴吧。你的贴身宫女有人选了吗？虽然选谁是你的自由，但是阿爷还是想说一句，选人不能只看脸，心性忠心才是最重要的。他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添麻烦。有事了躲在主子后面，反而要你解决。阿姨，你在说什么呀？你是以为我要选华三丫吗？哎呀，当然不是啦，我只是找不到人玩，找个玩伴而已。玩了几天有感情了，见他有事就帮他出头了。玩伴玩不下去了可以随时换的，贴身宫女不能说换就换，这又不是看谁顺眼就能直接定的。又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看书又不认识篆体，这一天天的日子怎么过呀？可不得找点事做打发时间吗？你是真饿了呀，什么都吃得下。怪阿爷没能及时给你选玩伴，让你太孤单了，连区区小宫女都能处出一丝友情来。看来不能再拖了，你自己心里有伴读的人选吗？有年龄要求吗？这个虽然是没有的，你选个70、80岁的老太太也行，就是比较离谱。我当然知道离谱啦，我又不傻。哼，雷涅尔可以吗？可以，但是重臣之女选了一个，另一个就要从勋贵之中选了。你是公主，代表皇家，伴读的人选也代表了他们背后的势力。你选了谁，就意味着朕现在抬举谁。如果两人皆来自一处，那些老家伙又要多心，胡乱揣摩朕的用意了。勋贵之家，其实99是最合适的，但是他已经在弘文馆了，他这个名额不就浪费了吗？我还想多一个女孩子能来这里，但是我不认识人啊，我也不知道选谁好。算了，这个头秃的问题交给阿爷吧，秃阿爷不秃我。我不知道，我听阿爷的话，阿爷选谁就是谁。这几日月儿就开始试着吃辅食了，我命人捣了些果泥给她。月儿本爱哭闹，怎么哄都不肯睡，但是她偏偏喜爱那16汁，喝上一小碗就安静了下来，满足的睡去了。德妃姨姨，我小时候可乖啦，只要吃饱喝足了就不哭不闹，偏偏阿姨还说我不好养。
我明明很好养的呀。陛下是没带过男带的孩子，才会有这种错觉。大公主最懂事了，咱们让她吧。好的，我最懂事了。好可爱呀，好想一屁股坐死。哦，不哭不哭啊，玉儿乖，阿娘给你喂你最爱的石榴。等等，这症状有点像过敏啊。德妃姨，三弟一喝石榴汁就睡这件事，你有没有问过太医？没有，这是昨日才发现的。况且这个需要问太医吗？大公主都知道些什么？难道是有人在石榴汁里下毒？我就知道，皇长子的身份就是危险。我日防夜防，所有食物都让人试毒，凡是玉儿能接触到的东西都每日排查，伺候她的人也看得紧紧的，竟还是没能防住歹毒之人。你知道是谁要害玉儿吗？公主都知道什么？你告诉我好不好？不是毒，德妃姨，你冷静一点。冷静，我很冷静。公主快说吧。或许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过敏？兔子，古代版的过敏叫什么？特禀体质。那特禀体质呢？但是特禀体质不是容易起红疹发痒吗？玉儿她……先别纠结了，姨，你找太医来问问吧。多谢公主，要不是你在，玉儿可能就被我的愚蠢给害死了。没那么夸张啦，太医都说了，弟弟的症状很轻，除非吃很多不会危及性命的，就是长期吃这个影响身体健康和脑子而已啦。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金银财宝一类的，公主都不缺。不，我缺，很缺，非常缺，快用钱砸死我吧，我不介意的。阿姨，你来啦。玉儿怎么了？妾身照顾三皇子不周，还请陛下降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不成有乱臣贼子敢对玉儿下手？别说了，阿姨，你没看见德妃都汗流浃背了吗？都是妾身失职，请陛下责罚。罚你1个月的俸禄，就抵给初儿做奖赏，你看如何？好耶！走吧，弟弟都晕了，你先放过他吧。雷小娘子可曾学过孟子？那你可还记得于我所欲也中，万中则不便礼仪而受之，下一句是什么？意思又是什么？万中则不便礼仪而受之，万中与我何家焉？万中意为高官厚禄，如果有高官厚禄便接受，却不管是否合乎道德礼仪，那么这种万中对我而言有什么好处呢？也就是圣人言，高尚的品质道德比财宝名利更重要。可也不错，殿下以为如何？万中则不便礼仪而受之，万中则不便礼仪而受之，万中与我美滋滋。你这根骨也不错呀，看来是继承了你父亲的天赋，生在武将之家，怎么都6岁多了还没有开始习武？要是再晚2年，你的上限就低下来了，到时候就和我一样了。师父有没有幻想过，自己要是从小习武，现在会是怎样的优秀呢？或许大越第一女高手的女字就能去掉了吧，直接就是第一高手。好难过，眼睛有点酸酸的。初儿，师父一定会狠狠训练你，把你的所有潜能都激发出来的。师父，我是哪里惹你不高兴了吗？没有呀，初儿这么乖，不要乱想。可是你这样我很难不想啊，喂！你父亲是怎么想的？父亲说，女孩子习武不好，男人都喜欢弱女子。我和妹妹要是习武出来，到时候难找婆家。他奶奶的，有病吧？他是在养女儿，还是在给别人家养媳妇儿？简直跟我父亲一样，脑子有坑。师父真是一如既往的，说话一点儿都不拐弯抹角呢。孔贤妃，为什么公主只用练招式，而我要蹲马步啊？这个呀，初儿也就快2岁，年纪小，身子骨撑不住。你已经6岁多了，可以开始了。你也别太得意，人家6岁才开始练，
你4岁时，我就要这么搞你喽，要撑住哦，小初初。子子，烟雨是不是长子的小玩具？是。谁是长子的小玩具？我。大殿下，莫晴郡君求见。快，把他带进来。莫晴郡君可识字？回先生还不曾学。梅小娘子已经识字了是吗？回先生已经识了2年了。好，那你便自己玩吧，但是不能出声打扰。不是，凭什么呀？初识字很难，只看1遍定然是记不住的，我多写几遍。殿下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记住了，就说停。停。殿下是没听明白吗？等您记住了再喊停。停。殿下，这1年老夫带着你玩乐，但现在是真正开始学习的时候了，玩乐之心该收起来了。说了，等你记住了再喊停，不要捉弄先生。殿下虽然是公主，但也要有尊师之道啊。没有啊，先生，我没有捉弄你，我就是记住了。唉，老夫桃李满天下，教过许多学生，从来没有谁看1遍就能记住的。公主是聪慧，但是学业一事上还是要估量好自己的实力，不要吹大话，千谨方为上道。可是我没有吹大话呀，我真的记住了。那公主殿下就临摹1遍吧，不过殿下要是临不出来，回去要写100个大字哦。先生正式教你的第1课便是量力而行。我才不会乖乖罚抄呢，到时候不行就拉着聂儿一起抄。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忘了我的。哎呀，殿下确实聪慧，但是现在记住了，不代表就一直能记住了，还是要勤加练习，避免遗忘。但是我怎么有种感觉，我学了是不会忘的呢？你记住了这个，那第1个教的呢？还记得吗？可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捡一个丢一个，学了1天下来什么也没记住啊。我没忘的。哎呀，好，没忘。殿下聪明伶俐，今天教的100个字，殿下都记住了。时间还早，先生可以再教100个。我早点学完了，也可以和聂儿一起看画本了。出息呀！先生，可是我还没记住。唐子，你是哪个没记住呀？初初教你呀。我几乎都没记住。这可如何是好？弘文馆不允许为了伴读而耽误皇嗣的学业，旁人就算差距再大，靠勤奋也可弥补1、2。但是殿下过目不忘，郡君又要与殿下同进同出，追赶起来可就难了。要不唐子午后就不去咸池殿了吧，继续在弘文馆学识字？可以这样吗？孔贤妃不会生气吗？那你今日午后先在弘文馆吧，我去问问师傅。唐子，师傅说了，你不去可以的。是因为公主帮我求的情吗？不是呀，师傅说唐子学了和没学区别不大，去不去都没什么的。陛下心情不好，不是早说过吗？这时谁也不许打扰，你是不想活了吗？可是大公主在外面，我不敢拦着殿下呀。算你灵光。初儿来了，来见一下你的2位阿兄吧。朕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好皇帝，但朕绝不算一个好父亲。没有啊，初初觉得阿姨是世界上最好的阿姨，就是有时候狗了点。当初杨氏对你不利，朕应该在他产下烟雨之后赐死他的，但朕总想到你死去的阿兄，杨氏是他的生母，所以希望初初原谅阿爷难得的心软。初儿，
以后，如果你和弟妹们有怨，阿爷不求其他，只盼你能给他们留一条命。好的，好好的，怎么说这个？弟弟妹妹们很可爱啊，我怎么会杀他们？我最多打他们的屁股。听着小孩子稚嫩天真的声音，皇帝苦笑了一声。幼年时，他与兄弟们感情也是极好的，甚至亲密无间的。阿娘不让他和其他兄弟多玩，但他不会听话，他会偷偷溜出去找他们。后来才明白，感情越浅，拔刀相向时才不会心痛。贝恒闭了闭眼，不愿意再想昔日的画面，而他的孩子们还剩多少有爱温馨的时光呢？世间的规矩说，夭折的孩子不能入祖坟，因为他们早早地走在了父母前面，令父母伤心是不孝。但朕觉得很没有道理，是不是有些人出了事总喜欢怪在更弱者身上？分明是父母没有保护好他们，却要求孩子顽强地活下去。所以朕让你的2个阿兄进了皇陵，那群老迂腐说朕不顾祖宗规矩，真是好笑。阿爷真的有在珍惜自己的每一个孩子啊！可恶，我的发型！这2个月，殿下识字学的都差不多了，可以去中堂了。哎呀，这得是别人1、2年才能学完的呀，也没有哪个皇嗣在制堂开蒙了2个月就升中堂的经历呀。按规矩，殿下是要在制堂待满1年的。哎呀，早知道殿下聪颖至此，当初老夫该早点教你的，何至于等到2岁？哎，唯一的缺点就是字太丑了。先生，你可以不说最后一句话的。今日殿下便开始练字吧，等什么时候练好了，什么时候就可以去中堂了。字如其人，读书人常以字观人。殿下字迹如此潦草，别人也会觉得殿下是一个无规无矩、行事潦草的人。可是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呀。哎呦，但你至少要写得让人看得懂吧？哎，看看殿下这字迹，除了教你的夫子我，那别人还以为你在画符呢。其实殿下要练好字很简单的，只要注意形就行了。莫晴郡君字形很好，就是力道不够，但年纪小，长大后手劲儿自然能上来，就算写不出力，也可走娟秀之道。殿下手劲力大，写字时不会发虚，力透纸背。哎呀，一天天使不完的牛劲儿啊！殿下是力透纸背，不戳烂纸背，您悠着点儿。我尽量啊。孙夫子，公主的课业怎么了？让你这么稳重的人都一定要找陛下？殿下2个月前开始识字，这个我知道。现在殿下已经识完了。你说什么？什么叫识完了？就是启蒙书上的字已经识完了，如果不是字太丑的话，已经可以去中堂了。这事确实要禀报陛下一声，但是你确定吗？2个月就认完了？要是夸大其词，那可是欺君之罪啊！本来早就认完了，还是我怕公主学得不牢固，定要再让她温习一遍的。殿下就是天资卓越，祭酒不要因为没见过就不信。不是我不信先生，实在是你说的过于匪夷所思，还是确认一下再报给陛下比较好。祭酒，你行不行呀？再写下去，我这本都要写完了。哎，真不是人呐！我这就写折子，这么大的事一定要报给陛下。皇帝批奏本正凡时，翻到了这一本，脸上的神色瞬间由阴转晴，甚至放声大笑。楚楚啊，累了吧？来，快坐下。阿爷让御膳房做的全是你爱吃的菜。哎，还有，你不是看中朕的那块纱织6扇屏风很久了吗？阿爷就送给你了，你可以去朕的司库里再挑几件你喜欢的东西，阿爷都送给你。阿爷是被夺舍了吗？怎么跟换了个人
吃它？不要啊！阿爷虽然很狗，但是真的很好啊。或者说，这是我最后的晚餐了吗？难道这顿吃完我就要上路了？我也没干什么坏事啊，就是把阿爷的茶拿去煮了茶叶蛋而已啊。贵的茶煮出来的茶叶蛋好像是比普通的茶叶香一点吧，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哎呦，对味了，这才是正常的阿爷。吃完后，朕最近茶叶的消耗比以往快些，本以为是喝的多了，但是似乎有人查到是某个小家贼，你说是不是啊？北京初，败家的小丫头，你不知道那个茶叶价比黄金，你拿来煮茶叶蛋，喊全名了，要走！北静初拔腿就跑。你不是说中堂的夫子今日没留课业吗？你怎么还偷偷看书的？我把你当好姊妹，你竟然卷我！卷你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反正就是你背着我偷偷学，你不道德。唉，我的殿下呀，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你2个月就把字记完了，还不让我私下里用功啊？人不能，至少不应该。你简直不给人活路好吗？先生，新来的不是应该往后坐吗？确实，但是弘文馆本就是为了教导皇子公主而建设，殿下要是也排到后面去，不就本末倒置了吗？好不容易来了个小殿下，先生一定会竭尽所能好好教你的。完了，不能搞小动作了，不能搞小动作的上学时光是不完整的。今日辩论《道德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句话的前半句，诸位应当并不陌生，而后半句却并不常见。当然，每人读这句话的时候，所理解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这个不仁是指不仁慈，将苍生百姓视为牲畜，但另一派认为此不仁是将万物公平对待。大家认为是应当仁还是不仁？今日便分为2派来谈辩。学生们迅速地交换位置，往自己支持的观点处走。北静初迷茫地站在座位上，左看看右看看。殿下为何不去啊？先生，我也不清楚自己的观点是什么。无妨，人皆有茫然之时。进学本就是授业解惑之用，殿下既然不解，便跟在老夫身边，一起看他们玄谈吧。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呢？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就有不同的观点。殿下有没有发现，谁不是这世间的芸芸众生呢？但这里不仁的是天地，是圣人。天地很好理解，但殿下知道圣人是什么吗？是古来先贤。古来先贤自然也称圣人，但殿下似乎忘记了，现在活着的也有圣人，且只有一个人可称作圣人。谁呀？您的父亲，当朝的帝王。帝王也被称作圣人，只是我们甚少这般唤之。若为帝王，观天下百姓，自然就不能如常人那般。那要哪般？殿下似乎还未读过史书，你日后读史书的时候，或许会发现，评价一个君王的成功与否，不是看他多么的仁德善良慈和，不是看他是不是品行无瑕，有没有做过坏事，看的是他在位期间领土扩张了多少，人口户籍增加了多少，国家繁荣了多少。您说像不像牧场主啊？看他的财富，就看他圈养的土地扩大了多少，饲料丰美了多少，养的肥羊又多了几只。原来在为帝者的心里，那些人或许和刍狗没什么两样，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根本不重要，而他们的死却可以震慑他人，这就够了。这是他们的命带来的作用。唉，这只是老夫的一点拙见，殿下若觉得不对，也是自然的。毕竟人的经历不同，所理解的圣人言自然也不相同。表妹，
你状态似乎不对劲。也就备前8、9岁了，看上去成熟一点，但也是小孩子。说给他们，他们也不懂吧？算了。可恶，被小瞧了。怎么了？难道中堂有人敢欺负你？没人敢欺负我。夫子今天讲的，其实我都懂了，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和以往的认知相悖。阿姨，越朝既尊儒术，科举考教也只考儒学之术，为何弘文馆讲学却要讲道家学说？你以为君王独尊儒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以德教化世人，强调尊卑有序，君为臣纲，主张王权等级，将帝王架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初二，你要知道，一切的政策都是君王的工具，而不是约束自己的绳索。科考可以只学这个，但是身为天家公主，你却不能被一种思想禁锢了，而是要多听百家之言。这样说，你可明白？这便是以帝王角度来思考的结果吗？请大公主殿下安。这是当年殿下出生的时候，您的生母齐氏欲将一男婴调换为皇子，陛下怜其才降生人士，未有诛杀，赐他做殿下的宫侍。现在龙首已经3岁了，也到了能伺候人的年纪，该来侍奉殿下了。龙首是他的名字吗？是的，殿下。他是太监吗？才3岁就阉掉了？不至于的，殿下。要成真正的太监，还要等他再长大些，那儿长出来了。3岁就阉，确实有些离奇了。前面3年你都在何处？回殿下，我在义父身边学着怎么伺候殿下。义父？你义父是谁？是蒋知贤蒋公公。自从龙首来了以后，常言和皓月2个就轻松多了。殿下最喜欢使唤他，什么跑腿打杂的活计全交给他。龙首倒腾着小短腿到处跑，累得气喘吁吁。不要，我要去！我从生下来就没离开过皇宫，让我出去一次嘛！哼，没离开过？你小时候还跟着许新书一起出宫看热闹，还跟着芳菲一起回家省亲，弟弟妹妹们才是一直没出过皇宫。你这小街溜子，已经进进出出好几回了。忘了吗？好尴尬哟。那又不是我主动想出去的，我又不能说话。想反驳，但反驳不了。是他想出去的，但小逆子确实说不了话。我那时候还小，没有记忆，已经忘了，都忘了，不算。真的忘了吗？我是没忘，但是正常的小孩子应该是忘了。阿耶难道还记得自己刚出生时候的事情吗？我就是不记得了，不记得就不算出过。我也要和你一起去禁院。其实禁院也算皇宫。啊？我怎么不知道？那是因为你傻，自己家的后花园你都不知道。等你再大点儿，你想去玩就去了。贝静珠勉强接受了，等人走了以后，他才反应过来，可恶，被诓了。等他长大，还用阿爷允许吗？他自己就能偷偷溜出宫了。他要争取的不是现在就能出宫玩的权利吗？果然太小了，还是玩不过这个狗暴君。今日秋猎，年纪大些的学生们啊，都被家中长辈带去了。知道你们今天也听不进去课了，今日一天就上骑射吧。他们在外面弯弓搭箭的，咱们也在里头活动活动。射箭挺好玩的，尤其是偶尔有成功射准时，心满意足的被静出，就是个有良心的乖宝宝。他对自己之前的无理取闹很是愧疚。阿姨，对不起，初初错了，你是为了我的安全才不带我的，我知道。那你决定怎么认错？赔我的小金库吗？可是我舍不得呀，给阿爷揍一顿。不行，好痛的。
要不我再去欺一下大母，这样就公平了。今日便讲女戒。学生不解，弘文馆中多为各府郎君，再者，弘文馆的初衷是教导皇子公主，现在没有皇子进学。先生讲这个是想教导公主殿下女德女训吗？据学生对陛下的了解，当今是不会想让自己的女儿学这些的。各位稍安勿躁，女戒毫无疑问是归属女子行为的书，但读一本书，只读它的内容，无疑是片面的。还记得之前讲过的吗？读一本书最好要了解它的时代、历史、作者经历，才能全面地理解其意。今日我们便从女戒的作者昭娘子说起。她所在的朝代，太后当政，而她作为太后的密友，自己本身也是手握大权，当时女子地位甚高，她家中不管男丁女眷，也是为官者甚多。可以说她自己一生所为和女戒毫不相干，为何晚年却要写一本规劝女子的书呢？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许是为了名声，他写一本书，表明自己之前的干政之事并非他本人所愿，撇清干系，铸造他贤德的清明。你说的有理。先生方才说那是太后干政，他写这个或许是为了劝诫外戚，想劝太后放权还政于地吗？殿下所言亦有理。先生说昭娘子家中女眷为官者甚多，写这个或许是为了约束家中女眷，担心树大招风，想低调行事。先生也说了，他写这个的时候是晚年了，史上英才晚年昏聩的不少，或许就是他晚年昏头了呢。不是没有可能，诸位方才所言都有理有据，透过那些史料，我们也无法判断出昭娘子写这个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这本书被写出来以后，如何理解就不是他可以控制的事了。这本书就成了一个工具，无论它的初衷是什么，到现在都变成了束缚女子的工具，矫枉过正。而为何女戒被大肆推崇，却没有男戒？就如同律法是用来约束平民的，而非贵族。人分3、6、9等，高低贵贱。诸位站在大乐的顶端，感受不到这些压迫，但我希望你们知晓，弱者一直受到欺压榨取，所谓高位者的高高在上，无限风光，都有在吸另一个群体的汗血。手握权力的人几乎都会维持并不断加固自己所在群体的权益，贵族维系贵族，男子维系男子，就看谁的话语权更大，不论是阶级还是性别都是一样的。你们知道后，是伸手援助也好，还是置之不理也好，都是你们的选择，但不要认为他们所遭受的一切都是生来理所应当。好了，下课。江夫子不愧是阿爷请来的大家呀！每次上课都觉得灵魂被洗涤了一样。饿了，给我也来一根。自己不带来蹭我的。周欢九干脆一人分了2根。殿下，您想听八卦吗？什么八卦？您知道羽尚书令3年前认回了一个流落在外的女儿吗？知道，就是那个差点有情人终成兄妹的小宫女，叫一果。那姑娘或许是因为流落过民间，胆子大得很，尚书令又纵容着，不似一般的官家娘子们。吕夫人要给她选夫婿，问她喜欢什么样的，她说那些人她都不认识，好不好的得试了才知道。于是选了一个，让吕夫人安排2人先试试。然后呢？殿下，您都不惊讶吗？世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就直接嫁了，谁会去试一试？名声多不好听，这也太随意了。京中现在对这位娘子的流言蜚语多着呢。就是嘛，不就相当于谈恋爱吗？其实我觉得直接嫁过去才是太随意了，万一对方阳痿呢？阳痿是什么？完犊子了，嘴上没把门，忘了皓月只是个6岁的娃娃。你觉得媒婆的话能信吗？那都是收了提亲人的钱的，话都是往好的地方夸，而且还是有根有据的夸大其词。
我就听说过，一个媒婆夸她介绍的郎君是个干净的小伙子，然后别人信了，嫁过去以后才知道，干净的是头上，那郎君是秃的。我不是故意的，功德加一加一加一。其实我记得还有一个，媒婆介绍女方在网上天天谈几10万的大单子，结果是搞诈骗的。不过说了他们也听不懂。皓月呀，你听着，以后你要是想成亲了，一定要先试试再决定，试都不试就嫁过去了，才是太随意了。你们也是哦。写策论，你不能只看那一句话，要展开，要根据朝廷的政策风向来论，明白了吗？这都第6遍了，你要是有一分良心的话，也该说明白了。可是就是不明白啊。99，没事的，你只是天赋不在策论上而已，但你算术很好啊。你有听过上天为你开了一扇门，就会为你关掉一扇窗吗？可是你和贝前2个学什么都好，为什么我就不行啊？可能我俩四面通风。要不找谁来拉踩一下？不行，这也是个6边形战士，只没有我学得快而已。但聂儿学兵法却是数1数2的厉害，好像真的没有人比99的策论更差呀。周欢九把背镜出，往他的座位推过去。这些都已经试过毒了，没问题的，可以吃。殿下，这白白黄黄的水是什么呀？是奶茶，就是牛乳茶。这牛乳和茶水从来都是分开喝的，牛乳有牛乳的甜香，茶水有茶水的清苦。你这样做完全是对茶的亵渎。哎呀，殿下用的是什么茶叶？是从阿耶那里顺的雨田龙井。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怎么了，钱小侯爷？什么东西能让你都如此痛心？殿下，赏我一小口呗。不能再多了，我自己也没带多少呢。很难喝吗？不是难喝，是太好喝了，是哪位御厨想到的这种喝法？以前从未有人想过，茶里竟然可以放牛乳，茶香和奶香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苦变成了清，甜腻被苦味中和掉，琼浆玉液也不过如此了。这个人的眼神好像饿狼，我不要和我抢奶茶。呀，这许承宙总是恭维楚楚，楚楚说什么都说好，你看他表情这么夸张，一定是演的。我好心分享喝的给你们几个，一个个的都不领情，不喝还给我，人家许承宙想喝呢。怎样？难喝，你们别喝了，但好歹是殿下的一片心意，你们都倒给我吧，我带你们喝了，免得让殿下伤心。你长点心吧，要真难喝，他怎么可能还帮你喝呀？这是诓你呢，肯定是好喝的东西。不愧是御膳房做的新东西，就是美味。什么御膳房？这是我让人做的。殿下真是足智多谋，连奶茶这种瑶池金波都能想出来。不就是一个奶茶吗？不至于，不至于。而且这个也不是我想的，我只是知道这个东西，就让人做出来了。至于，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饮子，真是有缘。这玉观音是香积寺的住持亲自开光的，就2尊，我阿娘沐浴焚香，斋戒了3个月才给我求了1尊，还有1尊被……没事，你们聊，我先去温习功课了。他跑什么？感觉慢了一步就有人打他一样。可能是说错话了，差点接了我的短呗。这东西是广德长公主送的，阿娘让我收下，说我靠她得了个爵位，以后要给她送终，她要送我东西，不收白不收。以前要是能得一个这东西，我怕是得把她供起来，在阿娘身边待了3年。我好像明白了，广德长公主以前为何那么歇斯底里了。能聊这么知心的问题，看来表兄是真把我们当朋友了。她似乎有她的痛苦，不像阿娘的日子过得舒坦。她忍受着丈夫送走了孩子到婆母身边，她过得很压抑。但我不明白，这些明明都是可以避免的，没有人逼她，她为什么要逼自己做一个好妻子、好儿媳？而这一切也不是我的错，为什么要让我来当她发泄的工具？最近我想明白了，因为我是她生的孩子，和她有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她觉得我不可能离开她，
无论他做了什么，他都对我有绝对的控制权。突然很想感谢当初果断的自己。哎，说到保平安，我这个玉观音远远比不上殿下身上的平安扣吧？听说这是国师所赠，众位皇嗣中也只有你有。只有我有吗？那还真是怪了。阿爷叮嘱过我，让我一定要随身带着。是要随身带着。摘星楼一向神秘，国师甚少牵扯红尘事，但比起虚无缥缈的神，国师送的东西作用应该更大些。因为没用的话，陛下会找他算账的。好有道理。严楚有没有通过第一关？通过了。命倒是大，你把他的身世告诉他吧，给他说清楚，他的生母因为私通被朕诛了全族。殿下，这是您的新暗卫，以后我们2人一同保护您的安全。你确定？他和我差不多高呀，这么小的崽子，我保护他还实际点吧。严楚才过了暗卫的第1轮选拔，还未学会隐匿气息和气势，所以看起来有些凶，但是身手还是不错的。暗卫的第1轮选拔是什么？回殿下，是将10个训练了一段时间的孩子关到一起，厮杀制只剩下1个。为什么你有面具，他没有？因为他不配。啊，好惨，一男主。你既然过了第1关，那身手应该不错吧？你来和我比一场如何？好。你干嘛？你们做暗卫的不是要对主子的命令言听计从吗？我要和他决斗，你快放我下来！确实如此，但陛下只是让属下保护您的安全，不是完全把属下派给你了。在保证殿下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属下才会听从殿下的命令。好吧，那我不打架了。严重，你们平时都是藏匿在哪儿的呀？你们平时就趴在房梁上？是。那外面呢？没有房梁的地方，你们藏在哪儿？树上。我没问题了，你们去藏着吧。是。等等，你裤子破了，屁股蛋子那里，红色的棉秋裤露出来了。殿下，上师局的人送您午后带的点心来了。进来吧。丹丫，你是没睡好吗？奴婢失态，是有些精神不好。严重，属下在。你先带着他回去练练身手。是。怎么就让他回去了？不是今天才来的吗？今天只是让你见一见，有些事儿不能让他听到，因为朕告诉了他自己的身世。你想要用他，就要保证他完全的忠心。这次正好是个测试的机会。你以前无聊时有一个当玩伴的小宫女，她最近起了异心，你注意到了吗？阿爷怎么知道？哼，小没良心的。阿爷对你的事一向上心，你想自己查，还是让阿爷直接告诉你答案？我自己查，我先练练手，不行再找阿爷，正好也可以试试皓月的本事。我可是有靠山的。巫蛊娃娃是和他住一起的小宫女说的。今日奴婢找了个机会，趁他们不在的时候偷偷溜进去，把枕头拆开了看，发现是一个布娃娃，上面画满了符文，所以奴婢怀疑是巫蛊。我与他无怨无仇，他也不可能知道我的生辰八字。他这是要做什么啊？害了我，对他又有什么好处？而且我明明是救过他的，算是对他有恩吧。他为什么要恩将仇报？难道运气真这么差，遇上一个白眼狼？奴婢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毕竟奴婢不是这么不知恩的人。想知道他的目的，或许要进一步的查探。不用查探了，他上次来送点心的时候左顾右盼，像是在我的寝宫里找什么，那就直接给他个机会。长烟阿紫，我来给公主送点心了。公主在孔贤妃处还没回来，我也有些忙，你直接进去放在桌子上就行了。我先走了。严楚伏在暗处，见一个小宫女走了进来，他四处搜寻着，拿走了桌案上的一张手绢。他应该阻止的，但却没有挪动脚步。长烟阿紫，你杵在这儿做什么？挺吓人的。你刚才在里面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就是把点心放了而已。就放个点心，能磨蹭这么久？三丫，殿下以前帮过你许多，你可不要反咬一口。长烟阿紫，没凭没据的，你可不要随意污蔑人。站住！丹丫，跟我进来。殿下，
殿下说话没有你反驳的余地。华三丫，殿下平时和气，对你好，你可别蹬鼻子上脸。再多说一句废话，我就直接让人拉你下去。张嘴了！严楚、严重，都出来吧。刚才他做了什么？偷走了一张手绢，就在他身上。长烟，找人进来搜身。不，殿下，奴婢自己交出来，不要让人搜身。你为何要盗窃？是奴婢贪财，奴婢知罪。皓月，这画风不对啊！为什么阿爷一个眼神，蒋公公直接就明白了？多帅啊！完整的说出来，感觉都没有逼格了。皓月好笨啊！把布偶拿出来吧。我们就算不是朋友，好歹也有些交情。我帮你不算多，小恩大恩也都是对你有恩。不论是做主子还是做玩伴，本公主似乎没有哪里对不起你。你为何要害我？奴婢没有想害殿下，只是什么？华三丫摇着头，还在负隅顽抗。既然你不愿意说，就让叶庭的人来审吧。只是你竖着进去，我也不能保证你是竖着出来。这是奴婢家乡的土方子，说是成功了，便可以换命。换命？你还想做公主啊？奴婢不敢，只是想蹭得殿下的一点点富贵的气运。狼心狗肺的东西，气运对人何等重要，你竟然敢觊觎殿下的，真是生米恩，斗米仇。既然查清楚了，你准备怎么罚？按规矩应该是满门抄斩。皇帝接来后在旁边坐下，也没有说话，静静地等着他思考。按规矩吧，阿姨。好，但是这个宫女朕要你亲自处决。若儿，阿爷发现一个问题，你对生命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知从何而来的敬畏。你似乎总觉得人命很珍贵，杀个人吧，初儿，没这么可怕。人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你如果想做一个开天辟地的公主，想实现你的理想，就不能把人命看得太重。杀了他，死得痛快，对他来说也是种幸运。魏静初可以下决定，可以判决华三丫受到处罚去死，但是亲自动手，亲自让一个生命消失在他手下，这太可怕了。他做不到，他做不到。唉，也罢，你才4岁，又心善，对你寄予这么重的厚望，是阿耶在为难你。初儿该是阿耶的掌上明珠，不讲为难的话就算了吧。单纯善良的小公主也可以幸福一生的。背后猛地回头，阿姨，我能做到。小女孩微微仰着头看过来，她目光有些涣散，透着些微的倔强。我能做到。贝恒心情复杂，他是不是逼他太早了？他还那么小，其实可以再等几年。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呼吸深了一下，强迫自己狠下心，他做不了一个普通的孩子。好，阿爷知道初儿是最勇敢的，但是还有一个人一起处理了，你能做到吗？严楚一双眼定定地看着贝静初，没有鱼死网破的挣扎，早已认命。他死了，人命真的不值钱，就连他以为是世界中心的男主也一样，他会逐渐僵硬腐烂，成为一具骸骨。他真的不想再在这个充满血腥气的宫殿待着。贝静初踉踉跄跄地撑起来，往外面走去。我一个人静静，你们回去。去弘文馆和咸池殿说一声，今日公主不去了，让她休息一下。殿下来了，师父等您许久了。师父就在里面，殿下进去吧。装神弄鬼。殿下，喝一杯吗？奇怪的人，你是怎么认识我的？那可就说来话长了。你可以长话短说。殿下面部沾了污秽，要擦擦吗？等我让人洗好了再还给你吧。不用还了，
留在殿下身边，等殿下偶然看到他的时候，或许还能记起有我这么一个人。不知所云，神神叨叨。本公主以前见过你吗？就说忘不忘的。殿下不离身的这个小东西就是我所赠，怎却记不住赠礼人吗？这平安扣乃国师所赠，你的意思是你是国师？不像吗？不像。听闻摘星楼的国师是个仙风道骨的老头子，可你的手看起来却是细皮嫩肉的，还骨节分明，修长细腻，完全是手控的福音。多谢殿下夸奖。笑笑笑，有那么好笑吗？所以我看着像假的，殿下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重要，只是在下不愿以假面示意殿下罢了。你的意思是老头子是假的，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可你头上戴着伪帽，也不能算以真面目示人吧？或许是臣貌若无颜，害怕丑到殿下呢。虽然声音好听，手也好看，但万一脸就不行呢？说的非常有道理。殿下似有心事，愿意的话可以给臣讲讲，我会为殿下保密。倒也不是什么需要保密的大事，男主和三丫的事不算什么，只是我第一次面对，冲击有点大而已，最多做2天噩梦。如果你知道一个人未来可能会害你，但他现在并没有做那些事情，甚至可以说得上一句无辜，那么我要先下手为强，杀了他吗？公主觉得呢？你这人真好笑，不是我在问你吗？你怎么反问我来了？殿下是君，我是臣，出谋划策的是臣子，做决断的是主上，所以公主要如何做，只能是您自己决定。你说的有道理，我觉得一些事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但这个可能是会改变的。人不应该为了一个猜测，为了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提前背负代价。就像一个人突然跑过来说，我是一个毁天灭地的大魔头，要我去死，拯救天下苍生，我只会觉得他是个疯子。殿下心中既有自己的准则，又是什么让你犹豫了呢？因为我发现那个人还是害了我，而另一个人却还什么都没有做。这原本的轨迹到底会不会真的走到那一步呢？男主已经死了，反派还会远吗？那个整天哭唧唧的小太监要怎么处置？或许我还是做不到将未来的惩罚安在现在的人身上，我能严惩对我不利的伤害我的人，但他毕竟还什么都没有做，我想给他一个机会，在没必要的时候，我对杀人没有兴趣。既然做不到，就没必要逼迫自己，而且你看到的未来也不一定就是真相，不是吗？殿下心情烦闷时可以来摘星楼坐坐，就把臣这里当做一个茶馆好了。可是你这茶不好喝，一喝就尝出来是陈茶了，放了多少年了，一点都不新鲜了。又是一阵无语。国师起身送客。拜拜了您了。殿下进了摘星楼，属下进不去，出来以后殿下的状态就好了许多。行，下去吧。陛下，太后闯进来了，请太后进来。恒儿啊，说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一身是血？猪猪，你怎么了？听说你出事了，怎么回事啊？是你又闯祸了吗？陛下这次终于忍不住收拾你了吗？好可怜啊，猪猪！谣言到底是从谁开始传的？殿下，你要注意身体哦。好的。最近天冷，不能因为贪凉就不加衣服了。好的。很多人都关心你的，你染了病，很多人都在担心的。好的。我觉得不会是你染病那么简单。昨天周欢九和雷念尔慌得像是你要驾鹤西去了一样，要只是染个风寒，他俩没这么着急。当然，如果是不能说的秘密，我也不会瞎打听的，听听你心里在想什么就知道了。反正我都能听到。嘿。他说完了昨天发生的事儿，贝钱听完后有些疑惑。所以你为什么会把下人的命当成命呢？这本来就很奇怪，用来伺候主子的而已，不好用就打发了，不听话就卖了或者调教，犯错了直接杀掉就好，为什么会有负罪感？那如果是你身边的亲友做错了事，你能随意处置吗？怎么能一样？
平民、奴仆怎么配合权贵相提并论？你要实在是心情不好，表兄带你出宫散心去。正好今日正月15，京城不宵禁，街上灯火万家，很是喜庆。你有办法带我出去？没有。那你说什么大话？我负责带你玩，你要是能出宫，我就招待你；你出不来，表兄也爱莫能助哦。陛下，大公主算上虚岁也才5岁，此时就赐封号封地，是不是太早了？早给晚给都是要给的。可是公主们都是成年才赐封号的，大公主的年纪实在是太小了，她也不一定就活得到成年呀。陛下，封邑一向是亲王才有，给公主赐封邑，岂不是味同亲王吗？于理不合，实在是于理不合呀！此事无关社稷，不会对大越江山有影响。大公主是陛下的长女，何等贵重，味同亲王又有何不可？反对的人不接受有何不可？他们人坚持祖宗的礼法，捍卫着自己守了一辈子的信条，眼看着就要吵起来。再多说一句，你们就可以告老还乡了。还有人拿着祖宗礼法说事，朕就送你们下去见祖宗。那么多国事堆积着不处理，一问就说没办法，找你们有事儿的时候恨不得躲得远远的，一到这种不重要的细枝末节，一个个就跳出来了，满口都是祖宗家法，都是正气凛然的魏道士，正直不屈的士大夫。早朝听你们在这里说废话，朕还不如多睡会儿。朕已决，此事结过。下件事儿，奏上来。陛下是真疼这个女儿，本来以为她盼儿子盼了许久，应该更疼皇子才是。没想到人才4岁就想着给她封邑了。大公主该是大越史上最早有封号的公主了，之前让你接近她果然没错，你要加把劲儿了。按这个势头来看，只要你能得到她的青眼，成为驸马，不管你有没有本事，就算你是个废物，陛下为了女儿也能把朽木包金。怎么了？不顺利？殿下很好，对我也很和善亲近，但我总觉得不是因为我怎样，而是因为我送了他许多值钱的东西。不会吧？皇室富贵，大公主竟还是个贪财的？打开看看。哦，给我封邑呀？什么？给我封邑？意思是说天雾以后的税收都给我啦？也不是都，地税会给一部分交于殿下。我去，发财了！阿姨真好，谢谢阿姨。贝静初很高兴，高兴的像是忘了什么，直到午膳都吃完了，他才勉强想起来。阿姨，我想出宫玩去。好像没有发挥的余地耶。那我要凌晨才回来，我要看灯会。这次总不能痛快答应了吧？要是他不同意的话，我就……那我还要带上聂儿他们。好。可恶，我真的没法闹了，感觉有点憋屈，是怎么回事？我只说了招待你一个人，你给我带这么多人。公主殿下，想要你表兄命可以直说，不用这么委婉。那你就只管我，我管他们行不行？你不是暗卫吗？现在改明卫啦。今日元宵，街上人多，属下容易隐匿，但不容易看到殿下。毕竟您很矮，容易被人群淹没。停！他们脸上洋溢的笑意，究竟是庆祝着节日，还是庆祝又熬过了一个寒冬？你来干什么？我不想见到你！你走！打你！他冲上来推贝静初，贝静初稳如泰山，没被推动一丝。被烟雨生气了，直接就开始踢踹起来。烟雨，你在做什么？你们动一下本公主试试。我在教育妹妹，谁也不能插手。突然发什么疯？坏人！你欺负我阿娘，你让我没有阿娘。阿娘被贬为才女的杨氏，这几日总是能偶遇杨才女。为什么弟弟妹妹都有阿娘，只有我和长子没有？我以前以为我和长子都是被阿爷捡的，原来我是有阿娘的。她
下说都是你们让我没有娘的。言语，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你见你阿娘吗？因为你阿娘以前想杀了长子。你知道杀了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死了，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再也见不到了。你想长子死吗？我不要见不到长子，我是长子的小玩具。怎么还记得这茬呢？我现在明明没有说了呀。所以阿姨和长子都没有让你见不到阿娘，只是让你小时候见不到阿娘，是不是特别好？那长子是坏人吗？人小就是好，还是那么好忽悠。常言，你去找方贵妃说一声，杨才女挑拨公主间的手足之情，让她禁足，不要再接触二公主。把二公主带进来。此子坏，不要管我阿娘，我要阿娘，言语阿娘。言语，别哭了，有话好好说。但完全没用，贝静初直接反手把贝烟雨按在地上，开始揍屁股。皇帝默默地移开了目光，忽视二女儿的哭声，继续用膳。皇帝把被暴揍一顿的贝烟雨留下来用膳，小女孩抽抽搭搭的抱着胳膊等人哄，但是父女俩专心干饭，没人安慰旁边的委屈包，两个还非常坏心的先吃贝烟雨喜欢的菜。贝烟雨终于急了，只能蹭起身来夹想要的菜。刚刚什么玩意儿过去了？哦，原来是我的又一个漏风小妙啊！你为什么不拿你长子的？分明他离你近些。我不敢。所以你就敢讲真的？阿叶不会打我，但长子会打我，而且长子打是真打啊！哼，知道我要打你，还敢跑到我眼前来闹，长子倒觉得你是挨揍挨赏了。长子，阿娘和我说了，以后不会害你，不管他好不好。他的保证要是真的，就不会教唆你，让你来与我为敌。你一个才3岁多的小娃娃，骂也骂不过，打也打不赢。我要是真的厌烦你了，看你不顺眼了，日后针对你，你能讨得什么好？一看贝烟雨那懵逼的大眼睛，贝静初就知道这小屁孩没听懂。仇人呢？你阿娘被放出来，可能会伤害到长子，你要他，还是选长子？一定要选一个吗？他喜欢长子，可也想要阿娘啊。他强行闯进去看杨氏，5、6次也有1次能成功。虽然他闯1次就会挨一顿长子的揍，多来几次后，贝静初都懒得揍他了。殿下，杨才女被禁足，无诏不得探望。殿下是什么人？别说是禁足的，就是陛下的御书房都能自由进出，你也敢拦着？无诏不得进，谁来都一样。好家伙，你们是拦了，只是没拦住，对吧？我总算知道那熊孩子是怎么进去的了。你去找贵妃要手令。哼，大公主见到长辈也不问安吗？连礼数尊卑都忘了？殿下的教养就是这样的吗？果然是。礼数你是长辈，尊卑是我尊你卑。我就是不问这个安又能怎样？你还能对我做什么不成？你现在唯一会的就是教唆你的女儿和她的长子作对。你果然是怕了，我就知道让烟雨对付你是有用的。都是公主，谁又比谁高贵呢？要是我的儿子没死，哪里有你叫嚣的地方？都是你让我家破人亡，我杨家满门都死了，你凭什么能够安宁快乐的幸福长大？所以你别忘了，烟雨现在是你唯一的亲人了。你不怕死，你要报仇，那你不担心女儿，担心你现存世上唯一的亲人吗？你想说烟雨也是公主，也是陛下的女儿，我能把她怎么样？是不是？天真！我是被陛下亲自养大的，4岁就有封邑。你不会还不知道吧？消息闭塞成这样，大约是出过有实权的公主的。杨才女，你猜，按这个势头，我会不会是下一个？
一个普通的公主和一个手握大权的公主，你猜我弄死她究竟会有多难？退一万步，就算我无能，陛下为了我不受委屈，会不会给我找一个位高权重的驸马？现在我们还小，差别不大，但烟雨真的和我结仇，未来被我针对，你觉得他会有好下场吗？别说以后了，就算我现在直接拿把刀抹了贝烟雨的脖子，你觉得陛下会为了他杀了我吗？为了一个死去的女儿，处死他最偏爱的长女？最多是夺爵囚禁，时间一长了，陛下也就心软了，到时候我再哭一哭，装作悔过的样子，给阿耶认个错，就什么事儿都没了。最多是少了封邑，我还能继续过现在的快活日子，你信不信？大公主，是我的错，千错万错都是妾的错呀！殿下，烟雨还小，她是被妾挑唆了才敌视您的，妾以后再也不会了，一定会让她恭顺长子，不会再与殿下作对的。您对妾身要杀要剐都可以，别计较烟雨之前的冒犯。小雨儿，过来，来长子这儿。长子，你别这样，我害怕。救命啊！长子被妖怪附身了。因为他突如其来的柔和了一下，贝烟雨被吓到了。这2天乖巧得很，都不用他去公主殿找人，每天散学后就屁颠屁颠的跟着一起去宣誓殿，端茶倒水的，殷勤的不得了，小狗腿子的模样看得皇帝牙酸。皇帝把悠闲被伺候的贝静初和从小就要给长子捶腿的贝烟雨拉起来，一起去给太后请安。这一颗橘子啊，分外的甜啊，恒儿也尝尝。确实格外甘甜，初儿也尝尝。真是甘美。烟雨也尝尝。贝烟雨不疑有他，直接插了一块大的。我好酸。被烟雨酸出痛苦面具，另外的祖孙3人纷纷吐掉刚才含在嘴里的酸橘子。太后封慈大长公主携其女九阳县主，还有外孙求见，已经领到仁寿殿外了。让他们进来吧。大母，阿耶的姑姑，我该叫什么？姑祖母就行。外子被调任回了京城，回了京，妾也是该带着孩子们来向阿嫂请安的。这位是陛下的长女天雾公主。姑祖母安，表姑安。天雾公主安。九阳县主的丈夫是齐家的郎君，因为天雾公主的生母齐氏想调换皇嗣，被珠帘刺死了。是他害死了阿耶。九阳县主捂住了儿子的嘴，朝着太后连连请罪。太后也不好再罚，挥挥手让他们离开。哎呦，不速之客，要是有事对大母说，肯定刚才就说完了。那等在这里，多半是冲着我来的，真晦气。齐氏犯了错，导致齐家被株连，这几个傻逼是怪到我头上了吗？天雾公主见到长辈都不问安的吗？刚才不是问过了吗？我觉得才一会儿的功夫，各位总不至于出什么意外吧？你，阿娘，姑祖母见谅，我不喜欢有人用手指指着我，换个人我就剁了他的指头了。不过您是长辈，我不能这样对你，所以请你收回你那无理至极、没有丝毫教养和风度的手指吧。你是恨我作为被害的人，牵连了你的父亲，让你失去父亲，对吗？没事的，一切总会过去的。轻舟已撞大冰山，等你明天更不好了，你就会发现明天也挺好的。毕竟之后你再失去的就不只是父亲了。别做这个表情，丑死了，丑到我的眼睛了。你说什么？说你丑啊。真不知道弘文馆现在的夫子都是怎么教的。你开始读书了的吧？不评价贬低他人相貌的礼数都不明白吗？自然是知道的，我平时不会攻击别人的长相，
除非别人的长相先攻击我。其实他也可能是耐看型的，只是我没什么耐心。哼，垃圾，没一个能打的。好久都没吵过架了，爽啊！阿娘，孩子他头吃疼，噎着了，快来帮忙啊！把他喉咙里的东西拍出来。再怎么说也是一条人命，他直接上前挤开这些碍事的人，双手抱紧小童的胸腹，一下下的大力挤压。殿下，你让开，我们要救你表兄的命。等这一关过去了，表姑带着你姑祖母给你赔不是，你要怎么样都好说。先让开行吗？你让开！你害死了我丈夫，又加害我的儿子。今日我儿子要是因你而死，就算你是公主，我拼了这条命也会报仇的。话音刚落，小童喉咙里的糖块被挤出来，掉到了地上。朝爷，手帕，快点，我不干净了！他的口水和鼻涕滴到我袖子上了，他爷爷的恶心死了！给我手帕！救命啊！我要阿姨！我要洗澡！外祖母，就是他救的。那个糖一直卡着我，你们拍我根本没用，我以为自己要死了。然后他来勒我，感觉就有什么东西把糖挤上去了。你们都不知道我那时候多激动，多想哭。终于能活过来了。罢了，母亲，人总是要向前看的。夫君就是死了，活不过来了。天雾公主何等受宠，和她作对，陛下不会放过我们，到时候还要连累你。现在她又救了孩子的命，我们就放下过去吧。放下是不可能的，既然进了宫，当然要去好好收拾下冷宫里的那个贱人。就是因为他，让我儿年纪轻轻就丧夫，让我外甥出生没多久就失去父亲。小的这个不能动，难道大的还动不了吗？妾身拜见殿下。与娘子请起。徐家送的是余家的礼，这是妾身对殿下的心意，还请殿下笑纳。妾身有些事想与殿下私下谈谈，不知您能否赏脸？行吧，一盏茶的时间，有什么事说吧。其实有事求殿下的，不是妾身，而是这位谭娘子。拜见殿下。哦，谭家我记得，就是收养一果当童养媳的那家人。我记得一果被认回去之后，尚书令给了他们一笔钱，这家人作为启动资金去经商，现在势头极好。看来这姑娘是知恩图报，为了帮谭家人来找我的。但是找我干嘛？妾身是给您送钱来的，希望自今日起，每个月将谭家经商所得的利润分2成给殿下。我得到这些需要做什么？您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每个月派人以您的名义给妾身寄一封信便够了，哪怕信封里连一张白纸都没有。才2成的利，就想买天雾公主的庇佑和名义？谭娘子，你是不是太贪心了？还是当本公主是傻的？殿下恕罪。本公主的名义，天下富商不知多少人都想要，用1掷千金来形容都是收敛。2成利，我就是要9成利都不过分。毕竟我给你们带来的好处，可不只是9成的利润能买来的。整个大越，除了陛下的私产，就是首富也得给你们让路。你谭家背靠尚书令，不是谁都能轻易得罪了的，所以你们4年就能积累大量的财富，成为京城首屈一指的富商之家。如今想投靠我，莫不是你们家出了一些麻烦，连尚书令都解决不了，用我的名义给你们收拾烂摊子？别想着敷衍我，对我撒谎，你只有1次机会了。我时间有限，没兴趣陪你们玩你说我猜的游戏。回殿下，谭家并没有出事，但人往高处走，谁不想更进一步？能得殿下庇佑，自然好处良多。如果殿下肯伸手，谭家以后皆听您差遣。你知道何为投靠吗？你们家的账目、资产全都要给我过目，
你们整个家族都要听我的管束，不得有一丝违逆，因为我不会允许你们借着我的名义给我惹麻烦。不听话的有一个杀一个，这些你能做得了主吗？还是说投靠我是你家中长辈的意思，因为他们觉得我年幼好拿捏？不敢隐瞒殿下，如今家父重病，妾身在与兄长竞争家主之位，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殿下接受了妾就能做得了主。好一个聪明的人，空手套白狼，但我能得个源源不断的钱袋子也赚了。若妾成为谭家家主，那么90%的利润皆献于殿下，谭家之人全听殿下赏罚差遣，资产账目也全交由殿下过目。跟着我也要让你们吃饱油水才是。你选对了人，我对自己人一向不错，9成就算了，7成便可，那2成便算作个你成家主之喜吧。妾身谢殿下。行了，你们先出去吧。失陪了姨母，看天雾公主似乎闲下来了，我去找她寒暄一下。好，天武得陛下疼爱，你是该多和他相处一会儿。你是他的表兄，最好来个亲上加亲，你的后半生也就不愁了。姨母多虑了，我的亲事自由我母亲来做主。阿娘，兄长不听您的话，还有儿呢。儿长大后的婚事由您全权做主，妻子就挑您喜欢的，儿只要他能服侍好阿娘，儿就没有别的要求了。我做主？哼，难道不是因为靠你那最敬爱的父亲，根本没有好人家愿意把姑娘嫁给你吗？刚才怎么回事？姑母跟你说了什么？你的表情让我以为宴会的食物不够你吃的，要吃人了。别提，打住，别问，他也可怕了。今日的菜式倒是新奇，风味俱佳。不会又是你想的吧？不会吧？还真是你想的？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就让人做来试试，好吃吧？今天你不是第一个问这个的，好多人都问我菜是怎么做的，他们都夸我可聪明了，味道极好。我记得我没给你们这些小孩备酒啊。你要不要看看我俩的身高，再看谁是小孩？不是酒，是奶茶。你在吃食一道上确实总能标新立异，我觉得奶茶才是养生之宝。牛乳是好东西，茶也是好东西，所以2种混在一起。可是2样混在一起对身体不好啊。2种都很好，为什么混在一起不好？因为什么呢？脑子好像不够用了，完了，反驳不了，溜为上策。表兄，你要是找我先过去了，你自己随意啊。兄长，表弟好。小钱，别以为你换了一个母亲就能撇清关系，你身上流着和我一样的血，这是你不承认也不行的。正是这个事实让我倍感恶心呢。亲生的兄弟总是天差地别，不过以前我是弟，现在你是地下的那个。这里人多，我们不要在天雾公主的册封礼上当众争执，你敢不敢和我走远一点去？兄长，你为什么推我？为什么不照顾好弟弟？兄长，宫宴伤人，你完了。伤口不够深。就算现在母亲不喜我，破坏公主典礼，残害兄弟，以大欺小，你也吃不了好的。血流的不够多，不够激起他人的同情。既然你叫我一声兄长，那兄长就来给你上一课，教你一些道理。这才叫残害兄弟，这才叫以大欺小。这样的伤才足够引起同情。刚才的那点口子，要是不快点叫太医，估计已经愈合了。不用感谢我，毕竟你唤我一声兄长。弟弟，你知道名声的重要性吗？一个在你心里高风亮节、温文尔雅的君子，和他有仇的人突然说他做了坏事，你会信吗？大家会信吗？求殿下给鄙人做主，被前在您的典礼上动手伤人，一点也没有把殿下放在眼里，这种人一定要好好惩治。钱表兄也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自然是臣被陷害了。殿下您知道，你表兄我是个正人君子，光明坦荡，怎么可能背后伤人呢？手法还这么拙劣。正人君子，光明坦荡，
你确定吗？你要告人，总得拿出证据。我受伤时只有我们2人在场，还需要什么证据？难不成这么严重的伤是我自己弄的吗？表弟，你可知苦肉计，谁主张谁举证？你拿不出证据，便在此胡搅蛮缠。偌大阅读案是只看谁嫌疑重，岂不是乱了套了？确实，玉表兄，你要说是钱表兄伤了你，就需要证据，人证物证，有一样也好。殿下才4岁，遇事难免不会处置，不如还是找贵妃主持公道吧。小怎么了？4岁怎么了？4岁也能把你按在地上摩擦，看不起小孩是不是？行，你要大人来是不是？皓月，出去让人请贵妃、乾宁和广德2位姑母也一并请来。母亲和姨母来了也没有什么用，就别请他们来了吧。少小郎君，这次天雾公主册封礼，陛下让一切事宜都由她自己做主，本宫也只是从旁协助。公主年纪虽小，处事却并无不妥。本宫来了，也是和她一样，没有证据你指控不了，你不该因为她的年纪便质疑。咦，好帅，爱了。我是你的捏捏乐吗？钱儿，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姨母，受伤的是他，是你的儿子。赵玉，你的伤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和你兄长在一处？他又没有事。阿娘，我遇到了兄长，想找他谈心，没想到兄长对我不满已久，把我的头推到树上砸，那里现在还有一个血坑呢。赵玉，钱儿不是这样的人，你现在真是越发让我失望了，竟然开始污蔑你兄长。他这么乖巧善良的孩子，怎么可能推你？而且你为什么要趁着你兄长走的时候离席？你向来看他不惯，怕不是你设局污蔑，来个拙劣的苦肉计。所以阿紫要管好自己的儿子呀。钱儿从不是没事找事的人，所以是谁做的已经很明显了。他明明就是没事找事的人，我和妮儿他们都烦死他了。小外甥，撒泼耍赖不是这样玩的，你拿不出证据，只凭猜测就要定你表兄的罪，那姨母看就要猜测你构陷他人了。这样猜猜嘛，来，大家一起猜。今晚姑姑的精神状态真是无辈楷模。那断案也是要查的，我就告备前公宴伤人，请贵妃查案。你算个什么东西？受了点伤还要麻烦宫里来查，不服的话自己去大理寺告状。我们还没吃多少东西呢，不陪你玩了。备前，出去玩去。今日交友的好时候，别为不值得的人浪费机会。钱儿，阿紫，你正常一点。钱儿是个守礼的孩子，所以才忍着你那自以为是的补偿。你给他的总是他不想要的。再如何，你现在只是姨母了，请你记住，钱儿是我的儿子。钱儿，我们走。贝之若，你疯了！你做什么？你住手！贱人！拿火盆来！贝之若，你怎么敢？那是先祖！你他娘的住手！给老子住手！走，去赵家祖坟鞭尸。疯了，简直疯了！贝之若，他疯了吧？去找贝谦，去咸宁长公主府。姨母住手！大母做错了什么，竟让您开棺暴尸？你不认父不认母，倒是还认他这个大母。就是因为他抢走了你，害得我和你生疏，让我对你不好，才让我们母子走到如今的地步。你为什么要拦我？我也是在给你报仇。姨母，我不想再听你叫姨母，你再用这个称呼，不正是提醒我没有放过这个老妖婆的理由吗？广德长公主，其实我理解你以前偏心赵玉，你说的没错，自己照看大的孩子感情更深。同样的道理，我对大母也是有感情的，而且很深。广德长公主，我绝不会让你冒犯他老人家的尸体的。你说你这么客气做什么？来了做客，表兄就很高兴了，还带什么礼？是先生布置的策论，让我给你带来的，说是你还没走，今天的课业还是要做。什么叫你没走啊？你要走了吗？去哪？不是，哪有人空着手上门的呀？那什么，
咱俩什么关系？我可是你最亲的表妹啊！上你家还带东西，多生分啊，是不是？一点都表现不出我们的兄妹之情。你看看你出来也不出头，拉个脚丫子就来了，我也没说什么，是不是？送他东西肯定不能送便宜的，送贵的我多心疼啊！把它卖了都卖不了这么多钱，就说是因为感情好，他会相信的吧？我信你个鬼！臭小丫头，骗子坏得很。我通过了考核，要去博堂了。哦，我就说走什么？先生说他要走了，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那个走。你说清楚，是哪个走了？你好像才11岁。对啊。你好像进弘文馆才4年。对啊。可是正常人升博堂要学7、8年，甚至10年学满。所以我不是很明白，4年就能学完的东西，为什么要学7、8年呢？难道是他们觉得自己基础不牢固，想多巩固一下吗？救命！这人好不要脸！表兄，你这样说话是会挨打的。开玩笑的，你学东西比我快，追上我又不难。我当然知道了。还有你说，我只是为那些被你烦到的同窗们鸣不平而已。浪费感情！我烦到谁了？我哪里烦了？以前本想着，若严楚是个得用的，你有2个暗卫轮换着来也够用，但现在不行了，阿爷再给你一个。而且严重到底是男子，你若是沐浴或是如厕，他不能跟着。属下严昭，拜见天雾公主。等，沐浴跟着我就忍了，如厕就不必了吧？为什么不必？如厕正是人没有防备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容易被行刺。他国有一个君王，就是被刺客从粪坑里钻出来行刺，一刀捅穿了会处。世上竟还有如此死法！你学了史书，还记得景公是怎么死的吗？掉进粪坑里淹死的。景公统治的时候已经是700年前了，没有现在使用的这些工具。现在我们解决那什么的时候，也不会在那什么坑旁边蹲着呀。不行，这是底线，比人格还重要。有人看着我是解决不出来的，没被杀死先被憋死了，不要，绝不！被静初努力的抗争许久，终于取得了胜利的结果。殿下，你在做什么？我来给堂子送练习的材料。堂子的算术一直很好，尤其是账目类的题目都是信手拈来。我觉得你简直潜力无穷。弘文馆布置的一定不够你玩的，我这不就给你送了吗？现在不会没事，多练练，以后就会啦。哎，堂子！啊！我不会布置个任务把他给吓死了吧？我知道是有点压榨的嫌疑，但他不是还没开始干吗？救命啊！我压榨死人了！皓月，传太医，堂子要死了！殿下，不用太医，给我糖，我的荷包里。这症状好熟悉啊，感觉很像低血糖。这真的是低血糖吧？小小年纪身体就这么虚？还是一个结果啊，就是老毛病。我天生心脾两虚，患有肌饱劳之症。真的是低血糖，好可怜的仔仔啊！那堂子就休息吧，半个时辰够吗？不能再多了。人不管是为官入仕还是经商等等，当然你的未来只能是为官，不论如何都是和人打交道，了解人性才是最重要的。别聊了，妹妹回来了，我们快出去接人。是姑妹回来了，她再不回来，我都要忘记她的样子了。这丫头也不先寄个信回来。阿爷，那真的是姑妹吗？是的吧？妹妹，阿嫂、兄长，还有宙儿。好，安全回来就好。宙儿，姑妹回来，你不高兴吗？我记得我走的时候啊，你还流着鼻涕哭着，说舍不得我走呢。姑妹怎么不寄信，突然就回来了？我们都没有做好迎接你的准备。就回个家，需要什么准备？其实我寄了信的，但可能信还在路上。
圣上说，今年京城周围的良田收成极好，国税丰盈了不少。经过时间的检验，我的功绩已经出来了。圣上决定公布成果，并封赏我，并把我召了回来。唉，好累啊，兄长，我先补个眠啊。众位卿家，以此人功绩位列公侯，应当不为过吧？陛下圣明。除了封爵，朕还打算让此功臣入住司农寺。陛下，如今只是京城的粮产有了增长，此时直接封国公，那么举国粮产皆增的时候，岂不是封无可封？大越从来没有异姓王的先例。臣请奏，先封侯爵，等功绩更盛之时，再由陛下赐国公之位。陛下，此人功绩实在骇人，也是卓绝之能。若以功劳论，别说司农四卿，就是臣这个尚书令也能给他让位。但司农四卿主要是管理之才，高人对农田之事甚精，管理之才如何却还未知。不过给低了也配不上他的好功绩。正好少卿之位空了一个，臣以为少卿之职最合适。钟书令，你今日怎么不说话？这不像你啊。被点名的许兰七尴尬陪笑，他哪儿敢说话？要是他插嘴，让妹妹的封赏降低了，回去怎么有脸见他？要是他出言要提高封赏，安的又是什么心？要他说，陛下就不该把自己也喊过来，不就是想看他心虚的样子吗？简直恶趣味。此人劳苦功高，朕有意赐国公之位，并授司农四卿之职。那就让他进来吧。选中书令许兰七之妹，许新书面圣。众臣们都看向许兰七，好你个老阴逼，不声不响的放个大的是吧？许兰七避开一些好友谴责的目光，他也不能提前泄露消息是吧？祖坟非要冒青烟，他也不能去灭了呀。陛下，这莫不是找错了人？能提高粮产的奇才，怎么可能是个女人呢？这位民公，请问奇才并不能是女子，这个结论是如何产生联系的呢？女子本就浅薄愚笨，自然不可能。诸位信任也好，不信也罢，事实就摆在各位眼前。难道陛下会撒下弥天大谎，就为了给我一个封赏吗？陛下，许娘子确实功高，理应封赏，就是封县主、郡主也不为过，但封国公，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更不用说任职司农四卿，这世上哪有女子做官的道理？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要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祖宗家法，让朕放弃一个奇才，让全天下的百姓饿肚子，让我大越失去这一个屯粮屯兵的机会，用大越的国运去换你们坚守的酸儒之道。臣不敢。朕看你们敢得很。陛下，臣等的意思是，许娘子可以继续理农田之事，只是不正式的入朝为官。怎么，继续说呀？你也知道自己说的不是人话了，不给官位，不给俸禄，就要让人干活，你可真是比吸血水蛭还厉害。身为大越之人，本就应该忠君爱国，为国分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国效力是多大的荣耀啊！不给官位和俸禄又怎么样呢？难道说许家对大越不忠，连这点奉献都不愿意吗？陛下，此人简直居心叵测。按他的道理，忠君便应该不论权钱。他既有如此觉悟，真是大越之福啊！那请陛下削了他的官职，正好给别人腾位置，俸禄也能省下一笔，拿来给小妹正合适。钟书令，你太过分了！陛下，臣不是这个意思呀。不是这个意思，在别人身上就是这个意思，轮到你就不是这个意思了。老家伙，你对人对己的标准不要差得太多。开了这个先例，岂不是后来的女子都能进仕途了吗？进就进了，都进了又怎么样？切，话说的真是一点都不考虑后果。那大越的人丁怎么办呢？谁来生孩子呀？说的好像天下的女子都能进官场一样，儿郎们能金榜题名的，
在全国占几成？再说了，你家孩子20多个，做官也没影响你生孩子呀。若为官入仕的都是许娘子这般人物，就算他们全加起来不休息，大约也多不了几口人。可把他们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却能让不少本该饿死病死的人口得以存活，臣以为可行。你们说的各有道理，这样吧，直接给许娘子封国公之位和司农四卿之职，确实过头了，只能委屈许娘子先区区侯爵，任司农寺少卿之职了。区区？你用词真的准确吗？你们适可而止，朕已经退了一步，你们不要蹬鼻子上脸。中书省拟旨，门下省颁布，许仙书封定昌侯，并任司农寺少卿。同时，他和皇上之前的传闻也被解开，两人的爱恨情仇早就私底下翻了好几个版本了。什么霸道帝王的在逃小皇妃，震惊！天雾公主亲娘竟是他，君夺臣妻被下堂后，他流放了前夫一家。直到今天，这个流言才终于被解开，一些人甚至有些失望，磕的 CP 竟然是纯上下级关系。这些瓜给贝静初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里面的男主角要是换个人，贝静初都要信了，甚至还会磕一口。他阿爷只是被绿过，可从来没有绿过别人，好吗？看完这些东西，这几天贝静初看皇帝的眼神都不对劲儿啊，把皇帝看得毛毛的。偏偏他脑子里乱乱的，一阵杂音也听不出来什么东西。你回忆一下，朕最近是哪里惹了他吗？谁呀？初儿啊。您经常逗公主生气呀。人好像是没有婴儿时期记忆的吧？我是不是装一装不认识他？可是天雾公主，还记得臣吗？臣在你小的时候还抱过你呢。好老套的搭讪小孩的台词啊！幸好我是社牛。这是你许子子，是许承胄的姑妹。许子子好。皇帝问他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难处。路上倒是也没什么难事，有钱能使鬼推磨，陛下赏了臣那么多钱财，傍身是绰绰有余的。唯一的不方便就是那些金子太重了，搬来搬去的麻烦不说，还容易遭劫匪觊觎。所以臣的马车破损了也不去修，有一个原因是为了装穷。徐子子，你为什么不存钱庄呢？啊，钱庄是什么呀？就是那种你在京城存了钱进去，凭借一张存条，在另一个郡县也能取到钱的东西，而且他们还会给你利钱。看他的样子，可能现在还没有出现钱庄这种东西。可能是我记错了吧？那镖局呢？你可以先带一部分走，然后剩下的定期让镖局给你送一部分啊。镖局是什么？天啊，大约这么落后，连镖局都没有吗？亲生的，打坏了没有了。镖局就是雇主花钱请队伍押送重要物品的地方。我不是带了侍卫吗？一样的。不一样好吗？算了，说不通。我靠，发财的机会来了呀！常烟，传谭娘子入宫，我有要事和她交代。殿下恕罪，这实在不妥。本来替人保管财物便是巨大的风险，要是弄丢了、失火盗窃什么的，如果存的人多，就是谭家现在势头再好，赔钱也是要倾家荡产的。再者，您的意思是我们要帮他们运送钱财，这又是一大笔数目，还要给他们利钱。虽然您定的利薄，可加起来便是一笔庞大的开销啊。殿下心系百姓，想要福泽万民，切理解。但你在想什么？那给出去的利钱固然多，但商人最擅长的是什么？是钱生钱。那钱怎么来？仅靠一家两家的资金，哪有那些加起来的多？他们的钱放在你手上，不是砸在你手上。聪明一点，这一大笔金银握在手里，你不会去干点别的？可是，若是赔了本，那些钱财还不回去了怎么办？谭娘子，从商一事，
每一次的生意都有风险，风险越大，利润越高。这一点还要我教你吗？你如果瞻前顾后，止步于此，害怕那些失误的可能，或许谭家要换一位家主了。殿下，是妾一时糊涂。好好的，怎么坐着都能摔？是不舒服吗？突然觉得自己这样说话好欠打。只要别人取的时候能成功还回去就行了，别影响咱们钱庄的信誉。而除了钱庄，我还有另一个想法，镖局，而且先开镖局比较好，毕竟这个的成本低很多，而且让老百姓相信他们的钱放在你谭家不会丢，你就要拿出守住他们的实力，比如先把镖局的名声打出去，一步步来吧，我有等你的耐心。发布任务：阻止许新书死亡，奖励积分5。阻止许新书死亡？这什么东西啊？他又死了？他怎么又要死了？他是翠翠莎吗？殿下，不好了，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我们现在先去找司农司许少卿。殿下，就是许少卿的事儿，奴婢方才和一个太医院的小药童闲聊，听说今儿早上中书令家递了牌子，到太医院请了一个大医去看诊。中书令和许少卿二人高烧不退了1晚上了，许少卿身边的女医没治好，请了郎中也没治好，反倒愈发严重，现在性命垂危。我的老天爷呀，什么情况？阿爷，许子子性命垂危，快请太医会诊。什么？可是遭歹人毒手？不知道啊，阿爷你先下令把太医都带到许家去。对，蒋知贤，你去御医署传朕的口谕，召集所有太医去许家。阿爷，不是许家，在蓝田别业。好，去蓝田别业。陛下，太医院不能全部出动，要是陛下此时有什么……那多简单啊，陛下随我们一起去就是了。公主慎言呐，陛下怎能随意离宫？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怎样才行？是不是非要中书令和许少卿都下了地府你才满意？不出主意，不想办法，别人提出方案就在这里不行不行不行！快走，阿爷，时间紧急，我们别和他们废话了。朕知道，但你轻点拽，朕的衣服都要被你扒下来了。哎呀，陛下，不行啊，陛下！老兄啊，做人不要太迂腐了，孰轻孰重，陛下心里有数。陛下万岁！您竟然亲至，夫君和小妹实在万分荣幸。场面话就不用说了，许夫人，兰七和许少卿究竟是什么情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来了许多的郎中、太医，都没诊出结果，开的药还是没有效果，他们越来越严重了。许夫人，你把他们昨日的事情都细细的回忆一遍。昨日我们一家出游，舒儿心血来潮想要登山，我们早早收拾好，卯时开始从山脚上来，这两人一爬上来，举起山泉水饮了一口，然后……您的意思是，他们直接喝了没处理过的山泉水？山泉水还需要处理吗？山泉水不需要处理吗？喝水喝开水，这是常识啊。那没开的水里多少细菌，谁知道有没有寄生虫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古代死亡率这么高了，光是寄生虫感染死的就很多吧。水都是一定要煮沸才能喝的，不然就可能会得病，因为没煮沸过的水看似清澈，里面却有不少脏东西。不过就算知道了是喝水的原因，也不知道那脏东西是什么。陛下恕罪，还是不能完全对证，古往案例中从没有关于饮水生病如何治好的记载。看这样子，非常可能就是寄生虫感染。不过现在的人好像没有寄生虫的概念，连喝生水里有寄生虫都不知道。或许其实是有的，只是说法不一样。寄生虫感染在古代叫什么？蛊毒。我似乎记得蛊毒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东西。蛊毒是不是虫进入身体啊？啊，对。寄生虫感染是不是虫进入身体啊？啊，对。所以寄生虫感染就是一种蛊毒，有问题吗？沈太医，我闲时读过一些杂书，里面有说过，水里是有肉眼不可见的虫，
只有煮沸后灭了虫才能饮用，所以这2位或许是中了蛊毒，你看看对不对症？等一下，妾知道殿下是一片好心，倍感隆恩。可是事关夫君和小妹的性命，殿下能保证自己看的是正确的吗？他人的身子已经这样，经不起折腾了，不如让太医再诊诊。阿娘，我相信殿下，殿下一直是弘文馆最聪颖的学生，无所不能。大人的事你先别管。殿下，水里有虫这种说法简直闻所未闻，奇书杂记所言也并不能证明是正确的。妾身自知冒犯，事后要罚要杀，悉听尊便，只求诸位救治外子和小妹能认真谨慎些。妾身和孩子都经不起丧亲之痛。许夫人，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中书令和许少卿现在情况实在危急，除了殿下所言的可能，我们也想不出其他的法子了。阿娘，殿下一定可以的，我和你说过，殿下可厉害了，一定能救好阿爷和姑妹的，你要相信殿下。夫君啊，你儿子已经完全变成了天雾公主的小跟屁虫了，一点自己的判断力都没有了。你要是真的走了，这傻小子该怎么办啊？听闻风寒之症，臣等带来的药材都是针对风寒的，和一些常备药草。专治蛊毒的药只有1份，回宫可以再取，也可以回京城的药铺去买。臣已经差人回去取药材了，但是来回又是许久，不知道没有及时用药的那一个能不能撑过去。可能我有一个办法，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直肠给药的作用是口服的2倍？直肠给药是什么？是他想的那样吗？贝静初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一下。兄弟，太惨了，朕以后一定会狠狠地嘲笑你的。殿下似乎对医道一类有些研究。当然不是，你那亮晶晶的是什么眼神啊？我还想要我这一头秀发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御医的官帽下面没有一个人的头发是完整的，全是地中海。你别说了，要是我阿爷觉得我要学点自保之力，再把我弄去学中医就完了。既然初儿对医道有兴趣，为父没有，我只是平平无奇的对猎奇的事情感兴趣而已。那好吧。昏迷的许新书和许兰七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什么。服药之后，2人的病情没有再恶化。阿爷先回去了，你是跟着朕一起，还是晚些再回？阿爷先走吧，而晚些回来。好不容易能出太极宫一趟，这么早回去，我还没玩够呢。他放下这个逆女，自己走了。他还有事儿，他要回去交代礼部，把这件事宣扬到月朝的每个角落。贝谦明明比我后来的，现在都已经转到博堂去了。我每日挑灯夜读，发愤图强3个月，总以为能有点成效，没想到还是这个结果。楚楚，我是不是真的很笨啊？怎么可能？可是你的算术很好啊。算术好有什么用？我只是算术好，算账却比画画差远了。我根本没有用武之地。看看我们玩得好的几个，念儿是文武双全，贝前是文算双全，画画现在已经在帮你管账了，你自己更是没有短板，啥啥都拔尖，除了诗词。没有的，九九，你真的很厉害的，只是你还没有机会发挥而已。等你找到方向了，你会和徐子子一样厉害的。但是贝静初并没有成功的鼓励到周欢九。小姑娘坚定地表示，她绝对是在哄她，她怎么可能和许少卿一样厉害？这可是系统判定的化学天才，怎么可能不牛逼？妄自菲薄了，我的酒！恭喜宿主，商场升级完成，请宿主及时查收。书啊，化学入门教材啊！啊，还有种子，莲花种子、辣椒种子，还有红薯和土豆！啊，天哪，天哪！为什么种子就可以拿到实体的？书只有电子版，有就不错了，还挑3拣4，做人不要太为难桶了。行吧，童子，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叫治国系统，而不是吃瓜系统。原
来你是个正经的童。我什么时候不正经啦？丫头，相信我，过半个月我给你个好东西，包你满意。娘呀，楚楚受什么刺激了？好好的一个漂亮小妹妹，为什么突然就感觉变丑了？半个月后，贝静初终于抄好了化学入门教材，送给周欢九。周欢九如鱼得水一般，仿佛自己早就学过这些，只看一遍就能明白其中的奥秘，世界的神奇。一整个日升时，周欢九觉得椅子上像是长了钉子，坐立难安，好想早点回去做他想做的实验。严昭，这里暂时不需要你，你出去一下。严昭退下了，但贝静初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贝静初决定试一试，他装作没站稳，要摔了，头往旁边的桌角磕去，而下一秒，严昭闪了过来，把他拉住。不是说如厕的时候要避开吗？你为什么还看着？主上骗您的，怕您过不去心里那一关。这种时候非常危险，主上勒令属下一定要守好。狗暴君，这下是真的一点隐私都没有了。当公主太难了，还有我的那些种子，什么时候才能掏出来呀？想吃辣椒了，还有胶质土豆泥、狼牙土豆、醋溜土豆丝、烤红薯。我的食谱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呢。过了3个月，许兰七兄妹才被治好。许兰七一清醒，发现自己又欠了那心脏的暴君一屁股债，再看见了钟书省因为他不在而堆积的一堆折子，许兰七觉得自己还是死去比较幸福，更别说他发现一道大力推广的政令，而宣扬的例子正好就是他们兄妹二人。救他干什么？脸都丢光了。他以为自己会被刻在史料上，没想到是被刻在笑料上。更糟糕的是，他的传言逐渐偏离。一开始的时候传的是生水里有虫，不能喝。钟书令和许少卿就是因为喝生水差点死掉了。传着传着就变成了生水里有虫，钟书令和许少卿喝虫水死了。再传着传着就成了钟书令和许少卿吃虫死掉了。你不怕阿爷怪罪你拐带公主？毕竟我可是偷溜出来的。什么叫拐带公主？明明是公主私自出宫，被我知晓了，为了殿下的安全随行陪同而已，明明是有功无过好吗？别跟我说你没想到这一层，所以才没把周欢九他们叫出来，因为他们陪你一起出宫就是明知故犯，纵容公主会被罚的。可恶，竟然下不了他！你这次待几天？后日又要走了，伯堂累的地方就是要到处跑，协助那些地方官员处理事情。我真的服了，他们脖子上的那玩意儿是装饰的吗？明明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解决不了。两位客官，里面请。包房还是大堂啊？包房还是大堂？说好了，这顿你请的啊。小二，包房要加钱吗？哎呦，客官，这您说的自然是要的呀。大堂。我就知道，和你吃个饭真费劲儿。那没办法，你的小命要紧是不是？月朝真富庶啊，肉呢上这么一点儿，你当我们是讨饭的乞丐吗？客官，咱们店一直都是这么卖的，童叟无欺。放屁！这些钱在我们那里能买半只羊了，你就给我上这么一小盘片的薄薄的肉片，是不是看我们是外地来的，觉得好欺负，故意宰我们呢？啊？没有，客官。京城的菜馆本就是这个价，吃不起就别来。我一个店小二，你们真够没本事的。什么小地方跑来的穷鬼，还来这里撒野？哪里来的没见识的外邦游商啊？看他们这无知还打人的样子，像不像一个丑角儿？许兄真是人煞，见义勇为。看得匹夫刚才的怂样，一看就是被许兄震慑了。许承昭，这声音，公主。看不出来你小子平时挺威风啊。我平时不是这样的，我可没有仗势欺人过，明明是他们先欺负别人，我才路见不平。我平时和在弘文馆一样的，特别有爱有礼，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这叫微服私访，微服私访懂不懂？别给我添乱啊！什么微服私访？是微服私玩。少年，有些事情不能点破，自己知道就行了。你这样容易被暗杀的。
楚，不是你脸红什么？我操，更红了！这孩子傻了，也没干什么呀，怎么就傻了？叫我干嘛？叫完我名字又不说话，要这好玩吗？你看什么呢？和我说话还分心，找打！难道这是殿下的心声？所以我能听见殿下的心声？该怎么哄这小子给我结账呢？许承宙顿觉无语，错付了呀！他把公主放心里，公主把他踹沟里。许承宙还是委委屈屈地付了钱。今日非万寿节，不是献礼的时候。秃宁突然派使节来示好，其中必有蹊跷，只怕都是狼子野心。我们现在还不知他们要做什么，不如先静观其变，盯着他们的动向，最好是事无巨细地监视起来。臣遵旨。好了，几个使节而已，没必要草木皆兵，该做什么做什么。狐狸尾巴迟早都会露出来的。再举办一场小宴，表示欢迎就行了。陛下，秃宁使节求见。说人人就来了。钟爱卿，先回去吧。这狗暴君怎么还不来？这狗暴君，殿下知道你是这么骂他的吗？殿下，陛下正在和秃宁使臣谈话，你要进去吗？那奴婢先进去通报一声。秃宁不就是袁珠林灭掉越朝的那个国家吗？让公主进来。这不昨天在酒楼挑事儿的那群人中的一个吗？原来是秃宁使节。怎么想的呀？出使越朝不夹着尾巴，竟然还挑事儿！好饿呀，怎么还不吃饭啊？早饭离现在都有8个小时了，吃个饭吧。上个学为什么要起那么早？我4点就起床吃了早饭，现在看到午饭的影子，结果你只让我看着。吃饭，我饿，我好饿呀！你怎么还在这里，还不去吃饭？聊，有什么可聊的？就不能边吃边聊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再不吃饭我要吃人了。从谁开始吃起？就这个该死的使节吧。有什么事正常的时候说不行吗？偏要赶着饭点来，故意的是不是？正该是用午膳的时间了，阁下是想边用膳边谈，还是等用完之后谈？越朝的陛下，大汗此次是向您请求同盟，共同吞掉玉混。他就这么大喇喇的说出来，不怕越朝这边直接给玉混透露消息，让他们做好准备吗？毕竟偷袭和敌方有准备的区别可大了。皇帝不可能没想到这一层，所以他直接问了：难道说他们已经发兵了，所以才不怕？多谢越朝陛下的担心。按计划，昨日大军已经开拔，就算越朝现在就去送信，也没用了。尊敬的越朝陛下，大汗是诚心的邀请您共讨玉混。如果您愿意结盟，秃宁愿意向越朝提供战马驯养之法和战马的马具。战马对军队是很重要的东西，20万合格的骑兵就能征服世界了。而越朝虽然经济繁荣，战马的饲养却不如秃宁和玉混，毕竟人家靠放马吃饭的。其实阿爷没必要这么馋人家的战马的，再厉害的战马也是血肉之躯。等99学通了，什么时候把火药做出来，分分钟送他们上天，一炸就是血肉横飞，敌军尸横遍野。馋人家战马做什么？阁下先回驿馆吧，此事朕商议之后再回复答案。静候佳音。如果出兵了，也不一定是要帮秃宁。火药是好东西，但是99现在还没做出来，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上面。虽然他是化学天才，但是万一没成功呢？或者做出来的时机已经过了呢？所以秃宁开出的条件还是有用的。楚楚，我已经在尝试火药的制作了，但是材料的配比和纯度一直没调出来。配比和纯度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知道，但是我知道很奇怪，所以我要装作不知道。你快说完吧，别啰啰嗦嗦的。就是还不行，但再努力了。楚楚，到时候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啊。九啊，你知道吗？你如果把这玩意儿搞出来了，让我阿爷给你封个公主都没问题，或者你想像许少卿那样封侯都没问题。你不用像备前一样从博堂出去才被任命官职，你做出来了，直接就和陛下说你不想读书了，让他安排你进工部，他说不定都能答应。
而且你不是惦念你阿娘吗？你要是其他要求放低，还可以给你阿娘请个诰命，直接在你那个渣男阿耶面前扬眉吐气。楚楚，谢谢你，我一定会把那玩意弄出来的。我相信你，九九，你一定会成功的。你要做我们之间的第一个大功臣，你是我们的骄傲。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今日分鸡血，成功打下。九九还是那么好忽悠啊！怎么了，念儿？身体不舒服吗？没事。桃妹和九九的感情真好，她好会安慰人，真是个善良柔软的小公主。御书房里静谧一片，没有人敢去打扰高座之上的人难得的小气。阿耶，我散学啦！上学是蔫儿哒哒的出去，散学是蹦跳着回来，多明显呢！过来，阿爷问你一点事儿。初儿，你认为这次突宁请求联合的事儿，阿爷该不该答应？你干嘛？你知道你在问谁吗？你在问我哎！我只是一个孩子，我不应该面对这些。你那么大一个月朝，是没人了吗？竟然问一个5岁的孩子，这种问题我怎么回答？要是回答错了，不会被罚吧？当公主这么惨的吗？才5岁就要考虑国家大事了？该回神了。突宁现在出兵，国内空虚，要是我们直接趁虚而入，那不叫一个手到擒来？是个主意，但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派了多少兵力，还剩多少兵力。探泽传信的速度没那么快，正常来说，一个国家攻打他国也不可能倾巢而出，这个虚估计趁不了。我觉得我们纠结的点并不用局限在出不出兵，他们需要的只是帮助，我们提供物资也够了，没必要去折损将士的性命。你这想法和雨季军的差不多。而且就算是帮，也不一定是帮突宁，帮玉慧也可以。吞谁的地盘不是吞？不过就要看玉混的可汗有没有扩大地盘的野心了。玉混那边上一任可汗刚死，因为没有及时立储，各方争夺汗位，现在混乱非常。京城离玉混路远，消息传得迟了，突宁的探子还是厉害些，想必他们是早些知道了玉混内乱，所以趁此机会去撕一块肉来。下一任可汗是谁，暂时不知道，但玉混现在是腾不出手去征讨他国的，所以要么不出手，出手联合玉混的话，投入高，回报低。原来他们国家是乱起来了，怪不得突宁急急忙忙的去打。其实等九九的火药研制出来了，越朝的兵力能直接飞升，但那是底牌武器，非必要不能暴露，肯定不能用在和突宁联手的这一次上。可是用传统的冷兵器，不知道要损耗掉多少人马和物资，这些都是没必要的损失，所以帮他们其实不太划得来。可我要是提前给阿爷说了火药的事，万一九九做不出来，那九九会被怪罪的吧？如果后日还没有转机，朕会下令联手突宁，毕竟这份诱惑我们确实无法拒绝，不管是土地还是战马。阿爷说话怎么奇奇怪怪的？要不是我确定火药的事只有我和九九知道，我还以为他是在点我呢。九九，你最快多久能做出来？不知道啊，我还盼着现在就能成功呢。楚楚，你是不是要得很急啊？明日还要去学堂，我再过一会儿就得入睡了，实在是没时间，而且又不能随意告假。嗨，多大点事儿啊！没事的，九九，你就专心弄你的，告假的事我给你搞定。如果这次成功了，我还可以和陛下说，让你玩1年都不去学堂。贝敬出去找皇帝，让周桓九称病告假，理由在心里编了一大堆，阿爷却问都没问就直接答应了。阿爷就这么相信我吗？不担心我是要做坏事吗？阿爷真是好好啊，阿爷对我也太好了吧，我竟然还骂阿爷是狗暴君，我真是太不乖了。那以后我不在心里骂他。算了，做不到。不用，
太医说九九要静养，叫我们别去打扰。殿下，能不能问一下，周欢九是得了什么病啊？哟，这么关心他呀？你不是说你最讨厌他了吗？哪有啊！我才不是担心，我是要嘲笑，嘲笑他。本来就跟不上先生讲学的进度，还告假不听课，到时候便因为学不懂，在弘文馆待到10年满也进不了博堂，灰溜溜的出去。你是在担心他的前途吗？我没有。九九就算进不了博堂，也有自己的好出路的。啊，他定亲了？啊？不是，大兄弟，你怎么会想到这里去？好像女孩子的出路确实是嫁人，鬼畜的世界。反正他未来挺好的，不用你操心。殿下别骗我了，那倒霉丫头干啥不行，用啥最积极？除了定亲，还能有什么出路啊？是太后殿下相看的吗？看的谁家呀？殷楚，注意分寸。哦，抱歉，殿下。没事，下次注意。好样的，唐子，你在想什么？不要沮丧，你很棒的。唐子，你看看，你都能帮我算账了。虽然算得手忙脚乱的，而且脑子都用在那时候了，平时不带脑子也是能理解的。不是定期，你别乱造谣。九九还要名声呢，他是靠自己的能力挣的出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不用操心他的学业。可是没看出他有什么能力啊，就揍我厉害。你阿爷和我说了，你们在忙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不让哀家进九儿的寝宫。他没有去学堂，九儿成天把自己关在寝宫里，哀家也不过问。可是今日工人送到门口的早膳他都没有用，哀家实在是担心的不行。你说他这孩子平时胃口老好了，吃得多，身子骨也好，怎么现在还学起来你阿爷以前的臭毛病了呢？忙起来连用膳都省了。初儿，你和他关系最好了，你看看能不能劝劝他，干什么也不能把身子亏了呀。周欢九，你开门呐！你有本事不吃饭，你有本事开门呐！不会真出事了吧？贝静初心中担忧，让皓月叫人来砸门。有人啊！猪，我是什么时候得罪你了吗？啊！糟糕，好尴尬呀！不行，我要倒打一耙。你怎么一直不出来？我们拍门拍了多久？等到劈门的时候你才开，而且陛下派给你的女护卫你都支走了。九九，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没注意吗？研究那玩意儿的时候，感觉就听不到外头的声音了。难道这就是科学狂人的通病？这不行啊！你这屋乱得跟狗窝似的，都没地方下脚了。皓月很有眼色地提着食盒进去，拿出来给周欢九布上。周欢九2口扒拉完了，又投身自己的实验里，确定这人没死且吃饱，贝静初就放心了。只走了一小段路，身后传来一声巨响。天爷呀！第一次搞出来效果就这么炸裂吗？酒呢？我的酒呢？他人没事吧？救命啊！要死人了！救命啊！走水啦！大事不好了，陛下，仁寿殿走水了。太后和大公主有没有事？还有朱娘子呢？陛下恕罪，远远看到仁寿殿起了浓烟，就来回禀了，并未打听到几位主子的情况。他几乎是以平生最快的速度赶往仁寿殿。阿姨，你不知道多危险呢！九九直接被炸晕了，抬出来的，身上好几块烧伤呢。阿姨，九九这次伤得这么严重，伤筋动骨100天，他是被炸了，那怎么也得来个200-300天吧？要不干脆给九九放1年的假吧？说给立功的小伙伴争取1年假就争取1年假，这才是真年假！1年都没休到的假，怎么配叫年假？你背着镇都朝周欢九许诺了些什么东西？休1年，这么好的事儿，朕都不该抢。但贝恒只是羡慕嫉妒了一下，随后同意了这个要求。是九儿休沐1年，又不是你休息，
你只能每天去学堂，还要看着他玩。你这小东西，高兴个什么劲儿啊？对哦，我高兴什么？这已经到时候了，吾等的请求，月朝陛下该给个答复了吧？自然，朕决定不出兵御混。陛下的能力和为人，你我都是了解的，他并非胡来之人，做这个决定肯定有他的道理。英格劳，别犯傻，当着外邦人的面和陛下唱反调，你想干什么？殷世忠吓得一头冷汗，赶忙坐稳，他朝许兰七连连道谢。我们大越是向往和平的国家，不忍起战事，朕本人也是一心向善，不忍心祸害生灵。不妨事的，虽无缘和越朝结盟，但我们两国的友谊不灭。既然越朝陛下不忍心起战事，想必也是不会相助御混吧？自然。为表图您对越朝的友谊，吾等想再献一份贺礼给您。海东青是图您万里挑一的猎鹰。猎鹰，光是想想就很帅啊！我想要，我想要。这鹰来时路上生了病，不好再赠与越朝。好在昨日他恢复了过来，看来还是与越朝有缘。正如我两国的友谊，这哨子是用来控制他的，不同的哨音代表不同的指令。如果您对这个礼物感兴趣，吾等能将驯鹰的人留下。留人的话，我才不信他们真的只是为了留个驯鹰教练，莫不是想留个探子？可是这么明显的一个人留下来，我们肯定会提防的，根本不可能打探到消息。所以是为了给真正的探子转移注意力。他让人收下这份礼物，散席之后交到了贝静初手上。本来算得很好，越朝和我们一起攻打御混，不管怎么说都会损耗掉他们一些国力。越朝兵力本就弱，全是靠粮草物资充足才撑起来的。等打完御混，他们的国力被拖垮，我们送去的马厩也没有长大，离变成真正的战马还早得很。这时候我们再调转枪口直指越朝，就算之前分了些御混的土地给他们，很快也可以收回来。哼，没想到这越朝皇帝竟然不做这笔买卖。没事的，可汗说了，如果越朝那边真的拒绝也没关系，他们只是现在守住了，没有强壮的战马骑兵，在我们吞下御混更进一步之后也只能挨打，不过是早一点和晚一点罢了。现在的局势完全是有利于我们的，除非越朝出了个在世战神和天降神兵，我都是死局。这片富饶的土地只是晚一点去往大汗的怀抱。把你那呲着的大牙收一收，我见不得你这么快乐的样子。哦，楚楚，你对我尊重一点，我是你表姑。这小崽子臭脸的样子为什么有点可怕呀？不行，我要撑起自己长辈的气势。娘子，陛下和太后来看您，您方便吗？方便的，快请陛下和太后进来。哎，傻孩子，你是伤患，都是一家人，这些细枝末节就免了。既然不用去学堂了，我能不能回一趟家？阿娘，表妹想要归家，您舍得放她走吗？哀家是有点舍不得，但是孩子念娘，天经地义。九儿想回家，回去就是了。长姑，您的意思是让我回去待一段时间，还是说让我别回来了？你还想回来？想回来就回来吧。谢长姑。出宫之后，给你的医女和护卫千万要带好。谢陛下。因为要保密你的功绩，朕没办法让你衣锦还乡，委屈你了。这一家人对他真的好好啊，看着两三句话就被收买的周欢九，贝静初不忍直视的撇开眼，太容易被卖了这姑娘。阿娘，九儿，你的脸……我的脸怎么了？你的脸怎么受伤了？就是不小心被碎瓷片割到了，没事的。九儿，这疤太医诊过吗？什么时候能消啊？太医没说什么时候能消，
但我觉得这次的好几处疤挺难消的，不消也没事的啦。什么？身上还有？原本还挺和蔼的舅舅舅母，笑容也彻底垮了下来，气氛尴尬的用完这顿午膳。周欢九被母亲拉进房里，这可怎么办呢？你这身上都是伤疤，这么刺眼，哎呀，将来说亲就不好找了。就算是嫁人了，也会被丈夫嫌弃的，连脸上都被伤到了。女孩子的容貌是何等重要，相看的时候一看就能看出来。阿娘，只是几块疤而已，没事的。怎么没事？早知道送你进宫会让你留疤，我就应该早早接你回来。为什么？为什么？就因为要保持一身光洁细嫩的皮肉吗？让你进宫就是为了抬高你的身价，让你将来找个好人家。可你脸上身上这么多斑痕，直接就毁了呀！我苦命的九儿，我们娘俩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周欢九僵硬的被母亲抱在怀里，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娃娃。姑奶奶，夫人忧心表姑娘的伤势，请来了女医，给表姑娘看看。进来吧。这小娘子身上的疤痕有2处大了些，不好消除。脸上这一道虽然窄，但深，就算是去掉了，也会留印子的。坚持续疤的话，说不定能有成效。周欢九摸了一下脸上，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脸有什么影响，可母亲、舅舅，他们一个个都如临大敌。阿紫、九儿，这间院子呀，是留给我家大郎成亲用的。哎，阿紫已经住了5年了，虽然大郎还没有长大，但也得早点收拾出来，免得到时候仓促，是不是啊？啊，弟弟说的对，咱们只是亲戚，又不是家人，在你家借住了5年，阿紫也该走了。九儿，收拾东西吧，咱们到庄子上住去。阿紫，你在我家养尊处优住了5年，银子可花了不少，你也不能白吃白喝吧？这银子还给你就是了。阿娘，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如果我没回来，你在舅舅家里待得好好的。傻孩子，你也说了，那是舅舅的家，不是阿娘的家，这就叫寄人篱下。没事儿的，以后我们母女俩就一辈子相依为命。你是我的女儿，阿娘不会不管你的。没有啊，我只是待1年，1年后要回仁寿殿的。原来你还能回去？礼上莲啊，礼上莲，他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吗？哟，这不是我那想要和离的好夫人吗？你不是说你离了我多的是地方去，不可能回来求我的吗？怎么现在是做什么？被你那好弟弟赶出来当丧家之犬了，还带着九儿？哼，九儿，你的脸会留疤，治不好，身上也有疤。九儿想念父母，回家住1年再回仁寿殿。你就说你这做父亲的管不管女儿吧。阿姨，湘子回来了，你以后还会疼芝芝吗？芝芝多虑了，庄子里那么多庶出弟妹，不都是阿姨的亲生孩子吗？你看有谁越得过你去？你永远都是阿姨最疼爱的孩子，就算是九儿也不可能比得上你的啊！你个杀千刀的东西，这野种也配叫我儿长子？他和我儿有1分的血亲关系吗？就是个敲骨吸髓臭虫罢了，给九儿提鞋都不配。你竟然还说什么九儿越不过他去的话！把这个贱人给我拿下，捉进去！身为周家的媳妇儿，竟然口出恶言，今日非得长你嘴不可，给你一个教训，让你知道谁能说，谁是你说不得的。拦住他们！有我在，谁敢动我阿娘？世人都说宫中险恶，可周欢九在宫里从来没有遭受过这世间的恶意，对他而言，那里是他的桃源。可现在出了桃源，他才知道他的母亲和他自己都面临着什么境况。小小的孩子意识到，他依靠不了母亲了，现在是母亲需要依靠他的时候了。虽然还没有长大，但他瘦弱的肩膀必须扛起来提早来临的责任。阿娘，跟我走吧，九儿会照顾你的。我们递牌子进宫去。好，
娘的九儿长大了，但你不要勉强，娘是大人，总有办法照顾好自己。怎么了？怎么了？是哪个混账欺负我们家九九？唉，都是群没良心的东西。欺人太甚！一群鼠目寸光、灭绝人性、禽兽不如、丧心病狂、人灭兽心、丧尽天良的东西！九九，你现在打算怎么办？长姑，母亲现在没地方住了，我知道不可能接她进宫，您能不能安排个地方，让她能落脚？这孩子出去一趟都经历了什么啊？对大母竟然都只敢提这种要求了。这孩子，你要不要看看咱俩的身高，到底谁才是孩子？九九，快狮子大开口啊！别说求大母了，求阿耶呀！九九，你知不知道你立了多大的功？哦，对了，你应该不知道。走，九九，我带你去找陛下，让他直接给你赏一个漂亮的大庄园或者大宅子。可以这样吗？有什么不可以的？听我的，没错。皇帝听完后，直接划了一处皇庄给周欢九，并让中书省拟旨封周欢九为郡君。因为要隐瞒你的功劳，不宜太过张扬。朕划给你的这处庄子不太好，表妹先凑合着用。而且现在也只能是借着太后喜爱你的名头封你为郡君，实在是委屈你了。周欢九晕晕乎乎的谢恩。九九，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怎么办？那群欺负你的人啊，你不会是就这么放过了吧？我能怎么办呢？都是长辈，尤其是我阿姨。虽然我不想承认的是我阿姨，但我不能把他们按着打一顿吧？为什么不可以？啊，九九，陛下赐给你的侍卫不是摆设，有事先把惹你的人揍一顿，事后他们最多给陛下上奏弹劾你而已。你觉得陛下会理他们吗？也可能会对你的名声有碍，但名声这个东西吧，如果你在意就很重要。但九九，你相信我，名声这个东西对你来说一点儿也不重要，就算你臭名昭著了，对你的将来也没有丝毫影响。让你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什么？婉元？这不是南郊那边非常好的？阿娘，陛下还封了我做郡君。太后和陛下为何会对你看重至此？封郡君，难不成他们是想让你去和亲？对了，图宁使臣才来访过，可是你才9岁，也不对呀，究竟是为什么？因为长姑非常喜欢我，不想让我受委屈。不枉我忍着不舍，从小就把你送到太后身边，为娘没本事，护不住我的孩子，整整5年，终于还是等来了这一天。有了这个爵位和这份地产，娘就不担心你的以后了。君君，今日我们是来找麻烦的，架子要端足，不能太给他们面子了。所以等他们出来以后，我们再下车去。等会儿人出来了，你也不用下去。该您和夫人出现的时候，奴婢会来扶您的。您是朝廷亲封的郡君，和这等小人进行口舌之争，有失您的身份。要是您亲自下场了，那就是奴婢失职了。阿紫，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哎，不是说好不会再回来打秋风的吗？你能不能要点脸？躲在马车里做什么？这是上门做客的态度吗？李郎君、李夫人，夫人先前在李府暂住，昨日走的时候十分仓促，一些东西未能带走，今日前来收拾，还望李郎君行个方便。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一个小婢女而已，也配到我们跟前说话？这女人在我家吃喝5年，用的都是我家的东西，她哪里有什么自己的物事？让他们自己来找我。我确实是下人不错，但您二位或许误会了，在下太极宫正六品典侍天雾公主的贴身侍女，不知是否有资格和您二位说话？见过殿试娘子。我家殿下和周娘子情谊甚笃，听说她出宫后携母搬离李家，派吾来协助。周夫人虽然是在您家住了5年，但银两皆会还上，所以那些东西自然也是夫人买下的。二位现在能通融了吗？哎呦，能的，自然是能的。殿试娘子请进。殿下听闻周娘子昨日来李家探亲，
却被二位连他带着夫人一起逐了出去。殿下与周娘子亲如姊妹，关系非常。二位能否说说昨日是怎么回事？我也好回去向殿下复命。冰娘子，这人之间的互助，救急不救穷嘛。阿紫和草民虽然是子弟，但也都是成了家的。和子勋闹了矛盾，到草民这里住，草民也就收留了。可一住就是5年，草民也是有自己的家要养的，哪里有让已经嫁出去的阿紫继续赖着的道理呀？确实都是我的错，我将李家当娘家，李家却将我当作穷亲戚。先前周玉内司没有被削爵位之前，我可没少接济你们。我顶着周玉的鄙夷白眼给李家送银子，我给你儿子几番打点，他才能进文清书院。我甚至给你也谋了差事，只是你自己吃不下苦，非要回家躺着才舒服。那照这么说，一笔一笔的清算，那些银钱好处，弟弟，你是不是该全吐出来？之前的都是阿紫自愿相赠啊。好一个自愿相赠！夫人，您5年前回李家的时候，李郎君可有说一应花销要您自己承担？没有，他说的是这里就是阿紫的家，大家都是一家人，阿紫想如何便如何。典师娘子，这件事是我李家不厚道，但再如何也是我们的家事，咱们并没有作奸犯科之举，也没有为难虐待阿紫和九儿。听闻天雾公主人善，定不会不分青红皂白欺压百姓的。夫人，既然李家并不接纳您，那您还愿意当李家女吗？我有孩子就够了，不需要这些所谓的亲戚。不是了，在下这边带着君君离开。君君恕罪，因爵位初封，奴婢还未适应，习惯称呼您为周娘子，实在不该。等一下，什么君君啊？君君在宫中侍奉太后5年，深得太后殿下欢心，陛下念其待他尽孝有功，遂赐君君之位。都是你，你个毒妇啊！你说什么？周焕就肯定是脸毁了被赶出来，人家得太后喜欢的很。要不是你，我会把自己的亲女兄和亲外甥女赶出去吧。李尚莲，你不要脸！赶人的时候高高兴兴，现在发现自己判断错了，就把责任全推在我身上了。你要真是什么有良心的弟弟、慈爱的舅舅，你会看着他们娘俩孤苦伶仃不管？如果你对他们有感情，我敢和你对着干吗？我也只会看着你收留他们，就算是装，我也会装出一个好地妇的样子。你瞪我做什么？那是你的阿紫，你的外甥女，和我没有一点血亲之脸，我不用帮衬他们，但是你该帮。没用的东西，自己错失了登天梯，现在来怪妻子，我呸！为父就知道我家九儿是最出息的孩子了，你竟然如此讨得太后喜爱。看看这庄子，那真叫一个皇恩浩荡。现在为父走出去，脸上都有光啊！来，芝芝，别站着了，你也坐啊。九儿啊，婉园这么大块地方，只有你和你娘2个人住，不是浪费了吗？我好歹是你的生身父亲，生你养你，你现在既然出息了，也该孝顺父亲了，是不是？阿爷今日就回去收拾东西搬过来，咱们一家呀，好好的享受天伦之乐。谁要和你享天伦之乐？你别和阿爷开玩笑了，哪有孩子不想念父亲的？我根本不想看见你有你这样的父亲，我觉得恶心。这里是我和阿娘的住处，你别来沾边。逆女，你这是不孝不继，子不嫌母丑，你竟敢说我恶心！况且哪有子女撺掇着让父母分居的道理？又哪有子女不奉养父亲的道理？今天你敢把自己父亲赶走，你这辈子都会被人戳脊梁骨的。哼，脊梁骨？谁敢戳我的脊梁骨？我是被太后养在仁寿殿的贵女，是陛下亲封的郡君，是天雾公主的密友。谁敢把手指挨到我的脊梁骨上？谁敢当着我的面说我的短处？他们背后的议论我又听不到，不管背着我人家怎么说，当着我的面他们就得和和气气，甚至行礼问安，祝我万福长寿。你你要进来可以，除了我，母亲才是婉园的主人，你来了也要听她的话。
不能越过它去，知道吗？你们明白了吗？是，我是你父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你读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你怎么敢让这个女人压到我头上？那我岂不是处处都要收她掣肘？世上没有这样的规矩。你都能让一个小厮生的压到我头上，还好意思说什么规矩？阿娘，九儿听你的，我是无所谓。但如果你不想看到他，九儿就赶他出去。没事的，放他进来。就算九儿不在乎名声，但这种东西，好的总比坏的强。娘也无所谓的，只要是九九是向着娘的，他奈何不了我什么。欺人太甚！那周欢之呢？你要把他带过来吗？当然了，父母在，不分家。芝芝是你的妹妹，还没有出嫁，怎么能离开父母往外住呢？这不是显得我们嫌弃她，往外赶她了吗？不行不行，你那堆庶子庶女我都能接受，但这个野种不行。芝芝啊，阿爷也是没办法，你永远是阿爷最心疼的孩子。你一个人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阿爷会常常去看你的啊。九儿啊，你的要求阿爷都满足了，你这孩子就是这般任性。哎，没办法，谁叫你是我女儿呢？阿爷，我逗你玩的，你怎么还当真了呢？周欢之和您感情多好，我当然不会做这个恶人，分开你们。你们还是在一边去做你们相亲相爱的好父女比较合适。把你那指头给我放下来！你指着九儿的鼻子逞什么威风？要摆谱，回去摆去！你们竟敢耍我！耍你就耍你了，本来就是个猴一样的笑话。你的笑料京中都传遍了，外头再是不讲规矩的人家，也没有把嫡长女拐走，给一个不知道哪来的野丫头腾位置的荒唐事。我可不敢让你和孩子待在一起。你说不孝的名声，那玩意儿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东西，能有命重要吗？我不能接受。那一日我晨起之时，你告诉我孩子又失踪了。为什么？没天理呀！有没有人管管他？我只是一个孩子，我在我的寝宫里写课也不行吗？为什么要把我的书案挪到你旁边啊？为什么现在还要体会一下被家长盯着写作业的痛苦？还有，你知不知道你在开会呀？被这么多人围着，我心里压力很大的好吗？江淮水患，漕运不通，京中本就是人群富集之地，人人都想来天子脚下，但粮食供应却不够。原本从扬州等地运粮过来也是能顶得住的，但大越近年越发繁盛，京中人丁兴旺，官员数量也日益增多，原本的运力就不够了。这么下去不行啊！臣提议削减京城人口，给点补偿与被选中之人，迁移他城，缓和一下京内缺粮的压力。虽然没问题，开源节流嘛，开不了源那就节流，把不需要不重要的人赶出去，那就节流了。首当其冲的肯定就是老百姓。就是有点怪怪的，不能想办法开源吗？为何不能提高运力？迁移之事难免躁动人心，使民心不定。水路运粮的时候需要看运气，不知何时不同。若遇水患之时，运气好的还能等上2日，再将粮船运来；运气不好的，船上的米粮便进水了。所以为什么不能水路不通的时候就等着，等水路通的时候立马开船呢？江淮一带水况复杂，尤其下汛之时，不知何时才能通路。从扬州直运至此，路况难测。陛下，儿有疑问，为什么不能在江淮处建一个粮仓，先把粮食运到粮仓里存着，等水况好的时候就抓紧时间运，水况不好的时候就先在那儿放着，还可以当个备用粮仓。怎么了？为什么全都齐刷刷的盯着我？这样真的很恐怖好吗？感觉像是被控制的傀儡人一样。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好，初儿果真最得朕心。看看，朕的皇儿才5岁就能为朕分忧了，你们这些老家伙还不如一个乳臭未干的稚儿呢。
殿下龙章凤姿，是天眷宠儿，继承了陛下的睿智。吾等怎么敢和殿下比呢？这是怎么个事儿？怎么突然就开始夸我了？我说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话吗？这不就是很正常、最基础的物流手段吗？是个人都知道哦。贝恒觉得有被冒犯到，也是不知道这小家伙小小的脑袋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鬼点子。被惊出的小脑袋瓜被珍惜的摸了一下。你那是什么眼神啊？喂！被惊出心里怕怕的。救命啊！有没有人能救我？我觉得他是想给我开瓢啊！总感觉他是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尹兄今日感受如何？什么感受如何？我能看出来，你一直不太喜欢议政时，陛下将公主带在身边，但小殿下灵慧，今日你也见到了，所以陛下这么做必然有陛下的道理。小殿下确实引物无双，今日解决漕运之事，殿下的想法足够推陈出新，但也只是偶有一二罢了，并不代表能长久如此。孩童虽然学问见识不及你我，但却更有你我没有的长处。未经世事，不守陈规，怎么不算我们没有的优点？你呀，不满之色溢得太过了，我看出来倒没事，别被陛下看出来了。盯着你这门下侍中的人多得很，再不满意也要憋好了。你说的对，不守陈规是我们没有的长处。小孩子想法天马行空，有时更能有不一样的角度，是我有偏见了。更别说小殿下聪明伶俐，是我之前不知为何的带了偏颇。听我家那小子说，英兄家的大郎似乎和太后家的那位小郡君不太对付。是吗？这我倒不知晓，回去问问他去。哎，上啊上啊，快点！你可是我的常胜大将军，不能输了！哎，起开！没看到小爷我忙着吗？哎，谁这么大胆敢打扰小爷？信不信我？阿爷，你要怎样？阴楚华贵，我阿爷昨日不知怎的，突然就疯了一样，开始给我布置超出凡人范畴的功课。殿下，周欢九真的不是被逐了吗？他1年后真的还会回来？主要是这个太奇怪了，哪里有人会没病没灾的突然就不来学堂了，去玩1年啊？他不会是生了什么重病，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吧？他最喜欢殿下你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相啊？啊？你猜？你又在做什么？回殿下，奴婢有一个请求，能不能赐一些上次周郡君炸仁寿殿的那东西？这话说的，感觉是九九故意炸仁寿殿的一样。常言真是一如既往的不会说话呢。你想干嘛？那东西你见识过的，直接烧掉了仁寿殿的一个偏殿，挺危险的。当时仁寿殿走水，那一声巨响，宛如震天之雷，威力一定很大。奴婢想着，若是将那易爆之物放在桶内，前端附上箭杆，点燃后是否可以借助其力量将箭射出去？殿下知道的，奴婢喜欢做一些小武器，只是做个闹着玩的小东西，不一定能成功。殿下莫要笑奴婢。这，你管这叫闹着玩的小东西？这明明是简易版的枪，是跨时代的伟大巨作。贝静初虔诚地把管子还到常言手上，生怕碰坏了一点点。你等着，我一定给你弄来。不久后，殿下，您关心的那个火弩做出来了。好，但你先洗洗脸吧。随着一声喷发的声音，力量其实并不强。若说是方便未学过的人，弩箭的威力也差不多，还不需要用到火药，所以常言才觉得自己做的只是个拿来玩的小玩意儿罢了。让殿下失笑了。常言这效率不行啊，是不是该忽悠他一下，让他多动动手，把这杀伤性武器进化一下？要不贴身侍女的活先别干了吧，先搞这些。不过我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人家还是个孩子，是真孩子。贝静初看着比他高不了多少的常言，难得一次找回了良心，没有真的把他关小黑屋里给他干活，让孩子自由发展吧，灵感很重要的。亲，好感度页面显示提升至80，注意查收。七头，你什么情况？伤生和情报为什么没了？亲，
您反映的问题我们会尽快处理，请不要着急。怎么了？可是身子不适，那可是遇到了什么难处？要不要大母帮您？本是为了贺你生辰的，既然初儿累了，就回去歇着吧。殿下，有宫人拾到了你遗落的平安扣，像是上边的绳子松了，掉了下去，奴婢重新拴了一个。他不甚在意地把平安扣重新别回腰间，然后又点进系统里，试着能琢磨出线索。这一进去就是失而复得的惊喜，情报和商城都回来了。筒子，宿主，是宿主吗？宿主，你终于回来了！刚才好黑，我好害怕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我叫你你也不应我，是不是因为我没用，你不要我了呀？你别不要我呀，宿主，我会很乖的。虽然我是废了点儿，但你也没有别的桶呀，还是能勉强用用我的，是不是？还是说你背着我有别的桶啊？新桶胜旧桶，你就不要我了，贝静初回忆着系统出现时发生的事儿，刚才也没干什么，就带了一个平安扣。他把平安扣解下来放到桌上，叫了一声系统。干嘛？可能是距离不够远，他走出屋外。筒子，亲，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果然，他进去拿起平安扣。宿主，可刚才怎么又黑了？我是不是出故障了？我是不是数据紊乱了呀？贝静初暂时没理他，又试了几次。眼前怎么一闪一闪的呀？我不是要死了吧？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呢，怎么就故障了呢？我不想死啊，宿主！没有，不是你系统数据的问题啊！相信我，你不会死的。我不相信，你又不懂系统。我还记得第一次来寻国师的时候，您叮嘱我，这平安扣要随身携带。现在想想，实在好奇，这平安扣可是什么神奇之物吗？平安扣寓意平安，臣自是希望殿下能得平安。真无奇异之处。殿下您看，这白玉通透无瑕，在日月之光下格外朦胧灵气，宛如在吸收天地精华。所以这是一块吸收天地精华的灵物，所以它贵呀。殿下满月，臣自然不能送太差的东西，是吧？这东西上得了台面，送出去呢，陛下不会觉得我是在敷衍他。那你为何叮嘱我定要随身携带？好东西不带着，拿来压箱底，不是浪费了吗？臣送了好东西给别人，自然是希望他天天带着了。这解释还真合理，但是我不信。还给我。殿下是遭遇了什么，被这玉庇佑了吗？难道以为是在下的手笔不成？我哪有这通天的本事啊？殿下莫不是以为我是什么神仙精怪吗？这人身上的秘密太多了，真是山精野怪的，反而还合理呢。我都穿越了，再来点不科学的也很正常。要不把他尾帽扯下来，看看是何方神圣？殿下，您脸皮挺厚啊。多谢夸奖。既然我都知道了你的秘密，干嘛不完全露面呢？遮掩这么一下没有什么用处吧？你说是因为你貌若无颜，但我并非以貌取人者，你大可露出真容来，我不会表现物质态的。是吗？我不信。你这样就不怕我告诉陛下你犯了欺君之罪？那就只能砍头喽。哎呀，殿下，臣想要红木的棺材。算了，死都死了，什么棺材也享受不了。要不把我烧了，骨灰扬了吧？毕竟丢了不管，怪吓人的。好美丽的精神状态，到底要怎样才能练成这么美丽的精神状态？
这平安扣的作用，我不相信送他的人不知道。殿下既然知道，就该猜得出来。臣对您没有恶意，反倒是善意。既如此，何必事事都问个清楚分明？人都是有秘密的。我当然知道人都有秘密，我也不会去问人家。实在想知道，可以直接翻系统啊。可是这个人的信息系统里没有，或者我没翻到。如果系统都来自他的手笔，那这个人就有些可怕了。常人的秘密，无非就是那些伦理之事，或是人性欲望。而你的秘密，已经不在人的范畴里了。我有些害怕，想要了解个透彻，不是很正常吗？没看出来害怕。您不必担心，臣可以保证，臣下永远是臣下，不会有事主犯上的一天。随口一说的东西，违反了也不用负责任。史上篡位的乱臣贼子，谁没对前任君王宣誓效忠过？就像恋人之间情到浓时，保证会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的承诺一样，傻子才信。若臣真是狼子野心的卑鄙小人，您在此表露了怀疑，就不怕我在此对您下毒手，以绝后顾之忧吗？我有暗卫，你下不了手。暗卫进不来。什么？他没进来？所以臣对您并无歹心，我是修道之人，做事自有因果缘由。既然帮了殿下，那我和您自然是一头的。玉儿，你的脸怎么比我的还粗糙？是不是平日里没有好好涂脂膏？不要，我是男子汉，我才不涂那个呢。好吧，小男子汉。被惊出邪恶的小手转了个弯，揪上了四妹妹嫩嫩的小脸。四妹妹安安静静地走着，不反抗，甚至配合着步调，任长子随意揉捏。阿娘，我要涂膏膏。今天怎么这么乖啊？长子说我的脸捏着不舒服了，让我多涂几天膏膏再给他捏。感情你就是为了让人捏的，很难评，你开心就好了。先生，我想申请进博堂的考核。行。先生，为什么考入博堂是要自己上表意愿，而非1年1次考核呢？或许有人其实已经有了进博堂的能力，只是自己怯懦，不敢表达。殿下，博堂的学生便是半只脚踏入仕途了，如果连说自己意愿的勇气都没有，又能指望他为官后有什么勇气去做事啊？有什么勇气对腐朽的条款提出质疑呢？有什么勇气去在高位之人做出昏庸决策时去对抗？才能固然重要，心性也是关键。学生受教，其实我也不确定自己这次定能通过，只是想尝试一下，再看看进博堂的考核是怎样的，这样回去了也知道方向嘛。殿下这份心性便尤为可嘉。朕是子女以配单于，必博文谨，禄之甚厚。单于待命加慢，侵略道无已，边境数经，朕甚敏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中堂先生教的时候，只是把这句话用人话解释了一遍，再讲一下当时的历史。然而测验时考的却是这句话，表明了武帝的态度，希望以武伐之，而中原常年武力薄弱，请分析当时国情状况，论为何最后能决定举兵攻之。今日越朝外敌有二，若面临此境，该如何待之？缘由为何？写完之后，夫子将他的策论收了起来。其他学子的最后一关是臣等来评判，但皇嗣的最后一关通关与否是陛下来判。这大公主前几项都过了，最后这一关她写的时候，我瞄了一眼，有理有据，令人信服。除非陛下觉得孩子太小，想压一压他，不然必定是能通过的。当初啊，我教大公主启蒙的时候，就想到了她是玲珑剔透的一个孩子。过目不忘这个词儿，从前也只是在书里看过，以为啊，
现实中定没有这样的奇人。见到公主以后，才知道是我狭隘了。本来以为是皇嗣们都聪慧，直到教了二公主以后，才想起来教正常的孩子是有多吃力和崩溃，是吧？我都不敢再夸这孩子，怕他飘了。前朝升入伯堂的皇嗣，也都是11、12岁的时候才进的，人也只有陛下和……嘿，江兄慎言！你以为我要说什么？我没准备说下去。我明白的，这个名字是禁忌。唉，北田4年就走了，我以为已经够妖孽了，没想到你竟然3年就走了。唉，殿下，您是要我的命啊！殿下，您太抬举我了，居然让我这等凡人给你做伴读，我哪里配呀？就3年而已，我根本考不进去。我们是不是要分开了呀？不是啊，你听说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听说过，但您这么形容我，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啦？你和堂子是我的伴读，你们要一直陪我的，我在哪里，你们就要在哪里。不过还要问问堂子愿不愿意跟我走。若是堂子想继续待在宫里，也可以。走的走的，我就知道，我可受欢迎了呢。殿下，殿下，你不要走啊！殿下，你走了，留我一个，我该怎么办啊？殿下，你在哭什么？好丧吗？我活得好好的呢。我一个人是多么寂寞，没人陪我玩，他们都太蠢了，我和他们玩着很累啊。实不相瞒，和你玩我也很累。3年呢，殿下3年就能考进伯堂了，我不知道还要几年。殿下，我一定会努力追赶您的。没事的，你不用追赶我，等你都能进伯堂了，我应该早就出师了。许承胄无语，他哭得更伤心了。撒开，撒开！我不！再不撒开，我揍你喽！殿下，真的不是仙女吗？您上次命令我的牙长出来以后，它就真的长出来了。谢谢殿下。魏静初很是疑惑，他环顾四周，不乏有比较大的已经换了牙的学生，大家纷纷偏开头。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真相？好坏呀，这些人！看着这群人，他意识到了自己有多罪恶，但是不改。殿下怎么突然驾临？妾都没来得及准备好东西，这些粗茶实在太怠慢您了。你的折子我都看了，镖局的力势可嘉，钱庄也在筹备。你说晚一些再开。是。你节奏把握的不错，设立钱庄需要的钱财很多，缓一些。多积蓄银两是好的，承蒙殿下抬举，妾自当尽心尽力。你的能力我是放心的，有没有什么麻烦是需要我的？我接下来的时候甚少回京，鞭长莫及，有事现在先处理完。殿下去往何处？妾失言，该打，不当问这的。回殿下，借了您的名，如果连一些麻烦都解决不了，还要劳您亲自操心，就实在不该了。妾都能办好的，绝不让殿下劳心伤神。殿下，谭氏在许多州府都有产业，这几年蒙陛下庇佑，更是扩张了不少。如果殿下出京后有幸驾临谭家的地方，出示此物，那边人必将奉您为上宾。妾会写几封手信，殿下带上，也可做证明之用。殿下，小心刺客！无事，这是我的人，你的心意我也知晓。你方才担忧我的安危，以身护我之举，我也会记得。今年的利就不用往我的账上送了，你自己留着吧。谢殿下隆恩。你是跟对了人，我对自己人一向很大方。令牌我收下了，等你的手信。今日时候不早了，告辞。恭送殿下。怎么回事？你为何突然现身了？莫不是周遭有什么危险？公主恕罪，是属下一时没隐匿好，跌落了下来。殿下，属下有一不情之请，此事能否不要告诉旁人？
你会受罚吗？是。可以呀，你保护我5年了，才这点事儿算什么？我当然会帮你的。多谢殿下。殿下，都读过哪些书啊？先生，您的语气很像诱拐小孩的人牙子。您可以用正常一点的声音问学生的。韦先生，中堂该读的，学生10之8九都读了，已然全部精通。书是常看常新，再说天外有天，学生只是达到了考核的标准，并非就敢说精通。殿下可读过《识货志》？汉室减轻田租，32税1，常有耕赋，霸龙贤出，而豪民亲邻，分田结甲，却民30，实是税无也。富者骄而为邪，其南口不满8，而田过1井者，分于田而9族相当。对此，殿下有何看法？莽因为倾向改革且被贬黜过，在儒道之人中呼声极高。他建立新朝后，以令王朝焕然一新的姿态进行改革。次年，又为了解决土地兼并过多、分配不均和世家大族蓄奴过剩，改革发令，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奴婢也不能再私自买卖。哀帝是也有过改革之举，但无疾而终。莽加强了惩治的强度，违者可用死刑，妄以重刑来集中权力。好，殿下小小年纪有这般见解，实属难得。但我还没说完，但是说了这么多话，学生有些渴了，能否让我喝口水？喝吧。任何改革都会引起动荡，只是说或大或小。然关中平原一带，许多人被下狱，全局性的改革，空有法令就只是空壳子，没有紧随法令而来的规划和执行，大规模的改革势必会让王朝动乱。而莽当初上位，也是因为地方大族的默许，莽却改革，破坏了豪强的利益，本意是为民计，但压不住大族，他的新政是没有实力做保的。而当时外敌与中原的矛盾愈演愈烈，他只能放弃内忧，以保外患不扰。先不谈那些新政对国库有无实质的作用，只说若要推行新政，先要看是否有足够的实力保障，和那些因为新政而损失利益的人对上，有没有足够的胜算，规划和执行力也必须跟上，这便是无所误。不是，我说什么了？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那殿下认为大越如今在内有无什么困境？其实大越想要改革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前朝末年，人丁有4600万人，户籍900万。然越朝正值鼎盛之时，至少比起前朝末年不知繁盛了几何，但户籍只有300万，这个数量定然有错，证明逃籍之人数不胜数，连记录户籍之事都无法贯彻执行，那么改革政令更是难上加难。大越如今最艰难的地方，我认为是这里。贝江主走后，我真的没见过一个人能这般七巧玲珑，见微知著，只希望不要只是纸上谈兵。叔兄啊，博堂不就是为了测验这些学生们能否将学到的东西灵活地用上吗？这般奇才定要好好的教，切莫成了伤仲永才好啊。如此神童，却偏偏是生在皇室，又是个公主，吾等耗尽心血教出来了，却不能入仕，造福黎民，明珠暗藏，不是更让人心痛吗？罢了，公主殿下既有不世之才，想必真到那时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以后的越朝是这群孩子的事，我们就看着将来会发生怎样的天翻地覆吧。儿行千里母担忧，呸，父担忧。初儿，在外面不比宫里，什么都不方便。你要是实在受不了，就直接回宫吧，反正你还小，可以慢慢学。
你就是再玩个2、3年，赶上别人也是很轻松的。阿爷会让人给你把要带的行李都备齐的，钱财也给你准备够。但你要是想家了，直接回来便是。别走神啊，交代你的都要听清楚。阿姨是肚子里的蛔虫吗？我明明演的挺好的，她怎么知道我在走神？殿下，咱们是去做正事的，您这不合规矩呀。夫子，咱们殿下不是好逸恶劳的性子，陛下爱女心切，这些都是陛下的旨意，咱们殿下是推举过的，可惜无果。殿下毕竟千金之体，左右是车队赚大了一些，也无妨的。这么娇气还进博堂，既然吃不了行路的苦，干脆在京城里待着养尊处优，不是更好吗？那位着棕色衣袍的师兄，你方才是不是不服殿下带了这许多的东西？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路本是磨练意志之事，带上这么多累赘，只会拖队伍的后腿。本来2个月即可赶到的地方，被一拖直接拖上3、4个月。我说错了吗？师兄说的有理，是我考虑欠佳，常言好月，你们去看看，侍卫们留下，钱财、衣物、易存的食物和野外用具留下，其他的打发回去吧。我的事解决了，那师兄的失礼之处又当和平。你对我行事有意见，大可直说，你自有道理，便堂堂正正的与我道明，在背后嚼人舌根，实非君子。抱歉。殿下真是好威风，你就在一边看热闹，殿下被人极度刁难了，你也不知道来帮忙。哎，此言差矣，咱们公主可是个小人精，对这种小角色，对表妹来说根本算不上刁难。其实这人犬吠，你没必要听，他与我有旧怨，又知道咱们兄妹关系好，这才来在你面前嘀咕。不过嘛，你是身份尊贵的公主，他不敢明着对你不敬，只敢在背后怨怼不满，却还是被你捉了个现行。你和他什么过节？当然是我太有才啦！本来夫子们以前最看好他，结果我来之后就最看重我了。当然，你来了以后，我也会失宠了。所以人外有人嘛，没什么好不平衡的。心胸狭隘之人，看你不顺眼的原因总是各式各样。陛下拳拳慈父之心，你不用被那厮影响了。不服的人也只敢背后说嘴，用着舒不舒服是你的事儿。我不是因为怕了他，害怕他人眼光什么的，而是他说的本来就很有道理，累赘过多会拖慢行程，只是说话不好听，人还是要听劝的。文雅一点来说，也可以叫纳谏。哎呀，这小兔崽子，翅膀都还没长硬，就以为自己能翻了天了。那一路上多难呐，遇上穷山恶水的缺衣少食了可怎么办？他本来就年幼还任性，到时候真吃亏了可怎么是好？哎呀，蒋之贤，你说朕要不要干脆传一道急诏，把初儿召回来，留2年再出去算了？哎呀，不行不行，明年朕也一样会担心，到时候明日复明日，明年复明年的，岂不是耽误了他？殿下，您的烤肉好香啊，可以分我一小口尝尝吗？没事，你直接割吧。因为破窗效应，更多的学生上来找贝静初，只有一开始和贝前不对付的学生梗着脖子在一边，含泪咽下自己的干粮。郎君，殿下说大家都是同窗，其他人有的，您自然也不能落了。端着暖乎乎的热汤，少年都快哭了，有种莫名的感动。皓月，你和他说了什么吗？怎么感觉他疯了？没说什么，殿下，可能是他有病吧。哦，此时天武公主似乎没来。夫子不必担心殿下安全，殿下并未出事，只是在房中睡着，没请他来罢了。此次平州一行，在下自会招待好公主。这些政务啊，就不劳烦殿下治灵操劳了。咱们开始吧。此时天雾公主聪慧灵秀，来此也定能帮上大忙的。刺史是不是觉得殿下年纪小，来了也是添乱，干脆就任他在房中睡着？哎呀，在下当然不会觉得殿下添乱了，只是殿下年纪确实太小，论帮忙多是帮不上的。与其劳心劳力还没有用，倒不如让他多睡一会儿呢。此时
您失算了。殿下既然能通过考核见着伯堂，那必然是有本事在身的。难道您认为我们几个老家伙是扛不住陛下的威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天武公主进来的吗？哎呦，当然不是。还是去请公主吧，把一个学生排在外面，这叫什么事儿啊？刺史，公主殿下到了，想要进来。殿下昨夜睡得可好啊？今臣特意没派人打扰殿下，一时枯燥。殿下要不要移步到花园？或者臣也可以找人带殿下去集市上玩啊。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刺史，为什么早上所有人都叫了，唯独不换我和我的伴读来？臣不是想着您舟车劳顿，让您和您的伴读多歇歇吗？那你就不体谅他们舟车劳顿，说得像只有我累似的。你就是觉得我是个小孩，觉得我没用是吧？臣不敢。哼，不管我有用没用，你也不能区别对待。既然人都到齐了，这里是平州近段时日的卷宗，诸位可翻看，一应击毙也归纳了出来，无从下手啊。弘文馆的伯堂都是人杰，诸位博闻广识，看看能不能出主意啊。我以为一切的困难都来自于公款不足，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平州各县衙如人手不足而导致的犯事闹事者无法抓捕等，大部分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平州各县衙的公械田和公械钱似乎并无收成，甚至还亏了。啊？你能看懂啊？啊？我为什么看不懂？不就是陛下给各个州府划分了土地，拨了银两，然后让你们把土地租给农户，银两拿去放贷，收上来的地租就是官府的公款嘛。然后你们现在因为某些收成不好等原因，地租收上来的缺了许多，钱贷出去也收不回来了。其实这种制度本身就不合理。表妹，大家不用紧张，陛下并非不听劝之人，我们所议之事并无不敬之意，就算传到陛下耳中也没事的。谁想的这种方法呀？不会真的是我爹吧？或者是我那死去的大父？但是看他们怕怕的样子，是我爹的可能性更大呀。妈耶，阿爷也有犯傻的时候，专人有专长。刺史，读书人有傲气，不屑与商贾为伍，但这些事对你们来说很难，可放到商贾之人手中就很容易解决了。不行，商贾卑贱，连科举都不配，如何能插手官衙中事啊？殿下不要乱来了，朝廷人才济济，平州也不是就无人可用了，何必让那些商贾来脏了官衙的清廉？事情交给擅长的人做，何谈什么脏不脏？你们都在说什么啊？然而他们也同样不理解，魏晋出身为大越的公主为何能说出让商贾插手州府事务的话来。她就这样懵逼地坐在原地，看着一路上都和睦友善的师兄们。此时指责他的立场，虽然所有人都言语温和，但他还是很不适。这里太闷了，你们觉得我的建议荒谬就算了吧。现在理解我和你说的那些话了吧？那些人脖子上的都是装饰，明明很简单的问题，偏要弄得很复杂，规矩大过天，一点灵活变通的思考都没有。你让他们改变什么，就像是要了他们的命一样。第一次的时候我也很生气，但现下已经习惯了。好言难劝该死的鬼，毕竟他们才是这片地的父母官，是做主的人。我们觉得自己的考量再如何正确，也只能提建议，用不用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儿。所以要是哪天我自己来当刺史就好了。还记得从前江夫子讲女诫的时候吗？他们内心深处或许连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想法，是不想让另一群人和他们达到同样的地位，哪怕以牺牲朝廷的利益为代价，只要不是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太多。走吧。去哪儿？既然你已经把解决问题最简单的方法都说了，就没有咱们的事儿了。不用担心，他们商量来商量去的，迟早会妥协的。毕竟钱迟迟收不回来，入不敷出，他这个刺史是会被陛下问罪的。
到时候降职，可是就关系到他们自己的事儿了。咱们只要好好玩玩，等着就行。刺史见这些学生们要么想不出来东西，要么说出来的建议天方夜谭，不切实际，可行的呢，阻碍又太多。夫子，您看这……我看什么？殿下都已经出了最简单的主意，您要是另有高见，也可以自行抉择，不然这练的就不是孩子们，而是老夫了。确实，交给那些商贾，他们多的是办法把钱收回来，也能让宫谢田得到最大的利益，而且他们都不用报酬的，只要能跟官府挂上钩，一个个就谢天谢地的。一直困扰平州的问题是得以解决了，但我为何就是心里难受呢？难道说以后每次解决这种击毙陈科都要不顾规矩，剑走偏锋吗？哎呀，刺史啊，有用就行，剑走偏锋又如何呢？你懂什么？文人风骨不可丢。得了吧，您之前还说不管怎么说，朝廷也不可能让咱们饿死，坚决不可能用天雾公主说的方法让商贾来办的。这才过了没4天呢。严仲，你怎么了？我去找随行太医。殿下，别去，求你别去。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殿下，如果您对属下有一丝主仆之情，还请不要声张。谢殿下救命之恩。为何说是救命之恩？我什么也没帮你。殿下没有声张，就是救命之恩。世上练武之事，除非天生奇才，谁又能像暗卫一样达到主人的要求？武艺高强，又会隐匿，能长时间的不休息，随时随地的保持警觉。试问，这怎么能是人可以做到的事？然而，有人配出一种药，以燃烧寿命、损耗元气为代价，开发人的潜能。而如今，属下的元气和寿命，似乎是不久了。那才更要治啊！如果从现在开始好好养着，或许就能多活几年了。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殿下，没用了的暗卫是不值钱的，等待我的只有被扔到废弃的角落，自生自灭罢了。拖着一个油尽灯枯的人，需要耗费多少气针？皇室暗卫虽然不算多，但每一个都好好奉养，拖不起的。他们知道我的状况后，知道我会有状态不佳，比如这时无法保护你的安全，那么我会被换走，下一个严重就来了，而我只会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静静地等待生命终结。你是不是在离京前就有发作的迹象了？但是你害怕，没说。你不用担心，我会保密的，我不会让你成为被丢弃的人。太惨了，太惨了，真的好可怜啊！殿下，我不叫严重，是暗卫里每一代能力第2的人叫严重。我以前叫严卫，但这是成为皇室暗卫后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爷娘给我起的名字叫什么，或许没有吧。如果是一个被期待的孩子，又怎么会被卖掉，成为弃婴呢？太惨了，真的好惨呀！我不行了，我的眼睛酸了。你保护了我5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会偷偷找人医治你的。严卫。好，谢殿下。严卫，我没有能力去救所有的暗卫，我只能救我的人。但既然你是我的人，是不是就要听我的？当然。我指的是，在阿耶和我之间，你还是要听我的。属下知道。我一定会想办法治你的。现在我就命人找大夫去。我知道的，不找太医，他们可能会泄露给阿耶的。
这位郎君身体亏损严重，要仔细调理，用药也必须得是十分珍贵的那种。就说山参也要1000年的才能吊上他的命。这些东西听着是唬人，1000年山参，我自己也只有1株。果然，暗卫不是容易救的，但东西再珍贵，也是拿来用的。用一些珍宝，得到一个完全忠心自己的暗卫，也是赚的。虽然是保护安全，但也相当于阿耶在我身边安了个监控。要是我想搞小动作都不好搞了。言卫，隐匿好神，既如此，你就做侍卫打扮，跟在我身旁吧。是。许少卿，殿下安，您怎么会远在平州？许少卿，我进博堂了，我是跟着队伍来平州的。田居少卿之位，实在惶恐。我本也不善管事，只是农桑，还是出来看看，对大越才有更大的贡献。大越州府甚多，平州也广袤，偶遇殿下实在是缘分。但臣明日就又要启程去德州了。平州这一处1年前我已经来过，这次来也只是看看作物的长势。那许少卿要多注意安全，护卫都要带好了。德州已经是边境之地，偶有骚乱，你是大越最珍贵的人才，可千万不能有个万一啊！要不先改个道吧？德州是边境之地，虽然现在突宁无暇扰边，但多年混乱，盗贼流寇不少。要不别去了吧？难道边疆的百姓就不管了吗？虽然可以运粮，但运过去的粮食难免会贵许多。德州离平州近，天气相差不大，对农事的钻研可以考量平州的先例。若是改道，将来再去德州就要重新拾起来了。臣还是想一鼓作气，大越的子民呀，也能有更多的人填饱肚子了。对了，许少卿，我来的路上得了一些种子，这是棉花的。现在我们不是用的木棉吗？这棉花比木棉好多了。许少卿要是大人种出来，冻死的人就少了。这是红薯块，切一块埋土里就能长了。如果放在江淮一带的话，亩产6000斤也是可以的。哦，还有土豆，亩产没有那么高，只有2000斤。你管这叫只有？许少卿，既然你要去德州，在那里的时候，能否帮我打听一个人？殿下请说。听说年幼时，我有一位父母，因为染了病，被逐出了宫。他的家乡在德州。许少卿既然要去往德州，能否帮我打听一下他过得好不好？我只听说他叫阿鱼，若是他过得很艰难，你能帮就帮一把吧，一应花销报酬，回京后我给你。这事简单，那位于嬷嬷若是知道殿下惦念她，定然倍感荣幸。发布任务：营救被劫匪关押的许书欣，积分100分。什么？他又出事了？他怎么又双若卓出事了？不是，他怎么这么倒霉啊？阿叶不是给他派了护卫队的吗？只是比我的护卫队次一点而已。我还提醒了他注意劫匪的呢，他怎么就能被山匪劫了呢？给德州刺史写信让他去救，可以，但我也必须去一趟。深陷劫匪窝里，必定险象环生。要是位置有变动，我这里还能看。夫子，我们现在能去德州吗？殿下在说什么？我说，我们现在能去德州吗？殿下想说什么？我们现在能去德州吗？也没烧着啊，怎么开始说胡话了呢？殿下不是知道吗？我们在平州再待几日就回京了。弘文馆只是想锻炼学生，不会拿学生冒险的。走再远也不可能去边疆的。那我若是有非去不可的理由呢？殿下有什么理由？尤兄啊，你们带着学生们先回京，你们先一步，快马加鞭，拿着信去向陛下报信。吾等去拦公主，拦不住的话，就去找德州刺史，寻找公主的踪迹。好好的，公主怎么就失踪了？难道是被掳走了？不会吧，侍卫都带走了，肯定是自己走的呀。他疯了吧？我们和他是一路的，那公主失踪了，要是有个万一，那陛下责怪我们怎么办？本来以为是个乖巧的小女孩，没想到也是一个自私自利、刁蛮任性的主。
不明真相就在这里吵吵什么？一路同行几个月，小殿下是什么人，你们还看不出来吗？他要走，肯定有他的道理。你不是最维护你表妹了吗？说句话呀！正是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任性的人，我才更担心，定是出什么事儿了。还是我们不能知道的是，他还是个孩子。这娘们儿操黑的，我睡都不想睡。哎呀，就赏给兄弟们玩玩吧。谢谢大当家的。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司农寺少卿，是朝廷命官。你们要是对我不敬，到时候治罪下来，你们整个寨子的人都得死。哎，真是笑死了！编吓唬人的谎话，也不知道编得像一点啊！朝廷命官，哪里会有一个女人当官的啊？女人连吏都当不了。哎呀，这娘们儿不仅是个丑的，还是个疯的。我因私农田没有着锦衣绸缎，但我的腰间还有令牌，你们不信可以看。先把他关进柴房里去。徐少卿独身一人，身边没有护卫，被绑着关在柴房里，暂时无碍。只是一个小寨子，人数不多，一群乌合之众罢了。我们带来的人完全能拿下。等会儿你带路，我们先直冲关押许少卿的柴房，把人救出来了，就不怕他们用许少卿做人质。严重，身为暗卫，要时刻跟在公主身边，怎能公主让你去打听消息，你就听了？你忘了主上的命令吗？你不是还在吗？平日我歇息时，也少不了只你一人护着公主的时候。那怎么能一样？按规矩，除了歇息时，我们不得离开公主半步。严重，你有事。魏静初带着人直接杀进去。训练有素的侍卫队对付一群乌合之众，如砍瓜切菜一般简单。小娘们儿，爷爷我没碰过女人呢。你们老大可是说了，不准动我的。我们老大只是说把你扔进柴房，可没说不准让兄弟们上啊！哎呀，迟早你都是要给我们用的，我只是第一个来而已。徐子子，你怎么会孤身一人在劫匪窝里？你的侍卫们呢？我本来在地里好好的，去驿站的路上途经一条小道，突然就冲出一伙人来，原以为是刺客，结果他们是想把我劫走。或许是因为有备而来，侍卫队根本不敌，我甚至差点被拉到他们的车上。有几个侍卫把我抢了回去，然后又掩护我遁走。最后一个为了引开追兵也和我分开了。本来是想着离德州也没有2步了，可以去找刺史求援，结果天不遂人愿，又遇到了山匪。能攻破侍卫的重重保护，直接掳走许心书，而且劫走许心书还得对他们有用，要么是许心书本身的才能，要么是要挟许家，要么是要挟岳朝。殿下，我怀疑是外邦的人掳走许少卿，势必会得罪大越，而如今能不得罪大越有实力一较的，我认为是秃宁。臣辜负了殿下信任，没机会找到您说的那位于嬷嬷，还让自己身陷险境，让殿下来。殿下是怎么知道臣遇险了，还找来了这个寨子？等等，让我想想怎么编。本公主听说德州此处匪患，民怨深重，于是便发了善心来剿匪。殿下真是人善，而且殿下竟能直接救下臣。每次臣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好像都有殿下的救助。臣和殿下实在是太有缘分了。并没有，你我本无缘，全靠系统牵。强抢民女，妄图行不轨之事，把人都捆在这里，知会德州刺史来抓人。许少卿，接下来你打算如何？回殿，我想先找我的侍卫们。我先送你去德州，咱们先去找刺史，搜寻你护卫的下落。就是他们！原来这里还有个更值钱的呀！所有人都以极快的速度朝着魏静初冲来，离得最近的严昭上前挡住为首刺客的一击。难怪许心书和护卫队直接失联了。严昭，带公主走！对不住了，许少卿。严卫，放我下来自己跑吧。殿下尊贵。尊贵个屁！现在是逃命，咱们3个拉着跑，速度快些。殿下，现在怎么办？此处离德州境内已经很近了，我们先进城，还是找刺史，到时候再联系这边会合。希望我的侍卫们别死别残，受伤什么的，我回去都能给他们治。还有徐子子，哎
服了，本来是来救许新书的，结果现在还把人给丢下了。我们走了，许少卿不会又被那群刺客掳走吧？殿下，我来的时候，关那会贼子都是全部冲着您来的，没人管在一旁的许少卿了。或许是您在，许少卿就不香了。秃宁毕竟是游牧居多，许少卿能发挥的作用不如在大月显著。可要是逮住了您，殿下，看那边，悬赏令。您和许少卿的悬赏令，为何会有你们二人的悬赏令啊？如果是寻找公主的悬赏令也就罢了，但并没有提明身份，更像是悬赏犯人的。才6、7岁的小女孩，悬赏令竟然比江洋大盗还高，这得是犯了什么天理不容的事儿啊！遇上那种歹徒我还制服不住，这小孩要是遇到了，那可就发财了。旁边这个女人也一样啊，虽然低了一些，但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殿下，德州刺史叛变了吗？德州的官员是疯了吗？就算是叛变，也如此明目张胆，他们这样做就不怕传回京中？陛下治罪斩了他们9族。殿下，德州刺史，如果德州刺史叛变，直接投敌就行了。地方大员也是难接触到朝廷的核心机密的，除非是留着他，等他再往上爬，不然直接带着德州投资的价值才更大。如果是为了抓我，那直接以寻找公主悬赏，待我放松警惕，再直接把我送到秃宁手上，那才叫防不胜防。幸好，不是刺史叛变，他们不敢公布我的身份，应当就是怕引起刺史的重视。你的意思是说，德州官府里出了叛徒，而刺史纠察不严？这只是我的猜测，现在的情况对我们不利。唯一的好消息是，既然许少卿也有悬赏令，又证明他也没被抓住。既然他们已经明目张胆了，那定然是不怕消息传到陛下耳中。所以他们是确定自己能在陛下派兵捉拿前离开吗？还是说他们觉得在那之前德州会变成秃宁的地盘？殿下，秃宁和御魂正在交战，此时无力再对战大月的，应当只是他们确定自己能及时逃掉，咱们别太悲观了。但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只可惜我们无法把消息传回京，不然陛下他们能早早备战。我绝不能被抓住，我是月朝的公主，我不能做影响月朝战局的罪人。殿下，你要做什么？一张脸而已，划烂它就没人能认得出我们，这样我们就能一直保持安全，直到救兵来为止。看着干什么？快来帮忙啊！你要看着殿下毁容吗？属下听从公主的一切命令，不会违抗。娘的，疯了，全疯了！贝静初挣脱开雷涅尔的束缚。殿下，没事的，涅尔，我知道你担心我，容颜有瑕是不好看。回去之后，我就努力去吧。可要是去不了了呢？但我们现在能活下来，我也不会威胁到大月的战局，脸上2道疤而已，和命比起来根本不重要的。夫子带回消息后，阿耶见我迟迟不归，必会派人来救。现在的难处是，要等到救兵来的时候，早知城中更危险，我们就不该进城的。现下好了，进来容易出去难，出城门一定会被发现的。殿下，城外野兽凶猛，在城外未必就安全了，殿下不要责怪自己。既已入了局，难以抽身而退，就时刻不能掉以轻心。财物都在后面押送，没有运来，就算是运来了，我们也不能暴露身份去取，不能保证是刺史先找到我，还是叛徒先找到我。我的银子都是被长夜皓月带着的，我自己还真是身无分文。雷涅尔掏出自己的钱袋，打开给贝静初看，里面倒是有满满一袋的银子。回去后，我以10倍黄金还你。我身上的料子是最好的贡品，要是被识货的人认出来就完了。真可惜，这些衣饰拿去当了，也能卖不少银子的。这儿的地方好，院子也宽敞。就是啊，以前死过人不吉利，屋主才降了价。您几位要不要再选一个呀？爹，妹妹，你觉得呢？就这里吧，未来还不知道要待多久，银子还是省着点用。余娘子，这几位就是要租您院子的客人，您看看
要是行的话，今日就能付钱。阿鱼回过神来，愣愣的应好，但他的眼睛依旧死死地锁在大梅平安扣上。有劳您了，明日我会清点好佣金去宅行的，您先回去吧。于娘子，这还没签租契呢。签没签，明日都会给你。现在，您先离开吧。殿下，殿下是我，您应该不记得我了。我曾做过你的父母，你是喝我的奶水长大的，殿下。于嬷嬷，是我。嬷嬷，我的身份一定要保密，如果泄露了出去，我会死的，你也会死。所以，殿下的脸是因为这样才伤的吗？于姨，别叫殿下，叫我样样。娘儿，你怎么了？不知道，妹妹，我听到这个名字，好难受，心口好痛，好难过，好想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于姨，能帮我们找一下郎中吗？别去，我再好了，只是刚才那一下男人，让我缓缓就行了。你是听不得那2个字？世界上还会有这么奇怪的病？靠音波的吗？不是的，妹妹，你可以再说一遍那个名字吗？真的有人喜欢作死吗？哇，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的样子有多吓人？我以为你要死了。再说一遍吧，我想看看是不是偶然。样样，我就说，怎么会有害怕一个名字的病呢？应当是个意外。他不会有心脏病吧？说的是心疾吗？那应当是没有的。样样，我这处院子曾出过命案，鬼神之说先不论，出过命案的住处便宜些，是因为凶手可能还会回来，你们的安全重要，别住这里。我如今在县城府上当教习先生，有几分薄面，不如你们跟我一起去我的院子里住，就说是我的远亲。德州内到处通缉我，能做到这种地步，定然不是一个县城能做到的，所以县城叛变的可能小，而那群通缉的叛徒应该也想不到我就住在他们下属的官邸，官兵搜查也不会仔细查官员住处。我知道，说是我的亲戚，委屈了样样，我绝无高攀之意。于姨，你是我的父母，有什么高不高攀的？这次多谢你，若我能顺利度过危机，回宫后我会向陛下给你请赏，必是厚赏。你的面具是不能取的吗？面目遮遮掩掩，难免引人怀疑。这是从前执行任务时伤了脸，为了不吓到别人才戴上的。没关系啊，我们现在是一样的脸啦，脸上都有伤，走出去还更像兄妹呢。心儿，这是样样妹妹，比你小2个月，让妹妹暂住一段时日。你年长些，要好好照顾妹妹，知道吗？她才不是我妹妹，我没有妹妹，这里是我家，这是我的房间，让她滚出去！心儿，谁和你说这是你家了？这是民工的家。阿娘平日是怎么教你的？一个房间而已，让一段时间给妹妹又怎么了？阿娘，你不疼我了，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骂我。于姨，不用为了我委屈心儿，我住哪里都没什么的。看看妹妹多懂事，再看看你。于姨，心儿住的房间一定是院子里最好的吧，所以你才想腾给我。但我一到来就抢走她屋子的话，心儿对我有敌意也是正常的。对我来说，住好一点，住差一点都是一样的，所以不用委屈心儿。她还是个孩子，不用太懂事的。可是你也是个孩子呀。不是，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阿鱼顺着他的意，换了个空房间里最好的。样样等上2日，我去找人牙子买2个丫鬟来。院子里有洒扫的仆役，并无贴身侍候的下人，但于姨会给你配好的，不让你受太多委屈。现在这情况还讲什么伺候不伺候的，能有个安身之处就不错了。况且心儿作为于姨的女儿都没有配奴仆，而我一个远房亲戚，你却给我配上了，就十分的不对劲儿。于姨，我能照顾好自己的。你给我娘下了什么迷魂汤？
他以前从来不会照顾亲戚家的孩子胜过我。你又是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的穷酸亲戚？一身小家子气的，没住过好屋子吗？别人的闺房都想抢。哼，乡下来的就是可产啊！对，你自己没有娘吗？为什么要抢我的娘？我没娘。原来真是个没娘的野孩子，难怪见到别人的娘就像苍蝇一样扒着不放。我告诉你，虽然阿娘说你是我们的亲戚，但她只是可怜你而已，我才是她的亲生女儿，你是怎样都越不过我去的。合理。丑八怪，一个毁容的可怜虫。你要做什么？你放开我！你不是瞧不起丑八怪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当丑八怪吧。瞧瞧你这脸，光滑细腻，在上面划几道伤口，应当很有气。你放开我！再动，我一个手滑，你的脸上就会多一条伤口哦。我错了，求你不要伤我的脸。那你说说，你错在哪儿了？我不该说你丑，还有呢？不该骂你是没娘的野孩子。既然都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还我行我素，你不是知道错了，只是因为自己受到了威胁。滚吧！阿娘，那个样样欺负我，他想要割伤我的脸，让我变成和他一样的丑八怪。你叫谁丑八怪？谁教你这么说妹妹的？阿娘，他想要割伤我的脸。你是不是去寻了人家的不痛快？我不要你打的穗子，不要你给我的东西，你去找你那个样样吧。臭丫头，你干什么？这又不是给你的，就是给妹妹打的。你娘我辛辛苦苦做了半天，你给我扔了！心儿受到了大打击，又哭着跑了。阿娘，就是他偷的，他偷了我的珍珠。心儿，你又在胡闹什么？阿娘，我没胡闹，就是他偷了我的珍珠。他一个乡下来的，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见了就想偷，很奇怪吗？要绷不住了，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小的珍珠，我拿来镶衣服镶鞋的都比这大。你胡乱说什么？样样不是眼皮子浅的人，更不可能偷你的珍珠。为什么阿娘就相信他不相信我？为什么你更喜欢他？我才是你的亲生孩子，他就是一个小偷，他不配被阿娘喜欢。心儿，既然你说是样样偷的你的东西，那为什么你知道他放在哪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你拙劣的陷害伎俩，我都没有在一开始揭穿你，想着回去再和你细说，给你留一分脸面。可结果你竟还是不依不饶，定要把这个罪名栽赃到无辜的人身上。我甚至都不明白，样样是哪里得罪了你，让你对他排斥到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了。你说你这样子，还问为娘为什么更喜欢样样，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阿娘，我错了，你别不要我。我何时说过不要你？阿娘，我是怕你更喜欢他，他来了以后，你让我把我的房间、我的玩具都给他，阿娘做的东西也不再是我一个人能用的。每次遇到事情，你都想着他，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只想让他做你的女儿？阿娘，我会乖的，你别不要我。怎么可能呢？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会不要你呢？那你要更喜欢我一点。不是，于姨只是对别人家的孩子客气些，因为我是客人，她内心其实是更喜欢你的。真的吗？我没有阿娘，我的阿爷最喜欢我。你虽然没有阿爷，但你的阿娘最喜欢你。我阿爷有时候对别人家的小孩也很客气的，但我知道我阿爷最喜欢的还是我。贝静初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小机灵鬼儿，哄孩子很简单，只需要编排一个阿耶。心儿，虽然你担心于姨不喜欢你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栽赃的事情真的成功了，我会面临什么吗？阿娘会不喜欢你，还是讨厌你？不是的，我会被赶出去。如果我真是一个远亲的话，我会流浪街头，成为乞丐，只能饥一顿饱一顿，吃别人的馊饭。如果我没有本事，没有银两的话，若是你闹大了，我甚至还可能坐牢。会这么严重吗？于姨，
孩子还是要打一顿，才会有一个完整的童年，对不对？阿姨觉得很对，并用行动表明了对贝静初的支持。来了来了，坐好了。好沉重的关爱。样样是不是吃不下了？这是样样过得最简单的生辰了吧？这种时候还能过生辰，我已经很开心了。有人给我做长寿面，关心我的人在我身边，祝我长寿。今天你生辰，我不骂你。阿娘说生辰是很重要的，要开开心心的。好好好。系统升级，好感页面显示升至90。你再升到100以后怎么办？那就升到100以后了呀，亲。你不要学那个人工智障的语气，说人话。并没有呢，亲。老子数到3。好凶啊，宿主！人家也不知道嘛，人家只是个废物筒子，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又来找我玩啦？我才没有，我是来骂你的。好好好。有一个人我觉得很怪，我发现你很聪明，您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就是县城家的大郎马桶。等一下，马什么？马桶？怎么了？是哪个马？哪个桶？就是马驹的马，统帅的统啊。哦，原来是这个桶啊，我还以为是那个桶呢。哪个桶？没事没事，你说你的。就是吧，他有点怪怪的。我4、5岁的时候，他见到我都是很鄙夷的样子，眼睛长到脑袋上去了，鼻孔朝天的，觉得所有人都不如他的。最近却总是给我好吃的，不过他说要吃好吃的，只能去他院子里头吃。然后呢？他就摸我。他摸你？他摸你哪儿？你小声点儿。干！禽兽！你怎么不告诉你娘啊？大郎君说我娘是在县城家做事的，我要是告诉了我娘，她就让县城解雇她。摸一摸又不会掉块肉，只是我觉得不适应而已。哎，你怎么了？多久了？什么？我问你，他和你这样多久了？3个月前开始就这样。他很突然的开始关心我，但是也是真的很关心我。之前也是他说的，你来了，阿娘就不喜欢我了。他说我只能依靠他，所以我就听他的话，陷害你偷珍珠。对不起啊，样样。畜生啊！你知不知道他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唉，你干嘛？到底怎么了嘛？造孽呀！面对还在等他答案的心儿，贝静初心中溢满愧疚。他不能为了给阿鱼的孩子讨公道，就把事情闹大，让人注意到他。等以后，等局势稳定，他必然替于嬷嬷把那恶贼碎尸万段。县城家事大，马桶说的对。你要是告诉了于姨，我们确实斗不过他们，但你以后别再和他接触了，他不是好人。我觉得他是个好人啊，又关心我，又给我好吃的，给我送首饰。他说他就喜欢我这样的漂亮小孩子，只是摸我的时候我不太舒服而已。操！你必须听我的，要是让我知道了，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于姨，让咱们一群人都和马桶对上，然后被赶出去流落街头。世上还是坏人多啊！我给你套心窝子，你给我玩心眼子。早知道我就不告诉你了，亏我还信任你呢。那大郎君也不必怄气，气坏了自己可糟了。一个小丫头片子，不过嘴上厉害，你直接用强把她绑来玩了。刚才看她那机灵劲儿，也知道这事的严重性。您就算是弄了她，对谁的影响更大？她难道还敢把这么没脸的事宣扬出去不成？您喜欢刺激的，那反抗的小辣椒不是更刺激吗？哼，不愧是你呀，果然是从小跟在我身边的，就是了解我。这事儿你去办吧，事成了，重重赏你。谢郎君。样样，你冷不冷？现在是深冬了，出去的时候看见外面街上又冻死了好几个人。哎呀，那尸体啊，瞧着真可怜。大雪天的，身上也没件厚衣裳，脚都是光着的。
记得小时候，烧炕的柴火都不够，冬天里也总是冷得很，就这么挨着进了宫。这之后啊，就再也没受过饿和冻了。不过对漾漾来说，这是吃了苦吧？已经很好了，于姨，你都说了，外面冻死了好多人，这时候能有个温饱，已经很不错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收拾他不急于一时，咱们先把这一关度过了，别引人注意。我一开始还抱着侥幸的心态，觉得有现成的仕途做顾虑，那贼子不至于这么大胆。看来我还是低估了这些狂徒的贼心。现在明显是被那贼子盯上了，如果我走的话，希儿肯定逃不了。但我现在自身难保，也管不了他了。只是要离开，势必要给于姨一个理由，要怎样才能不惊动他们，悄悄地离开。咱们还得想一想。真是倒霉，除夕了还轮到守城。除夕值夜能得一碗肉饺子呢，咱们也少吃一口家里的粮不是？漾漾，快起来！外面打起来了，敌军已经攻破了城门，冲进来了。典韦，去叫聂儿，我们快逃！于姨，你之前租给我们的小院子，马府里可有其他人知晓？不曾，就逃到那里去。县城呢？他逃了。我本来在马府给娘子们上早课，听见夫人叫骂。县城在昨夜攻城的时候就逃了。昨夜攻城的时候？也对，官员定是一早收到的消息。身为朝廷命官，不说在战时指挥调度，竟然弃城而逃。弃城而逃先不说了，听你说，早上还在教娘子们上课，他没带上他的妻儿吗？甚至没知会一声，让他们赶紧逃？这我就不清楚了，但见他们一开始平静的无事发生的样子，应当是不知道的。人渣！留下妻儿在府中，定是为了让人相信他不是逃命，好放他出城。结果谁能想到，这人自私起来，什么妻儿子嗣都可以不管不顾。日前在系统里看到，阿爷已经点兵，大军就要到德州了。现在算算日程，不出意外的话，约莫过个5、6日，就该是月朝翻身的时候了。再等等，再等等。魏静初想再翻系统，看看军队的行进路程，点进去却是一片空白，往脖子上一摸，果然没摸到。完了完了，怎么了？没事，没事。车到山前没有路，船到桥头自然沉罢了。总算知道什么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了。漾漾，到底怎么了？越是困境，就越不能急。各位乡亲们，土宁军都是好人，不伤老百姓。大家把自家的余粮都收拾出来，一会儿啊，军爷们来拿。他们只要钱粮不伤人，不反抗就没事了。还好还好，土宁不准备伤害我们，只交钱粮就行，人在就好。这些东西虽然舍不得，总归还能赚的。待宰的羔羊，能信差郎说的不会吃了自己的话吗？我对外敌的话保持怀疑。于姨，财物不要全部交上去，我们翻出最旧的衣服来，划破它们，穿得破烂穷苦一些。钱财只交1点就是了。可要是被发现了我们撒谎，别对敌人太诚实了，咱们把东西都藏严实一点就是。不久，2个秃宁的兵士闯了进来，阿宇把钱粮递给他们，两人点了一下袋子里的东西，扫了一眼家徒四壁的院子和聚集在一处老弱病残的几人，一言不发地走了。原来说的都是真的，他们真的不伤人的。这般门户大开，所有人都一览无余，大家以为安全，无人逃命，是不是可以清点人数，男女老幼几何？啊，不会吧？只但愿真的不会。于姨，我们要找个避难的地方，不能将生存的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咱们去把地窖收拾出来，堆些保暖的东西，能做干粮的都做成干粮放进去，再想些办法把地窖入口隐蔽起来。军爷，我们昨日都交完了，我们真的没有钱了呀！好几个官兵闯进小院，粗鲁地翻箱倒柜。
把剩余的财物也搜刮了出来。给这些小孩子的脸都擦擦。月朝皇帝的大女儿被困在了德州，要是找到她，可以直接和月朝皇帝谈条件，让他歌舞做城池过来。确定两人都不是，他们才离开。嘘，蛋蛋乖，安静，现在不能哭。要是被他们听到哭声，有可能被吸引回来，明白吗？妹妹，现在怎么办？先是劫财，等财劫完了，如果他们想止戈，就该结束了。但我觉得不可能，烧杀抢掠一直都是一起的。走，所有人都去地窖里躲起来。第4日，让我出去，让我出去！外面明明没事了，这里又冷又闷。安静！阿娘，什么时候了还闹着不舒服？我就是平时太惯着你了。听样样的没错，先把这几天等过去，你别给我闹。为什么就要听他的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真的很不舒服。为什么不能听我的吗？希儿的怨念和不满越冒越重，对贝静初的决定的不服也达到顶点。他已经在心里悄悄地决定，明天就跑出去。到了第5天，听着上面的响动，希儿瑟瑟发抖地缩在母亲的怀里，再生不起一点出去的念头。地窖的上方传来阵阵搜寻的脚步声，不知道是不是贝静初的错觉，这次的惨叫声里除了有被打杀的，还有女子被凌辱时的隐约哀鸣。他把手伸到自己的脖子上，像是想要拿开脖子上无形的手，一种窒息感萦绕着。原来他们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屠城。原来一开始说的较量不杀，都是麻痹人心的手段。这些人都是月朝的百姓。外面的屠杀持续了2天。第7日，大家伙们，屠城结束了，该出来的都出来吧。现在出来的代表你投降了，可以留一条命，明天再出来就要杀了。你干什么？阿娘，他们说外面安全了，今天出去不会死，明天出去就会死了，我们要赶快出去啊！贼子狡诈，上一次就骗了我们，现在出去只是引蛇出洞，不能出去。那我们要在地窖里待一辈子吗？也不可能躲一辈子，万一这次是真的放过我们了呢？心儿的想法，就是那些躲着的还活着的人的想法吧。然后今天又会多一批刀下亡魂。不会的，大月的军队会把屠宁打回去的。那要多久啊？万一他们不打呢？我们就要一直躲着吗？是啊，对于不知道消息的普通人，他们不知道月朝并没有放弃德州这块土地，也不知道月朝有了秘密武器，他们会愿意赌一次恶鬼的善心。心儿，你娘舍不得对你如何，但我不是你娘，你要是敢跑出去给样样带来麻烦，我会直接弄死你，给你一个痛快，也免了你凄惨的死在敌人手里。阿娘，念儿说得对，如果这孩子真的不懂事，擅自出去，你就杀了他吧。阿娘，我平日教过你，不忍你受任何委屈，也不要求你懂事，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敌军屠城的时候。心儿，你别任性了，懂一点事吧。月朝的大军怎么还没到？定然是出了意外了，总不能是阿爷不要我了。就算不要我了，也不可能放弃德州吧。这天晚上持续的流亡和担惊受怕，或许再加上地窖里的阴冷，贝静初终于发起了高烧。不行，太烫了。于姨，这附近有没有药材店？我和严卫去找。小时候我阿兄就是在一个夜晚生了场病，家里穷，药材金贵，买药的钱够一家吃好多好多顿饭了。阿娘说阿兄一定能熬过去，但他没熬过去。等他额头的温度降下来的时候，
去摸他的鼻息，发现没气了。你们两个先照顾好他们，我出去找药。雨衣，我也一起去。我有些身手，如果有贼寇的动静，我能先发觉。我们只用把武功最厉害的银卫留下，保证他们的安全。你知道要找哪些东西吗？我不通医术，但只是找点最简单的麻黄和姜回来，也比坐着等死强。别去，宁儿，雨衣，别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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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儿，你一定要记着阿娘的话，什么都可以不记，一定要记着这一句。以后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听漾漾妹妹的话，她很聪明，也不会害你。你跟着她，你们俩互相照应。记着，记在骨子里，一定要听漾漾的话，记住没有？我记住了，阿娘。你可不可以不要走？我病能好的，你不要出去好不好？雷尼尔带着阿鱼有惊无险地躲过了2波巡逻的人，再到前面，阿鱼说那是一片较为开阔的草地，他踢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低头一看是一个人，再仔细一看是一堆人，顺着他们抬眼望去，一片繁茂的草地上全是人。余娘子呢？不知道，我们被发现了，御医掩护我，让我把药拿回来。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不知道他怎么。我希望他能找机会逃回来。这里不能烧水，贝静初体验了一次干嚼药材，苦且难以下咽，熬过了刺骨的寒夜。天亮时，他就收到了这份噩耗。你说什么？漾漾，都怪我，都怪我，我不该一个人回来。不怪你，你回来就很好了。那该怪谁呢？怪敌人，怪屠宁，怪屠城的恶鬼。心儿也在此时悠悠转醒，他哭闹着要出去找母亲。没有阿鱼在耐心劝着，严卫一个手刀劈晕了他。一个人，一群人的力量也太渺小了。我以为我是公主，是最优秀的公主，我很了不起。原来我什么都不是，脱离了太极宫，我什么都做不到。漾漾，回去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屠宁灭掉吧。一个人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对人世间的影响也越大，就能改变越多的东西。今天已经是第8日，他逼着自己继续撑下去。再次醒来的时候，希儿没有闹了，仿佛成了一个哑巴，也是安静地乖乖坐在那里，眼神空洞，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让贝静初心里一揪。心儿，如果我们活下来了，如果我们出去了，我们一起生活好不好？也不是没有亲人了，我们是亲戚啊。阿娘说让我听你的话，我听话，我不哭了，我出去透气了。阿娘能不能回来？第9日，搜查的动静不断传来，没有被搜到是万幸，但如果被找到，我们要有一战的能力，尽力的拖延时间，只能是拖延时间。再高的武林高手，也敌不过千军万马一拥而上。第10日，地窖的门被掀开了，士兵狞笑着，本以为又抓到一窝没有反抗之力的兔子，一把泛着寒光的刀，久不见天日的刀，直接砍下了他的头颅。城外终于抵达的越朝援军开始攻城，
突宁将军自信的笑脸，在自己的人马被炸成肉花时迅速溃败。将军找到一个小女孩，疑似越朝皇帝的大女儿。报，将军，潜入的援队有殿下的消息了。殿下性命无忧，在躲避敌军的追捕，但是把自己人也躲过去了。他们正在继续搜寻。我们先找到了雷娘子。好，好，好，哈哈！哎呀，先把念儿安置好，要紧的还是先送行公主。你去跟念儿传个话，我得空了别去看她。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他撑不住了。严卫，下来吧，换我来。严卫没听话，继续如砍瓜切菜一般收割着一波又一波如蝗虫般的敌军。严卫，先退下，你歇歇。严卫不听，他手中的刀继续挥着，更多的敌人倒下了。他吐出了一口血，他支撑不住了。贝京初上前去接过严卫手中的刀，又硬生生地杀开了一块空地。一群废物，抓一个小孩都抓不住，我倒要看看是什么腾格里下来的孩子不成？小公主，乖乖到我身边来吧，你过来，我不会伤害你的。你想要的是能威胁我阿耶的活人，但要是尸体呢？听说越朝人最讲究入土为安，我要是鞭尸你，你觉得越朝皇帝会不会心疼他的女儿？你们的主帅会不会顾忌？哼，果然卑鄙！既然你威胁我不想我死，就证明活着的我更有用，所以你大可以试试，我敢不敢割了自己的喉咙？越朝的援军终于到了，难怪抓我的兵力越来越多，就连将领都来了。越是这种时候，越是棋差一招的时候，就越不能放松警惕，不能让贼寇得手。贝京初拖延的时间没有白费，一只飞镖朝他脖子上的刀打过去。殿下，属下来迟了。您的脸……先别管这个，我们快走，找个人把严重背上。殿下，殿下，您的脸……殿下受惊了，我们让人准备好热水和茶点，殿下先去沐浴去法吧。殿下安，您受苦了。将军，念儿还在里面，我跟你说位置，你立刻派人去接应他们。禀殿下，念儿得您庇佑，先被我们找到，已经安置好了。许少卿和莫晴郡君可还安好？性命无虞，殿下无事便好。臣还要指挥调度，具体事由等战事告捷后，臣再一一向殿下禀报。将军，我以前的父母也在德州，与我走散了，你找人再寻一下他吧。遵命。你会不会说话？殿下损了容颜，自己的心情就够糟糕了，你还一惊一乍的，咱们要稳重一点儿，不把这当回事儿。殿下受我们的影响，才能不把那些伤当回事儿，知道吗？战事要紧，阿爷分身乏术，抽不出来看我是正常的，这点道理念儿懂得。况且看上的是军医，阿爷来了也没什么用。将军，德州战事已经结束了吗？禀殿下，德州已经攻回来了，也派人向您的营帐去报了喜，想是殿下错过了。臣心系女儿，没有及时去找殿下问安，殿下恕罪。念儿，殿下，听说你受伤了，心儿呢？她和你一起还好吗？殿下引开了大部分的人，只有少数想捡漏的下了地窖，我把他们都解决了，身上挂了些彩，放心，都是小伤。是，腿都断了，都小伤。叮，检测到重要道具。殿下，怎么啦？把他脖子上的东西给我拽下来。殿下，您要找的人好像找到了，是与不是，您去认认吧。殿下节哀。节哀？怎么能节哀？寿终正寝，无疾而终，还能安慰自己节哀？可碍于他只剩一颗头骨了，尸体的脸上还维持着狰狞的痛苦神情。被刽子手枭首的罪犯死前都不会这么痛苦，凭什么？什么错都没有犯过的，只想安安稳稳度过一生的女人，却要被折磨致死。殿下，想哭就哭出来吧。为什么要哭？我哭不出来。
这血腥绝望的10天，在史官的笔下，仅仅4个字总结：德州10日。一个城池的途径，最后也只有一个描述：涂炭生灵。轻飘飘的，被墨印在纸上，供后人观阅。公主，我弟弟病了，让他休息。不可能，要么走，要么死。病了算什么？死了正好。岳朝一向说自己宽厚大度，都是犹太俘虏的，所以你们就敢肆无忌惮的侵略，觉得被抓了也不用付出代价？我告诉你，我不是宽宏大度的人，在我手下1天，你们没资格过舒坦日子。就算你现在折腾我们有什么用？你也不能让我们所有人都死在路上。等我们到了越境，虽然会被关起来，但还是会和那些被俘的前辈一样，被好吃好喝的招待，彰显你们的大国风度。你根本就没有权利虐待我们。魏京初抽出身边士兵的刀，直接往他身上戳了一个窟窿。我说了，要么走，要么死。你们现在没资格和我谈条件，再闹，杀了你，没意思。还以为多有骨气。殿下，能否上来坐坐？大越确实一直有优待战俘的传统，以彰显我大越的气度。虽然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彰显这个气度，也不明白干嘛优待侵略自己的敌人，但殿下明目张胆地惩治他们，回去之后，陛下会不会责怪？那些臣子又会不会对殿下口诛笔伐，说您不够仁善？所以，我阿娘就该死吗？杀了他们的敌人，被我们抓到后还不能受到惩罚吗？我甚至觉得这还不够。如果害怕那些愚人的嘴，害怕阿爷责怪，我就让他们好过，那我心里才是真正不好过。念儿，我已经足够理智了，否则我现在就该动私刑，把他们一个个全都刮了。回京后，他们有什么意义再说吧，至少在这个队伍里，是我做主。陛下大喜，天雾公主的车驾已到京郊了，再算算距离，现下应当进城了。皇帝一下站了起来，因为起得太急，甚至眩晕了一下。不用，百家宫门迎公主回来。陛下，妾也要去。给太后和贤妃处传个消息。儿拜见陛下。太后殿下，贵妃、贤妃。我的初儿，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瞧你，瘦的都只剩一把骨头了，快让大母好好看看你。为何戴着面纱？大母，我们回去再说这事。这是怎么回事？魏京初也不隐瞒，把事情说了出来。太后心疼地抱着他哭。其他长辈虽然没有太后这么夸张，但疼惜之情亦是分毫不减。姨，这位是心儿，她母亲为了救我惨死，她的父亲估计也在德州死于非命了。我想求您通融，留她在宫里陪我。都是小事。这伤痕看着可怖，但下手还算有分寸，并不深，没有伤及根本。坚持涂药，伤痕会慢慢变浅。至于能不能消散，就要看个人体质了。不过殿下一向愈合伤口很快，想必是有复原的希望。见魏京初面有倦色，一一离开，让他休息。长辈们走了之后，小的又来了。阿爷，我听说长子回宫了，长子在哪里呀？我想找长子陪我玩。长子赶了一路累了，燕玉乖，让长子休息一天，明日再陪你玩。阿姨，我想给阿宇请后赏。朕可以下旨，封他为一品诰命夫人，风光厚葬。风光厚葬，尸骨都只剩一口头颅的人，再厚葬，真的能安息吗？那心儿呢？我不相信给死人后赏能弥补什么。阿姨，我要收心儿做义子。可以，朕封他做县主。阿姨，你说为什么打仗都赢了，还要屠城呢？
就因为敌人残暴不仁吗？其实，大越攻打他国的时候，也屠过城的。为什么？我以为只是外邦残暴嗜血，但为什么越朝也会屠城？为了防止军队哗变，你知道，打仗这件事儿，上一刻和你谈笑风生、畅想未来的兄弟，下一刻就可能死在敌人的刀下，死亡的阴影会随时笼罩着将士们。而屠城，将镰刀伸向无能的羔羊，可以释放他们的压力和情绪，也不用担心民间势力聚集起来，待他们示弱的时候反抗，造成麻烦。而除掉男子，留下女子，施暴也好，通婚也好，则是可以最快的繁衍生息，只需一代，就能让被攻下的城池里面的人全都变成自己的血脉。这是一个十分残忍的手段，却是见效最快、损失最小的手段。其实，以杀戮来消解压力，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我现在，就想杀了屠宁的那些兵将。皇帝听后眸光一动，想到了一个让孩子出屋的办法。明早小朝会商议如何处置俘虏，你想不想去听听？你来了还能给个意见，但要是不来，估计就得按惯例优待俘虏了。我要去。优待战俘彰显大越度量。曹世忠，我差点以为你是屠宁派来的奸细。别说优待，我要活刮了他们。贼子不会因为你的宽容就感恩悔过，他们只会觉得你好欺负，随时都能再来踩上一脚。我要让他们千刀万剐，凌迟处死，让其他人知道，犯我大越的人都是什么下场。公主旁听朝政学习，安静聆听便是。殿下才从德州归来，所言难免意气用事，但两国之争并非互相报复呀。曹世忠在京里养尊处优，对德州最大的感触不过是一封封10万火急的战报。你知道被屠的德州百姓有多少人吗？你知道万人坑乱葬岗有多大多深吗？你见过满地成堆的尸体吗？就算给他们每条人命只算1刀，每人活剐3000刀，也还是还不完孽的。你当然可以高高在上的理智批判，因为你在安乐富贵窝里享乐人生。陛下，儿请求严惩贼子。殿下，为时已去，穷寇勿迫。对于陷入绝境的人，不能太过逼迫，否则容易引起敌人困守之斗，反而给他们背水一战的决心。优待战俘，不仅是扬我国威，还可以消磨敌人的斗志。毕竟被俘后也能有一条活路。如果战俘被捕后受到虐待，那么他们在被捕前定会拼命反抗，给我军造成更大的伤亡。那不一样，投降的可以饶恕，但负隅顽抗后被抓的就必须不得好死。否则你觉得敌人会不会认为攻打你的地盘，屠戮你的子民，反正也不用付出代价，最后还会被你好好的供养起来？就算是投降的俘虏，也不配得到和大越子民同等的待遇。他们手上谁敢说没沾我们同胞的血？臣记得工部缺徭役，修长城、挖沟渠，不让他们死，给口饭吃，就够仁慈了。总算有人说句人话了。那对于这一批穷凶极恶、垂死挣扎也不降的俘虏，就凌迟了吧，也能震慑他国，扬我大越国威，让他们都知道，犯我大越，虽远必诛。你就是想剐了人家，对吧？准。儿想亲自行刑。监刑可以，亲自行刑不行。是，谢陛下。反正到时候可以先斩后奏，我自己上手了也没人敢拦我。算了，你开心就好。是啊，你看，我们可以惩罚那群恶贼了。你要不要去观刑？我要去。越朝的小公主，我就说吧，你再狠，我们也会被放出去的。我是来杀你们的。你们要对将军做什么？你要是觉得害怕，就出去别看。看着害死我娘的人被千刀万剐，我为什么会怕？
你想不想划一刀？他扣着刀柄的指尖泛白，对着绑在刑架上的男子犹豫了很久，还是戳不下去。不行，我做不到，我没用，我下不去手，我竟然对杀我娘的仇人都下不了手，我真没用。没事，你敢看着，已经很勇敢了。心儿阿紫，你要睁大眼睛，替你娘好生看着。第一刀，贝静初划下了他大腿上的一片肉，又划了10来刀。贝静初把匕首交还给了行人，那人咽气的时候只剩下了一副骨架，不知怎的，有水从眼眶里流了出来。贝静初终于哭了出来，这次像个真正的7岁小孩子一样无理取闹的嚎啕大哭，怎么也哄不好的那种。听说严重不行了。阿姨，让我治他吧，让他就在我身边做个侍卫。德州一行，如果不是他全力护住我，我早就没了。保护主人本来就是暗卫的天职，他不行了，阿爷会给你第2个严重。你知道治一个元气耗尽的人需要花费多少资源和财富吗？你的感情实在太充沛了些，为何连暗卫也能让你生起恻隐之心？如果我真的说是因为怜悯，阿爷肯定不会答应。以严重为例，就知道我不会慢待手下，那么跟着我的人会更忠心，也能吸引别人愿意为我做事。哼，行，德州之行你历练的也够了，伯堂那群夫子认为你历练的够了，可以出师了，歇息半个月吧，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时间够了，阿爷该给你派活了。公主成年或出师之后，不就应该享乐了吗？给我派什么活？从现在到及笄，我还能玩8年呢。你们都下去吧，朕要和公主议事。朕整日久坐，这龙椅是最舒适柔软的。初儿想去坐坐吗？试试这世界上最舒服的椅子是什么感觉？阿姨，我去，受刺激的不是我吗？怎么感觉阿姨也疯了？这是想做就能做的吗？是想让人试就让人试的吗？你清醒一点，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呀？喂，这是象征，是皇位的象征，懂不懂啊？别人坐了这个椅子不是要杀头的吗？虽然你应该不会突然看不惯我，想砍了我，但是，哎，总觉得有陷阱。朕之所以让你去为朝廷做事，其用意你应该明白。你要做事，要取得自己想要的位置，就该服众，用你自己的能力，不说所有人，让大部分人，或者说那些重要的人都承认你的本事，让他们觉得除你之外，没有人比你更有能力带领他们。对，朕说的就是那个意思。你难道不想灭了屠宁吗？你难道不想让女子们有选择自由的权利吗？你不去争，你如何指挥大越的将士们举刀屠宁？你不争，如何让大越朝着你所希望的样子发展？说出来吧，只要你不是现在就想谋朝篡位，朕不会生气的。你进宫后，本以为是博个无忧的前程，娘之前还叫你藏凤，没想到天乌公主竟是个早早进博堂的人物，倒叫你小小年纪就经受了不该有的磨难。娘，殿下比我小多了，不也一样吗？人家是公主，是天才，你就是个小傻子，你怎么跟人家比呀？我哪里傻了？平安回来就好，德州那地方能活着回来就是万幸了。这次回来就别出去了，你父亲这次征讨突宁，如果立了战功，咱们就求他去向皇上讨一个恩典，不让你给公主做伴读了。殿下前途无量，但其中的危险咱们家消受不起。阿娘在给你相看人家了。阿娘，你在说什么？还害羞呢？你也不小了，都12了，还有3年就及笄了。这看夫婿啊，是要关乎一辈子的事。姑娘家嫁人就是第2次投胎，
不能马马虎虎的随便看一个将就了。为娘啊，从现在就给你选，仔仔细细的挑，定能挑个样样都满意的好人家。娘这辈子呀，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定要把你的将来都打算好了，让你在这世上能少吃一点苦就少吃一点苦。阿娘，我可不可以不嫁人啊？你怎么会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人这一生本就是该长大成亲生儿育女，你不嫁人你想做什么？在雷家待一辈子？那我就在阿娘身边尽孝，难道娘就这么不待见我，非得赶我走吗？娘自然是希望你能一直待在身边的，可我和你父亲不在了怎么办？你妹妹不少，但却没个兄弟，你父亲又是在战场上拼命的人，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有意外，到时候一家子女眷无依无靠的，就算留下钱财也难守住，倒不如趁着你父亲势头正盛，给你找个显贵之家，也不怕下半生无依啊。可是像阿耶这样从前那么喜欢仙夫人，不也是说弃就弃吗？谁能保证自己找到的一定是良人，又一定会一直好好待自己？而且阿耶已经是京中万里挑一的好丈夫了，我都不敢想以后遇到更糟糕的人，我怎么忍？事到如此，念儿，你没有更好的路走，你已经比世上90%的女子都幸运了。你父亲是天子的刀，是金吾卫大将军，你是大越最顶尖的那一波贵女，你至少往后一生可以锦衣玉食，仆从成群，地位崇高，众星捧月。就算夫婿不是个良人，又怎样呢？不嫁人我也能锦衣玉食，仆从成群。不试试怎么就知道我保不住自己拥有的东西？你真是气死我了！你这孩子为何现在一点都不听话了？快来人呐！夫人晕倒了！大娘子，夫人是华脉之相，方才怒火攻心，鄙人开些药去，服下就无大碍了。就是夫人不宜再动气了。大娘子还是个姑娘呢，不懂事常事。夫人呐，这是怀了小主子了，大娘子要有最嫡亲的弟弟妹妹了。我是有孕了，念儿，这一胎要是个弟弟，咱们娘俩以后就有依靠了。你对弟弟好，你们感情好的话，将来你老有所依，娘也就不逼你出嫁了。雷尼尔迷茫地感受着掌心下母亲平坦的腹部传来的温度，母亲是爱他的，他明白，但为什么他的未来是要赌在这个没有一点存在感的胎儿身上呢？妙，我记得你和我说过，你将来不想嫁人。虽然大约是有女护的，但雷将军是绝不会允许你做这么出格的事情的。你已经12岁了，还有3年就及笄了，更早说还有2年就要相看人家了吧？想什么呢？我不是来打听你的亲事的，我是来告诉你，或许现在有一个不用嫁人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了。念儿，你觉得我的才能如何？自然是不世之才，世无其二。同样作为陛下的孩子，如果我以公主之身去争一争储君的位置，你觉得我可以吗？嘘，殿下慎言，隔墙有耳，这话可不能传到陛下那里去。没事，我不怕。你不怕，我怕。反正就是一句话，我干了，你帮不帮我？这怎么还带威胁的？我自然是想助殿下的，但我又能帮殿下什么？我人微言轻，只怕无法做您的臂膀。如何用人是我的事，这个人肯不肯被我用才是他的事。殿下想好怎么走了吗？若是成事，不能只凭一腔义气。我这么聪明的人肯定早就想好啦，只是怕有疏漏，找人商量一下。说不定念儿这个笨笨还没我想的全呢。公主真是一如既往的自恋哈。世上没有公主为储君的规矩，若要行这开天辟地第一遭，就要收到足够的筹码。我们不像嫡长子有祖宗家法的保护，只要不是个傻子就能得到拥护。所以我们要得到拥护殿下的人，
只能自己去争取，拉拢势力。孺子可教。殿下，您戴着面具不闷吗？你的关注点好奇怪啊，不过确实闷闷的。再摘就摘了吧，我又不敢嫌弃殿下。是不敢，而不是不会，是吧？哼！既然他都来哄我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原谅他吧。但是不能现在就原谅哦，不然显得我太好哄了一点。你知道的吧？朝堂官员都分为士族与寒门两种出身，而这两派没有和谐的时候。士族如今好不容易被弹压下去，如果殿下拉拢他们支持你，陛下第一个不同意。再者，他们本就被累世的富贵养大了野心，你如今朝他们索取了1分的助力，将来若有幸，怕是要用10分的让权去填补他们的胃口。再者，我们现在能给士族的好处，不足以让他们违背所谓的宗族家法来支持您。是的，而且大越不能再出现前朝那样皇权被世家死死压住的情况了。我们拉拢不了所有的人，倒不如扶持寒门子弟。被我一手拉上来的人，自然是我的人。不忠的，我也能随时把他们按下去。况且，显贵有多少，落魄的读书人又有多少？世上还是无权无势的人多些。每个人的力量虽然不大，但是人多呀。拉拢寒门，就是拉拢天下人笔杆子。我都能想象到，自今日起，我的名声不知道会有多好听，至少比阿耶的暴君名声好听多了。你的关注点明明也很奇怪。还有，女子，天下间不论寒门士族，女子占了一半。就算一开始他们不敢明着支持我们，但有人带头之后，声势大了起来。所有人，哦不，这么说太绝对了。有些人脑子有坑，除了一些脑子有问题的，没人会放弃自己所在的人群能有更多的利益。小女雷男儿，请天雾公主安。真漂亮啊！如果不是记得她是霸凌姐的话，我一定会因为她的脸对她很有好感的。起来吧。谢殿下，小女是来看长子的，没想到殿下也在这儿。我躺10天半个月的，也没见你跑得有多勤快。公主来了，就装好姊妹了。长子，我害怕。刚才公主一个眼神过来，真是吓到我了。听说她亲自践行，凌迟了所有俘虏，这实在是太残忍，太可怜了。人死不过一刀，何必要折磨他们呢？背后说人坏话，议论到公主头上了。下去，掌嘴20。长子，雷家没有这样的规矩，你分明是公报私仇。阿爷说过，让我们冰释前嫌的。你趁着他不在就折磨我，等阿爷回来，定不会饶你。阿爷没回来，你就不该到我的院子里蹦跶。等他还朝，我早进宫了，他还敢追到宫里来罚我不成？再说了，处决敌人是残忍，你这话讲给阿爷听听。他在前线杀敌，看着将士将秃宁一个个击倒，你这话等他回来讲给他听听，他罚你只会更狠。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二娘子拉下去？你回宫后就一直不肯见人，我都快急死了。他们说你人好好的，可你这种跟猴子似的到处凑热闹的人都闭门不出了。说你好好的，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谁跟猴子似的？你给我好好说话啊！你被怎么样了呀？是不是被人下降头了？哎，这可严重了。要不咱们去太后的小佛堂拜一拜吧？听说你脸上也受伤了。哎，把这闪现人的面具取下来，我瞧瞧行不行？不要，我可是你表姑，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要。行吧。贝贤托我问你，什么时候回博堂去？我已经出师了，我被净出，再也不是每天都要苦哈哈上学的小孩子了。不是，凭什么？我之前休息了1年，已经很高兴了，结果你直接就出师了，那你岂不是可以每天睡觉睡到自然醒，从此就可以躺着当一条咸鱼了？哎呀，真是太幸福了，我要羡慕哭了。倒也不是每天都能自然醒，也不能一直躺着当咸鱼。在周欢九疑惑的眼神下，贝静初越说越小声，心里默默哭泣。
那这个毕业有什么意义？就是从学生变成打工人而已。堂妹，你虽然已经出师了，我跟着你应该也能算出师的，但我觉得我能力不行。本来我是你的伴读，但你现在都不上学堂了，就不需要我时刻跟在身边了。我还是想回中堂去多学几年。我是不是很笨啊？给你们拖后腿了？堂子，你别这样想，你不笨的，是我们太聪明了，对比的你很笨而已。被画的眼神啪的一声灭了。许承胄，许兰七的儿子，姑姑许新书，脑子也算不错，很有用。这个曹世忠的侄子，人笨，但他伯父有价值。那个，我回宫这么多天都不知道来看看我，问个话还有99帮忙传，你是没嘴还是没腿？一点兄妹情都没有，跑一趟宣誓殿能把你腿跑折了吗？哎呀，我得叫大理寺来评评理呀！是我不想找你吗？我往宫里递了多少牌子，全都石沉大海。为了找你，我还能强闯太极宫不成？你表兄我还没活够呢。我也递了好多次牌子的。其他小伙伴们也跟着谴责。牌子的，我的错，今天这顿我请行吗？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铁公鸡都拔毛了。师兄们好。哪里配称得上殿下的师兄啊？您才进博堂1年不到就出师了，也就出去历练了1次，哪像咱们啊，来来回回都2、3年了，也没见得夫子松口，说一句可以了。哎呀，想来陛下爱女之心确实让人感动，让先生们放您出来，还是以出师的名义。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殿下与我们一同出行，一同历练，他什么本事你没看见吗？殿下本来就没有再历练的必要了，你自己脑袋不灵光，看问题永远只看表面。夫子觉得你出不了师，瞪我也没用，瞪我你的实力也就那样。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这次啊也出师了，嘿嘿，没想到吧？小伙子，你很有前途啊！那神兵的名字叫火药，你们知道有多神奇吗？只要提前埋在地下，然后一根引线烧过去，就能把敌人炸得血肉横飞。哎呀，我大岳真是奇人异士，人才辈出啊！这仗攻打突宁势如破竹，可惜来得早了点儿，咱们火药没造够，不然的话，王都能直接给他薅下来。没事，我和99玩呢，表兄你玩自己的哈。可是他好像要死了哎。你们说造出火药的是谁啊？这肯定不是现在才弄出来的呀，不然没时间秘密的大量生产出来。那个人定是像许少卿一样被藏起来了，如今战事已起，也快到封赏的时候了。哎呀，总不能再和上次一样是某位女中豪杰吧？我呀，就是本姑娘我呀！怎么可能？已经出了一位奇才是女子，再出这么一个又是姑娘，那这天怨近年来是都偏爱女子些吗？将来是不是还要乾坤颠倒了？经出到处交际的这几天，前线的捷报也接二连三的传来。前线大捷，你是大功臣，但是要想好，一旦你受封，就再也不能出京城了。和9死1生才回京的许少卿一样，一旦你的作用被天下知晓，就会引来敌国或者叛军的觊觎。对他们来说，绑不走你，让你死了，也比你继续为大越效力来得好。而京城是戒备最严密的地方，出去了就不安全了。许少卿是因为要思全国农桑，不得已四处查看，你却是不用的，所以你不得出京城一步。谢陛下隆恩，妾愿意不出京城一步，希望荣耀加身。行，那今日起你就该自称臣了，而且也不用去弘文馆了。早知道不用再上学了，不出京城算什么？他连犹豫都不带犹豫一下的，但凡纠结一下，就是对不上学的不尊重。朕会给你安排个工部的虚职，你好好弄你感兴趣的东西就行了。没有经历过社畜险恶的周欢九，傻傻的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此等功臣，是不是也当位列公侯才可？朕还决定，让此人任军器监。陛下，之前的许少卿是女子之身也就罢了，这周郡君甚至还未及豆蔻之龄，完全就是个孩子，怎么可能？我大越人才少年出英雄，
难道不是好事？智灵便能做出神兵，难道不是好事？他现在还不够豆蔻，那直到他死，将来还能为大越造几十年的力气，难道不是好事？有许少卿和周坚城为例，朕实在不能不多想。世上百姓，女子占半分，这其中有多少人物被埋没于后宅，实在令人惋惜心痛。不如改革科举，令女子也可入仕。陛下不可，望陛下深思啊！请陛下收回成命。朕只是想招贤纳士，像许卿和周卿这样的国之重器，再损失一二，岂不是可惜？他们是皇亲士族，所以才有可能上达到朕的面前。那隐于民间的普通人呢？就算自身有才，却投门无效，更甚者便宜了别国去，那才是剜心割肉般的损失啊！陛下圣明。圣明的陛下问诸位有何良策？陛下，让女子同样为官，实在是过于惊世骇俗。这世间阴阳乾坤，各司其职。如果让女子做了男子的职责，乾坤混乱，阴阳颠倒，必会大乱呐。但如周坚城这般的人物，也不可错失。臣建议，陛下可设御史去民间各处探访，有突出才能者进行考教，立功后再授予赏赐和职位。最终，左监一大夫的提议被采纳，突宁侵略越朝，被反打回去，节节败退。突宁送上了降书，主战派和主和派吵不休好几天，皇帝都没定下个结果。直到他翻开一个普通的折子，看到了一段不普通的内容，是对于突宁降书的建议。他先粗略地浏览了一遍，一看落款臣人魏侯被前敬上，不确定，再看看，确定自己没有理解错，对这个大外甥大赞。太狗了！看看他说的是什么，接受投降的突宁的贡品，抓紧这段时间继续生产军械，再趁他们以为休战松懈没有防备的时候直接搞突袭。这是人能想出的主意，好损啊！但是他喜欢。魏恒批了下去，令礼部尚书和兵部尚书联合商讨此计，拟个章程出来。陛下先是厚赏了许周二人，授予高官厚禄，又有一则女子中的人才为官，这局面是不是对你有利啊？我的这位阿兄还真是个开明的君王呢。许周二人盖世之功，本就该以高位后爵拉拢，算什么开明啊？是，不算什么。可他们若是放在皇考和太祖的时候，就算立了功，功劳也会被封在他们的父兄头上。皇考不是干过这事儿吗？姑姑是开国时的女战神，越朝的江山有她一半的功劳，是她先攻入的京城，开城门迎父登基。我从小就听她的故事长大。陛下突然搞女子为官的动作，终归是个好事。大越的人才还是多几个浮出水面好些。男女7岁不同席，初儿也大了，再和你同住不像话。朕是他阿耶，和朕住一起怎么了？乳牙都还没掉完呢，哪里就大了？换牙了，好难过，说话都漏风。初儿啊，来，到大母这儿来，大母看看你的牙。放心，大母不会笑你的。哎呀！魏静出气的咬了太后的指尖一口跑开，小牙印儿都是缺了一角的。没事儿，小牙掉了还会长的，到时候我们初儿还是漂亮的孩子，就是这个时候是个缺牙妹妹。恒儿，哀家知道你舍不得，可初儿到底是个姑娘，公主殿离宣室殿就隔了一门，你不也常去公主殿看烟雨吗？就是顺着把2个小的都看了而已。魏恒梗着脖子，就是不干。那你问问初儿，说不定小丫头早就烦你，不想和你一起住了呢。
怎么可能？贝恒很有自信，可他转头，后面的小公主朝太后的方向拼命点头，跟啄木鸟似的。小没良心的。能看出，这小孩要不是太监，长大了不知得迷倒多少姑娘。不对，也有可能迷倒段秀。你知道那个最好看的小太监是谁吗？殿下，是几年前蒋公公送来的龙首，您送到妓院养马去了。现下咱们宫里搬迁，被指派来帮忙的。这不原著里那个渣男吗？一开始被骑士拿来和我调换身份，冒充皇子的那个。把他叫来。龙首，殿下唤你。殿下恩，你有何吩咐？随便问了2句话，贝静初放他回去了。他看起来好像很正常的样子，难道是装的？可是不像装的呀，演得如此真实，好可怕的心机。殿下是看出什么了吗？就是没看出什么呀。我之前折腾他，他都没有心生怨恨吗？殿下什么时候折腾过他了？他很小的时候，我就让他各种跑腿，还让他喂马来着。当时龙首不是还差点被踢了来着吗？殿下那叫折腾。宫里的奴才哪有不干活的？殿下分明是正常的指派啊。原来是这样吗？他真的没有怨气吗？换成我，怨气能比厉鬼还重。难道这辈子变成真善美白莲花了？好奇怪啊。龙首和蒋公公的关系如何？我记得蒋公公曾收他为义子。蒋公公的义子不少，有5、6个呢。不过他最疼爱的便是龙首。奴婢听说龙首是婴孩时便被蒋公公养着的，渐渐的就视如己出了。蒋公公是阿爷身边的总领太监，贴身伺候的人，和他打好关系，至少不会在阿爷面前进谗言。这种贴身下人的谗言进久了，可比嫔妃的枕边风更厉害。看来这次必须给龙首个机会了。不过将来进了根，也没本事当渣男了吧？我身边还有空的太监职位吗？有的，殿下。小任子前日伤口包扎不及时，得炎症病逝了。奴婢正为殿下选新的补上呢。死了？哦，也对，医疗不发达嘛，身体扛不住的死了也正常。这次偷袭之后，终归还是要止战的。我们只攻下了突宁一半的国土，还有一半呢。火药已经不再是秘密，下次开战要减少兵马的损失，我们就务必要拿出让他们更措手不及的武器，让他们休养生息后没有卷土重来的余地。每一次以为自己足够再侵犯越朝，却被我们的新武器打得猝不及防，跪地求饶。你有何高见？陛下，儿请愿，用为自己修建别院的名义，悬赏召集天下工匠，秘密制作火器。您相信儿，火药的用法并不单一，等下次开战，儿必送陛下一个惊喜。准了。殿下，那些师傅们都说自家手艺不传外人，并不肯教我。这是工部尚书知道吗？奴婢不知。你先回那边吧，这件事我会处理的。陛下，这群匠人都是家传的绝学，总把自己的拿手绝活抱得死死的。臣早已派人游说，如今已经有人松动了。再过一段时间，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自己的看家本事都交出来。没事儿，人脑子会短路是很正常的，不要因为任老大爷傻了一次就生气啊。那现在进展怎样？禀殿下，现在的进展是慢，还没有做出成果的迹象。毕竟他们都是独自琢磨，没有和别人商议讨论。但等臣的人说通之后，进展定然就快了。贝静初吸气，再吐气，再吸气，憋不住了。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游说过段时间没有做出成果的迹象，这等你游说够了，几个月过去了。我们准备的是和突宁作战的武器，这次休战之后，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会卷土重来。我们的武器多一分力，前线的将士就多一分生还的希望。你没有一点对时间的紧迫感吗？臣有罪。殿下，臣只是想着礼遇他们。有才者确实该礼遇，
但这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你的职责是要管着他们，让他们遵从我们指的方向，拧成一股力，而不是各自分散，各成一派。不服从管教的人，对我们是没用的。司空尚书，不要辜负了陛下的信任。还请殿下指示。什么都要我指示？你是来吃干饭的吗？你以为陛下派给本公主的任务只有这一个？精力都费在这上面来给你收拾烂摊子？你自己说，怎么办？重金利诱。可，但如果有人认死理，仍藏着掖着不配合怎么办？那就重罚。原来尚书不是想不到，只是方向错了。你记住，咱们的时间不多，一朝一夕皆得争。给你们钱财让你们卖手艺是给面子，但还是有人没弄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是，榜上招的是修别业的匠人，他们正在外面热火朝天的修着，而你们技艺最精湛的人则被带到了这里。诸位不必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有什么用途，只需知道你们是在为朝廷做事。没有人可以藏私，要么拿了钱把东西交出来，要么就别怪我不客气。最后只剩2个将种，捂着自己的家传绝学，就是不肯传授。明公，饶命啊！曹民不敢了，我们一定听令听话。明公，我们的黄金还没拿呢。不听话的人，自然是什么都没有。等常言去请教的时候，无人再敢闭口不答。放一些碎石贴片塞进桶内，点燃火药，便能向远方炸出漫天碎石，一炮便能伤倒一大片敌军。试过了吗？自然是试过了，才敢向殿下邀功。殿下的决断是对的，只有让匠人们互相毫无保留的交流，才能最快的造出新的厉害的武器。造出这玩意儿的人，按功劳后赏。是，听说常烟姑娘也出了不少力，一些关键的点子都是她提的。那按例赏便是了。抄接了秃宁的降书，秃宁赔款割地称臣，加送美人。与众不同的美人一出现，就聚集了所有人的目光。因是宫女，并没有宴席接风，直接被抬进后宫，换了衣服，成了其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最低阶的才女宁才女。这日，贝敬初和一系重臣正在商讨民间有起义之事，外面就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喧闹声。陛下，是宁才女闹着要见您。毕竟是后妃，她强闯，奴婢们不敢伤了她。宁才女？谁啊？陛下，是秃宁送来的那位和亲公主。哦。今日守门的侍卫全部杖毙，其亲缘家属悉数革职流放。陛下息怒！一个后妃强闯都拦不住，朕殿里的机要是不是跟筛子一样，想漏就漏？秃宁这把美人计用的是实打实的，目的明显。正是过于明显的美人计，那便不容易上当。夫君何必忧心？谁知道呢？陛下虽然平时看着是个不好色的木头，万一是没遇到自己喜欢的类型呢？秃宁送来和亲的公主，可是和大越女子完全不一样的形态。今日陛下震怒，但也只罚了侍卫，并没有动那位宁才女。说不定陛下这次就开了情窍，有了个专宠的妃子呢。毕竟是个男人，平时循规蹈矩的，要是真遇上一个入眼的人，突然昏头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你现在循规蹈矩，敬妻爱子，都是因为没有碰上喜欢的。所以你遇到喜欢的，也就会头脑发昏，宠妾灭妻了。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别追了，夫人，闹起来让下人看见不好看。哎呀，夫人，苍天可见，我真没这个想法。夫人，我喜欢的是你，我不会对其他女子头脑发昏的。第二日清晨，还在猜测皇上会不会为色所迷的许兰七被打脸的猝不及防，因为和亲公主病逝的国书已经从礼部寄出去了。好嘛，陛下还是那个陛下，
想来他在王室也是被团宠的存在，不然也养不出一个骄纵跋扈的性子。所以啊，当个什么也不会的团宠废物，到关键时刻也是被第一个放弃的，还会被一直宠爱他的家人榨出最后一丝价值，比如他们美丽的脸。皓月，你说这是不是很可怕？锦上添花的东西，在雪中时本来就可以扔掉。突宁公主死的这一日，正是月朝撕毁约定偷袭突宁的时候。这一次又连攻6城才完。突宁虽然气愤，但不敢有异议，只能接受月朝高高在上的歇战要求，还送了更多的贡品和美人。最顶尖的美人被献给皇帝，剩下的赏赐给权贵近臣。疯了，简直疯了！那女子已经攻破庄周，圈地称王，自封文熙皇帝。好厉害，真是女中豪杰。延州洪灾，朝廷已经发了赈灾粮下去，足够百姓活命，为何民间还出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短短10日，叛军就膨胀着数万人，一个普通女人能招揽数万兵马，真是不可思议。那便是赈灾的粮食并没有完全送到难民的手上，而是被中饱私囊到了不知谁的肚子里。造反是抄家的死罪，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但凡有一口吃的，百姓也不会反。当务之急是尽早镇压，你们认为谁出征合适？殿下，雷将军才从屠宁战场上回来，泱泱大月也不是就这一人可用了，让雷将军多歇会儿吧。不就是担心他功高盖主，对阿耶不利吗？但是那个狱中到阿耶让他死，他就能马上自尽的家伙，不可能对皇权不利的。可惜啊，这就是信息差。当年宣朝启公主也是这样，散尽家财，招兵买马，由一开始的数百人，最终号令7万兵马，以女子之身随父打下半壁江山。所以这称帝起义的女子和我那早逝的姑母一样不能小瞧。既然姑母英勇无双，巾帼豪杰，那大越江山平定之后，为何就销声匿迹了？难道是身体不好？听到女儿的想法，贝恒回忆了一下记忆中的姑母，她去世的时候还年轻，并没有老到暗伤发作的年纪，只是精神头不好，就像是一只被折了翅膀的雌鹰，被关在金枝玉雕的鸟笼里，惶惶地望着可看不可及的天空，到死没再出去。贝恒忽然就想通了什么，但他对父亲的做法不理解，为什么要把已经会捕猎的猛兽重新关回院子里？多浪费啊！难道就是因为那些臣子和世俗之人多嘴，就浪费了一个良将？一头好牛马，你管它是公牛还是母牛啊？能耕地不就行了？先帝还算英武的形象，在他的心中塌了一角。姑母那天以军礼下葬，许多人歌颂他的殊荣，可这本来就是他应得的东西。对大越开国有赫赫战功的人，得到个军礼下葬，竟然就是殊荣了。反应过来的皇帝突然觉得自己不认识这个世界了，究竟是这个世界颠了，还是他颠了？不可否认，雷将军在领军一道的指挥才能是最强的。如今突宁战事刚歇，也只能劳烦他再跑一趟了。对于贝恒来说，朝中大将哪个做主帅都是没问题的，但小兔崽子有自己的考量，当阿耶的当然是满足他了。娘，你听我说，雷将军是主帅，他是有资格带家眷随军的。这次你求他带你去，到了那边怎么表现自己，就要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了。但切记不要冒进，我们本就是在做违逆世道的事，如果不是一击即中发光发财，反而添了乱子，就没有第2次机会了。每次学兵法的时候，你都是第一个融会贯通的。别担心，别担心，大不了这次机会错过了，也没什么的。我不会让殿下为我争取的时机白费的。我们长这么大，大越就只有这2场战役，很难再遇到下一次，也最好不要再有下一次。就算有下一次，朝中那么多武将，也不可能连着3次都派我父亲。其实我才8岁，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这未必就是唯一的机会，你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的。你跟着你父亲去战场做什么？那地方瞬息万变，随时都有可能丧命。
你阿爷是必须为大越献身，置生死于度外，你去凑什么热闹？你以为那是好玩的地方吗？念儿，你是快出阁的姑娘了，懂点事好不好？哎呀，夫人，小心孩子，你还大着肚子呢。念儿啊，前线确实危险，你娘就你一个女儿，别让她担心呐。现在你也不用去学堂了，就在家里算算账，绣绣花，等着你弟弟出生，到时候带着他，这样不好吗？别到时候去了，你出了什么危险，让你娘动了胎气怎么办呢？我要去。娘记得你小时候是极为懂事的，怎么大了反倒任性起来？哎呀，念儿啊，你看你把母亲气成什么样子了，再任性，为父就要动家法了。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将军，妾身和念儿自己商量，您先出去吧。可他要再气着你，那也没您张口就要给孩子动家法，气得很。哎呀，好吧。念儿，你告诉母亲，你定然是有你的原因的，让阿娘知道，好吗？我说了，母亲也不会理解的。可你连说都不说，阿娘便一定不能理解啊！我不甘心，父亲不关心我，但阿娘你是知道的，我生于将门之家，家里的所有兵书都被我带去宫里看完了，翻烂了，府中的每一块沙盘我都熟悉，18般武艺我不是样样精通，但枪和剑，整个京城有几个儿郎能赢过我？我学了这么多，日日挑灯夜读，耗尽心血，难道就是为了得个刻苦博学的名声，为将来社亲增添筹码嫁妆吗？难道我就只能被关在后院里生孩子、带孩子、管姨娘和下人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只能纸上谈兵，因为我根本没有机会，我连做一个小兵往上爬的机会都没有，唯一的机会就是这次随军。幸好我的父亲有用。母亲知道宣朝启公主吗？我不敢和公主那样的奇女子相比，但她最后郁郁而终，母亲难道忍心看着我郁结于心，年纪轻轻因心病病逝吗？可是在后宅一生安稳不好吗？去了那危险的地方，你忍心让为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吗？母亲，后宅就不危险了吗？先不说那些阴私之事，就是死在产床上的妇人就有3成，入狱风雨，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娘，我学了一身的本事，不该让他们全部作废，求您让我试试吧。如果不去试试，我会永远记得，永远遗憾，抱憾终身。您现在有了弟弟，就算我有个意外，您也还有别的依靠了。呸！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刚刚还说我该准备出阁了，现在又说我童言无忌。就算没有成功，等试过这一次，我不就能接受，能向世道妥协了吗？好，等你去了，就知道自己多么渺小，你想做的事情有多艰难，你根本不可能成功。我放你去，但等你回来，就给我安心待嫁。好，贝浅，你这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陛下莫不是派你去做军师？林娘子聪慧。主帅，在下是文臣，身子差了一些，舟车劳顿，路上身体可能熬不住，不如再加2个软垫可好？雷宁当然不会看着陛下派给他的文弱军师病在车上，不仅给他加了软垫，还因着天热了些，给他的马车里放了冰。喂，你身体真那么差？唉，我这糟心的身子真是给大家添麻烦了，必须吃最好的，用最好的，差上一点都不行。好在不耽误行路，否则就拖大家的后腿了。天武公主最近是打算夺权了吗？雷尼尔大惊。林娘子，别误伤友军。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呀？前几日发现工部尚书知道了殿下喜爱金银，或许他们最近时有来往，宫内的事我不清楚，但上次我递上去的折子沾上了公主习惯熏的梅香，后来我拜访各府，发现许多重臣被批回来的折子都有，这证明交到陛下手上的重要奏折都是被殿下过目了的。你想要从你父亲这里为切入点进入军营，难哦。当年宣朝启公主有才不假，但世上不止公主一位女子有领军之才，
不过是他的时机运到刚刚好，且大越建国之后，公主也再没有上过战场，手上也再无一丝兵权。没事，我可以帮你，你只是欠东风，我帮你留一点东风。多谢。不过我是要一个条件的，不是什么大事儿，只不过我想上殿下的船，帮你是给殿下的投名状，回去后雷娘子记得替我邀功。大军赶到的第一时间，就破了庄周驻地兵马和年州叛军焦灼的局，将叛军打回了年州。你杵在这儿干什么呀？局势难道有什么闻特别的东西的癖好？军师无语地站起来，在他耳边耳语了一番。军师得意地挑挑眉，拍拍屁股走向主帐。将军，让雷娘子进来吧。家眷虽然不能进主帐，但雷娘子是您的千金，对大越的忠诚自然不必怀疑。方才雷娘子有一计策，在下听了觉得十分有道理，但转述的话总归有差错，不如让她进来说说。年儿，听说你有计策，军帐重地，不要胡闹，快说吧。主帅，营地众将士的会晤都是怎么处理的？挖个大坑，走之后埋了就是。虽然耗费人力了些，但比以前不处理，然后暴露大军行踪来得好。我之前观忆古籍，是医术一道的，大意为人受伤后，如果伤口处很脏，便很容易引发炎症，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口子，也能轻易要了一条命。而人出宫的秽物又是最脏的，沾到了伤口上，就更是要命。雷娘子的意思是，让我们把那些秽物弄到敌军的伤口上。那怎么弄到伤口上呢？泼过去吗？这样也很麻烦呢。应当是涂在箭头、地刃处，伤到敌人的同时，便把那些东西弄进伤口去。这可都是好东西，赶紧收集起来。火炮里的碎石什么的，这么多武器都不够用呢，可别扔了啊。这功劳真安我头上啊，不太好吧？我出的损招多得很，不差这个。损成这样的还是难得，所以这可是你说的啊，到时候扣你功德，不扣我的哦。第一个起义称帝的女皇并没有撑多久，而回京请功的名单上出现了一个女孩的名字。我只是给了你一个进主帐的机会，后面的全靠你自己。我们同在学堂几年，我知道你的本事，斥候叛变也是你识破的。如果当时不是你留意细节，我军会中他们的埋伏，损伤一堆兵将。别忘了替我找殿下邀功。那是自然。回来后论功行赏，雷涅儿被封了一个百夫长，职位很低，但他却激动，只要有了这个头，后来的就容易多了。说到底，这次动乱的根源就在于年州官吏贪腐之风严重，好好的赈灾粮被送过去，路上层层剥削，到了百姓手里又没几粒米了。而大越并非是年州一块蛀虫，而是朝中掌权的，谁都啃一口。那挖掉蛀虫就是。我知道蛀虫太多了，全挖掉的话，越朝根基不稳，江山危矣。但外敌本就虎视眈眈，任我们有再强大的武器，自己人拖后腿的话，内部蛀空直接就散了。就像这次，要是起义发生在攻打突宁的时候，内忧外患的，朝廷的兵马足够调吗？我也知道阿爷是想等着一点一点和风细雨的来，可年州这么嚣张的探案都出来了，越朝病得严重，等不起了。如果这次没处理好，轻浮导致被弑亡，而不轻浮则亡中原，阿爷选择什么？若真只能选一个，朕自然是希望中原能够留下来。你说的没错，那初儿可有何想法？水至清则无鱼，要真严刑重罚，把所有贪赃受贿的一竿子打死，估计除了新来的，朝廷就没人了。这不是逼人家造反？唉，越朝这水也太浑了。先给他们个机会，把赃款都交回来，从轻处置。拒绝交或不承认的，待查出来以后，按所贪数目处置，最高可达车裂之刑。这是天雾公主第一个被皇帝派的明面上的任务。本来以为自己会有个好名声的，这下搞了他们的钱，损了他们的利益，指不定在背后怎么说我呢。楚我呀，以后就要当个臭名昭著的公主了呢。
阿爷是暴君，女儿是暴公主，不愧是亲生的啊！下朝后，尚书令等重臣匆匆回家清点财物，但第一日的户部确实门可罗雀，没有出头鸟，就逼一个出头鸟。殿下打算拿谁开刀？表兄，别说的这么血腥，我明明是很温和的劝他们，而且对方识相听劝，也不用开刀的。首先就找中书令吧，他是陛下最心腹的臣子，他的动作很大程度代表了陛下的意思。可怜的陛下，就连心腹近臣都有贪赃，这怎叫一个背刺了得？臣知道这事做的不地道，但在一滩浑水的时候，太铮铮傲骨的人是活不下去的。朝中之人党同伐异，我若不收些贿赂，也敌不过别人在陛下面前三人成虎的谗言。臣只想知道，这一次究竟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还是陛下钓鱼的饵？你也知道，法不责众，我们只会惩罚负隅顽抗的人。有了中书令做第一人，后面还赃的人蜂拥而至，自然还是有人存着或不屑或侥幸的心态，咬死自己没有贪赃。都是你，非要劝说为父还债，现在被积蓄少了不说，还被罚了俸，隔壁家的过得多好，我看你真是昏了头了。您这是因为天热心绪烦躁了吧？父亲也是知道的，如果这次轻轻放过，陛下的威严还要不要？之后肯定会有一场腥风血雨的大动作，与其赌自己会不会成为漏网之鱼，不如直接认错，从轻处置。为父收手的早，时间久远，就算是查也难以查出来，更多的是不可能查出来。唉，早知道就不该听你这没经世事的小子的，轻易就被吓住了。就算你从伯堂出世了又怎样？年轻就是年轻，经历的太少，哪像我们这些老头子一样久经官场啊。最近家里的用度确实差了些，但也是您贪污的报应，不是吗？要不是这次翻出来，儿子都想不到父亲竟然是个贪官。嘿，臭小子，你这什么意思？嫌你老子给你丢人了？那我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为了这个家。如果不是我昧着良心，你们兄弟姊妹的日子能这么滋润？所以现在就过得一样苦。阿紫的嫁妆都被您要回来救急了，让她在婆家都抬不起头。滚！好嘞。结果傍晚，他赞叹对方明智的齐家就被围了，竟是抄家了。看看你们搜刮的民脂民膏，那些因此死去的人不就是别人的家人吗？本公主没有给过你们机会，缓缓3日，你在做什么？如今只有依法照办。这是怎么了？哎呦，真可怜呐！瞧瞧，被绑的人里面还有小孩子吧？听说是个贪官，被抄家了。哦，那没事了。可怎么是个小孩子带人来的？你们不知道吧？这带人来的小姑娘是公主嘞，公主殿下为咱们老百姓除贪官来了。之后的几日，刑场和流放的人络绎不绝，京城的官职空了好些出来。等这件事情落幕时，贝静初已经10岁了。那些官吏再想起她，再也不是帝王最宠爱的长女，而是女承父业、如出一辙的残暴公主。皓月，我好像拿了男主的剧本。就是那种什么邪王、残王，王爷各种残暴不仁的名声，所有人都怕他。结果女主和他先婚后爱以后，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名声并没有那么不堪。殿下是想招驸马了吗？你在想什么恐怖的东西啊？我还是个孩子。你听说了吗？说书先生说的那位茹毛饮血、抓童男童女去炼丹的公主，其实正是天雾公主。不算，这个不算。这已经是你的第10个不算了。哎呀，表妹别那么小气嘛，下棋本来就是下的一个开心嘛。可是我不开心。贝静初木着脸，正批判着狗军师不要脸的行为，以及强调要尊老爱幼、爱护表妹，并且要尊重公主。初初让我好找，递了牌子进宫，结果说你到咸宁公主府来了。你这是一点都不着急。你知道你现在的名声差到什么地步了吗？简直跟吃人肉的魔头没什么两样。这个嘛，就相当于是免费做宣传了。坏人做了一件好事，大家就觉得他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人做了一件坏事，
别人就会觉得他以前的好都是假惺惺。所以，我的名声如果差到了极点，那么此时我再挽回一二自己的名声，便是事半功倍。再者，在接触到京城最核心的利益前，并没有多少人会关心天雾公主是谁。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在你面前说天雾公主是一个好人，你只会不明所以，天雾公主是哪根葱啊？但是一堆人都在你旁边说天雾公主是个坏人，你心中就会知道有这么一号人，到时候再告诉你天雾公主是个好人，你才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她是个好人。既然有人帮我们宣扬殿下的名号，干嘛不利用利用啊？为什么和你们比起来，我好像很傻的样子？没事的，九九，你有自知之明已经很好啦。殿下，长公主请您留下用膳。陛下给我们姊妹们都派了任务，以后不能再当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长公主了。这不正是殿下想要的吗？是啊，这是我想要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我不太开心，陛下做这些的目的太明显了，他要抬举他的女儿。那小丫头的运道是真好，她遇上了一个好父亲。可为什么我没有这种运气呢？我承认我有点嫉妒，如果当时阿耶也是这个样子，今日的天地就会换一圈了。殿下心中自有章法，你也知道自己出身皇族，比世上大多人都幸运了，这情绪什么的只能您自己控制。还是你最懂我。殿下想拉拢人，找相识的前几名就好了，何必自己费力的一个个看举子的文章？各州府乡试前几名的是文史诗词样样皆佳的人才，这样的人值得拉拢。但沧海里也有遗珠，我只在乎策论和珠算，诗词书法什么的可以先放一放。比如我自己诗词就不好，这不是影响不大吗？也得给没有文采但聪明的人一点机会，是不是？乡试解元什么的定然有许多人盯上，要把他们收入囊中，开出的价码肯定很高。这种无人问津的小可怜才是捡漏的宝贝。名单上的这些人，你和贝前各自分分，去把他们拿下。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纯凭自愿，不予威逼。殿下放心，殿下的名头说出去，肯定马到成功。你还是不要太自信了。齐郎君是解元，才华不用多说，但科举3年一次，大约这么多州府，每次会出多少解元？您可千万别犯那恃才傲物的错，跟着对的人，走了对的路，你的才华才能落到实用处。天雾公主慧眼识珠，看中您的潜力，郎君要知道，千里马多的是，伯乐可就这一个。你要是不抓紧了，有的是人想要追随殿下。秦玉萍思虑良久，决定干了。今日无酒，在下便以茶代酒，敬您。愿为殿下马首是瞻。郎君诚意足，这是殿下送您的见面礼。秦兄，你也是被请来这里的吗？秦玉萍一时有点无语，合着天雾公主不是看中他，而是撒网式捞鱼啊。他就这样郁闷地回到了自己租的小草屋里。操！不被赏识的心情顿时消散。撒网好啊，撒网好！殿下不撒网，他怎么能被捞上岸呢？殿下能让我考上进士吗？否则我只是一个举子，不一定能坐上官位，说不定闲赋一辈子，对殿下根本没用啊！你想什么呢？举子也能做官，只是难升迁罢了。但你入了殿下的眼，害怕将来没有机遇。只要你有能力，功名高一点低一点根本不重要，好吗？殿下，他们好过分。怎么啦？是没招到人？不是的，殿下列了好长一串名单，撒网似的捞，怎么也能捞到几条。就是一些混蛋，对殿下有偏见，一听到是殿下招揽，就先骂女子不得聘祭司臣，有的说蛇蝎心肠，最毒妇人心，有的说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骗奴婢不敢闹太大了，把他们全部押走，让您的名声越描越黑。
有一点无聊哎，来来回回就是那几个词，没点新鲜的吗？读书人的造词功力不行啊。不对，也有写诗骂我的，好像有几篇文采还不错来着。真是太过分了！侯爷，您都找完人了？我可不像你，还忍着气，耗着时间去劝一劝那些蠢货。对表妹有一丝不服的，当场就直接送客。成见哪是那么容易改的？确实，皓月傻兮兮了一些。不过自己的小丫鬟，自己忍着。这孩子是咋的了？我也没骂他呀。殿下最近是被太后影响，开始信佛了吗？可是也没见您诵经祷告什么的，怎么总是拿着这佛珠啊？你知道经圈佛子吗？啊，反正就是拿个佛珠到处走，也不忌口忌色忌作孽什么的，就给人感觉很高深。佛珠这玩意儿是装逼利器，还是男主剧本够装逼。从今天起，我就是经圈佛子被禁出。曲江池人多，前边一老妇人被挤倒在地上，被禁出，让人去扶，顺便去找郎中。姑娘，一会儿老婆子我自己去就行了。祭祀最重心诚，我想再给天雾公主祈个福。公主呀，受了太多委屈，本来是好好的惩治贪官、为民谋利的事情，被冤枉了2年。那戏文里都说了，公主殿下被百姓辜负，伤心得很，日渐消瘦，以泪洗面，茶不思饭不想。即便百姓以痛问候，她还是报以善良。唉，真是好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呀！真能编啊！好，就这么宣传我，这钱真是没白花。娘，哎呀，不是说了不要随意走动吗？怎么我买个橘子你就不见了？你怎么样？平儿，是我摔了这位小娘子扶的我，咱们快谢过人家。殿下，这郎君是我们的人，秦雨萍被你安排做了门下左拾遗。小丫头最近不错呀，眼力劲越来越好了。请殿下安。入京2个月，终于有幸得见殿下真容。都是一个鼻子2个眼，有什么值得好奇的？我记得给了你们一笔钱财，怎么也不给老夫人请些丫鬟？殿下，金钟寸土寸金，您给的实在是多，都够买个小院了。但买完小院就用完了，臣需等俸禄下发后，才能把仆从的事提上日程。我果然是个大方的老板，跟着我的属下都有福喽。殿下来曲江池边可是有何目的？凑热闹啊什么？我就不能凑热闹吗？殿下对下大方，是我等的幸事，但现在放榜的名额都还没出来，我们就被安排上了官职，是否会让您被诟病啊？臣觉得等放榜之后再定官职，是否更名正言顺？你说的有道理，但是秦郎君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我这一派啊，从根儿上，从我这里开始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因为没有公主插手政事的规矩，现在都还有一堆老顽固在那里辟迹司臣，败坏朝纲，阴阳颠倒，乾坤混乱。咱们这一系的人办事得先求实用，再讲名声。你们的能力在哪里，我都是有数的。朝廷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占了一个就少一个，等会试的结果出来，其他人不盯着空缺的官位，趁人家现在还忙着考试，咱们先抢了，主打一个措手不及。是臣班门弄斧了，殿下见谅。不妨事，人总有疏漏，大家商量着来，差池就省些。你只是笨了一点，眼界低了一点，考虑不周了一点，但是有礼貌还是很有长处的。刚刚还在感动的秦雨萍又惊讶又无语。女子怎能和男子一样科举？他们本就不适合做官。自开国宣朝启公主到现在的周坚城等人，已经10几名女子为大越立下或大或小的功劳。在朝中任职，又不是说女子都来做官，科举本就是来筛选做官的人，通过了考核便行，只是不考虑男女的影响。重要吗？既然人家能通过，
就代表有做官的本事。那女子若是有孕了，耽误政事怎么办？谁家父母去世了没有6年的丁忧？朝廷是离了谁转不了了吗？朝廷只有离了陛下才转不了。女子感情用事，妇人之仁。世人都感情用事，如果男子断情绝爱，美人计是怎么来的？女子天生力弱，精力不足。你文官和武将比起来也是精力不足。真一竿子打死，干脆没习过武的都别来了。女子本不该和外男接触，若做同僚共事，万一暗通款曲，那不正好通婚吗？大家都是同僚，多门当户对啊。怎么能鼓励寡妇改嫁呢？这是对去世丈夫的不贞。正值妙龄的寡妇改嫁后，可以再添多少人口？你算过没有？外敌虎视眈眈，正是准备打仗的时候，人丁重要还是贞节规矩重要？皇帝拍板定案时，再没有人出来说个不字。你说说，这多荒唐，简直跟儿戏一样！让女子科举，这不是闹吗？夫人，你说对不对？像你一样在家里就管家，交际一下，多舒坦。若不是咱们男子身上担子重，谁愿意出来做官？夫君的意思是，天雾公主提议让女子也可以参加下一轮春闱，而且陛下还同意了。是啊。去把三娘的东西都收拾收拾，打包一起上书院去，别让她闹性子了。过了这村儿，可能就没这店儿了。龙首，请殿下安。哎，龙首，你没觉得殿下对你和对我们不一样吗？哦，是吗？除了那几个大宫女，殿下都记不得我们的名字，但他却总能认得你，注意到你。就算你在犄角旮旯，只要殿下路过，都会和你打声招呼。公主风头正盛，日理万机，对我们从不多加关注，却唯独能记住你。你说，殿下对你是不是不一样啊？你真幸运，以后你飞黄腾达了，可不要忘记我。龙首有一种在很久以前就见过他的错觉，他并不是想要公主的提携，而是想要保护她。真的奇怪，公主哪里需要他的保护？入夜，在一场朦胧的梦里，龙首看见了一个人，他不叫贝静初，他叫样样。梦里的龙首好像不是太监，他叫贝静妹，他是亲王。表兄，都是妾身子不争气，需要样样的血做药引。雪儿知道，样样姑娘是你的人。皇后姑子属意妾做您的王妃，可妾突发心急，天玉寺的高僧合了8次，说是样样的血与我相合，咱们从小青梅竹马。雪儿知道，表兄最疼我了。那就继续好了，本王会找太医给样样补血，让他多撑一段时日，做好你的药引子。样样妹妹，委屈你了，要不是我这身子，王爷也不会让你做药引子，导致身子虚弱，久病不出。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是多么的活泼，现在都憔悴成人干了。不敢同表姑娘称姊妹。表兄，行了，本王还有事，你们身子都不好，回去歇着吧。等着妹妹今日的药引了。哎，热死了，热死了！谁家好人大夏天绑这么厚一圈绷带，我手腕都要捂出痱子了。王爷，庄子的鸡被杀完了，今日给表姑娘的药引子换成猪血可不可以啊？他能喝出来味道不一样吗？他是什么妖怪吗？喝血这么猛，让你盯着他要喝生的喝完，你确定都盯着了？他不会以为能这样把样样吸干吧？这点伎俩当本王看不出来？是觉得我的脑仁还没核桃大吗？我也没答应让她当王妃啊，怎么就开始带入情敌关系了？猪血就猪血吧，不是爱喝血吗？爱喝就多喝。是。女孩的院子是王府里最舒适、风水最好的一处，门口的侍卫轮换值岗，一只苍蝇都难以飞进来，看上去还以为院子里住的人正被幽禁，实际上这一切只是为了防止别人闯入。里面的装潢用度处处精致，一些甚至比他自己的更好。卸去装病用的脂粉，他面色红润光泽，很是健康的样子，一看就知道能长长久久的陪他长命百岁。
本来在等你，没想到睡着了。把脸涂白的脂粉都快用完了，你也让人送点新的来了。话说牛的身子也禁不住天天放血吧？我现在还活着，不是很诡异吗？没事，他们那群颠公颠婆不一定能想到。恕我直言，你明明也很颠。唉，我这些假消息，也不知道聂儿阿紫听了会不会难过。她一定觉得我在这里受了大委屈，被你虐惨了。但是我知道，为了不让人盯上我，不能告诉她。皇后不允许我有喜爱的人，陛下也不会允许我娶舞女为妻。妍妍，世上没有做过舞女的太子妃，却有做过舞女的皇后。如果我这次任性了，我们会输的。你等等我，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是可以威胁我的人。再强的防护，也害怕百密一疏。自从和我在一起，你也甚少出门吗？我不能一边让你等我，一边又什么都不给。最吝啬的财主也不至于，以后我能给你的，也不过一个名分而已。你要是真的什么都不要求，我又怎么好意思开口让你等我呢？兄长怎的一个人喝闷酒？就算你不喜欢这里的姑娘，但上次不是带了一个舞姬回去，也不是孤身一人了，怎么不带出来作伴？美酒配美人，才是人间乐事。当然是不想他被你这浪荡公子调戏了。一个玩意儿罢了，没想得起来。天亮了，梦醒了，昨夜的一场梦到早晨时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印象。殿下，蒋公公求见，似乎很着急。哎呦，殿下，请您帮帮老奴吧。公公请起，您是阿爷身边的老人了，若蒙冤屈，阿爷定会做主。为何要来寻我？奴婢是求了陛下的，但陛下让奴婢来找您，说是您原谅了才行啊。完了，陛下既然同意奴婢过来，应当也是同意奴婢告诉您，您的生母是为何进冷宫的。这个我知道。臣的义子龙首当年便是骑士用来调换您的婴儿，陛下的意思是让他做殿下的仆从也算赎罪。但奴婢养了这孩子10年，渐渐视如己出，不忍他真的做一个阉人。今日便是他净身的日子，奴婢想求殿下宽恕他。当年他也只是个婴孩，殿下大恩大德，奴婢定然拼力相报啊！原来这么快就到日子了吗？10岁就阉啊！公公先去找人停手，让他们别动刀子了。我去找阿爷说。谢殿下。停手！停手！可怜我这老胳膊老腿儿，多少年没疾跑过了。你这小子突然找人给我传话，说是不想做太监了，把我累的哟。我生怕其他人腿脚不快，给你传消息慢一步，让你直接没根儿了哟。谢父亲。起来吧，别突然整这死出。哦，陛下那边虽然还没发话，但天雾公主去帮你求情，这种事儿上应是没多大问题的。公主帮我求情，这是重点吗？没有净身，你就不能在内宫待了，回去收拾你的细软吧。那边消息下来，你就立即出宫。正好了，你也难得才能回家一次，回去之后啊，也不用再伺候人了，在家里待着，长大之后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子，给阿爷生几个小孙子。阿爷，我有自己的想法，或许是科举、从军、经商，我当是有出路的。总之，不能在将军府做一个闲人郎君，等着阿爷安排的娶妻生子。切，随便，爱咋咋地。但求你给我想好喽，不要临到关头了才来通知我，你反悔了，知道了吗，小祖宗？哎，知道了，知道了。殿下，中书令到了。请殿下安。六皇子8岁了，听说在弘文馆也是难得的聪慧，受夫子喜欢，只是不如殿下当年无人能及的程度。
比起您来，六殿下显然优势更大。他们和我比起来，唯一的优势不过是大越世道的偏见，但世道的偏见只是无数难关中的一项，只要克服了这点，中书令认为遇上其他的困难考验，我的弟弟们真的会比我更好吗？陛下也正是这样的想法。中书令，天子心腹皇帝近臣，按理说你应当对陛下忠诚无二是吧？臣自然对陛下忠心不二。撒谎！你对陛下的忠诚是有限度的，你不可能叛国，不可能谋反，但立储一道上，你却有自己的谋算。还记得我刚出生不久，两位阿兄夭折，你提议过继华元郡王之子为皇嗣，陛下没有记仇，也不是陛下告诉我的，是我自己记得。殿下的意思是？是，我记得婴孩时候的事情，还记得我被许少卿带出宫的时候，你掐我脸的事。哦，对了，你还说陛下是心脏的东西啊！你还说我年纪小，就算听了也告不了状。殿下，好殿下，求您忘了吧。那时你心中既有人选，必然就是和华元郡王达成了什么协议。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你有私心。许家出了个中书令，已是烈火烹油。你自身无法晋升，那你求的必然是改朝换代后的事，让你的儿女有个好前程。许家在您心中的位置也是不低呀。其实陛下也不是看不出来，只是他自欺欺人，不愿意相信。我猜你们当年在学堂的感情一定很好，就像我和念儿。阿爷登基既然是血雨腥风，你们定然经历过不少患难，甚至他将对另一个死去半途的愧疚也加到你身上。只要你没触及他的底线，他就不愿意怀疑你，审视你，责罚你。唉，许家现在有中书令，许少卿也封侯，盛极必衰，功高震主，再进一步有多危险，您应该也知道。所以我也不可能许诺给您什么东西，自然也不会要求中书令帮我什么。但若陛下做了什么重大的决定，希望您不要脑子一抽，做拖后腿的那个才好。当然，臣永远追随陛下的圣意。贝静初满意微笑，让皓月召了伶人进来，继续听曲儿。殿下，您看我家许承胄那小子有资格做您的正房吗？臣一定会教导好他，要有做正事的气度，绝不会沾酸吃醋，阻止殿下找别人快活的。臣也会盯着他保持好纯阳之身，严守难得，还会管着他练好身段。话说殿下是喜欢文秀些的男子，还是壮硕些的男子？实在不行，侧室也可以，但是总得有个名分吧。皓月，送客。殿下，给个机会吧，殿下，我家小子姿色还是不错的，殿下。贝静初认为可能惹麻烦的几个重臣，在这几日被他一一约谈，所有的动作也没有隐瞒皇帝。陛下，儿臣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跨越千百年，数代王朝，至今没有人能跨越的一步。准备好了，做第一个先例。准备好了，面对先天的偏见，向世人证明能力比男女更重要。也准备好了，做引导一个王朝的领路人。准备好了就洗洗睡，明日早朝就知道结果了。好嘛。高座上的皇帝朝自己的男版解语花递了个眼神。陛下，臣有奏。如今皇嗣们已经长大，为保社稷安稳，臣提议立储君。爱卿可有提议？臣认为立储之举不过是立嫡立长立贤，中宫空虚已久，便是长和贤来论。皇子中论长，应当是三皇子，但六皇子更为灵秀，二人皆是男权。可天乌公主却是既长又贤，年少成名，肃清朝纲，奇策百出，
臣以为公主实乃不二人选。你疯了！禀陛下，中书令在朝堂之上胡言乱语，藐视皇威，应当治罪才是。臣司农寺少卿许新书复议中书令之请。臣中书侍郎童怀恩复议。臣军器监丞周欢九复议。吏部司郎钟备前复议。臣司封司员外郎郭央复议。臣弘文祭酒。臣金吾卫大将军雷宁。臣尚书令。臣。整个朝局几乎是一边倒的情况，整个朝堂站立着的人没几个。人心不古，人心不古啊！你们不能这样乱来呀，陛下！朕也以为天雾公主是不二之选。蒋知贤端上来一张圣旨，展开，这下就连反对那些人也只能跪了下来。阿爷竟然早就写好了吗？建储以奉宗庙，总监辅以宁邦国。既又在于治公，亦世间于权道。以贤而立，则王继兴周；以贵而生，则明帝定汉。强楚方策，岂不然乎？天雾公主竞出，才为明德，智性仁孝，书哲慧和，好礼无倦，强学不怠。朕为此子时允众望，可守气成陶，永固百世，以真万国。以立竞出为皇太子，所思备礼册命。臣接旨，吾皇万岁！贺太子殿下。谢谢，光说可不行啊。礼金在哪儿？听说备前他们都在朝会上顶你，可惜我官太小了，连早朝都上不去，都帮不了你的忙。这次别安慰了，我不需要，谢谢。看来妮儿内心强大了呀，都不需要我安慰了，真是个坚强的女孩子。没事，军营里的升职我帮不了你，但是在东宫可以。你来，我让你做我的禁卫统领，干不干？臣谢殿下提携。太后有喜事，陛下立储了，今日早朝下令立天雾公子为皇太子。航儿立了公主做皇太子，奴婢也觉得惊诧呢。要不是再三确定，也不敢来回禀太后。我知道这孩子才能出众，他做的那些事我都有看在眼里。可是立太子，我是真没想到啊。朝中无人有异议吗？这奴婢不知。圣旨已下，有异议又怎样？只盼他能走稳这条路啊。哀家本以为你死我活的夺嫡之事是皇子们的事，至今都不敢和孙儿们太亲近，免得到时受不住心伤。可是没想到啊，初儿这小妮子竟横插一脚卷进去。我本以为她是想做个摄政公主，想着自己手上有实权，未来能过得松快些。可是没想到，这父女俩打的是让她做储君的主意。这真是……恒儿是忘了自己当年的凶险吗？哀家也不能先唱衰了，你备一份赏送到东宫去吧。是。什么天雾公主？她又怎么了？是又得了什么新的赏赐吗？天雾公主啊，就是你生的那个公主，被封了皇太子，入主东宫。这可是历朝历代第一个当太子的公主啊！真是太神奇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公主竟也能当太子呢。不可能，你撒谎，你骗我！冷宫的日子已经让你闲到没事逗人的程度了吗？用这种谎言来刺激我，看我崩溃很有趣是不是？贱人！
不可能，一个女儿怎么可能当太子？她怎么配？大胆刁妇，也敢对太子殿下口出不敬，配不配是你说了算的吗？早知道，老天，你为什么要跟我开这样一个玩笑？殿下，冷宫里的骑士疯了。乖啊，乖，我女儿真乖。你和娘最亲了是不是？阿娘也是最疼我们囡囡了，所以等你长大后也是最孝顺阿娘，把阿娘当成最重要的人是不是？宝宝，你是太子，你是最出息的姑娘，乖。告诉你小丫头，我女儿可是太子，我是太子的母亲，你知道我有多尊贵吗？我是太子的母亲。你是不是后悔当时换走我的事了？你知道我被换出宫去，被扔了之后会遭遇什么吗？首先就是死，如果没有好心人收留，一个婴儿活不过冰天雪地中的第2天。我就算万幸被收养，也难遇到好人家，要么是童养媳，要么是为奴为婢，或许也会进入教坊司一类的地方，有太多不敢想的可能。如果我过上颠沛流离的一生，你会心疼半分吗？你不会，你只是因为我入主东宫，你与原本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失之交臂，才后悔的，而不是因为心疼我。殿下，您别伤心，骑士不配做你母亲，为他伤心不值得。你实在伤心，可以，奴婢也可以给你母爱的。你背个胆！拜！再拜！而后，中书令起身，手持册案。中书侍郎持玺受立于中书令对面。他查验册案后，许兰七启奏帝曰：“有之。”贝敬初起身接过册案玺绶，随群臣再拜。尚书令代宣读太子册命诏书，再拜。自今日起，他贝敬初就是昭告天下的皇太子了。任务成功，恭喜宿主达成隐藏成就，奖励解除绑定。好感度页面的人都能听见宿主的心声哦。解除之后，宿主就是有隐私的孩子啦。嘿嘿嘿。贝敬初小眼神幽怨地注视着前面的人。刚刚进行完册封礼，本该风光无限的太子殿下只想逃离这个世界。谭家可是太子传上的，您在前面吃肉，只要领着小弟们喝口汤就行了。钱庄的事儿，谭兄能否找谭家主商量商量合作？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像您这样的人物，只一句话就能翻云覆雨的，就帮帮小弟的忙吧。啊，好说好说。谭兄，小弟新纳了2房小妾，这房中之术可带劲儿了，要不你也玩玩，玩坏了也不妨事儿啊。大爷，我不喜欢被用过的。谭兄是看上这个了？去会会那个姑娘，让她跟了谭郎君，要是不愿意的话，就直接绑了去。家主说过，不能强迫百姓。郎君呀，您是什么人呐？不就是要个姑娘吗？怎么可能不愿意呢？那都是欲拒还迎。我告诉你啊，这女人说不要就是要，他们就是矜持娇羞一下，你怎么还当真了呢？啊？您这风神俊朗又有钱，当您的姨娘是8辈子的福分，就算是通房丫头都是求不来的。他拒绝不过是想抬一抬自己的身价，女人都是这点小伎俩。再说了，谭家现在多风光，就算是真闹大了，给一笔银子也就按下去了。不长眼的，你们好大的胆子，还不快放开我！看来还是个带劲儿的，谭兄有福啊！小娘子，
我可是谭家人，整个京城谁不知道谭家是太子殿下的？跟了小爷，保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放开我！我是天武公主的人，你敢造次，是蔑视公主，不要命了吗？哟，还是个小辣椒呢，也就喜欢野的，绑回去。殿下，宫门前应接的人说没有看到常烟的影子，他必然是有事了。先派人秘密探访，如果1个时辰内没有线索，就出动禁卫封锁城门。怕就怕是被敌国的人绑走了。怪我，想着他来往地宫，派护卫反倒引人起疑，不出京城，这么一小段路，不至于出意外。小娘子，你是想玩你逃我追吗？那小爷我来了。常言抄起桌上的花瓶，对他开了个瓢。贱人，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把他脱了捆起来，拿我的鞭子来。可有受伤？常言轻轻摇头。畜生，你知道你冒犯的是谁吗？常烟姑娘是太子殿下身边的女官。刚刚还不可一世的纨绔直接吓尿了。殿下，这把他洗干净了再带来审，还不向殿下认罪？殿下恕罪，臣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的女官，大水冲了龙王庙，臣以后一定不再犯。哼，你们认为重点是冒犯孤的女官吗？而是强抢民女。孤以公主之身得封储君，这其中的艰难险阻，你以女子之身经商，应当是感同身受。孤自己都不敢有一丝行差踏错，你们谭家倒好，直接借着孤的名义横行无忌，欺凌百姓。常烟若没有靠山，他就应该被欺辱吗？大越的律法是每个百姓的靠山。妾知错，是妾管束不力，耽误了殿下大事。自今日起，妾一定约束好谭家上下，还请殿下念在四郎是初犯，饶他一次，妾定当狠狠责罚，严加管教。每个杀人犯第一次杀人时都是初犯，你的责罚是什么？打一顿，养上10天半个月就能好的那种吗？大越有律，冒犯女官，同谋害朝廷命官，按律当斩。孤不会因为被害的是身边的人就妄加重刑，把这贼子带去京兆府。殿下，妾的弟弟真的再也不敢了，妾也会管教好族内子弟，绝不再狂妄骄横。那纨绔被禁卫架着拖下去，谭娘子惊慌求情，被静初看在她跟了自己多年，想忍着不耐烦和他解释一番自己杀鸡儆猴立规矩的用意，却从他眼中看到了一闪而逝的恨意。你在不满什么？你在心疼你的弟弟？谭娘子，心疼你打下的谭家基业吧。自今日起，他们就不复存在了。到现在了，你竟然还在为你弟弟求情。你谭家从来都不是独一无二，不过是孤挑的顺眼的一个而已。看在同为女子，也同有野心的份上，对你惺惺相惜。既然你不要这份偏爱，孤换一个就是了。孤不需要拖后腿的人。殿下，妾知错。这谭家以前跟在太子身后吃肉，那是一口汤都不给我们留呀。看看那钱庄，多少人眼馋呢？他们简直就是做独家的生意。这下好了，金饭碗都能砸了。我老何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蠢的人。咱们得记住谭家这次的教训，干什么不好非得强抢民女，和大越的律法作对啊。你情我愿的姑娘那么多，他们是找不到女人了还是怎么的？钱和势是保护咱们自己人不受伤害的，而不是去欺凌弱小的。做生意啊，最忌显摆，咱们要低调。你是姨父子，当年一家豺狼虎豹都盯着咱们，要是母亲生下的是个女儿，现在别说长家产，早就被赶到什么小院里自生自灭了。我的儿啊，让你从小女扮男装，辛苦你了。如果这次咱们投效成功了，有殿下庇佑着，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娘子了。这次争夺定然激烈，咱们不一定有胜算。阿娘不要抱太大希望，做一辈子郎君也好过一开始就被夺去全部家产。阿娘做的没有错。你想投效孤的原因是什么？说来无非是为了更多的利益。在答完后，何夫人却又败下，
妾不敢犯欺上之罪。妾有一女儿，因家中斗争，被办为男胎。殿下容封储君，让女子走上朝堂，小女才有了可以恢复女儿身的希望。堂子，你看，是你说能力不足，经验不够，不能接手谭家之前管的产业，对不对？对，所以是在给你选帮手，对不对？对吧？既然是给你选帮手，你是该累一点，对不对？对。默生是个儿郎时，你们分明对他没有任何异议，他也一直做得很好，认真的学着，从没拖一点后腿，反而增过不少助力。为什么他就换了一副装扮，你们就异口同声的说不行，像是都忘了以前是谁对他满意的不得了了。他学着接手何家的生意，很多时候是也不好与外界接触，派的默生去谈，结果你现在说默生是个娘子，那岂不是和外男拉扯了个遍？前面的事儿啊，我们就不计较了。默生的名节都受损了，也没法再说好人家。何家也不是不能养他一辈子，把他送到道观里清修吧。既然长房无后，这长侍的位置啊，也该让给别人。这何家10年前还是年州的一个小商户，是我一点一点的带着你们壮大起来，一步步的走到了京城，在这里站稳脚跟。你们眼馋我老婆子打下的家业，拿规矩来压我们母女，那你们确定我们走后，你们守不守得住这个家呀？老大家的，以前你能顶住，是因为默生是长房长孙，但现在她只是个姑娘，所以以后你们再像之前一样顺利就难了。还是去观里清修吧，忙了10年，让自己歇一歇。大约本就可以立女户，现在民风开放多了，不仅官场上有女子生意，做商人的更是多。才没落的谭家不就是位女家主？你们这些老不休的，少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分明就是想吞了我爷娘打拼出来的家业，想吃绝户的心思都明明白白写在脸上了，以为话说的好听就能掩盖你们不要脸的事儿了？做梦！你这孩子怎么就不懂事啊？果然姑娘家的就是任性，容易冲动。让你们去清修也是为你们好。就这样吧，不用在意了。夫人，东宫来人了。太子殿下，请何夫人至东宫一叙。娘子，咱们家现在的掌事人不是他了。如果太子是看上了何家，应该换人商谈的。如今新的掌家之人还未选出来，老朽是能说得上2句话的。殿下瞧上的是何夫人，并非瞧上了何家。你们谁是掌家人根本不重要。何夫人，随吾去东宫吧。各位，不奉陪了，小女子还要收拾行李去清修呢。诸位长辈，都要天黑的点了，还留在寒舍，是想蹭饭吗？都要收走咱们的家产了，还要在走之前再吸上一顿饭钱吗？水蛭都没有这么能吸吧？老大家真是娶到了好媳妇儿啊，娶妻娶贤，福及3代。这不就搭上太子的船了？咱们何家因为你呀，就要一步登天了。老大家的，你可是何家的大功臣呐！默生也教得好，这都是你这个做娘的功劳。戏法都没你们变脸来得快。哼，不就是现在有利可图了吗？真当人的心不会寒呢？以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随随便便就能过去。你们不用在意我们母女，就当我们娘俩去道观里清修了，都还不用你们送月礼，是不是很划算？何家的产业咱们分一分，看看我们母女走了，你们能不能好好的经营下去？我就不信了，2个女人都能行，我们接手了，只会比他们更好。结果没多久，何家就彻底崩盘。哎呀，就这么悠闲自在的感觉，真舒服。殿下，出大事了！雷家郎君和秦家娘子私会，被撞了个正着。本也不是大事，就是丢脸。事关雷家，雷统领是东宫禁卫，他兄弟在秋猎场上干下这等事，陛下问您要不要去瞧瞧？什么雷家郎君？我弟弟才2岁啊！哦，皓月说的是我堂兄？丢死人了！这都是什么事儿啊？走，咱们瞧瞧怎么个事儿，去当看戏的。
可这是我自己家的戏。哦，抱歉。臣今日猎了鹿，便好奇试了试鹿血，谁知道秦家娘子出行都不带仆从的，臣还以为是哪家的婢子，便可以肆意玩弄。陛下恕罪，臣这侄子实在顽劣，秦娘子遭此无妄之灾，臣会给他们一个说法，秋猎回去后便上门提亲。不要啊，伯父，我可是您的侄子，怎么能娶一个七品官的妹妹？住嘴！陛下，此事至此，对秦娘子生育也有碍，不如干脆结了秦境之好，就此了结。儿爷既然繁忙，这事就交给儿来调停吧。秦娘子是哪位的家眷？是门下左补阙秦玉萍的妹妹。哟呵，这名字熟悉啊，还是我的人。是因为秦补阙的官职太低了吗？咱们也不能在这里光听罪人的辩驳，也得听听秦娘子和秦补阙的想法。免礼，都坐。秦娘子，这件事你是受害者，你想怎么做？雷家给出的条件是上门提亲，许给雷大郎做妻子，你想如何？只要雷家诚意足，风风光光的迎吾妹。我要他进监狱。妹妹，我恨不得他死，就算不能死，也一律惩处。殿下，说实在话，以秦娘子的家世，原本连雷家的门都过不到，做个妾都是抬举。如今为了补偿她的清白，臣已经许诺让她做我侄儿的妻房，还有什么不满意的？父亲，别再说了，听一下你说的都是什么？竟然还是在殿下面前丢人现眼！有你这样的父亲，我在殿下面前都脸上无光，头都抬不起来。我忍你很久了，雷家的地位和秦娘子有什么关系？不愿就是不愿，强暴就是强暴。有的人爱权势，有的人盼知心，有的人甚至就不想成家有夫婿。你那居高临下的样子真是令人恶心。你为什么要维护一个管不住自己下半身的侄子？为此不惜和殿下对着干。如果是我犯了同等的错误，您会维护我吗？就算是你强迫了哪家二郎，那也是别人占了便宜，我去找他们算账还来不及呢。我真强迫了哪家儿了，人家可能不喜欢我这样的女子，也可能有自己心仪之人。为什么说是他占了便宜？这是愿与不愿的道理。强迫就是强迫，和人的价值没有关系。你不想堂兄获罪，可以商量、道歉，求别人原谅宽恕，而不是不可一世的批判人家。高攀了你还不知足。堂妹，我知道错了，淫辱妇女可是要做到一辈子的，我们是家人呐。妹妹，如今闹出这种丑闻，你日后还怎么找人家？爱谁谁，要是因为我受到伤害而介意的，也不可能是我的良人。殿下，雷家二娘子求见。男儿，他来掺和什么？让他进来。殿下万安。起来吧。二娘子，什么事？堂兄之事闹得沸沸扬扬，妾听说殿下在这里审案，便想着来为殿下出出主意。殿下，秦家阿紫只是失去了清白，但堂兄可是要坐一辈子牢啊。反正秦娘子也挺坚强，没有寻死觅活什么的，何必做绝呢？殿下向来仁善，何不给堂兄一个改正的机会？哪里来的圣母病啊？说得很好，下次别说了，把他嘴堵上，拖出去。殿下，小女也是女儿家，怎么能让侍卫羞辱呢？雷二娘子也挺坚强，不会寻死觅活，不是多大的事，她都不在意，将军急什么？既然秦娘子不愿意，那这贼子就送到大理寺去，一律惩处。殿下，父亲，这是令旨，太子已经做决定，您是想抗旨吗？臣遵旨。趁着雷郎君还没进去，将军不如好好和自己侄子叙叙旧吧。你似乎不满意姑的处理方式。臣不敢。哼，你以为要不是在姑的门下，你妹妹被轻薄后，雷宁真会让自己侄子娶她，直接给你压下去，再给个妾室的名分，爱做做，不做滚。怎么，不信？我母亲是以妾室的名分嫁的雷家，当年也是以小官家的娘子，被他强迫后纳了的。当时他与第一任夫人还未成婚，但凡有些诚意，都可以直接娶妻。雷宁此人，并不觉得我堂兄的行事有任何问题，他们这算家疯了。如果不是在秋猎这时，
根本闹不到圣上和殿下面前，你们根本没有讲条件的机会。臣被好处迷了眼，以为妹妹可以富贵无忧，竟不识殿下好心，罪该万死。但臣方才也只是可惜，并无怪罪之意，一切荣耀由殿下带来，不敢有半分不满。行了，带秦娘子下去吧，你是她的阿兄，要好好开导她。是。殿下真是仁义。唉，倒也不是完全的仁义。今无畏大将军是阿耶身边的人，禁卫是皇帝的盔甲。我和你过从甚密，还有一层从小伴读的理由在，不算突兀。但我门下的臣子在和雷家结亲，和雷将军的关系太紧密了，不是伴读就是姻亲，父子相残的事情还少吗？阿爷是不怀疑我，我也不能上赶着作死啊。第2日的狩猎也不清静，旁边传来一阵喧闹声，一失控的马匹迎面朝着贝静初狂奔而来。贝静初弯弓搭箭，一箭出去，风马的颅骨被射穿。谢雷统领和太子殿下救命之恩。夫人是谁人的家眷？可有受伤？回殿下，妾身中书侍郎童怀恩之妻，方才马灯没有擦好，不知何时伤了脚。你受伤了，现在又没有马匹，猎场危险，护送夫人回营地吧。夫人的同伴呢？要令人知会一声吗？官夫人们多是贤妻妾的出身，并没有所谓好友结伴。无事，我带夫人回营地，一队人随姑回营地，其余人原地休息。才几步就骑不动了，一群小垃圾，回去得加练。是。夫人马匹因何受惊？可有前兆？回殿下，没有预兆，马是突然就疯了。马的尸体，你传仵作来检验。念儿，你带人去排查一遍事发地附近，看能不能找到马匹失控的原因。陛下也在猎场，万事小心。是。哟，童夫人回来了。哼，是围猎不顺吗？哎呀，还是您的体力用在榻上擅长些，这里可能不适合您呢。你乱说些什么？收敛些。哼，一个寒门，一个下九流青楼里的玩意儿出来，狩猎这等事，还是别瞎掺和了。到时候啊，命都赔上了，那才是贻笑大方呀。哎呀，童夫人莫怪，我是在好心提醒你啊。我身边有贵人在，你不要失言。哎呀，你身边竟还能有贵人呢？别是因为自己出身太下贱了，看谁都是贵人吧？不要在太子殿下面前失仪。不知殿下在此，妾失礼，不知者无罪，请殿下恕罪呀。贝静初无语的耸了耸肩，带着香巧回他自己的营帐。殿下知道我的身份，不觉得脏吗？我对这世道有一个疑问，似乎没人对此有过困惑，所以我不知道要与何人说。女子就是女子，为什么要被划分为圣女和荡妇？我以前认为很多人是不会尊重女人的，但好像并不是，他们只是把女人划分为了2类，一类是圣女，是母亲、妻子，未来可能成家的人，是没有欲望的快乐，用处被划分为了生育、传宗接代。另一类是娼妓，是玩弄的对象，独独为欲望服务，远离生育。甚至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或许是女子为了让他们的地位更高一点，便努力地把自己往圣女的方向靠，做一尊禁欲的泥菩萨，且反过来辱骂仇视另一类女子，以显示自己的高洁。明明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都是被评判价值的人，为什么要为了自己被赋予了高价就沾沾自喜呢？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男人的好色是被肯定的，甚至是赞许的，他们出入风月场被称为风流倜傥，而女人是不被允许好色，不被允许直面自己的欲望。对男女之事是否了解，成为对他们是否天真纯洁的划分。香巧呆愣地看着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涌上了一股莫名的震撼。一直以来，所有人都告诉她，她以前有多么的卑贱，就连一直相濡以沫的丈夫
虽然没嫌弃他，却也认为从前的事不光彩，只是安慰他，被逼迫被卖掉不是他的错。现在却是一个10岁的小姑娘告诉他，她并没有染上污点。殿下所言，妾振聋发聩。夫人和同侍郎情谊深厚，传为佳话，我在内宫时便有所耳闻。但同侍郎洁身自好，听说对夫人也专一，怎么会在青楼相识呢？听起来像是假的。很多人也因此怀疑他假正经，不过是当年他穷得厉害，给不识字的人写信赚钱，姑娘们也没有几个识字的。香香，你没事吧？一听你受伤了，我便向陛下告了假，暂时不用去大帐那边了，可以多陪你一会儿。太子殿下，臣见过太子殿下。夫君，路上惊马是太子殿下救的我，否则等抬回来尸体都凉了。咱们要好好谢谢殿下。谢殿下，救命之恩没齿难忘。不谢，大家都看到我亲自送你夫人回营地，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是我的人了。殿下，仵作说没问题。为防他撒谎，奴婢还找了3个仵作来验，但是方才人为和途经那一处，和童夫人一般经了马，不过没有遇到殿下这样的好心人，随从又不得力。好在人没事，从马上摔下来摔得不轻，抱着屁股在那嚎呢。但奴婢觉着嚎那么响亮，问题应该不大。我也觉得。殿下，马匹没有外伤，臣便查了饲料，也没有问题。但童夫人和贝前都说，马儿路过那片地的时候，低头啃了2口草皮，臣便摘了些问御医，却说是没见过。去把附近令马儿发狂的草都拔了，然后留一些种到庄子上去。这件事不要声张，童夫人和贝前那边我会去说。是。你确定自己是来探病的，而不是来气死我的？贝静初很给面子的收起笑声，改为静音的笑。我去寻了阿耶，想进了月朝的青楼，阿耶同意了。干嘛要花精力做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啊？什么叫对我没好处的事？你以为谁最支持我坐上储君的位置？自然是能从我身上得益的人。寒门和女子是我们要拉拢的人，不做一些实际的事，他们又怎么会相信我得势之后能让他们过得更好？怎么能让他们相信扶上位的不是个背刺的叛徒？只怕不容易，一些人又要闹了。平民女子是没有话语权的，殿下的付出不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我好不容易当上了储君，权力这么大，连做点自己想做的事都不行，那还有什么意义？总不能所做的每一步都是为了稳固地位，一点点对我无意义但是有价值的事都不能沾吗？一些精力我认为花的是值得的，哪怕最后没有回报。贝前还是纠结着，青楼又不给大越带来多少国税，说进就进了，哪那么多废话？你是我的臣属，让你干事就干事。趁人家当谋士的时候就是轻轻表兄，现在新人越来越多了，对旧人就一点耐心都没有是吧？好，好，你个负心女。人性欲望驱使，即使你明面上封禁，但暗处的依旧不会少。可明面上没有了，暗处的零星和现在比起来会少太多。行，臣遵旨，臣臀部伤好些了，能做了，就给您领章呈见。其实趴着也能写的。表妹，下次去庙里，我一定在佛前许愿，让你长点良心。我一个伤患趴着你章程，您一个四肢健全、精力旺盛的人干嘛呢？我当然是去玩啊！你吾第一次求猎，当然要多打些猎物回来，不然堂堂太子落后了多丢人啊！而且东宫也不是随意出来的啊，当然我想出来没人敢拦我，但这不是平日太忙了吗？孤能有几日快活，几时能松松筋骨？秋猎一共就7日，表兄你忍心让我此时还忙于政务吗？贝前想说实不相瞒，他忍心，
但怕得罪这位记仇的小太子，他忍辱负重地咽下了骂人的话。新庄胭脂本倾城，饮壶娇觑折不尽，初为汉台小小影，标记连丝花海路。今日还不愿接客？哼，倒是个硬骨头，但我这里是化骨的地方，那就上针刑。长针被钉入十指连心的指甲，他想着，放弃吧，已经来了这个地方，除了屈服，就是死。我愿意2个字还没说出来，外面响起了一阵喧闹声，几个官吏被引了进来，保姆忙关门出去。不是上边有令，秦楼主管可以继续5月卖艺，但不允许女子卖身。你们胆子挺大呀，还敢违令！哎呦，官爷，您这是不给妾身活路呀！真正只是来看歌舞的有几个人啊？谁不知道唱歌弹琴只是这些客人闺房调情的乐趣？这要是不允许卖身了，我们还赚什么呀？哎，您就行行好，通融一二。这些呀，是孝敬您的茶钱。这我们不管，反正是上面下的令。您要真有本事，就去东宫找太子殿下去。太子，原来是这个人救的他，救的他们。凭什么？当年我们谁不是这样过来的？我熬过来了，活下来了，结果到了后面青楼却不许开了。凭什么他们就能遇到这种好事？凭什么我就不行？雷将军已经赢了2次战役，再领兵1次，未免功高震主。大越这些年来也出了不少新秀，臣以为可以让年轻人们多练练。儿知道雷密尔年轻，经验又少，做主帅是不可能的，给个副将什么的去长长见识罢了。谁不知道雷统领是殿下的心腹？殿下如此明目张胆，是任人唯亲，培植势力吗？对呀，你真是个大聪明。为避免发生上次支援德州时我要受朝无人能处理的意外，这次周欢九也一起去。皇帝挥退重臣，单独留下贝景初。你去做主帅。这突如其来的压力，我觉得我不行。朕也觉得你不行。老大你怎么回事？过去之后别指手画脚的添乱，当一个吉祥物就够了。朕给你派副将，凡事听副将的。阿爷是想让我做个挂名主帅，这次打突宁是10拿9稳的事，赢了之后给我的履历增一笔光彩。还不算笨，去准备准备吧。你是说你们明日就要启程攻打突宁了？是，这是机要，原谅我临近最后一日瞒不住了，才来告诉你。希儿阿紫，我们可以给他报仇了。我也要去，我知道我帮不了什么，我不会给你们添乱的，哪怕是做饭喂马，只要能给大越的军队出一份力就好。这次报仇也算我尽了一份心，给我阿娘尽了孝。殿下，妹妹，这对你不是什么难事，对不对？让我去吧，让我去报仇。殿下，臣丑话说在前面，您10岁稚童，陛下有意抬举您，臣也愿意配合，但行军可不是小儿嬉戏，您不能胡来，乖乖的坐在大帐里，别惹是生非就好，就当远游了。如果您要是自以为是，指手画脚耽误了军机，就不要怪臣以下犯上。穆副将，你知道为什么你分明能力不俗，却迟迟不得晋升吗？为什么？因为你不会说话。你上谏劝姑，分明可以用和缓的说辞，比如说姑年纪小，不宜辛苦，操劳的事交给你，如果姑想学，便跟在你身边看，不容易出事，出兵更稳妥些。但你偏偏上来就是一顿警告，你说说，你的上峰怎么会喜欢你？穆楚远被说得怔愣，呆呆地思索着。初初对朝中大臣的信息掌握越发娴熟了，一看就能记起这位穆副将有才，却多年未晋升。我不知道哦，我瞎猜的。
陛下属意穆副将做本次辅佐殿下的副官，他必是有能之士。这些年名声不显，又是一个敢警告太子的脾气，定也得罪了不少人，自然难以晋升。九九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吗？唉，我只是觉得我好像被排挤了。谁排挤你？我收拾他去。是初初和贝前。再见。哎，别走啊！我开玩笑的。唉，我常常因为不够变态而感觉跟他们兄妹格格不入。笑死，谁不是呢？这些探子还是有用的。大汗，越朝兵马接不及我们，不过是运气好，多了一个神兵相助。现在我们也有了，越朝的优势也就没了。大汗早有收复失地的意思，现在该我们报复回去了。只是第一场交锋，突宁不说全军覆没，至少折了半数兵马。领兵的突宁王子早没了春秋大业、建功领赏的美貌，只剩下恐惧，一点防守都没有。突宁要是偷袭怎么办？是啊，兵马位置粮草先行，要是连后方都被偷袭了，即使有火系这等优势，也会输的吧？殿下做这看似糊涂之事，就有什么缘由？你猜猜呢？穆副将现在能相信我做的决定不是任性乱来啦，真是可喜可贺。臣也没完全相信，只是殿下要真是胡来，臣便召集部将再商议一次。殿下是想做什么计吗？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哪能什么都能猜到啊？但我觉得殿下当时想设个局，毕竟这么大一个破绽，他若是不拿来用，我会怀疑殿下被下降头了。确实没傻到这种地步。穆副将安排上自己绝对信任的，悄悄守着后方的粮草和军需吧。或许咱们就要抓到细作了。军营里有细作？殿下是如何知道的？不知道啊，不过火药是大越的秘方，不能外泄。你看，突宁这次就搞到了，证明兵部里是有细作的。谁知道大军里有没有？这不是骗一骗吗？就和太医要定时诊平安脉一样，军中无事，现在正是我们占上风的时候，也顺便查查有没有细作。一个个去搜查太麻烦了，做个局引蛇出洞就好。反正现在孤正是被轻视的时候，大家估摸着都和你一样，认为我是将大事当作小儿嬉戏。我这么机灵的人，以后总会被发现的。趁着他们还没相信姑就是很有聪明才智，先忽悠一波，不然像你一样发现我可睿智了，就难骗了。即使越朝再怎么粮草丰厚，武器如神，也盖不住他们的主帅是一个无知小儿。今日趁着他们手背空虚，咱们去劫了他们的后方，顺便生擒了那小太子，定能大挫越朝的锐气。漂亮！我就说有傻子上当。读书了，给钱。谁能想到这么明显的陷阱？真的有傻子来踩？因为傻子觉得我才是那个傻子啊！别把人都想得很聪明，聪明的人千篇一律，傻的人傻得千奇百怪。阴险毒妇，就会使些下作的手段。谢谢夸奖哦，这可是重要人物，别让他们咬舌自尽了。殿下不愧是陛下看中了储君，年纪虽小，却不输成人呢。天才之所以是天才，和年纪没有关系。拖下去，拷问出来奸细是谁？备前，你去。好多人呢，撬开一两个的嘴，你不至于办不到吧？遵命。别把他们关在一处，营帐也好，牢房也好，地洞也行，分开关在不见光的地方，也不能让他们听到外面的一丁点声音。你想奸细知道谁是对吗？告诉你呀，我们的主帅，嘿嘿嘿，突宁的奸细就是不对，那个姓穆的是的，他是我们的奸细安插的。我并没有想盘问你，因为已经有人招供了。这次是来送你上路的。我之前说过，供出人来就可以留命。既然有人弃暗投明，你就可以死了。葛舒淇招供了，动手。等等，我现在招了，还能不能留我一命啊？
行啊，但愿你能提供些新的东西，不然一点用都没有。供出的2个名字是谢希和常云。也没什么有用的，葛舒淇早就交代了。你骗我！你骗我！哼，被发现喽，可怎么办才好呢？你的上峰已经交代了，你们2人是和细作联络的。葛舒淇面上浮现灰败之色，他招供出来的名字是谢希。做得很好，有了方向就去查吧，找到证据就拿下处决了。秃宁那边有离间攀咬之嫌，但这招离间挺好用的。若是在非常的时候，我怕是宁可错杀1000，也不放过一个。现在大约优势占尽，倒也不必草木皆兵。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如果查不出证据来，就将常校尉调去做闲职，不再接触机要。怀疑一旦产生，就很难再信任了。贝静初突然理解了阿耶的多疑，对于他们而言，真的没有精力去辨别谁是忠心，谁有异心，也不会为了一个不太重要的臣子去耗费人力还他清白。臣下要保清白，就只能自证。碾压般的战役，再加上贝静初等人绞尽脑汁加快进度，各种损招百出，这次攻下秃宁的速度快得令人惊奇。一场世代的国仇以一方的灭亡而告终。念儿，什么时候回家呀？自从殿下进了东宫，你就跟着一起住进去。你是臣属，哪有住在主上家的道理啊？为父作为禁无卫大将军，一样是太极宫禁军统领，难道为父也一样住进后宫去不成？陛下同意的话，也不是不行啊。那今日回家用膳吧。你娘吩咐下人做了一桌子好菜，庆祝你平安归来。想回去就回去吧，姑只是给你留个房间，又不是要你一定到东宫住，人家又不要你暖床的。辛苦念儿了，这次灭秃宁，你和穆将军是太子的副将，想必出谋划策了不少，这活儿都是你们干的，但是功劳大头都安在主帅的身上，真是委屈了。天下本就是奇才，我们帮上的都是微末小忙，没有抢功之说。还有伯母在我阿耶府上住了3年了吧，堂子都成婚了，堂兄在牢里也算个归宿了，您还在这儿赖着，是准备住下养老不走了吗？念儿，你的规矩都去哪儿了？伯母是你的长辈，你如何能对长辈口出不敬之语？道歉！我说错了什么？伯母背后议论储君，忠义又在哪里？阿爷一向是最忠君的，怎么现在不管了呢？阿嫂啊，背后议论储君确实不该。念儿虽然不幸失礼，总归是为了太子而心切，你别计较，这事儿啊就过了吧。大好的日子，咱们继续啊！过不了，他一来就说殿下是无能无为却好大喜功，抢夺下属功劳的昏主，不给个交代，这事儿没完。本就无心之言，你还要怎样？阿耶，要是现在有人说陛下残暴无能，德不配位，你怎么办？那当然是让金无畏把人抓起来去官府呀。你想如何？我想让伯母搬出我们家，回他自己平州的住出去。父亲，你是最重伦理纲常的吧？那伯父一人在平州重病，妻子不照顾，却在京城独身逗留夫弟家，又是哪门子的规矩？您的规矩可真灵活，都是用来压自己妻儿的是吧？严于律自己人，宽于待他人。可恶，说不过呀，这倒霉孩子哪来这么多辩驳之词啊？阿嫂啊，念儿说的有道理。二弟，你可是答应过你兄长会好生照顾我们一家子的，你侄子被送进了牢狱，终生不得出，现在你竟然还要把我赶出去。我只是要求您离府归家，并非赶您流落街头。伯父那边应当也想念伯母了。婉姑姑最近也是势头正盛，你作为她唯一的儿子，可不是走到哪儿都风光的节。做太子詹事已经够风光了，结果阿娘现在办事也很不错，得了陛下的信重。我一个小可怜，因为当上了你们2个贵人，现在走到哪儿都有应酬，可累死了。你要实在是太闲，就来自己拟几个章程，陛下让6部拟事，至少要给一个方向，时刻把关，还会生意。你倒好，直接把活一丢就给我了。好殿下，做个人好吗？
我这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姑对你的绝对信任。像阿耶那种就是比较多疑的，姑从不疑你，你应该庆幸荣幸。我谢谢你，表妹，你裙子见红了。皓月，准备干净衣物和月事带，我去更衣了，先走一步，你也回家去吧。阿娘，我的一个好朋友好像得了不治之症，好好的一个小姑娘，怎么就要英年早逝了呢？那伤最难治了，真是天妒英才，给了她这样那样的本事，却要收回她的命。她和我说着话，裙子上突然就冒出一股血来，还非常熟练的让下人准备干净衣物和月什么饰带，一看就是病入膏肓到已经习惯了。贝今晚真的很无语，不得不拉着儿子讲解这方面的事儿。流好几日的血，竟然不会死吗？女人这么可怕？殿下，雷家来人，想请雷统领回去，像是有急事的样子。说了是什么事吗？未曾，只说雷将军有急事，请他们家大娘子回去。你让那人进来，去找雷统领来书房。父亲找我什么事？主君说不可告知旁人。放肆！殿下面前不得隐瞒，要是不说，证明不重要，我就不回去了。回太子殿下，大娘子、二娘子她在夫家杀了姑爷，主君找您回去商议。你去回我父亲，雷拿尔杀夫，该如何便如何，我不会因为他耽误东宫的事务。临时换房，若中间出了差池，让歹人溜进东宫，殿下的安危出了差池，父亲也赔不起。下旨之后，雷念儿还是回了一趟雷府。我那妹夫看着是个金贵郎君，实则竟是个爱打人的主。雷男儿嫁过去以后，表面上光鲜，夫婿家世好，又夫妻和睦，背地里却是伤痕累累。那伤和他小时候在我身上留下的，真像啊！殿下，我当时看见的第一眼，竟然觉得痛快。我没有去报仇，因为我觉得他不值得我耗费精力。但天道轮回，见他下场如此，我还是快意的。这夫婿是他自己千挑万选，选的门第最高的一家，又能怪谁呢？但这件事，我认为他没有错。如果不在被打死之前反杀，难道要真忍到变成尸体的那天吗？虽然杀人者处以死刑，但乐律中，如果丈夫对妻子打骂危及生命而被反杀，妻子是不会被处死的。他在这件事上只是想保护自己而已。如果当初是夏家，雷宁还能凭借权势硬把事压下去，偏雷男儿只图富贵，一心选了个高门。这下事闹大了，京兆府审完，该是什么罪就什么罪，轻判是他的造化，重判是他倒霉。我没有落井下石，就该感谢殿下给我安排的事太多了，来不及。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娘本来也不是爱催婚的长辈，也信奉姻缘天定，人到了少年慕爱的年纪，思春是正常的。我这顺其自然，一顺就顺到了你20了。陛下子嗣来得晚，都是20有2得的太子，就这都被臣子们催了好些时候的过气，就怕他膝下无后。唉，你虽然没有承担宗族繁衍的重任，但是籍贯了还没长醒，夸张，太夸张了，连月信都不知道。都是太子的问题，他给我安排的事太多了，那么大个东宫，没了我都转不了了。阿娘，你知道孩儿有多苦吗？有多累吗？你娘我现在也忙，不也没耽误那新的面首吗？替圣贤，难道光彩吗？你在东宫任职，太子身边出挑的姑娘有很多，就没一个看得上的吗？你姨母们那些儿子10几岁就会和小婢女调情了，你娘我7岁就会调戏俊俏小郎君了。这是什么很骄傲的事吗？我还真不信你现在还没开窍，难道是你看上的姑娘身份太低了，你不敢和母亲说？20的大小伙子还没长这根筋。若是你偏好龙阳，娘劝劝自己也是能接受的。哎呦，话说我的儿，你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呀？可是我自己不能接受。雷念儿和你同是东宫臣属，应当相熟，你们关系是不是挺和谐的？要不直接给你送东宫的床上去，
婉儿长得不错，太子见大了，应当不会嫌弃你老的。你不喜欢巾帼豪杰吗？太子的义子有个县主的爵位，和你公主之子也很相配。周欢九和你年岁相近，你们幼年也有同窗之谊，你觉得怎么样啊？阿牛，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表兄，姑母来求我少给你派些活，耽误了你的人生大事。看在咱们亲戚的面子上，姑也不能就这么耽误了你。你这2个月下朝后，不必在詹氏府点卯上职了，抓紧机会相看人家吧。所以是可以不干活了吗？青天白日，你做什么美梦？居家办公罢了。出8批还是出8批。母亲急了，让我相看人家的消息，你散播出去，尽量自然的传到婉园里去。楚楚，贝前那厮订婚了吗？上些冰来。不是，只是有一个小婢女来和我说过，她和自己的青梅竹马本来是无话不谈的友人，但是在那人成家后，他的妻子便看不惯他们来往太过，不信他们是单纯的友情，觉得他们总是在暗中苟且，两人的关系便疏远的和陌生人一般，街上碰面了都不会打招呼。我那小婢女也理解，她说自己的丈夫若是有情谊深重的青梅，她也是不开心的，但是好好的一份幼时情谊就这么消弭了，未免觉得可惜。所以你要不我和他搭个伙凑日子吧。娘爷，你什么时候看上他的？都那么熟了，我们不至于闹矛盾吧？而且我对咱们的交情都心里有数，他和咱们这些女孩子走得近了，我也不会乱吃飞醋。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妻贤夫祸少。要是贝前看走眼，娶了一个有歪心思的姑娘，她可是太子詹氏，会耽误你很多事的，还是大事。可姻缘这事儿吧，不能强求。万一表兄不愿意找个相熟之人将就，而一定要寻求自己的真命天女呢？所以，你探探他的口风嘛。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要是问了，结果不好，连朋友都做不成。不行，我还是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看上他的。楚楚，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让金卫绑了，洗干净送我床上。开玩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我觉得贝前这样的用这种方法很合适啊。咱们先这样，你直接去把他睡了，表兄也不乱搞，身上应当是没病的。而且他一天天的熬大夜，像被吸了阳气一样来上朝。我怀疑他可能是肾虚的，你正好去试试。要是肾真的虚，这婚事就先罢了，毕竟以后不幸福还是很难过的。说上头了，贝静珠还从自己的靠枕底下摸出了一本小册子。你平时都在看些什么呀？食色性也，人之常情。九九，别害羞嘛。荒唐，太荒唐了！哪里能直接来这么的事啊？还是一点一点试探比较好。我不行，我玩不来这个。这孩子还是太害羞了，来回试探什么的，一点效率都没有啊。那你想怎么样？兄，你帮我探探口风嘛。现在就问啊？这么突然的吗？不用再隔几日吗？我还没准备。再磨磨唧唧的，你心上人就跟别人定亲了？我没有，我只是想找个熟人过日子而已，他才不是我的心上人啊！对，臣给太子殿下请安。坐吧。之前让你回去相看的事，我倒是有个主意。我们小团队里女孩子挺多的啊，临时相看的姑娘还是没有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来的知根知底。大家的品性你都是了解的，我约莫也能看出来你喜欢傻的。这九九说起来是咱们的表姑，实际上和你也没血亲，人也够傻。我预成好事，给你们2人赐个婚，怎么样？表妹不是喜欢乱点鸳鸯谱的人，结亲变结仇的话，臣下反而会记恨你。所以是有人问过了吧？让我想想是谁。希望我和他联姻的人应该是没有的。
李娘子也不是有资格随意进东宫的，是不是九九本人来问的？别问那么多，问就是不是，你说愿不愿意就行了。有的人明明性格大大咧咧的，遇上男女情谊便总是拧巴，明里暗里的暗示看不懂，要么就是装看不懂，真以为我对他就是朋友了。好啊，你俩背着我搞暧昧是吧？生气。我总是找不到机会对他说，不要总觉得自己这也配不上，那儿也配不上，人各有各自的优劣之处，他自身足够璀璨，谁都配得上。如果有人拒绝他的少女心事，也只是各花入各眼的区别，并非他不够优秀。我希望有一日能看见他勇敢一点。所以你明明也喜欢人家，你怎么不说啊？说得好令人感动哦。你也害怕自己被拒绝是吧？哎呀，然后你用相看的事逼人家先出手。阴险老狗，谈个恋爱都要玩套路，就是不想做先开口的那个人，那以后怎么玩得过你啊？告辞。赐婚不要了，走了就没有喽。拿捏，你回去自己写哦。你这不是左庶子的事儿吗？你自己的赐婚令旨你自己去拟，还要人左庶子帮忙，你害不害臊？自己写，顺便借此表明心意。皓月在，我是不是成了他们 play 中的一环啊？虽然奴婢没听懂您的话，但觉得您表达的意思是对的，您就是他们 play 的一环。最近来拜访的人是不是挺多啊？想必都如我一般震惊。咱们常言一直是个稳重的姑娘，知道你们在一起后都想来瞧瞧呢。瞧够了吗？小爷我依旧是那么帅气逼人，风流倜傥。啾啾怎么不在啊？休沐游玩不应该正是甜甜蜜蜜培养感情的时候吗？他说有了感悟，要做新东西，不仅不出来休息，还叫我不要打扰他。你有没有想好你们俩的孩子以后叫什么名字啊？不是，我成亲，你这么激动干什么？看热闹啊！真的，我就不信你没想。以你的性子，要是对谁有意思，肯定早就想好孩子叫什么名字了。宫里最近都没有小宝宝出生，小六都长大了，现在一点都不好摸。唉，等九九有了宝宝，就又可以玩宝宝了。可爱的宝宝。我的孩子是拿来给你们玩的吗？我其实早就想过了，如果是男孩，就叫云乐，锦里寻云乐，苍生待早苏。如果是女孩的话呢，春轩锦堂复金，夏凉红藕盈池，就叫唐莹。不过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我人都还没娶到呢。太子殿下，我宁愿你是真来看热闹的。休沐，今日是休沐，为什么休沐日还要让我应付上风啊？应付你就算了，你为什么还要带公务来找我？我要休息休息。魏京初都不太敢继续开口了，没有老婆陪的男人好可怕。殿下请说，臣定赴汤蹈火，为您排忧解难。这次你成婚，姑再给你加3日的假吧。何默生那边生意出了点岔子，现在需要钱来周转，但是我们的账早就投进了另一个生意里，留下的储备银子不够，两边都不能断。借点钱呗。被钱捂紧了自己的钱袋子。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仅可以交到钱，甚至不用还。要不哪天你偷偷带几个盗墓贼去把先帝们的陵给刨了，里面的陪葬品、金银什么的烧一烧，还会缺吗？我以前认为我已经够没下限了，是会遭报应的，现在看你还活得好好的，我安心多了。表兄，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祖宗我的祖宗好像都一样，所以咱们并非盗墓，而是啃老。虽然可以，但是不至于啊，亏些银子罢了，功德扣了难补的。殿下，这个庄子有些不对劲儿。你说，奴婢经过的时候看到了机关的痕迹，寻常人家也会在自己的别院庄子里建密道吗？明日他们回城后，你领着人来探一探，不要打草惊蛇。殿下，奴婢带着人偷偷潜进去，路上还有些机关，好在奴婢破解了，外面看着幽闭，进去深一些，却有人在路上看守。奴婢记得您不要打草惊蛇的吩咐，就退回来了。知道了。
再探，带一份迷香去，把守卫熏睡着以后进去。殿下，是一条通往庄子外的密道，中间是一个放金银财物的库房，非常大。奴婢粗略看了一下，已经赶上钱庄4年的盈利了。咱们的钱庄营收是多么庞大，您是知晓的。难道是贪污吗？北静初竟是松了口气。作为皇亲，咸宁姑姑至多被降爵，贝钱他们也不会受到牵连。海爷说了，你是男孩子，你已经13岁了，不能再牵长子了，只有妹妹可以牵长子，弟弟长大了不行。我就牵，有本事你打我呀！略！长子救命！你管管他！你们别闹了，乖一点，这是在外面，你们2人注意一下咱们家的形象啊！停！老子数3声，再闹给我回宫去！3、2。今夜怎么玩啊？带着这俩小屁孩，我是一点都不敢往人流里钻。正要和你说呢，元宵赏灯，咸宁长公主便在山上做了100只灯树供宾客观赏。人家是发请柬，咱们初自然是要亲自来请啦。咦，羡慕的话，回头我求陛下给你也赐个婚。阿爷和我商量了，等我再长几岁，给我选面首。长子，我也可以选吗？你去问阿爷呀。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会同意的。长子，我也要选面首。你是选皇子妃，面首是男的。哦。走，念儿，先让阿紫，咱们上别处玩去。人家不知道多想过2人世界，咱们在这里杵着，比灯树还闪耀呢。哎呀，小孩子成个婚真麻烦，3书6礼，那急那争。钱儿那孩子现在越发不着家，一有空就往婉园跑。幸好姑妹我身边不缺人陪，我真要是那等老实守着儿子的老太太，早被这个儿媳妇养的不孝子给气死了。哼！表兄找99去，你还自在些，别看姑妹嘴上抱怨，她要是真黏着你，你还嫌烦。玉混前几年幼帝登基，太后临朝，这几日收到消息，他们的辅政大臣和幼帝对上了，玉混内部一团乱麻，上次战事了结，休养了4年，趁此机会，朕有意出兵玉混，诸位可有异议？大约如今国库充盈，能人辈出，武器兵马也尽皆优良，万事俱备，臣等实在没有劝阻陛下的理由，况且机不可失啊。现在大越国力强盛，但行军到底是劳民伤财，百姓富足也没几年。当初攻打突宁，是因为他们先犯我疆土，玉混不过是在边境劫掠1、2，在突宁被灭后也收敛许多。陛下不如待大越再积蓄些实力如何？简宁，时不我待，你平日也不是瞻前顾后的性子，再等又是要等多久？明日复明日，明年复明年吗？陛下英明。上次太子挂帅表现得不错，这次便依旧你来吧。明日早朝告知百官。姑妹莫急，姑想再去您府上做客，您是否欢迎？马车里却没有回答。过了几瞬，太子要来寒舍，姑妹自然是不胜荣幸的。但陛下给了你重担，你此时不在东宫筹备，到处跑什么呀？也不怕办砸吗？大越这几次出兵，表兄次做军师，我随您回去，顺便同表兄聊聊。又过了好几夕，我这马车小，搭着太子委屈了你，你自己乘车来吧，我会命钱儿好好招待的。魏静初也懒得乘车，让人备马，骑着就去往咸宁长公主府。你这2日来的也太勤了吧，我这儿真没什么热闹事儿啊。再跑勤一点儿，小爷要怀疑你是不是看上我了。99可是会吃醋的。出什么事儿了吗？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说来听听，大不了招式损一点，总有解决办法的。贝钱，我一直视你为最信重的人之一，从无半分疑心，这你是知道的。我今日再信你一次，你可有做过一丝背叛我的事？如果你说坑过你没有，那还是有很多次数的。但要说背叛，绝无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咸宁长公主有何异常？你发现过没有？母亲犯了何事？她犯了何事我还不知道，只是有异常。表妹，你是太子，就算是要判一个人的罪，也不能只凭一侧。
贝静初也不说话，就那么定定地瞧着他，等他自己冷静下来。事情大吗？定是大事。如果是小事，轻轻罚过就好了，何必轮到你这么紧张的过来找我？说吧，什么事？姑妹涉嫌贪赃，阿爷忌讳这事。不过姑母是皇亲，不至于到处死的地步，但罚是要罚的，可能会降爵。我来问问你知不知道？这我确实不知。母亲府中开销确实大，我以为她自有弄钱的法子，没想到动了朝廷的官瘾。暂时糊弄过去备前，他出去后直奔御书房，不知道那人什么时候能回过味儿去，告诉贝晋婉。贝静初不能确定备前是会帮亲还是帮理，要趁着咸宁长公主发觉不对之前，向阿耶请命搜查庄子的地下库房。越朝攻打越混，你为何不劝阻？我怎么没劝呢？如今越朝仙气战尽，拿什么理由劝？怎么说得过去啊？那必须拖延点兵开拔的时间。我要传信给玉混，做好准备。拖不了，兵贵神速，皇帝和那小太子都是雷厉风行的性格，玉混正值内乱，他们巴不得明日就冲到边关去。我没办法，要办法你自己想。昔日鲁王，今日咸宁，竟无一不是狼子野心的货色。贝静初不由想到自己的那些弟妹，她们一个个有的闹腾，有的安静，但无一例外，她一发火，小孩们就乖巧了下来，不敢造次，都是讨人喜爱的孩子。当初的阿耶看咸宁姑姑和鲁王是不是也一样的？那自己和弟妹也会走到这一步吗？他和他们的感情好像都不错，小孩们对他这个长子畏惧、崇拜又亲近，所以阿耶真的很难过，很难过。你和朕说的，朕连夜抄了那座库房，但还没顺藤摸瓜下去，他身边的人就自己暴露了。为什么会自爆？贝静初还没转过弯来，想了一夜的贝恒却是想通了的。那些奸细真是忠心啊，以身入局。如此一来，朕近几日真不敢发兵御混了。钉子不拔出来，还不知道肉里插了多少。为何别家的臣下忠心不二，奋不顾身，以命为自己的母国拖延喘息时间，朕身边却都是野心勃勃的豺狼虎豹？疑心重，朕又何尝想疑心重啊？稍微给一些信任，就被自己的亲生弟妹背刺一刀。一直到东宫的朝会上，最前面的位置是空的，明晃晃的碍眼。备前呢？今日为何没来东宫？说完，贝静初才想起来自己恍惚了。前战事大概是因为咸宁长公主一案被带去审问了，等过几日她证明了清白就能回来了。继续。太子，叛国之罪是株连九族的。咸宁长公主是皇亲，但詹氏作为她的子嗣，免不了死刑。殿下，殿下，散了吧。贝马，去大理寺。堂妹，殿下，我们也想去探望。不行，大理寺狱是关要犯的重地，我是太子可以进去，除非有陛下手令，不能带人。你们要我带话吗？我会转达的。都是从小长大的朋友，有什么话没说完呢？不过是想着最后见一面罢了。如果进不去，下次见面就是刑场斩首的时候了。为什么会这样啊？堂妹，我是不是在做噩梦？我们才过完元宵夜，备前才和九九定亲，他们马上就要成亲了。我还以为我能喝喜酒了，怎么偏偏咸宁长公主就犯了叛国之罪？别哭，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呢。备前于大越立了许多次功，又是阿耶的亲外甥。对了，亲外甥，他也不是咸宁长公主的亲生儿子。如果改回广德长公主名下，或许就不用被处死了。太子，
前儿和你交情好，你最得陛下喜爱了，一定要救救你表兄啊！你让我们进去看看他吧，这天牢我们都进不去，你让我们进去吧。抱歉，姑妹，我没有这个权利。与其在这儿等着，不如进宫求阿耶，拿他的手令。陛下正在气头上，我有些畏惧。你走，进宫。怎么回事？咸宁长公主已经是万人之上了，为什么突然就被安上了叛国罪名？楚楚，是不是有人诬陷啊？我正想去东宫见你，我们去找证据，一定要还长公主清白啊！不能让贝前辈连累了。证据证词我都看过了，没有漏洞，不是陷害，是蓄谋已久的连通外敌，甚至你研制的火药方子都被倒卖了出去，填了他的私库。如果是真的，长公主死不足惜，但贝前的为人我们都是知道的。他虽然脸皮厚了些，也不是多有道德的人，但也是有底线的，是绝对做不出通敌的事的。我知道我笨，但我看人也算准的，他不会的。我知道，我会问清楚。我也觉得他不会。站住！大理寺重地，岂容擅闯？太子殿下在此，要提审要犯，速速让开！把冒充太子的这几人拿下，又拿假货来冒充贵人，以为我们是傻子吗？真是太子的话，怎么那些官儿没陪着你们来呢？那姑这边让人去催大理寺卿快些过来。装的还挺像啊，想逃？没门儿！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敢冒充贵人，就要有被抓的准备。大胆，住手！尔等竟敢冒犯储君！无事，证明大理寺狱看守严密，你们例行公务，只是眼色差了点，但尽忠职守，各赏黄金10两。牢房开一下门，姑有事问他。殿下金尊玉贵，不可和囚徒共处一室，属下官难以从命。淑清出去休息吧，不用等姑。咸宁姑妹的事，你究竟知不知情？知道多少？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到了这一步，都是一样的结局。贝静初不说话，就看着贝谦，他妥协了。我不知道，我搬到咸宁长公主府后，那里的生活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一切都很奇怪，但又很幸福。所以那些怪异的地方，我忽略了。因为和幼年比起来，这一切本就像一个荒诞的美梦。如果我早知道阿娘做的事情，如果我帮她的话，不会那么轻易的被发觉，也不会用这种愚蠢的手段暴露自己，一样可以达成目的的。表兄，兄长，你听我说，你不是咸宁长公主的亲子，如果你重新回到广德长公主名下，还有转圜的可能。楚楚，陛下对你很慈爱，以至于你对他产生了错觉，他不是个珍惜亲缘的人，他只是一个慈父，甚至到了必要时，他也可以不是个慈父，他不会留手的。别去犯傻，别去求他，别去开口，来看看我就算了，把我从你身上摘干净。我是反贼之子，你知道后对我只能有憎恨，你要干干净净的，冷静理智。阿爷不至于因为我想保你，就怀疑我也是反贼的。我都是储君了，还反什么？陛下不会因此疑你，但终归对你不好。罢了，代我替九九说一声抱歉。若不是我和他来往甚密，让他身边的人对咸宁公主府的人放松了警惕，母亲也没那么容易拿到火药方子。幸好我们还没有成婚，不然刀下冤魂就要多一个了。你替我转告他，以后长点心吧，别那么轻易就被人拐跑了。你别像交代遗言似的，牢中一时差，你找狱卒换些好点的来。真难得啊，见到铁公鸡为我拔一次毛。哼，这下死也瞑目了。这种时候不能说丧气话。你是觉得我救不了你吗？你等着，这钱可是高利，等你出来了，我要你10倍还债的。
好，但是我还是想你听话一次。你从来听我劝的，这次也听话好不好？楚楚。太子来找我是因为备前吗？你们两兄妹感情不错，你是不是想救他？贝静婉，你做事之前有没有想过他的以后？阿兄是何等卓越的人物！如果你不来这一出，安安心心的过自己逍遥风流的日子，他会有一个完美幸福的后半生。他可以位极人臣，握着富贵与权势，家庭圆满的和心悦之人终老。就算不是亲生的，可你养了他14年，你一点都不为儿子考量吗？唉，他是我的孩子，所以便与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是我败了而已。如果我谋事成功，他就是太子，入主东宫你现在坐的位置，哪里还需要卑躬屈膝的给人当臣子呢？成事了，他陪我一起享；失败了，他陪我一起死，很公平。可他根本不知道，你没有问过他愿不愿意陪你冒这么大的风险，你自己就决定好了他的人生，现在他被你毁了。那就算他倒霉。姑妹，阿爷待你不好吗？你养面首，责打驸马，阿爷从来不过问。你入朝堂，他信重你，赐你荣耀权位。若仅仅是对皇位有觊觎之心也就罢了，为什么要里通敌国，叛国卖主？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你一生下来就是帝王最宠爱的长女，你有一个爱你欣赏你的君父，他的眼里看着你的才能，所以你的努力一切才能得到回报。他护着你，给你搭一条登天梯，你只需要努力的往上爬，你的每一分努力都能换来成果，你的每上一步台阶都会被人看到。而我有什么？只有一个古板愚昧的父亲。你占尽了好处，哪里能体会到我的滋味啊？但是你也不能卖国呀，自家人斗是自家人的事，怎么能当叛徒呢？想要留住贝前的性命，现在有一个方法，我去求阿耶，将贝前改回广德长公主名下。你若对阿兄还有一份母子之情，求你配合一点，放他一条生路，写下这份断绝书。贝静婉睁开眼，缓缓地伸出手，接过纸笔。他背过身去，在纸下写下断绝母子关系的文书，咬破手指，用指尖的血盖上手印。贝静初接过文书时，咸宁长公主依旧神色如常，只有纸上一点晕开的墨痕，留下泪水的痕迹。你告诉钱儿，算了，什么都不必说了。太子，姑妹谢谢你留住他的命。我九泉之下也看。哎呦，我的殿下哎，您怎么这个样子就来了？可是出了什么大事了？公公，我要见阿爷，阿爷有空吗？您稍等，奴婢这就去问。殿下，进去吧。别去，听话。贝静初走了进去，提裙跪下，请阿耶法外开恩。凭什么法外开恩？法就是法，没有恩。锦若已经求过朕了，想把贝前改回他的名下，和贝静婉脱离干系，真是天真。只要他做过一日贝静婉的儿子，这种株连的罪就不可能放过他。你觉得律法是什么？是惩治有罪之人，维护朝纲安稳的工具。你既然知道，又犯的哪门子的蠢？所谓惩处，都是做给天下人看的。杀一儆百，杀鸡儆猴，他无不无辜重要吗？他是不是反贼亲生的重要吗？只要和反叛之人扯上一点关系，就不能放过。重刑之下，都有源源不断的人滋生贪欲，若是心慈手软，怎能成大事？好不容易你抛去了你那莫名其妙的悲天悯人之心，朕发现你对亲近之人
还是心软的不行。裴景初，你不是悲悯苍生独坐高台的菩萨，你是大越的太子。除了大越，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值得你去爱护。朕记得年幼时嘱咐过你，若你将来和弟妹有争权的一日，希望你留他们的性命。那朕现在就告诉你，若是他们犯了叛国之事，你也一样，将他们满门诛灭，子子孙孙一个活口都不留。若是你再三警告，他们也和你争权夺位，该杀一样杀。陛下，军器监丞周欢久求见。不见。任何与贝前关系深厚的人，在他死前一律不得入宫。太子身体不适，在东宫静养半月吧，无诏不得外出。这是怎么了？阿爷铁了心要先宁长公主府上下所有人的命，怕我坏事。行刑之前把我禁足在东宫了。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早？大母那边惠姑姑说太后病重，不见外客。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我猜可能是托辞。我跪在仁寿殿外想求见一面，然后惠姑姑叫我别再做无意义的事。我以为你这里陛下肯见你是有希望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一点转圜的余地都没有吗？没有吗？没有了。贝静初安静地待在东宫里，数着日子，日升月落，一日日过去。殿下，我支开门卫放你出去，咱们去劫法场吧。好啊，那就从一个人死变成全军覆没了。说完，一切都好安静，就这么寂静地等着，一直等到东宫的大门重新打开的那天。走，我们去收尸吧。贝静初是被中书令带着帝王手令放出来的，什么也没说，直奔刑场去收尸。阿胄，避嫌，你没有那个底气去陪着安置反贼之子，许家可不能被你连累了。陛下的怀疑，为父也担不起。生活依旧没有变化，只是太子詹事的位置空了。只是东宫的朝会上，少了一个嚣张的抱着自己大茶缸子的喝茶少年。只是遇到难事时更费神，少了一个可以商量的人。只是周欢九埋头在自己实验屋子里的时间更长了，总是难见人。广德长公主出家做了女道士，隐居观里去。怪阿耶吗？不是阿耶不理解你们的同窗之情，贝前在弘文馆人缘很好，他才华横溢，仰慕之人定然不少。但今日除了太子，绝无一个人敢去刑场收尸，除非他们不顾及身后的家人了。并不是你薄情寡义，而是世道如此。皇子的伴读都有2个，陪着陛下的却只有我。贝前还算幸运的。当年那个人被处死的时候，陛下和我也只敢缩在王府里偷偷祭奠，因为先帝并不如他这样纵容自己的孩子。尸体被扔进乱葬岗，后来陛下登基，各种荣耀追封，也只能加给一个衣冠冢。你若实在愧疚，回去偷偷烧些纸钱，点一盏明灯吧。谢父亲。大郎近日心情太低落了，到了今天膳也不用了。我把吃食送到他房中去，吃是吃了，但是没动2口。我劝了好些，根本劝不动。你去看看，咱们好歹别弄出饿死孩子的笑话。见。伤怀便罢了，吃食还是要用的，别到时候你身子也垮了，去给他陪葬吗？阿爷，我只是觉得太突然了。以前看民间百姓苦，总可怜他们命如浮萍，又庆幸自己出身好。贝前也是一样的天皇贵胄，还引物绝伦，深得器重，但还是身不由己，稍不注意便被连累，来得太突然了。我在想，
是不是我也会猝不及防？说什么呢？为父是那等没分寸的人吗？万一九族里有没分寸的人呢？人那么多，我别说认识了，名字都记不全。再远一点，师族说不定都能被牵连。阿耶的学生可有不少，你连数目都记不清了吧？死孩子，搁这儿拌什么乌鸦嘴呢？呸呸呸！阿耶，这次陛下这么生太子的气，他会有事吗？再怎么说，软禁储君可是大事。史书上好像储君被禁足，就代表着父子离心了。虽然不敢肯定，但以我对陛下的了解，他只是让孩子去面壁思过而已，没有外人想的那么大阵仗。不过我是让你去勾引太子，结果都现在了，你怎么还没上位？你有没有上位？担心什么？又牵连不到你。我不去是因为我不想吗？不是一直想着长子吗？怎么不说话？人不在的时候念叨，长子在这儿了，怎么还害羞的？长子，别难过了。饭后，皇帝支开蠢儿子。阿耶，是我太感情用事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感情是最容易影响判断的一件事儿。你要知道，日后犯下大错的，反而多是你身边的人，因为和你不亲近的，早在年复一年里被淘汰掉，无才无权，翻不起风浪。反倒是追随你的人，你会提拔他们，赐他们高官厚禄，他们手中的权力越大，闯的祸也就越大。诛灭身边的人，无异于剜骨剔肉，但腐肉不除，人就会死。儿会记得，当断则断。有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你要承担整个大越的责任，就不能被感情左右了你的脑子。朕并非是让你断情绝爱了，而是说，哭泣和挥刀是可以同时做的事。这次便罢了，朕相信你会明白的。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太后他们很想你，去请安吧。初儿来了，快过来，让大母看看。大母生了什么病？回殿下，太医说是心病。心病，他也一样伤心吧？但是只能闷在人寿殿里，强迫自己不去插手。就如阿叶所说的，心里可以难过，但哭和挥刀并不冲突。哎呀，作孽呀！恒儿真是的，让咱们初儿受委屈了。大母，阿叶是为了保我。刚才我做梦了，梦到了秋阿紫，她带着钱儿走了。第一次见到外孙，喜欢的不行，太喜欢了，于是便带走了。我骂他，再想孩子也不能干这事啊。所以邱大母很喜欢他是吗？那他应该很开心。是啊，那孩子很开心。哎呀，真好啊！以后我也过去了，就能和他们一起，先帝也不在一边烦人，就只有我们几个，闲得无聊，一起玩双陆、对弈、叶子戏。大母长命百岁，就让表兄他们再等几十年吧。别担心，哀家身子骨啊还硬朗，不会这么快下去的，还能多熬几年，等到你们这辈的孩子啊都长大，至少要等到我们初儿可以真正立足的时候啊。生机断绝，殿下又是来超度的。我们摘星楼除了国乐是不管俗事的，上次那位嬷嬷就已经帮你超度了，这次又来一个，请人帮忙也就罢了，殿下还不给钱，不给钱就算了，你这是请人帮忙的态度吗？要多少？要是给钱就能交易，倒还好了。不过不问俗事的国师，竟然还要收钱？因为你只有钱啊。要法器，你能给吗？不能，我穷的只剩下钱了。摘星楼地位崇高，历代先祖竟放任你们存在。首先，咱们是有真本事的。再者，地位高或低都不管俗事，低调行事，否则历代帝王总有容不下的。虽然这老狗死不承认，但原来那个系统的存在肯定和他有关系。说是不管俗尘，
却是和我接触甚多，真是想不通，是每一代的继承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还是我是特殊的？又特殊在哪里？或者说，只是这任老男人不着调而已？摘星楼里出过几任国师，每一代的生死，你们好像都没有记录。秘密？我是问到什么有关摘星楼存亡的机密吗？用得着这么生气？老男人更年期真可怕，修行的心都不降，真的能有本事吗？有系统归系统，其他地方别是骗人的吧？你这超度真的有用吗？还是活人弄个安心的仪式啊？既然都说了真本事，那自然是有常人不能及之处。我有时能和亡魂沟通一二。那你超度时能……我与殿下有缘，殿下与小侯爷有缘，但我与小侯爷无缘，唯一的联系也就是殿下这次请我超度，我见不到他的。那你说个屁，更像个神棍了好吗？殿下身后的亡魂倒是不少。你耍我！臣蒋龙首参见太子殿下。起来吧。谢殿。谢殿下。殿下，这小子是变生了，长大了。殿下是娘子，没见过男孩子变生，是不是很神奇？你们变生都是一瞬间完成的？自然不是了，每个人时间都是不相同的。但臣见过一个幸运的兄弟，一瞬变生，不用经历那段像鸭子说话的时候。没想到这次又是一个好运气的小子呀！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谁带你来的？太后原谅我了，不孝女自己带着那老女人在婉园住着，就不允许我进去，以为就可以断绝父女关系了。你还真以为可以躲我一辈子呢？现在被我堵到了吧？有了点成绩就敢不孝父亲了。听你订婚后找了个高枝，还怕你越飞越远了。到时候阿爷想找你接近一点都找不到人，结果找了一个通敌叛国的货色。你不要信口雌黄，是咸宁长公主犯错，被钱只是被牵连的。母亲都是叛国贼了，儿子能是什么好东西？表面上看着多无辜，这背地里不知道帮了反贼多少事呢。你定这种婚约，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要是为父替你把关，绝不可能让你订婚订到叛国贼的身上，这都是你不尊生父的下场。你再说一遍。太子殿下，我是你祖舅啊，周欢九你认识吧？我是他父亲。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就是说九九不尊父的报应，没什么呀。我这做父亲的，就连看看女儿也做不到啊。欺软怕硬的东西。九九人单纯，性子又软，平日里只躲着你，不和你正面起冲突。毕竟做人还是要讲一点孝道的。但姑可不是，既然你嘴上没个把门，那就让你的嘴长长记性。带下去，掌嘴50。殿下，掌嘴是极侮辱人的责罚。周老毕竟是随行太后来的，打了他，确实是打了太后的面子。您看，哼，不侮辱人我还不干呢。他这张嘴侮辱别人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呢？我就不信大母会因为这个瘪三与我置气。他老人家要是知道这厮放的什么厥词，不夸我都是好的。给我打，打完之后丢出猎场。贝静初心里还是一团火气，就等着狩猎开始后发泄一二。贝静初一心只扑在猎物上，累积了许久的郁气终于散了些。他身后的人还有很多，他好像没有沉浸在不平沉郁的资格里。鱼跃之遥，归雁南巢，岂无良朋，与尔同遥。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殿下，臣马术不精，和随从走远了，还摔下来崴了脚。此地离营帐甚远，殿下若是不管臣，臣就只能自生自灭了。哼！撤！哦！可恶！殿下这么做，怎么对得起雷统领？拉衣服做什么？不怕死吗？摔下去，后面的人控马不熟练，可是能直接踩死你的。抱腰，真跌下去了不是玩的。贝静初没有一点怜香惜玉的意思，男人
休想影响他打猎。回营地时，徐郎君已经是两眼发直，不知今夕何夕了。太子还小，别越界。是，臣会提点犬子的，必不会让殿下伤身。南七啊，你可想好了吗？程昼也是朕看着长大的孩子，朕实在是不忍心让太子耽误了你儿子。太子必定不可能只有一个丈夫，一个人哪够服侍太子啊？嫁入皇室就难寻自由了，也常常独守空房。你真的想好要让他做太子的枕边人吗？能侍奉殿下是吾儿的福分。那行，回去多教导一下你儿子，要做正事就得大度些，让以后啊不要与太子的男宠争风吃醋，让太子为难。但是得太子自己愿意啊，朕是不会乱点鸳鸯谱的。是，臣定让我家小子抓住陛下赐的福气。你想进东宫吗？想。东宫嘉令一职正好没人，你收拾收拾，回去调任吧。许承昼一时间无语，原来进东宫是这个意思，白高兴了。因为奸细渗入，皇帝拔掉钉子后还是不放心，这次出兵御混，决定御驾亲征，被京出拿到双龙符，这是属于太子的玉玺，代天子之权。任你再出人头地，也只是个人，阎王让你们死，你们就得死。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啊？也不提前跟家里说一声，就带殿下来了，急急忙忙的，什么都没准备，显得咱们多失礼呀。没事，没我们俩失礼。你还知道你失礼呀？殿下最近压力大，要是你们提前知道了，准备太多，他也不能放松啊。就是突然出击，才有玩的快乐。还跟你娘玩兵法呢，我真是气死了！生了你这么个倒霉孩子，你爷娘是让你和太子玩的吗？夫人，姑的统领明日还要上职呢，耳朵捏肿了，事宜可不好。殿下说的是。大子子，你好漂亮啊！姑娘，咱们上菜前都是试过毒的。夫人见谅，事关殿下，谨慎些总是没错的，还是我们亲自试毒更放心。有毒！有没有事？殿下，又不是奴婢试，是取一份给别人试，奴婢没有危险的。倒是您，雷念儿的弟弟被吓到了。殿下，小儿年幼，被吓到了，能否让妾身带他下去休息？不能。念儿，太子差点中毒，除了殿下以外，此地每人都有嫌疑，都乖乖待在这里，一个也别想出去。这是你弟弟，他被吓到了，你还在芥蒂弟弟吗？你现在不是也疼他了吗？不管是我弟弟还是我老子，都没用。殿下，是否把卫队召过来，围住正月？围吧。龙首，把在偏院的人都调过来，围住雷府正月。是。殿下，臣一家忠心耿耿，绝无谋害主上的歹心呐，一定是有人陷害，求殿下给个机会，让臣查清歹人，将功补过呀。万一歹人是什么重要的人，或者说歹人是咱们家的家眷，父亲为了撇清关系，说不得找别人顶罪。殿下，父亲不可信，臣担心他徇私，让臣亲自查吧。来的是你，那是不是雷涅内斯毒发了？那个抢了我娘位置的贱女人呢？都没吃，你们一口都没吃！混账！你回头看看这是谁？对，就是我做的。实不相瞒，我阿爷记恨皇室已久，就找个机会谋权篡位呢。毒是他让我下的，雷家理应被满门抄斩才是。你在胡说什么疯话？何时让你密谋过太子啊？就是前月，阿爷还商量着，说早知太子今日会来，在咱们家比宫里好下手，让我早早准备。雷将军，此人不能留了。殿下，雷男儿再试一天，我便不放心聂儿的安危。贵府家宅之事，孤本不该管，但是孤的禁军统领在你家，竟连生命都无法保障。雷家后院家宅不宁，殃及聂儿性命，甚至差点牵连到孤。你应当知道这是什么罪。今日但凡不是家宴，而是有其他人在场，你们雷家就该没了。
看在聂儿的面子上，姑不对外宣扬出去，但是你要给姑一个满意的答案。臣知罪，谢殿下大恩。男儿，为父自认疼你，待你如主似宝，你为何要陷为父，陷雷家于不义不忠之地呀？是你亲手毒死的我娘，我当时和娘藏戏，躲在屏风后面，我全都看见听见了。我娘被你灌下毒酒，浑身抽搐着痛苦死去。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为什么要害死她？为什么要我失去娘？娘，我好想你啊！你要是在，我绝不可能过得这么苦啊！你怎么苦了？我都还没有报复你呢，没像你对小时候的我一样，把你寒冬腊月丢冰潭里泡着，也没用烧红的烙铁来烫你，也没扇你耳光抽你鞭子的。你这叫苦？那我叫什么？三妹叫什么？吃黄连长大的吗？你怎么不早和我说？说什么？你区区一个庶女，不过是后来才爬上来的，能被我看在眼里，都该感恩戴德。你碍了嫡女的眼，就活该去死。所以我让你被毒死，让你移情别恋的贱人和他生的一对杂种都被毒死。我有什么错？我只是让你们再受一遍我娘的苦楚罢了。你娘和你外家是参与了王谋反的奸细，若非你是我女儿，你以为你还能逃过一劫吗？你5岁那年就应随你娘去了。我不信，分明是你厌弃了他，给他安了个罪名，给这老贱人腾位置罢了。他要是真参与谋反，为什么不公布罪名？还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殿下是不耐烦了吗？奴婢催催他们。没事，都是我不好。本来今日是带殿下来放松的，结果闹出现在这一出。其实看戏也是放松的，这比戏台上的精彩多了。如果差点被害的不是我们，就更好了。如果你娘的罪名公之于众，谁家愿意娶你？娶你，就是向陛下宣布，他们愿意接纳反贼之后。为了保你的后半生，为父厚着脸皮，才求得你娘暗中被秘密处决，让你清清白白的活在这世上。结果，你这白眼狼竟不知珍惜啊！从你以前欺负姊妹的时候，我就该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和你娘一样，都是不知感恩、忘恩负义的畜生。是我太蠢了，能欺辱手足的，能是什么好货呀？我竟认为，只是你小不懂事，原来是你天性恶毒呀你！雷男儿突然又笑了，直接啐了他一口，喷到雷鸣脸上。雷男儿虽然骨子里歹毒，但面子上总是扶风弱柳，仪态端庄，还是难见他失礼至此。娘，男儿来陪你了。随后吐柱而亡。将军好生筹备丧事吧，此人意图对聂儿下手，他的丧仪聂儿就不来了。这几日都随姑待在东宫。是。记得。您可欠姑一个价值雷家满门的人情。只要不是违抗圣令的事，臣自当尽心竭力报答殿下。真的吓死我了！你们雷家比宫斗还危险，要不是我在，你今天就没了。根据雷男儿的招供，今天不是你来了，雷府为了迎接你，弄得太隆重，也不会刺激到他提前动手的。哼，你这是怪我了。好，我走。等等，这是我的马车，你走。我没怪你，我不听。哎呦，我真没，你都是骗人的，我不听。禁卫的职责需要哄太子吗？为什么拿1份俸禄，这打2份工啊？心好累。你小子今天怎么回事啊？魂不守舍的。我在想，方才发生了何事？殿下让我们围了雷家，是不是有了危险或争执？咱们在宫里当侍卫，不该问的别问，就算知道了，也当不知道。需要你做事的时候，自然会知晓的。你那刚啃完鸡腿的右手不要搭着我，脏死了。
哦。金卫故意把右手往他衣服上抹去，龙首一个神龙摆尾避开，随后把大逆不道的逆友揍到叫阿耶。以你的本事，出了东宫以后准备进军营吗？出东宫？是啊，我阿爷说了，禁卫里除了御前的，就属东宫的前途最好了。在殿下面前混个眼熟，以后调派出去做官，有什么功绩，殿下都会想起来你是谁，不至于默默无闻的做到老。还不能在上面那里冠名，哪有人一辈子做禁卫的，都是跳板。你呢？难道你不一样？我当然也是一样的。殿下，中书侍郎童怀恩赠美男2人。他送的什么东西？美男？我还是个孩子吧？殿下，你没几个月就要及笄了，退1万步，退很多万步来说，也可以算个孩子。殿下，要传他2人来见吗？见啊，怎么不见？轩辕进来后，魏京初有些小小的失望，把人退回给童怀恩。殿下是不满意吗？确实是美男子，就是美则美矣，没有灵魂。殿下，许家令求见。你这是怎么啦？心情不好吗？殿下不愧是殿下，仅仅一个中秋，送礼的人就如过江之鲫。趁这是给您统计库房账册类的，还要给您新纳的美男安排住处呢。不是，我们……等等，我心虚什么呀？那俩长得好看吗？那2位浓妆艳抹的，打扮的香喷喷的被送过来，肯定比臣这个不会梳妆邀宠的愚人好看多了。哪里来的茶香？是啊，是2位丽质天成的美男子，那真是各有风味，各有所长。哎呦，姑一见就离不开眼，这他以前怎么没这福气呢？殿下才豆蔻之年，此时同男女之事还太早了。那中书侍郎为了讨好殿下，简直是不择手段，连殿下身体都不顾了，实在是奸臣所为。美色当前，殿下要清心寡欲，持身立正才是。童侍郎是体察姑的心意，怎么能算是奸臣呢？我反倒要好好嘉奖他才是。一盏茶后，东宫的书房里传来太子殿下惊讶的声音：“不是，你怎么哭了？你的眼睛是水龙头吗？水龙头是什么？这个不重要，我嘴没把门乱说的，你知道的，我的嘴有时候就是比较反人性。不是，你哭什么呀？”终于把伤心的人哄走，皓月才和贝京初笑谈。从前听各家权贵的消息，都是谁家给谁家送了妾室美人，倒是头一次见送美男子来的。果然跟在殿下身边就是长见识。因为男女之差是排在世数之别之后的，男尊女卑只是在同一阶级存在的差别。男子压迫女子，归根到底是强者喜欢压迫弱者的人性之恶。所以当你站在高位的时候，那些差别便不存在了。这时候反倒是你要克制住自己，不去压迫弱小的生存空间。殿下英明。他走了才多久，你们好像都把他忘了，还是高高兴兴地庆祝着节日，和往常一样，就像是没有那个人，就像他从来没存在过。就算有一日，哀家去了，皇帝去了，甚至千百年以后，初儿去了，这宫里，整个大越，还是该怎样就怎样。一直缅怀于过去，就没有新生。人呐，是会废掉的。你可以选择废掉的，九儿，这是你自己想走的路，但是初儿不能。他是大越的未来，哀家也不能。哀家这个太后，有时还能顶些用的，但是长不希望你走出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一定能伴你走完一生，能陪你的只有你自己。长子，你怎么还不选太子妃呀？我的丈夫应该不叫太子妃。等等，这不是重点，你为什么要催我选人啊？因为长幼有序啊。阿娘说了，你先成亲了，我才能成亲。
我好想成亲的。好好的，你为什么想成亲？你早恋啦？对方是谁？谁家的郎君？年纪多大？靠，能诱拐未成年小公主的能是什么好东西？不行，我不同意啊！没人啊。没人？你为什么突然想出将啊？因为出将之后就有自己的公主府了呀。寝宫虽然不小，但是哪有公主府大呀？伺候的人也才几十个。但是出宫立府就有护从不拘1000人，还有自己的家臣，不比在宫里威风多了。哎呀，长子，你也知道在公主殿住和在东宫住的差别有多大。公主府的规格赶不上东宫，但是比现在爽多了。你什么时候成亲呀？我等不及出将了。我就是恨嫁，怎么了？我才不管驸马是谁，这小破宫殿我是一天也住不下去了。阿爷是不可能放你才及笄就出将的，你实在待不下去了，还不如去找他闹，缠着他让你提前开府。姊妹俩商量着，一点不管老父亲的死活。夜深回东宫去，医管报言卫病重了，躺下，不必多礼。其实安危没用了，到死这一段时日并不是被虐待，只是像殿下一样用各种珍稀药材来吊一个废人的命，太不划算了。所以我们的命运是等死，得您垂青多活了7年，我也将熬到头了。他们应该都羡慕我，只是您以后别这样傻了，划不来的。撑不过今夜了吗？倒不是穷途末路，只是今夜很危险。但今夜如果撑过去了，那位郎君就能再活些时候。有劳沈太医，这世上只有你能替他言说。殿下谬赞，听吩咐行事罢了。臣惶恐，臣也只是凡人，无法令枯木逢春。去把雷念儿请来。出事了吗？殿下为何夜半召臣？我睡不着，一个人躺着空落落的。念儿阿紫来陪我说说话。子时过了，中秋也过了，不想回雷将军的府上，你可以自己开府，再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郎君，说不定中秋就有意义了。那你多给我放几日休沐，否则我总是在东宫待着，哪里能寻到自己喜欢的郎君啊？其实近卫都是权贵子弟，出身都不错，退1万步来讲，也勉勉强强和你门当户对。你天天和他们在一块儿，就没2个看上眼的？我无法想象那群见了我就和老鼠见了猫一样的小子成为我丈夫的场景。他们真的很怂，我觉得我不吓人呢。哎呀，他们胆子真的很小。裴静初也确实不能想象念儿谈恋爱的样子，好像谁都不配。于是话题转移到了别人的八卦上，两人逐渐兴奋起来，越聊越上头，直到夜深的不行才睡去。辰时起，严卫那边来报信，挺过去了。裴静初放下了心，随着一声惊呼，膳堂混乱起来。殿下小心！谁呀？这么虎，上来就抱老娘，影响我发挥了，知道吗？裴静初甩出一根筷子，直戳他的手腕。大兄弟，能放开我不？龙首赶忙撒开，人还愣愣的回不过神来。裴静初，你会遭报应的！今日我都混进来了，迟早还会有下一个人也会混进来的，你会事故我。你收复得了屠宁的土地，却收复不了屠宁的人心。原来是屠宁的亡国余孽。什么屠宁？那是大越的宁州。总有一日，只要我们屠宁还有一个人，都要割下你的头颅，去祭奠我们可汗。蒋龙首，臣在。忠心可嘉，即日起任左卫帅统领一职。谢殿下。他都会说越话了。什么？他都会说越话了。我记得聂耳说过，前几年审问刺客的时候，外族难审，因为他们并不通大越的语言。结果今日的刺客都会说越话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在打下屠宁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官话和制度。只要坚持上10年、20年，文化信仰开始融合了，才真正成一个国家。现在竟然就有成效了，真是可喜可贺。以你当时的距离，
明明可以直接拿下刺客的，为什么要去挡刀？要是真扎身上了，不一定能保命的。我这不是苦肉计吗？恭喜你啊，龙首！现在是东宫禁卫了，和我们不一样啊！早知道当初分人的时候，我就该使一点银子分到东宫去。他们都说太子殿下是整个太极宫最宽仁的主子，从不会随意打骂人，打赏下人也十分大方。等义父随陛下回来，我便求他将你调到东宫来做事吧。真的吗？谢谢你，谢谢。得先等我义父回来，没那么快的。是，只要有希望就好。真的太谢谢你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这些都是我攒的家当，你拿去吧。本是故友相帮，你这样就变成行贿了，会连累我的。再等一段时间也没什么，在二公主这里还算好了。二殿下只是任性，脾气差了些，至少没有折磨人的癖好，能分到的份力也不差。一想到能去东宫啊，我就觉得自己还能忍下去。兄弟，怎么回事？你最近怎么心不在焉呢？哎，这要是殿下万一又遇到个什么刺客，你可不能第一时间又扑上去啊！这件事过不去了是吧？便将前几天和儿时玩伴的遭遇说了出来。所以你是觉得他没有尊严，很委屈，为自己的发小难过？不只是为了发小，是觉得做奴仆的有些可怜，不像人，像一个物件。就连杀头牛都需要屠1年半，但无故杀一个奴仆却只用屠1年啊！这有什么？是有尊卑高低贵贱吗？没看出你还有一颗人善之心啊！哎呀，以后不能叫你蒋兄了，要叫你善良兄。徐昭笑得毫无阴霾，满脸憨傻，看不出一点恶意。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决定停止这个问题的讨论。龙首，我真的可以被调去东宫吗？太子这么仁慈，东宫的仆人不会懒怠吗？他究竟过的什么苦日子，竟会问出这种问题？当然不会啊，殿下也是赏罚分明的。不过，偏爱罚钱罢了。所以，他才是以这么多人自愿追随的主公，不过分宽仁，也不过分苛责。虽然从进宫为奴那日起，我就丢掉尊严了，但要是哪日奴仆也能有尊严就好了。但是法律怎么可能偏帮我们呢？都是偏着那些高门权贵的，不能随意处死仆人，我们就该满足了，是不是？被踩在脚底下的人，没有人会低头去看的。每次都是有困惑了便来做客。我是詹国运侧吉兄的国师，不是太子殿下的解语花。叨扰了，那我走。倒也不必。可是姑这样确实不道德哎，感觉很对不起国师的样子。我还是走吧。无妨，臣已经当了您10年的解惑工具，颇为熟练。如果不是免费的，就更好了。刚才这人说话了吗？说什么了？我怎么突然就聋了一下呢？话说传道授业解惑，3者国师已经占了其一，算起来姑还能叫您一声老师呢。罢了，出去说殿下是我教的，有辱师门了。臣怕自己忍不住清理门户。这是何意啊？夸您棒呢。哦，那殿下也很棒哟。贝静初只能打着哈哈大笑。是檀香吗？但是闻着更甜些。看殿下没睡好，特地用的安神香。连我失眠都知道，难不成国师看着避世，实际上在东宫和其他地方都安插了眼线？还是说从系统那里的什么地方得知的？殿下疲惫的像一具被赶尸人赶了3天3夜的干尸一样，实在不难猜。姑好好一个花季少女，什么叫赶了3天3夜的干尸啊？喂，词穷可以不要形容的好吗？我明明就1天没睡好而已。其实作为皇室，可怜奴婢有猫哭耗子之嫌，周围人皆认为为奴为婢者是下贱之人，不需要多考量他们的感受。但国师是修行之人，以万物为刍狗，一视同仁，
是不是能明白一些无知所想？我是修行之人，并非修道之人，我不是道家的。哎，他不是老道士吗？总不能是老和尚吧？哎呦，看看这一头长发，比我的乌黑顺滑多了，油亮油亮的。啊，真美呀！好想把他头发绞下来安我自己头上啊！是我想多了。难道你是佛家的？不，我是天家的。好冷的笑话。世上可怜之人甚多，臣以为您的慈悲之心早就收敛了。倒不是完全的善心，而是作为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践踏。一个群体被打压到极致，就会爆发反抗。只要是人，何来什么血统高低、369等？姑是怕有朝一日，一个契机到来后，被剥削之人是会联合反抗的。或许可以叫起义，但明明可以居安思危，早做打算。只要让他们活得好一些，体面一些，就不会闹到鱼死网破、大军镇压的情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的是民，但奴也算民啊。殿下认为，一个人活着最需要的是什么？自然是温饱。然后呢？然后平静和安全。所以尊严什么的还要靠后。如今战事未歇，许多地方还有山匪作乱，考虑这些太早了。我知道，只是心烦。原本来你摘星楼也不是指望你能有主意，不过是你这清静无人，能怼下来，还免费。抠不死你罢了，忍忍吧。国师是因为修行才保持皮肤不老的吗？还是有什么驻颜秘方？若是有秘方的话，能不能与我分享一样？怎么，殿下想驻颜了？果然是小女孩，不管心性再如何成熟稳重，终究还是爱美的嘛。殿下都没有及笄，想这些还太早了。况且作为储君，容貌能看出是个人就足够了，不需要艳丽无双、国色天香，倾慕之人也会前仆后继，纷至而来的。不是啊，是给我未来的夫婿用的。毕竟孤爱美男子，色衰而爱弛，多伤旧人心啊。色不衰，爱就不迟，姑就一直是个深情的好妻子。滚！魏静初带着满头的问号，被轰出了摘星楼的大门。哼，老男人心海底针，一言不合就赶人。我明明什么都没干。点心，给我点心。我靠，不是吧？他要变异了！许承受，还有医生吗？点心。可是这个我已经啃过了。给你，哎，不就是点心吗？给你就是了，别死啊！皓月，去穿太医，别一股脑围上去啊！快散开，围起把气都堵住了，不流通啊！你们都散去吧，姑已经命人去请太医了。你们在这里帮不了忙，还添乱，该吃饭吃饭去。堂妹，没事的，这症状我熟，应当是和我一样的，有时候会突然很饿，心悸无力，不及时吃点东西就可能晕。哦，原来又是一个低血糖的孩子。我干嘛要捞回来？现在是要干嘛？先找个地方让他躺着吧。这种抬人的事儿，一般是太监或侍卫干。龙首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太子一声令下。许承胄是吗？拔刀吧！你怎么回事啊？家里人进膳的时候都不叫你吗？那姑得找中书令谈谈了。别，不关父亲的事，就是我没胃口而已。好，等姑去问你的小厮，问出不一样的东西了，就治你欺瞒之罪。其实就是忙忘了，殿下交给我的事，我总想着早点做完，做好就能早点了结，让你满意。有的时候就想着一鼓作气，节省时间，干脆就不吃了，每天少吃个1-2顿，也饿不死。不是兄弟，一天一共就3顿，还少1-2顿，你要不要把最后一顿也省了，直接成仙吧？
我送你去摘星楼和国师作伴。啊，算了，作为太子，关心臣属是应该的，正好体现我对下宽仁。你办事桩桩件件都能让姑满意，所以渐渐的交代你的事也越来越多。结果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能给姑最完美的答案，却没想到你是咬牙去撑的，实在艰难，为什么不说呢？姑可以让你少做些。我一直崇尚量力而行，难道在你心中我是那种不顾下属意愿，定要逼人遵循命令的人吗？不行，你交给我就是对我的信任，不然你怎么不交给别人？只要我能做好，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去。真做不到，我也不会硬撑的，不会坏你的事。也不烫啊，说什么胡话？还是说这小子是什么天选打工人，天生的牛马圣体？生产队的驴也不是这么用的呀。那个，你也没让我退下，我就自己待着了，这不是我的问题，对吧？汤子，你刚才什么眼神啊？没什么没什么，你继续，我不会打扰你们的，我就是看一看。总感觉他想的不是什么好事。殿下今日这青黛色的眼妆真好看，是用眉粉薄涂的吗？平日很少见殿下上妆，偶然一见，别有一番清艳之感。殿下是怎么想到这样上妆的？美哉，妙哉！老爹，好看吗？我的黑眼圈。啊，殿下不愧是天生丽质，黑眼圈都能和妆面一样。不愧是许兰七的亲儿子，拍马屁的功夫至少得了90%的真传。殿下，您这一身黑，很像刺客的样子。走，我们去最近的厢房避雨。殿下，离这里最近的厢房被挪给许家令暂住了。那不更巧了吗？不仅有躲的地方，还有人，直接去拿2把伞。身上没有武器，要么躲皓月中间，要么扛有负伤甚至身死的危险，要么……暗卫出现了，挡下了3支箭雨。好难缠的刺客，许长照，太子殿下，殿下，怎么处置？误会都是误会，你先放开！误会都是误会，我对殿下的觊觎之心，呸，忠诚之心，天地可见。可能会有些疼，殿下您忍一忍。你动作麻利点儿，不然伤口就要愈合了。确实有点痛，魏静初要报复回去。来吧，爱卿。哦，有肌肉哎。也对，这小子君子6艺也是不差的，不然方才在院门口也不可能闹得严昭都跑出来了，那就更不能假于人手啦。谁摸不是摸，凭什么不能是我来摸啊？非礼勿视，殿下，非礼勿视！殿下是想以上药之名刺死我吗？哼，吾还没说你行刺楚君呢。那谁知道你来看我都能像做贼一样，偷感太重了，真的。哼，怪我了？好吧，好像是怪我，但是能承认吗？必然不能啊。不会是生气了吧？确实有点莽撞了，但是我是有理由的呀。我还是第一次留宿东宫呢，人生地不熟的，这万一进来个歹人把我给轻薄了怎么办？清白是男子最好的嫁妆。谁教你的？阿爷教的呀。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太没问题了。中书令真是教子有方啊。这里地处偏远，守卫不严，所以就不能给我安排一个离立正殿近一点的厢房吗？最好就在殿下旁边的那种。但是被静初突然皮痒了，那要不咱们一起睡算了，这样守卫更森严呢。这不太好吧？咱们还小呢，如何能口出如此狂言？实在是太乱来了。生活都已经这么清汤寡水了，嘴巴淫荡点怎么了？许家令，殿下说话有时挺下流的，奴婢这么多年早就习惯了。
您别放在心上。又白高兴了。殿下，陛下出征前交代臣，要是他不能在您及笄前赶回来，就由臣将选好的面首带到您面前来。陛下吩咐了，您1个月换1个差不多了，换太勤了不好。明年再给您送新的，您将就一下。这叫将就？不愧是亲阿姨啊！就算治不知道过不过关，至少以量取胜是吧？可惜了，我现在还无福消受，现在可没什么好的避孕措施。要是中招了，我这还没长好的小身板不一定扛得住啊。但是捐付好意，不好退回呀。有劳中书令了。殿下也快选秀了，能给犬子一个名分吗？臣也不求正式的位置了，一个名分就够了。名分这种事情怎么能让长辈来求呢？所以殿下的意思是让犬子亲自来要。谢殿下隆恩，犬子定尽心竭力侍奉殿下。不是，我还没答应啊！喂，谢什么？但是老油条不给贝静初解释反驳的机会，谢完就直接告退了。虽然是很养眼，但是突然要养这么多人，养着还不能用，开销好大，还得好吃好喝，锦衣玉食的供着。等阿爷回来之后，还是说一下，把人退回去吧。等再长大一点再说面首的事儿。新年开春，大军传来消息要回来了。我想成亲了，阿爷。贝恒如临大敌，逼问贝烟雨是不是有了心上人。整个太极宫我都玩遍了，阿爷你知道吗？这宫里有几块砖石我都知道，每一处裂纹在哪里我也知道，每一块我都抚摸过无数遍，来度过这漫漫长夜呢。这台词听着不太对劲儿啊，怎么带着一股幽怨呢？不像我家熊孩子说的呀。你从哪听的这话？阿娘说的，我觉着听着好可怜的，就背下来了。什么都学只会害了你。我想出宫开府。烟雨还不到1年便及笄了，急什么？在宫里待着太无聊，求阿爷允许你自由出宫便是。不是长子说的，求阿爷让我提前开府，阿爷一定会同意的。现在为何要阻止呢？贝静初只有沉默，用一道出宫令牌打发掉了熊孩子。咱们不是要迁都了吗？本来烟雨不过是出宫去，现在提前开府，那烟雨是留在京城，还是跟我们去洛州呢？留他一个在京城，你舍得吗？去洛州的话，还要再修一个公主府，多浪费钱啊！阿爷，皇家司库不是这么造的，将来还有4个嗷嗷待哺的崽子等着开府呢，又是一大笔工程。抠还是你抠？如今大越兵强马壮，朕有意一举收复周边小国，太子有何建议？此事儿想与陛下私下商讨，请陛下屏退诸公。太子可是有异议？儿臣恳请陛下屏退诸公。老头儿，别怪本太子不给你留面子啊！皇帝还是发话了，让他们回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打仗是多烧钱的事，穷兵黩武不可取。自从农事增产，国库已经比以往充盈了许多。之前攻打宁州和豫州，你不是也没反对？为何现在开始担忧国库了？当初宁州和豫州虎视眈眈，豫州虽然比宁州老实些，也一直在边境扰民。大越要是出了点内乱，这2个是有实力趁虚而入的。阿爷你也知道，这2个解决了，也是少了后顾之忧。但是其他小国不成气候，收服下来也只是满足您想要建立千秋功业的心愿而已。我那真是精打细算，1分钱掰成100份花，才让开支显得没那么恐怖。军队那么多人的口粮、俸禄、犒赏、运输，总共打了4场仗下来，本来还算充盈的国库，早就倒退回10几年前那样了。只能说一句没亏空，得留着应对天灾人祸，养几年还能恢复恢复。阿爷就算享有不世功绩，好歹先歇歇。大越如今农事增产迅速，这4次出兵也没多少时间就胜了，竟还不能多攒下朕收复列国的军费吗？因为平日里开支就大了，若不是如今农产增多，甚至是入不敷出的，阿爷一早就知道，不是吗？原本农事增产数量堪称恐怖，国库也应该随之爆满才是，可逃籍之人太多，
陶籍便是逃税。前朝末年时都有900万户人，9年前只有200万户了，到现在也只增长到300万户。大越繁盛了这么多年，人不增反减，且减得这么夸张，户籍管理的疏漏令人发指。要是将逃籍的人全都找出来，朕又何愁国库不丰啊？太子殿下觉得自己太难了，谁能看出光鲜亮丽的朝廷其实连地基都不稳，若非疯狂增长的农税顶着，早就是大厦将倾之态了。现在北京初要先做的就是将逃籍之人重新收录。你想得太简单了，朕早就派人去收录此事，但是百姓不愿意配合，就算强行盘问，也只多出100万户。查清谁都能想得到，但难的是如何查。那要不然我试试？皇帝像是等这句话许久了，立刻给他写了道圣旨。他拿着新鲜出炉盖章的圣旨，发现自己好像又给自己揽了一个活。太子年纪也大了，什么时候选秀好充盈后宫，繁衍皇嗣啊？现在是人的问题吗？是我没时间享用的问题。到时候选人进来，人家男子独守空房，我也在书房里和公务两两相望。朝廷开支确实巨大，曾有人向朕建议过，设立节度使，放权让节度使在州府自己寻找平衡之策，解决积弊不在于一时。你要是太累啊，可以先放一放，大约还没到气数已尽的时候。阿爷，那人建议的节度使是不是集兵权、政权于一体的封疆大吏，甚至还有地方官员的任免权？本来藩王的权力就大了，我还想找机会强行削藩呢。节度使和不世袭的异姓藩王有什么区别？不行，我还是累一点吧。节度使是必然不能出现的，军队的钱都不由朝廷出了，反叛是迟早的事。固然能行一时之变，但无异于饮鸩止渴。殿下想的是充盈国库，不如另寻他法，最终达到充盈之效便可。说说看。盐铁官营，如今民间冶铁制器手段颇高，限制起来难，但可以在盐上下功夫，百姓们每家皆有需求，而且不多，高价卖出也不会给民间增添负担太重。人可以不缴税，但不能不吃盐。大约为了不与民争利，一直允许民间私营，现在改成官营，能给国库减轻不少压力，是个法子。诸公还有没有想法？尽可畅所欲言。殿下不觉得大越官员权贵的奉赏过于奢靡了吗？钱粮储存无外乎开源节流，作为朝廷没必要与民争利，不如将心思放在节省上，降低一些不必要的开支。秦青觉得哪些开支可以节省？秦雨平说官员俸禄。不行，如果别人挤破头考取功名，却连本该得的富贵都得不到，大越招揽人才的难度会大增。有能之士的奉赏不动，那只吃喝玩乐的勋爵子弟总能降一降待遇吧？他们领着朝廷的奉赏和荣耀，却不是生产，没有必要花大价钱供养他们。也不行，虽说这一代无为的勋爵于大越无用，但他们的爵位却是先辈用血汗换的，要么是开疆扩土的裂土之功，要么是为朝廷呕心沥血的社稷之功。所得的荣华，若是在他们死后便因子嗣无用而收回，会让现在的臣子们寒心，也有失偏颇。那宗室子弟，如果没有继承帝位的皇室后裔仅1、2代就混得特别拉，怕是会生乱。殿下，臣认为可以增加税种，如房屋缴税、商税等。还没有到逼不得已的时候，暂时不必考虑增加税项。诸位是不是路走偏了？说的敛财法子全是旁门左道，再增加什么税？交税的人依旧是那些上了户籍的人，是增加人家的生存压力。只要把户籍问题扯清楚了，农税这一大头交上，哪里需要愁如何节省开支，如何敛财？哼，道理谁不懂？现在就是掰扯不清楚，才另想他法。你这一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的样子，你倒是说啊，怎么弄？安静，继续吧，别吵架。咱们不是打下了越州和宁州吗？那么大块地，怎么会无地可分？阿紫，人家那是草原，用来放牧的，不能种地。魏静初点了几个可行的，让他们写上折子，把详细的策略交上来。臣认为户籍一事，若是由官员搜查，百姓便会绞尽脑汁躲藏，事倍功半。若想事半功倍，
应当由百姓自己赶着来上货，就如同高祖时那般。所以，只需继续给百姓下发田产就行了。朝廷手上田产不够，所以需要把那些不法昧下的田产收回来。许清觉得，应该如何下手？臣认为，殿下若是自己解决此事，应向豪族下手。说说看。虽说昧下田产是他们的问题，但世上只分利益，不分对错。殿下夺了百姓的田产，就算本不该是他们的，也会惹来怨恨。所有人都得罪完了，别说储君，就连帝王的皇位都坐不稳。咱们已经把施家豪族得罪了，要说冲谁下手，那肯定是他们呀。谁让他们不长眼？一开始反对殿下被立储呢，现在也只能不死不休了。为何方才商讨的时候不说，还被画画给堵了回去？唉，毕竟咱们的人里也不是没有世家，没有5姓期望的，不还有小世家的吗？比如臣自家的许氏便算一个。要是谁忠心不够，提前泄露，让他们有所防备，对咱们不利。你自己出身的许氏也是这次要对付的，跟谁是咱们？我是殿下的人，我们才是一伙的。什么许氏啊，我不知道。你祖宗有你可真是福气呀！谁说没有5姓期望？贝氏不就是5姓之首吗？贝氏明明是5姓之末来着，另外4家都说你们是暴发户呢，也就是先帝，非逼着人家史官记载，贝家是5姓之首。原来还有这一出，但没关系，贝家人不要脸，是贝静初早有觉悟的。你是吗？我本无意叨扰，昨日见了我一表兄，他说自己有神迹献于你，我虽和旧家不对付，但有利于你的事，一点矛盾而已，没什么不能忍的。神迹，口气倒是不小，让他呈一份折子上来，我看看是什么神迹。我也是这样说的，但他不肯，他说是充盈国库之策，旁的半点不肯说了，理由是怕我剽窃了他的计策，让自己亲近的人顶上。那便见见你这位表兄的本事，配不配得上他的狂妄了。在下李宗拜见太子殿下。贝静初不知道对面的人在脑补什么，他批了一份文书后都没听到声音。李宗忍住自己的愤恨之色，开始说自己要献上的计策。啥玩意儿？这不就是之前商讨时被他毙掉的一个吗？贝静初还以为他有多牛逼呢，是什么遗落在民间的明珠，大隐隐于世的神人。就这，皓月极有眼色的叫人把李宗送出去。怎么样？太子是不是和你一见如故，将你奉为上宾啊？太子听了我的建议，第一反应却是将我赶出了东宫。我那计策怎么可能不被赏识？定是他听了以后，觉得我献策以后没用了，便出尔反尔，不给我封赏。哎呦，我就知道啊，能和周欢九那没良心的交好，能是什么真的好人？当初就算我们想把周欢九和他娘赶走，不也让他们住了一段时间吗？就算我们收了银子，可他娘在我们家住也比在外面的客栈安全。怎么说都是我们家有恩，他们和周欢九一丘之那雕的。不且是一丘之貉。哎呀，不重要，反正他们是一伙的。宗儿，你想怎么办？难不成真让那太子真白白用了你的计策啊？皓月，去给刚才那个李宗指条门路，让他搭上张家。好孩子，咱们一家人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呀。看以后你长姑和周欢九还会不会瞧不起咱们。这次就算是他们想来攀你的关系，我们也要拿桥才能原谅了。周欢九表妹毕竟是太子的人，我如今支持3皇子，和他们来往，未免有背叛的嫌疑。为了孩儿的前途，阿爷和他们那边断了吧，毕竟他们现在对我们也没用了。好，阿姨和阿娘都听你的，咱们以后就没有这门亲戚了。你这狗奴才，竟敢对我无礼！等我出去了，定要告诉长老，扒了你的皮！还做上宾呢，又没家世，又没功名，就算死了也没人在意。不想死的话，就展现你的实力吧。写吧，大才子，有用的谏言才能换饱饭。哦，对了，每个月给你家里写一封家书，
当然，如果你敢对暗号什么的，让你家人知晓了，让一家人消失，也不是办不到的。玉儿，贵妃最近下令让六宫节俭开支，定然是国库那边让你阿耶有忧心呢。你去宣示殿请安的时候，把它交给陛下，就说是你想的，不过要提前看一遍，省得陛下问你的时候答不上来。可是我不会这些啊，这也不是我想的。我们这样冒领人家的功劳，真的好吗？献给你的就是你的，别人的计策能被皇上看上，是他的荣幸。好的。哎呀，阿娘你别揪我呀！哎呀，玉儿是什么本事，朕心里没数吗？几个皇子皇女的学业，朕就算忙昏头了，也时刻关注着。这是玉儿能想出来的东西吗？教授皇子欺君，特妃，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妾，朕已申斥，让老三禁足。陛下，玉儿生性纯良，都是妾教唆的，您不能这么对她呀！她一贯坐不住，您把她关着，对孩子太残忍了。只是不出千秋殿，又不是把她绑在榻上。至于解禁之后，也不必前往严家殿向你请安了。他开府成婚前，你们母子不要相见。陛下，看在妾跟随您多年的份上，您开恩一次吧，将为用刑，什么都好。母子分离，何等残忍啊！陛下，就是念在你跟了朕多年，还抚育皇子成人，否则，朕会直接给玉儿换个母亲。不要挑战朕对你的容忍。接到消息的张家也被吓得魂不附体，于是将恐惧、愤怒都发泄在了李宗身上，根本不管他只是献了一个计而已。要抢功的是张家自己，所以我们先从势力较小的氏族豪强下手。武姓等氏族虽然唇亡齿寒，但刀不砍在他们身上，人是不会有切身之痛的，对付起来没那么费力。若是阿耶不想见血，还有2个法子，一是将盐铁官营之后按户籍买盐，每户每人能买多少皆限制起来，可促使逃籍的百姓上户。但控制民间买卖盐铁本就难了，再这么限制一下，恐怕为了利益走私的人不少，那官营的好处就会大打折扣。二是摊丁入亩，也就是免去丁税，改为地税，这样土地不管再兼并，就算是百姓无田了，田产全部集中到豪族手上，也不会损害税收的利益。但仅仅是税收不会被损害，田产若是被兼并太过了，迟早引火烧身，会烧到朝廷身上的，大越就该亡国了。初儿，不要总把亡国的事挂在嘴边，这样不吉利。哦，那改朝换代了。有区别吗？太子叛逆了，能打吗？咱们不能坐视土地兼并，不如早做打算。我觉得摊丁入亩和收回氏族非法所得的田地可以同时进行。最近不是计划迁都吗？趁着豪族的中流砥柱都跟着阿耶走了，剩下的都是没什么本事的混子，我留在京城里面，直接一刀一个小朋友。两人对视一眼，达成共识。殿下，李宗那边去查了，但因着不是太重要的人，奴婢没有盯得很严，让他们跑了，没留下证据。囚室里有许多平民出身的学子被分开关着，奴婢让人盘问后，除了李宗和另一人是与张家交易后被关上的，其他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卖命的是何人。将救出来的人都记下姓名籍贯，写好供词，送回家去吧。张家不足为惧，但将来如有需要，还需要他们作证。至于李宗，明日将他带到宛园去，你递个帖子，姑明日也去拜访舅舅。是。表妹，还不把我放下来？我可是你表兄，表兄也是兄，长兄如父，你们保我做什么？太子殿下，在下一开始明明想要辅佐你的，是您拿桥拒绝了我才去另投三皇子门下。虽然您救了我，但也不能因为我转投他人，便极度怀恨在心，得不到就毁掉吧。现在我回来了，自然也会尽心尽力帮您的。当初在文钦书院的时候，任魏侯隐瞒身份和你做同窗，但因为他起先学业出挑，明面上又没有家世背景，
你们便极度兴起，以辱他为乐。我没有，就算您是太子，也不能冤枉人啊！冤枉？你以为姑能在你面前说出来是哪里来的消息？人证物证会没有？而且弄死你，不需要证据。你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那些细碎的折磨人的法子，是你出谋划策的，对吧？文清书院也算好的了，你心思却放在了恃强凌弱上，难怪混得这么拉。姑的时间很宝贵，赶紧把你收拾了，还有一堆事呢。无功不受禄，李大才子，姑可当不起这大礼，也不会放过你的。你去和周欢九他们断什么亲啊？咱们家就这一门有出息的亲戚了，还不是你生的好儿子？要不是为了他，我会和自己的亲阿姊闹这么僵吗？哟，说的好像我不是为你生的儿子一样。怎么，宗儿有出息的时候就一口一个我的儿，像多慈爱一样，现在成了傻子就说是我儿子，和你没一点关系是吗？我没事，没自闭，也没有一直伤春悲秋，我只是单纯的不想和人说话，不想应酬，不想撑着笑脸去交际。反正我有一身本事，前途也不靠谁去提拔。我不信，这个理论我倒是相信，但是用在你身上我是不信的。孩子以前是个多活泼的人呐。我发现与其交太多朋友，活到最后一个个送走，每次都得伤心一次，还不如多结几个仇人，每次葬礼都值得放次爆竹。但是吧，如果我走在仇人前面，不是也让他们高兴一场吗？所以干脆不交朋友，也不交仇人了。嘿，我可真是个天才。贝静初和贝化对视一眼，完了，病入膏肓了。两人十分默契地拉着周欢九就往外跑。初初，你是不是在担心我怪你没有救下他？你为什么会觉得在我心里你不如他重要呢？我不是什么重色轻友的人啊。我现在想起他的时候比以前少了一些。他和我递过信，让我不要因为你没能救他而责怪你。他还是那么自恋，谁会因为他责怪你啊？我知道初初已经尽力了，他只是害怕那个万一，怕我想不通和你离心。他想的倒是周到，只是想多了。你也想多了，你们一天心眼子太多了，很多事没那么复杂的，我只是单纯的不想出门罢了。一个婉媛已经够大了，现在我们长大了，月朝的重任在我们这一辈人身上。我要是还像小时候那样天天盼着出来玩，哪来的精力给军旗间做事？你背个胆！九九的阿娘对他可真好，陛下对堂妹也是最疼爱的，就我一个不是最受父母喜爱的。其实爷娘疼我，但比不过兄长。小时候兄长可以随父母一起在节日焚香拜神，但因为我是女孩就不能进去。俊君，那是因为你1岁时打翻了烛台，烧了半个佛堂。那件事是我的问题吧？可家中有时采到荔枝，也只分给兄长他们，从不会让我用一口。荔枝珍贵，离京城路远易坏，但是离海徐没那么远，虽然珍贵，总能买到几颗的，但是我却不配。因为俊君吃过一次，差点没了。府医说您对荔枝特禀，吃了会没命的。那有一次阿娘让我去跪祠堂，那时候我还特别小，明明没干什么事，直接跪晕了。我甚至以为我不是阿娘亲生的。奴婢记得，这事儿也很难不记得呀。那次郡王在王妃房中舞气，您将茶壶对进了郡王的鼻孔里，王爷直接被呛得背过气去了，差点没救回来。这件事得回去跟我阿爷说说。
让他知道和堂子比起来，我是一个多么孝顺的大孝女。大师，您准备怎么做？万月、万命、加咒、傀儡皆可。加咒可直接诛杀，不过代价嘛，我要以5条人命为祭。大师啊，大月星巫蛊是株连满门的，这要是被人查出来……不是和你说过了吗？巫所施秘法和你们理解的巫蛊娃娃那幼稚又没用的东西不一样，凡人根本看不懂，就算见到了也成不了证据。是，那就不用担心了。既然做了太子，那位的命格应当是很好的吧？能否换到在下的外孙身上？谁说太子的命格就一定是好的？最后能走到皇位的有几个人呢？坏了的都是有运无命的东西。是，要是直接下咒令其暴毙，恐会引得陛下怀疑。那不如用傀儡之术吧。请问傀儡之术是能控制对方吗？那是自然。师傅，有邪术攻击了东宫那边。人皇即使还未长成，也是诸邪退避，百鬼不侵。区邪术不必在意，何必慌慌张张前来找吾？你太不稳重了。师傅，不是您让我看着那边的方位，有何动静都第一时间向您禀报的吗？去抄经100遍。为什么？今日为师看你不顺眼。你去把那施术者抓住，就不用抄了。耶！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就算是王后将相，也不过肉体凡胎，怎么可能反噬于我？一定是背后有其他高人。大师，怎么样？成了吗？成个屁呀！没看到我负伤了吗？蠢货！你要对付的人身边也有高人，你为什么不提前说？为好做更精密的部署，而不是打草惊蛇。这可如何是好呀？放心，我不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百密一疏，那高人不可能时时刻刻护着他，区一个储君而已，又不是什么天生地星，难道还要命格是个护着不成？我是摘星楼的弟子。没有陛下手谕，阎王老子来了也不能晚上出去。事情紧急吗？小弟子懵逼的摇了摇头，等我。随后把小弟子抛在脑后，头也不回的走了。小弟子被无情抛弃，只得又可怜巴巴的蹲在地上当蘑菇。殿下，有人用邪术攻击你。然后呢？邪术？什么邪术？是有人要害殿下吗？他成功了吗？殿下现在情况怎么样？还有救吗？还能活几天？我的殿下，你怎么这么苦啊？等，没那么严重，那人没成功，只是师傅让我去抓人，所以晚上我出不了宫，想找殿下帮忙，但是殿下也睡下了，我等到殿下醒了，殿下又让我继续等。好像现在不用殿下帮忙了，白天可以出宫了。贝静初反思了一下，他就这么招人恨吗？他开始了每日的吾日三省吾身。吾没错，吾是不是太客气了？吾是不是给他们脸了？三省结束，都是别人的问题。哪个刁民想害锅？不知道啊，这不正找着吗？我只算到了方位，还没去呢。你们修行之人好神秘啊，感觉好厉害的样子。你们可以飞天遁地吗？不能。可以长生不老吗？不能。可以辟谷不食五谷，只吸收天地灵气吗？不能。那你们修炼做什么？我不知道啊，但是被师傅捡回去后可以吃饱饭啊。好朴实的追求啊！打扰了。张府，就是这儿。
你确定人就在里面？不确定。昨夜施术的时候肯定在里面，但是都过了1个晚上了，但凡长点脑子的也该跑了吧？谁会等在原地让我们来抓？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逛逛？对啊，让殿下来看看是谁要搞你。虽然他们搞不了你，但也让您知道自己招了谁的嫌。要是昨夜直接进来搜查，肯定能抓个现行，偏偏有宫禁。哎呀，为什么这些人搞事要选晚上啊？哎呀，就不能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的时候干坏事吗？若是他们搞事真的成功了，我会怎么样？不用担心啦，你可是人。人什么？快说。人渣。不是一般的人渣，是那种特别牛逼的人渣。好，老神棍就这么宣传我是吧？走了，今天不回去了。今天晚上他们再搞事的话，我可以及时赶到。殿下，我没有钱，您能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再给我点钱吗？我不想睡桥洞，也不想啃素饼。老不死的这么抠，弟子出行在外，连银子也不给点，就由着你露宿街头。可能师傅以为我能去就回，也没想着我会没用到在外面过夜呀。师傅，我鬼混，我把人抓回来了。去玩吧，不用抄书了。好耶！有缘修习术法，却用来害人，如今以命相抵，倒是便宜了你。我施的咒术，就算失败了，也不可能反噬于我。你到底做了什么？你难道没有发现，近年来你们为祸世人越来越难了吗？没关系，以后还会有更难的。难道那小太子真是天命地星？国师摇摇头。我就说嘛，地星怎么可能是个女人？天命地星什么的，太拉低他太子殿下的格调。帝王统治疆域，人皇才是天命所归。人皇存在一日，任何鬼神邪怪都无法侵扰人间，神的作用终将隐去，千千万万的人才是世间的主宰，只是破茧方能成蝶。他还未长成，才给了如这老者般的人喘息的时间。元老这是什么意思？听闻县主是德州人士，在下多方查探，终于找到了您的生父。今日便是送县主家人团圆之喜。叛弟，没大没小的，你见了人也不知道喊人吗？还不快叫阿耶？叛弟，我吗？哎呀，叛弟呀，我是你的阿耶。虽然你没盼来弟弟，但阿耶也不怪你。不过我还是要教育你一下啊，你自己一个人享福，怎么能忘记阿耶我呢？啊，你这就可太不孝了啊！放在我们家的规矩是要被吊起来打的。这次就算了啊，下次不许了啊。这位阁下，先不说你是我的生父，还是他随意找的一个人冒充，就算你真是我生父，但与我从无养育之恩，贸然认亲，也没有资格对着本县主指手画脚。当年你嫌弃我是个女儿，还将我扔进了弃婴塔，若不是我娘将我刨了出来，如今我的骨灰都不知道在哪里。说起恩怨来，咱们也只有怨，没有恩。你怎能记父亲的仇啊？你的命都是老子给的，扔了你不也好好的活到现在了吗？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生父，只是把你丢进弃婴塔而已，你又没死。只要你一天没死，你就必须孝顺我。父慈方才子孝，今日我就是不认你，你能怎么样？你们拦我干什么？他是我的种，当老子的打孩子有什么不对吗？和叛弟，你不孝，老子就去衙门告你。我告诉你啊，就像你那个贱人娘去衙门告我一样，老子也要去告你。嘴里再喷粪，杀了你哟！袁家是吗？我记住你了。县主饶命！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这种人。什么饶命？本县主又不是什么草菅人命的狂徒。你说的对，人是要有孝心的，
我对你这位生父实在是盼望着能为你颐养天年，承欢膝下呢。那你还不把我放开？你就是这么孝顺父亲的吗？啊！虽然我对我的生父是一片孝心，但是当年阿娘状告你，你的刑期还没到吧？你是怎么出来的？县主，小的找到他的时候就不是在牢里了。哦，所以你是擅自出逃，自古忠孝难两全，孩儿只能二择其一，选忠君爱国了，擅自逃狱，其罪当诛。高兴啊，好高兴啊！还不快点啊！快把他送回衙门去，给刺史说一声，千万不要因为我的面子减刑哦，不然我会上报给太子殿下的。快点儿，让我也试试大义灭亲。潘爹，阿爷知错了，阿爷不该扔你的。父女之间哪有隔夜仇啊？阿爷以后会好好疼你，一定把你当男娃一样去疼。你快让他们放了我，我不想去衙门。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还不把他嘴堵上？在这里叫唤的让人心烦。我可是很孝敬生父的人，听他这么凄惨求饶，多不忍心啊！所以把他嘴堵上，我就听不见了，就不难过了。我是不是特别孝顺，特别机智？县主孝感动天。没事的，等你行刑时，我会再来看你的。做儿女的要好好记住你死时的样子，供我时时缅怀才对。元老这是做什么？显得我待客不周，还是残暴无礼呢？你也是好心办坏事，本县主会好好感谢你的。便先从袁家查起吧，早死早超生不是吗？还不快谢我？多谢县主。潘爹，你是不是原谅我了？你放我出去吧，我以后就陪着你，我会做一个好父亲的。我也不需要你供着我，你就给我留一口饭吃就行。只给饭吃可能是差了点，每个月你给我1两银子花用就可以。我听说你还领朝廷的俸禄呢，阿爷不要多少，1两就可以，1两就可以。朝廷的俸禄，你很想要吗？你很羡慕吗？你知道这是怎么来的吗？这是我娘用命救太子换来的，是他们看我孤零零的无父无母的活在世上，可怜我赏给我的。如果可以让我选，我宁愿永远做一个平民百姓，让我娘回来。可是我没得选，我没办法。我应该恨她的，可是我恨不了，我只有她了。我盼着她能长命百岁，长长久久地陪着我，我不能再多失去一个亲人。哦，你不算我的亲人，所以我选择恨秃宁。现在秃宁也亡了，我真的好开心呀！每年到他们亡国的好日子，我都要开坛好酒来庆祝。本来我逼着自己放下了，结果你又来了。来得真好啊，真是好人没好报。我娘尸骨无存，你却侥幸躲过，那我靠不住天，只能自己动手让恶有恶报了。其实我本来没想起你的，你其实可以在阴暗的角落里苟延残喘一辈子，自己慢慢的烂掉臭掉，可你偏偏要来我面前晃悠，那就是你命中该绝。我娘是多好的人啊，你也配侮辱她？你骂她什么？你说她贱，贱的是你，你这人才是浑身上下都是贱骨头。虽然让你陪葬，或许会恶心到她，但是你活着也挺恶心我的。我果然是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这时候还把你弄下去烦她。希望今夜阿娘会托梦来教训我。不和你多说了，我忙得很，要早早的把德州的田产算清楚。算清楚了，我才能早点回去。从来没离开过这么远，我想他了。殿下，今日的账册户部已经签订好了。
长侍郎看着心情不佳，是因为唇亡齿寒吗？唇亡齿寒吗？殿下问的也太直接了。臣不敢欺瞒殿下，确实如此。不过殿下并没有向期望等大族开刀的意思，悬在头顶的刀还没落下来，他们没有反抗的动力，他们不会贸然出动，我们也不会做出头鸟。况且殿下只是夺人钱财，而非赶尽杀绝，再如何也不会把人逼到穷途末路的时候。那些被清算的豪族会反抗，却不会拼着命去反抗。殿下深谙人心，实在不像才及笄的少女。真像个才及笄的不谙世事的少女，不是早被你们吃干抹净，骨头都不剩了？臣不敢。臣有罪，去的时候接到消息，说他们是从西门逃的，臣便改道去了西门。是假消息，但是我信了，都是我愚蠢，误了殿下大事。一次失误而已，不妨事，只是你不该随意更改命令。同在安州，远不到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地步。这次罚俸不够了，念儿，你停职一段时间吧，回去好好休息。臣善改命令，若是成了还好，但是因此失误，只是停职不足以服众。臣自请领罚。去吧。殿下，左卫律统领蒋龙首说有奏于殿下，想当面奏报。让他进来。殿下不觉得雷统领拥有的权力过大了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给姑一个完美的解释，姑可以治你进谗言，离间忠臣之罪。人心是世界上最难测的东西，雷统领如今忠于殿下，殿下能保证他一辈子忠心不二吗？待他一家独大，来日你想收回权力都难了。禁军关系到殿下的身家性命，所有的安危都集在一个人身上。原本东宫实率10位统领，殿下都交给他一人管，固然给自己少了许多麻烦，但雷统领在禁军中的威望已经不亚于您了。届时他与您意见相悖的时候，禁军听谁的？一如今日。所以你想自荐？臣若得殿下信重，自是三生有幸。就算分权，可是姑凭什么选你呢？臣对殿下的忠心超过生死，殿下是知道的。若是殿下对臣等皆不放心，可以重新将权柄划为10份，互相制衡。臣并非要和雷统领比肩，只是从殿下有利的角度考量，一切唯您马首是瞻。若殿下想省力些，不想管那么多人，又信不过，臣会一直忠心。臣可以将把柄交到您手上，供您拿捏。哦，什么把柄？殿下有没有想杀又不能处死的人？臣找个机会把他暗杀了，再把证据交到您手上，您可以随时揭发处置我。有些歧路一旦走了，就不能回头了。若姑真叫你去做见不得人的事，不可能只有一桩，后面会将你当作刀来使，你就永远都只能是一把不见天日、见血封喉的暗器。你会得罪许多人，如果姑保不住你了，还会将你推出来，平息众人的怒火。你没有任何根基，除了相信姑，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姑给你最后后悔的机会。我愿意。出门后的龙首揣着太子递来的死亡名单，知道自己回不去了，也知道自己成功了。胜利是属于有心机的男人。哎，躺下，再是做样子，皮外伤还是有的，别起来了。这墨翡扇柄做的扇子，我得了一对，刚入夏了，握在手里比木柄的多一点凉意。我们最怕热的，等会儿我让人把另一个取给你，咱们用一样的，到时候叫人看了都知道我们感情好。那这是我独有的呢，还是别人都有？只有2把，自然是你我独有的。你不怕画画和九九他们吃稀？画画和九九那儿有别的东西。念儿，以后别闻鸡起舞了。你虽然变强了，但也变秃了。没事的啊，只是发缝宽了点，可以养回来的。还记得你小时候雷将军的原配夫人逝世吗？记得，殿下那时候还是个无耻之徒。
那时候他跟随鲁王谋逆，阿耶以为雷将军是和他一伙的，差点把雷家一锅端了。后来解开误会全靠机缘巧合，阿耶也是极其信任雷将军的，不然不会给他金吾卫大将军的职位，握住京城巡防的咽喉。可是，一旦产生怀疑，这份信任破碎的一样快。信任是多么不堪一击的东西，我害怕以后的某一天，我们也走到这样的境地。无论什么情谊，要走下去，从不是一个人的努力，是两个人的事。既然长了嘴，就要解释清楚误会，就有必要把话说开，说清楚，对不对？对，我知道，这次的事你是不想让我失望，又得到了错误的消息才擅改的命令。你自己也知道不能服众，为了维护我的威望才去领罚，我都明白，所以我不多说了。但是人心是多么易变的东西，小时候所坚信的，被一点点改变，我害怕我不能永远毫无保留地信任你。若是日后我自身受到威胁的时候，我怕自己会将你当成要防备的人。我不能放任你一个人拥有全部的权柄，这样如果我以后变成了猜忌多疑的人，我希望我们之间最坏的境地不过是杯酒释兵权。我对你说，燕儿，你累了，卸甲归田，好好养老吧。空闲的时候，我还会把你召进宫里聊天喝茶。可如果你一家做大到我必须小心翼翼提防的地步，我们之间就只剩鱼死网破了。燕儿阿紫，你懂我的对不对？你会懂我的，对不对？对是对，但是好好说话，别撒娇。啊？我当然都听你的，只要你能心安，只要我们之间没有嫌隙。我留恋权柄，却并没有贪心到要抓住所有权柄，只要能为你所用，让我知道自己活在人世间，除了替家族联姻之外，有其他的价值，就足够了。你还是介意他分了你一半的权柄吗？我才没那么小气呢，不过是多了个同僚，还替我分担公务。我看他不顺眼的原因是，他看你眼神不对，他看你的眼神根本说不上清白。这小子打着什么主意？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自己都没成亲呢，怎么看得出他什么心思啊？哎呀，军师不上战场，你懂吗？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是天天睁眼就欠世界几斤折子，没去关心身边的痴男怨女。我可是目睹了很多对的，他就是觊觎你，我会看好他，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可是我不吃亏啊，我现在年纪小，我会把持住自己的。就算真睡了又怎么样？我不高兴的话，不负责就好了。你负责？不应该是他负责吗？那必然是我负责呀！难道我堂堂太子还嫁给他吗？定然是他入宫，让我给名分啊！人家清清白白又漂漂亮亮的男孩子被我用了，到底是谁吃亏啊？你等会儿，让我捋捋。哎呀，捋什么捋？听我的，准没错。不管怎么样，我就是看他不顺眼。如果你不想选正式的话，像阿耶一样，选一些侧室也行。陛下当初不是说好了，给陈那犬子一个正式的名分吗？那小子对太子殿下的爱慕之心是天地可见，臣也时常提点教导他，要识大体，不要吃醋嫉妒，让他做太子的夫婿，一定可以为殿下分忧，做一个典范。太子有自己的想法，不愿去正式。若是程胄愿意等到太子想通也行，就是要多等几年。唉，也怪朕，到现在都没立后，给太子做了个不好的例子。许兰七暗骂老贼阴险，顺坡下驴的求一个侧室的赐婚回去。魏恒因为誓言的亏心，很给面子的写下圣旨，并赏了许程胄一大堆东西，表示对他的看重。看你阿爷多厉害啊！人家都还在翘首以盼着一个能进东宫的机会，在家里练习着礼仪谈吐，各方托人打点，阿爷就已经给你争取到了一个成徽的名分，仅在正室之下，位如侧妃。阿爷真没用。
竟然不是正室。嘿，你个臭小子，怎么说话呢？啊，正室便是未来的皇后，眼看着太子要模仿陛下，是不打算立后了。除非你能向他展现你的价值，足够他给你一个皇后之位。为父已经帮你争取到了东宫最高的位分，能不能往上进一步，要靠你自己的本事。难道你不想做太子唯一的夫婿吗？我想。陛下，自古从没有女子多夫的道理，就算是公主选面首，也从来没有拿到台面上。到时候男子也可以3妻4妾，女子也可以不止一个丈夫，世间不是乱套了吗？自太子开始，贵族女子也有样学样，怎么办？皇嗣传承为重，太子还未降生时，咱们一个个的催着陛下广纳后宫，开枝散叶。若是选的男子生育能力不太行，岂不是白白浪费太子时间呢？那孩子的父亲岂不是都分辨不出来？为何要分辨出来？只需要知道，不论父亲是谁，孩子都是皇家血脉，都是叛徒。曹青还有何异议？曹农默默地退回自己的队伍里，这不叫怂，这叫从心。殿下，选秀是选什么呢？你为选秀的事情做什么？臣想看看您选人的规则，有几条是臣符合的。你如果想去选就去。以前选女子为妃，女子身上没有官职，都是官眷，便将秀女接到宫中来住。如今许多郎君身上挂了职务，不便常驻东宫，即使参与选秀，也不会耽误你做事。臣想知道自己有几分胜算，毕竟这场盛会的唯一评判官是您，毕竟您见一个爱一个。若是见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郎君们，臣可能就入不了眼了。没有，你是我见一个爱一个里面最爱的一个。殿下，盐味没了。他也不是第一次给人收尸了，极有条理的送行安葬。因着太后寿宴将近，不能大张旗鼓的办葬礼，贝静初给安卫叔叔塞了不少的陪葬品。在太子手下做暗卫真是不亏，几个人退下后能有这待遇，投数不清的珍稀药材，去吊一个无用之人的命。阿爷这次屏退左右，能将暗卫一起撤下吗？行，出去候着。阿爷，我们周围层层保护，安卫几乎无用武之地。就算为了以防万一，可以招募天下有能之士，用药物激发潜能，以元气寿命为代价，实在是太反人性了。你是在怜悯他们？我是怕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变态。你想想啊，人家本来好好一个人，被为了要强行训练做暗卫，集中训练的时候还好，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是选出人来，暗卫跟在我们身边，天天见着周围的纸醉金迷，心态很容易失衡。分明都是我们的人，一边就是王公重臣，一边就是见不得光保密的暗卫。您真的能保证他们心中没有不平吗？有道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更何况他们还折损了寿数，以一敌百的高手又贴身带在身边，一旦有了邪念，我们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前朝宦官残缺之人都能把持朝纲，那时的皇帝也傻傻的相信太监都是自己的亲信，扶持他们来对抗外戚，却反被架空。暗卫还没出事，但以后出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你认为该如何？不管是外戚和宦官，世家和寒门，还是暗卫，都应该是两方甚至多方势力的相互制衡。我们不能将后背全部交给暗卫身上，而建议此后科举开设武举，若有身手绝佳却不善兵法者，就很适合做御前的贴身侍卫。像用寿数换取潜能的暗卫，也可以替换下来了。朕会考虑的。明日就是太后寿宴，接待外邦才是要紧事。老爹听劝真是太棒了。写份具体的章程呈上来。严伯，你是累了吗？回殿下，走神了一下。
是吗？要是累了一定要说，毕竟陛下安危容不得闪失。是。殿下，常燕到京城了。臣请太子殿下万福。根据殿下说的，我们新造了一款武器，不用瞄准时点火，将火柴连在扳机，也就是一种机关上，只需要扳动机关，就能让枪内的火药爆开来。好好好，你们也注意歇歇，记得给功臣行赏啊。殿下，不是不想歇着，但是能做出东西，就能得到一大笔金银。匠人做一辈子手工，可能都见不到这么多钱财。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都是卯足了劲儿的。臣已经尽力在劝他们歇着了。前来新都的路上，有2个匠人不知是舟车劳顿，还是水土不服，去了。如何安置的？这也是地宫开辟出来后第一次有匠人逝世，路上来不及请示殿下，司空尚书也在新都，臣就自己做主，买了2口棺材，稍作祭奠后，派人将他们扶灵回自己的家乡。确定是死了吗？路上不便，臣叹了鼻息，太医也说没了脉象。至于更多的，便未让仵作验尸，毕竟不敬亡者。皓月，递话给蒋统领，让他带上仵作追过去，一定要确认尸体死亡，亲自烧了再回来。常燕，写下那2人的家乡在哪儿？殿下是怎么了？难道是我闯祸了？谢谢。常言写完，将信封存好，皓月亲自揣入怀里，疾步送出去，一刻也不敢停。只是翻阅书籍，知道有一种病症是假死，只要身体是完好的，就像是归西，若有机会还能再醒过来。没事，这种病症很少见，只是怕万一撞上了，这2人又万一泄密，你不必过于慌张。若非有意谋划，没这么多万一。如果没事的话，你就没事，小惩大戒就够了。如果真泄露了什么，姑也保不住你，或者说自身难保。你先回地宫，该做什么做什么，等人烧了，姑再派人找你。给大月陛下的美人都检查好了吗？有没有疾病之类的？殿下，都没问题。给大月太子准备的美男呢？也没问题。你好像有点面生啊，我之前没见过你吧？这个贱婢之前不怎么出门，长得也一般，在一堆人里又不亮眼，哪里配让殿下记住啊？半个兽为什么要把寿星拉起来请安啊？有这功夫，不如多睡会儿。反正到了出席的时候去就行了。好在呀，只是大寿这样高，要是年年都这么隆重的操办，哀家都要怀疑你阿耶是不是嫌我活太久了。阿娘，你们是不是在说朕的坏话？没有啊，你怎么能这么想？就是，你这样说话，我和初儿会伤心的。贝静初端坐着无聊，这种场合又不能干什么，便出神发呆。载歌载舞间，贝静初眼神随意一瞟，虚无的视线瞬间聚焦凝住，一管黑洞洞的枪口悄悄地对准他。混在使臣中间的少女眼神疯狂，带着不惜一切的仇恨。贝静初有点眼熟，似乎是他超密的豪族里其中一位。随着火药在枪膛内爆开的声音，刚才停留的椅子上已被凿出一个洞，少女迅速被拿下，紧接着又是下一声枪响和袖剑的箭矢飞来。分两拨人去保护太后和太子。刺客的目标不止父女2人，还有几位大臣被箭矢射中，竟都是在对付氏族里立了大功的人。混乱很快被止住，行动的都是被灭族的世家族人，不知被谁安插在了石碣堆里，靠着袖剑和火枪打了个措手不及。贝静初正准备看皇帝如何安排混乱过后的场面，眼睛却瞬间瞪大。阿爷，反正要死了，就给我的儿子报仇吧。严伯笑了下，随后挥刀自尽。浩儿，若是朕今日殒命，太子即可继位。这昏迷期间，太子监国，赵无禁忌，
一切正灵如同前身。贝静初也不是第一次肩上扛担子了，知道关系重大，来不及担心，迅速冷静下来，传召太医把皇帝抬下去，太后也跟着一起去看人。今日使团朝贺，竟混进刺客，诸位是想联手与我大越宣战吗？凡参与者，拖下去审问，明日若没有问出来，全部格杀。传孤指令，调虎符，集结军队，向谋害吾皇的宵小们下战书。臣分2拨人马，各自去了他们的家乡。一批人找到了尸骨，确认后已经焚毁了。而臣去的地方，他们家人并未接到福临回去的棺材，一路上沿路打听，也没有听说过有送葬的队伍。传旨吧，将长烟押入大理寺。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早知道当初不取这个名字了，一点都不吉利。堂妹，长廷义托我传话，说你要是想救长烟，就在明日微服私访，去月楼等他。长侍郎好阔绰，不愧是第一世家的郎君。只是你我2人谈话，便包了雨楼最大的院子。朝代殿下自然不能太简陋，本来就不得您喜爱，再被记上仇，长谋可就完了。殿下若是个闺阁娘子，可男子公主一事，怕是要名声尽失了。下一步或许就下嫁到长家了。贴山的仆从和我们自小一起长大，感情深厚，臣猜殿下是舍不得的。如果能查出证据，火枪的事情不是在长烟娘子手底下泄露的，她虽会被查失职之罪，但不会没了性命。殿下要不要臣的这个人情呢？你想从姑这里得到什么？想要殿下一个承诺，日后需要时索取。臣明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才是最划算的。现在救人的证据在臣手上，我提出的要求就算为难一点，殿下也会尽力。可若是长烟已经被救出来了，臣再来要承诺，殿下可以随时反口。承诺是世界上最虚无缥缈的东西，男人说的不能信，女人说的也不能信。既然知道承诺不可信，还要承诺，姑可不觉得长侍郎是喜欢做赔本买卖的人。臣相信殿下的为人。为人？今日是姑欠你的人情，来日再报。臣虽为士族之人，也知道先国后家的道理。长烟娘子是机关术的翘楚，她活着远比死了更有用。长侍郎明理高义，即使生在朱门，又未必要与他们同流合污。毕竟士族之中，也不是没有眼明心亮投靠于姑的。长侍郎要不要赏脸，和姑交个朋友？分明殿下才是老奸巨猾啊，和您说话才是陷阱不断。微臣哪里配得上和殿下交朋友？若是被族中长辈知晓，怕是要训责臣目无孙辈了。其实吃了这么多亏，长氏也并非团结一致，只是士族辉煌了太久，他们还是接受不了落魄削弱。真是的，读书万卷，怎么就不明白盛极而衰的道理呢？时局不稳，姑最近并无闲暇，改日再和郎君一起。真是个用完就丢的女人。这话怪怪的，好像在说我是个提裤子不认账的渣女一样。我们也没干什么呀。不久后，大理寺查出火枪的设计图最早是从工部尚书府传出，而长烟不慎放走的一个匠人虽然也走漏消息，但时间上来不及制造足够的枪械，被静初以失察之罪判了他革职，贬为白参。工部尚书被押入大理寺继续审案，试图揪出幕后黑手。世家既然有胆子在宴会上行刺，扫尾工作是做足了，一点尾巴也没有被抓到。哼，没有证据，那就编出证据。只要姑说那是真的，谁敢说是假的？现在暗卫已经全部撤走，出了这样的事情，其他暗卫也不会再得到信任。被静初安排了一处地方给他们生活，发病还会到来，但至少健康的日子里没有训练和刀光剑影。太子殿下，陛下圣谕不见您。是不是尔等妄图谋逆，假传圣旨，实则挟持天子？
哎呦，奴婢怎么敢呢？哎，殿下别开玩笑了，或许是陛下刚醒，不想见人呢。您要不等几日再来？等几日再来。贝静初不再废话，挥开蒋之贤的胳膊就往里面走。混账！不孝不悌的东西，圣旨都敢违抗，你是要造反吗？滚回到东宫去！贝静初想着，人大病一场，醒来后脾气古怪一点也是能理解的。但是他想把治疗皇帝的老院正揪过来，审问是不是谁家派来给皇帝下药的。结果老院正直接被皇帝派的人保护起来，除了皇帝，不听任何人传召。最炎热的盛夏还未过去，他们并未从避暑的行宫回来。听说皇帝自醒来后，最是看重三皇子，待遇如年幼时的太子般，每一事都带在身边，似有取代东宫之意。种种的迹象都太奇怪。您就算把臣吊起来打3天3夜，那事实还是事实。陛下就是没被下蛊，也没被夺舍。我不信。殿下想得到个自己想要的答案，街上随便拉个神棍，只要钱给够，殿下想听什么，他们都能哄您。臣只能说，陛下所为皆出自本心，殿下不必忧虑。更忧虑了，谢谢。长亭一传来消息，原本正在观望中的常氏族老立刻坚定了立场，一心一意扶持三皇子上位。殿下，是因为奴婢吗？是我太不仔细了，放走了人，陛下才迁怒您的吗？我本来还想着你重新做宫女会不会有怨气，原来我家常烟还是一如既往傻傻的。啊，你礼貌吗？没事，姑就喜欢傻傻的姑娘。这是在夸我吧？但是哪里怪怪的？放心，既然姑能保你性命，就证明你不是主要责任。阿爷他有自己的打算，你不要惊慌，也不必多想。天塌下来也先是姑顶着，您只要快快乐乐的做自己的小宫女，兴致来了再研究一些机关术就好了。阿姨，你告诉我，究竟是什么情况啊？你别吵，我在思考。思考，你都思考好几天了。别说你老了，脑子转不动了呀。嘿，你这小兔崽子，皮痒了是吧？对，你打不着。满朝文武都知道你是陛下肚子里的蛔虫，你说你不知道，谁信呢？陛下先不说从小养大太子的感情，就算是他半途才被捡回来，这种力压所有皇嗣的才能，只要是亲生的，立马就能成为陛下最器重的孩子。难道说太子不是亲生的？你先别轻举妄动，东宫那边的事务该做的做好，尽量别和太子有私下的往来。等我看清形势再做决定。我都是太子成妃了，过2年就能成婚，凭什么不让我私下往来啊？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名分，我要让殿下知道，患难见真情，然后成为殿下唯一的真爱白月光。除了我，其他人都是以色侍人，趋炎附势的谣言贱货。随便你。那这几日你去表真心了吗？殿下因为太热了，一直待在寒凉殿，我进不去啊。得，将2郎君叫来我书房。无论是太子殿下，还是公主殿下，或者不是殿下，对我而言都一般无二。你就是你。可恶，来晚了，怎么这么多谣言贱货呀？殿下瘦了。没事的，殿下，你要是想哭就哭吧。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我家里给安排了别的伙计，想从东宫调任出去。你是禁卫统领，到时候早点给我批过吧。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人往高处走，没什么不对的。你听了别人说我的谗言，便可上去与人争执。阿赵，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讲义气的人，朝堂上的风声你也知道，此时此刻一个个都走了，会让别人怎么看待殿下？我讲的是兄弟义气，又不是君臣义气。我不过是众多禁卫里的一个，如果赌赢了也占不到大便宜，输了却要被牵连。你当然不一样，你得到的好处和风险是等同的。阿赵，还记得你当初挤破头进入东宫时费了多大的力吗？如今仅仅是一点小风波就放弃了吗？兄弟只是求你办个事儿，你就推三阻四的是吧？放个人很难吗？
还是东宫已经落魄到缺我这个禁卫了？你自己爱表忠心，爱赌，别拉我。我家中一堆人呢，和你只有一个太监养父不一样，我做不到像你这样无牵无挂，毫无顾虑。好，人各有志，一旦做了决定，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背信弃义的人，就算去了别处，也得不到重用。别废话了，现在的情形留不住我的。谁要留你啊？不止禁卫，有些门道的工人们也在找方法离开。没想到陛下竟让我们母子再次团圆了。你是阿娘的心头肉啊，每个月才见一次怎么够？还被蒋知贤像盯犯人一样盯着。娘想教导你，和你说两句提起话都不行。现在好了，眼看陛下厌弃了太子，终于发现我们玉儿的好。娘就知道玉儿是最争气的。你本就是帝王长子，千百年就没有立女储君的规矩，现在被禁出岛了，论名正言顺，本该就是我的玉儿。可是我不知道阿耶为什么会突然和长子失和，为什么根本不重要，你只需知道现在是你的机会，你一定要好好表现，让你阿耶对你刮目相看，知道吗？知道了。娘就知道玉儿最听话了。娘让人给你熬了绿豆汤解暑，还备了冰酪，一路过来热了吧？走，咱们进去歇着。玉儿怎么看？儿认为照旧例便可。为何？因为那个罢了，朕来说吧。昨日见了孩子，妹妹这心里自然舒畅。毕竟咱们这个年纪，盼着的念头也就是孩子了。只要孩子随自己在身边，能时常相见，心情哪有不好的？更遑论孩子出息，讨得陛下欢心。既然各宫无事，今日就散了吧。阿慈，你看看他那得意的样，不就是自己儿子稍微得脸一点吗？连王都没封呢。咱们初二可是储君，他们也能比？还真气着你了。上个月陛下的新宠下你脸面，你都没动气啊？新宠那能一样吗？入宫这么多年了，谁还把心放在那狗男人身上？这次是孩子的事儿。玉儿这些日子协助朕处理公务也是辛苦，朕决定给你三弟封个王位。恭喜玉儿！还不谢恩？贝静玉呆呆的，被提醒后才反应过来，连忙谢恩。就不必让礼部你封号了，朕决意封你为秦王。太子回去吧，玉儿随朕进来就是。你说，陛下突然转变的态度，是做戏，还是想用他制衡我？又或者说，真的想扶三皇子上位，顶替我？现在的问题是，殿下，你敢赌吗？你是出生朝阳，如日中天，世人寿数本就短暂，大多人在不惑之年就去往黄泉，相比起陛下，已将埋入莫库。从前你年幼稚嫩，自然百般的信任宠爱，如今殿下长大了，惹来猜忌也是常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为臣之道也是小心藏锋，不能让君王感受到威胁。殿下和陛下既是父女，也是君臣。你在说什么奸佞之言？我和阿爷15年的父女之谊，舐犊之情，怎会轻易就被他猜忌？阿爷疑心重，但从不疑我。你休要挑拨。最近不少朋友反馈，手机刷视频屏幕太小，可以试试抖音电脑版，大屏看游戏直播刷抖音，更爽更高清，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免费设置研制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他说的气势十足，却是色厉内荏，像是用反驳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坚定。可心中早已波涛汹涌，早有猜测了，只是不愿相信。殿下，大约开国起就没有一个顺利上位的储君，您为什么会觉得
自己是例外。难道前几位太子立储时，他们的君父就不宠爱信重他们吗？他们之间就没有父子情深的时候吗？有没有人说过，你真的很讨厌？没有，人家都说我知礼守节，赞不绝口，只有殿下讨厌我。旁人家的孩子建功立业，都是追逐外面的世界，只有皇家人的目标，都是盯着一把龙椅的位置，争斗厮杀。是啊，还是普通百姓家，幸福和乐。谁说的？再让姑选，姑还是想投身皇室。要是没有皇室血脉，想要做至高位置，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若非局势改变，一个女人爬得再高，也只有做皇后。既能万人之上，何必一人之下？与其无忧无虑，但蒙昧的活一辈子，姑宁愿受皇权带来的苦。我就是要权，要势，要江山。殿下是把臣当自己人了？啊，他反应好迟钝。最近不少朋友反馈，手机刷视频屏幕太小，可以试试抖音电脑版。大屏看游戏直播刷抖音，更爽更高清，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到时候我要仿着韩良殿建一个大大的凉亭避暑，在府里留好几间客房，邀请我的小姊妹们来陪我玩。那你可就不能经常见到长子喽。所以趁着出宫前，我才经常来找阿紫啊。我还经常去找大母、找阿娘、找阿耶，找到你们烦我了，以后就可以少见几次啦。谢谢，已经开始烦了。弟弟妹妹们就不用找了，反正他们迟早也会开府的。皇嗣的府邸都在一个方里，可以常常串门。若是大家都开府了，那时候的串门就是寒暄了，和现在的玩耍可不一样。你还是现在多去找他们玩吧。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不都是在一起玩吗？你见过阿耶和姑姑们一起玩吗？没有，我以为阿耶不爱和别人一起玩。阿耶在做阿耶前也是别人的弟弟或阿兄啊。所以长子的意思是，等我们长大了都开府以后，弟弟妹妹们都不会在一起玩了吗？不一定，若是你一直当个小呆瓜，大家还是会找你玩的。哦，啊，反正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生疏，那就珍惜现在吧。长子，我去找小三他们啦。真的不能叫老三吗？长子，您终于来了，等您好久了，跟我来吧。长子，我不是想我。听说长子比我们提前到了一步，我和四妹妹知道小三抽不开身，就自己进来了。长子，三兄，哎呀，好饿好饿！我今日起晚了没用早膳。小三，给你赐我上盘点心。三兄，你真厉害，你可是咱们大院现在唯一一个亲王殿下，阿耶给你的封号多威风啊！哎呀，等你长大了，阿耶也会给你封的。我们可不一样，现在除了你，谁还能时常跟在阿耶身边，甚至随意进出甘露殿？你可是阿耶最宠爱的儿子，我和小六最多能得阿耶的半分目光。三兄，你可要罩着弟弟啊！我是你阿兄，当然会照顾你的。多日不见长子，长子风采美貌更胜从前呀，不愧是被世人称赞的宜光太子。说明你不时常去拜见长子，这是你的过错。日后去东宫的时候，我拉着你一块儿吧。下次再说吧。主要是以往想见长子，都不用特意跑一趟东宫，只要向阿耶请安，都是能偶遇长子的。唉，现在嘛，就常常遇见三兄了。确实是弟弟没注意到，来日想拜访长子，还是特意跑一趟东宫吧。哎呦，那只能证明五兄和长子最近少了偶遇的缘分。我就连逛个御花园都能见到长子呢。既然见得少了，未免感情生疏，确实要多拜访。一群小崽子打着机锋，之后的杯烟雨也听不懂了，无聊得很。他就兴致勃勃地去找自己的伴读玩。四公主看着一直想搞事的五皇子，也叹了口气，暂时回避。
倒是小六还留着，努力抵挡着老五的作死。长子好平静啊，长子越平静，他越害怕。这不长脑子的五兄，以为把长子真惹恼了，大庭广众之下就不会动他吗？终于，贝静初站起来了。贝静初走到五皇子面前，五皇子却仿佛看见黑无常朝他一步一步走来。贝静初伸手在五皇子肩膀上拍了拍，随后掠过他走了。五兄，长子走远了。拜见太子殿下。常氏的郎君来找过做什么？臣欲储君，怎能不拜？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我问的不是这个。搁这玩什么文字游戏？宴会上光明正大的说两句，即使被长辈看在眼里，也没人会觉得臣和殿下会有私交。偷偷摸摸又被逮住了尾巴，才会引人起疑。谁跟你有私交了？果然是用完就丢啊！是我理亏，私交就私交吧。殿下可知陛下态度突然转变的原因？怎么，你知道？看来殿下不知道啊，臣还以为是您和陛下串通好的呢。虽然从殿下嘴里套出来的不一定是真的，但臣觉得您没有说谎。许多事哪里找得到根源？他们只知晓自己的希望来了，咬钩的鱼只看得见饵，哪里会发觉连着的垂竿呢？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推荐大家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游戏直播更爽更高清，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可以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你的意思是，陛下所为是为了引鱼上钩？倒也不尽然，毕竟鱼是看不出钩的，万一没有，真的是纯粹的饵料，殿下敢赌吗？臣不能和殿下待着太久了，殿下没了名声，还多的是狂风浪蝶，臣没了名声，可娶不到妻子了。臣先行告退。不是，你等等，解释一下，为什么真的把我说的和什么渣女一样啊？伯父，刚才和太子聊什么呢？撞见了，拜会1、2罢了。阿慈，你和小三是不是有矛盾呀？不是矛盾，是争端。那我们要是打起来，也诽谤谁啊？真的不能好好解决吗？一定要打起来吗？不知道，我有哪里想打起来？我是说，万一呢？我不想你们打起来。我也不想我们打起来，可是那个人想。虽然不知道阿耶为什么脑子突然坏掉了，但长子有什么吩咐能让我做的，妹妹定赴汤蹈火。你既然能看懂眼前的情形，就该知道明哲保身才是对的。只要你不插手，不论谁输谁赢，你都是尊贵的公主。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推荐大家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游戏直播更爽更高清，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可以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公主和公主的区别，比公主和狗的还大。因为我希望长子赢，长子于国于民的善举，对我而言其实没有感觉，但旁的不说，我知道是从阿紫开始，公主的俸禄才能齐平皇子，我才能和兄弟们享有同样的待遇。我不明白，都是一个父亲生的，凭什么公主的户邑只有300户，亲王却有800户？若是长子赢了，日后姊妹们开府出将，我相信公主也不会比亲王差的，对吗？自然。我不敢想，若是长子真的输了，公主们的地位一夜回到当年，出现驸马都能虐待公主的事，我还不如随着长子一起被清算得了，反正也没什么活头。从前你一有空就缩在自己的寝宫里不问世事，阿紫还不知道你有这份志气。从前长子地位稳固，我没什么用，也落得清闲，等着长大开府就是了。既然阿耶昏了头，为人子女的就要好好帮他分忧。阿紫定不负你所望。初儿啊，你让一让。大母，姑姑，有劳在大母身边添一张椅子。
而这里离大母还是远了，哪里看得够？三弟若是无要紧事，一会儿散朝了，留在仁寿殿陪大母多叙叙旧。是，长子。太后以前都是最疼爱殿下的，别人就算了，难道亲祖母也落井下石吗？亲祖母又怎么了？孙女，对她来说不过是儿子的女儿。对一个母亲来讲，孩子定然比孙辈重要。阿爷看重谁，她也跟着看重谁。大母也不是不疼我了，只是将我和玉儿看得一样重了。怎么把你也惊动了？请太医来就够了。左右清闲，听你有了难处，我当然要来看看。之前来的太医说回天乏术，不然我也不会麻烦你。人就是这么脆弱，生了些小病小灾的就能带走性命。若是阿娘也走了，整个婉园就剩我一个人了。太医成医术比普通太医深厚许多，兴许没那么严重。殿下恕罪，臣等无能为力。不久，婉然挂起了素稿。原本相依为命的母亲离世，她心中的孤独感升至顶峰。若不是来祭奠的友人同僚纷纷安慰她，周欢九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崩溃。周玉来到这儿的时候，他升起了为数不多的仅剩的父女之情。他很想看到一个亲人，于是放周玉进来了。九儿，按规矩，你不能为你母亲服孝的。礼记服丧篇曰：为父后者，为出母无福。继承家业的儿女，不得对被父亲休弃的母亲服丧。你可是我的长女，我的家业当然都要你来继承了。当然了，你可以说你母亲是和离，但是这不重要。你还是在弘文馆读书的，不会都还给先生了吧？啊，只要你给我一笔银子，我就把你母亲再娶回去，你就能给她带孝送行了。其实确实不合规矩。滚！你给我滚！来人！来人！把他给我打出去！周欢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众目睽睽，你赶走自己的生父，你不孝，你还想做官吗？啊，不孝之人也配做官？来人呐，评评理呀！天底下竟然有女儿欺辱父亲的事啊！我怎么这么命苦啊？生了一个不孝女呀！好狠的心呐！杀人了！他不仅仅祭拜被我休弃的姐夫，还要打走自己的父亲呢！滚啊！狗屁的规矩，狗屁的出母无福！你去告我呀！你去弄死我呀！你弄不死我，你就给我滚！我才不想看见你！周监察，周老好歹是你的亲生父亲，总是千不该万不该，他已经垂垂老矣，对父亲动粗不太好吧？哎呀，是啊，其实周老说的话也没错，出母无福，只是言辞不够委婉。周坚成为母扶丧已经是有违礼制了，再赶走生父实在太出格了。我们大院最重孝道，此举有碍仕途啊！再大的仇怨也比不过生养之恩呢。周坚成长大成人了，就必须奉养生父。周欢九脑中混沌一片，这些人是他的同僚，是他往来交际的熟人，为什么一个不认识的老翁出现在他们面前，说是他的父亲？然后不管他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他们都会帮着他指责他，他不孝，不遵礼法，不敬尊长，祭拜出母，他仿佛罪大恶极。九九，先装一装样子吧，将这一关渡过去，等人都走了再收拾他也不迟。不要和礼法作对，你还有大好的仕途呢。皇太子殿下驾到！灵堂喧哗的客人还招待什么？还不赶出去！别扰了王者清静。多谢你们，多谢殿下。方才发生何事？被静初询问不远处的殷楚，殷楚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不用听他屁话，你该拜就拜，该守就守。周坚城纯孝，定能上感动天呐！哎，是啊是啊，老夫人在天有灵，也会倍感欣慰的。为父后者，出母无父，周坚城又不是嫡长子，怎么不能为母守孝？太子殿下也不是嫡长子，难道就不是储君了吗？现在女子也能继承父亲的家业，周坚城身为继承生父家业的长女，自然是为父后者。莫非这些女子既要又要，又想做继承者，又不想承担继承人的责任吗？你，太子，你如何看的？儿以为周坚城为母守丧，天经地义。出母无福，有悖人伦。子孝母是天性，是回报生恩养恩。若因母亲出门，便视其为亲缘断绝，才不配为人。说得好。既然太子纯孝，即日起便将生母接入东宫奉养。其事虽不为后妃，对太子却有生恩，理应受到尽孝。太子作为臣民表率，理当以身作则。儿遵旨。宝宝，宝宝，你是阿娘最出息的孩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太子，你会让阿娘过上好日子。娘子啊，娘子！死阉人，你没看见我在哄孩子吗？我女儿可是太子，要是没哄好又哭了，你小心你的脑袋！哎呦，娘子，别哄这块破布了。您真正的亲生女儿来接您了，接您去东宫享福的，就是太子殿下。他接我去享福？是啊，您再也不用过这苦日子了，以后您就是东宫的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殿下，秦娘子被接回来了，莫请郡君问该如何安置。冷宫什么样就继续什么样。他对我确实有生恩，生而不养，那我也让他活着，只是活着，吊着一口气不让死了就行。陛下不可能监视我有没有真的孝顺他。东宫也不是谁都能打听消息的地方。烟雨，你知道吗？你长子是害死你外祖一家的仇人，你外祖一家都在天上看着你呢。既然贝静初已经不是你阿爷属意的储君了，你就不要和他过于亲近，必要时顺水推舟，帮你外祖家帮阿娘报仇啊！娘，你是不是中邪了呀？我去找大师给你驱邪吧。以前太子势大，且你阿爷一心培养他，根本没有别人的出头之地。他也是害怕你得罪他，不愿让你背负上一代的恩怨，想让你快快乐乐的长大，所以才不告诉你一个人背负着血海深仇。那阿娘现在为什么不继续让我快快乐乐长大呢？一个人都背负了10几年的血海深仇了，为什么不继续背呢？是因为看我太快乐不乐意吗？以前是没有报仇的机会，阿娘只能瞒着你。现在你阿爷更看重秦王，若是让贝静初成为废太子，我们就有机会报仇了。当年娘和你外大母朝贝静初下手，那也是为了给你铺路啊，你可不能没有良心。所以外祖一家被灭，是因为他们朝长子下手？那这么说来，外祖一家根本不无辜啊！谁家朝公主下手还能活得好好的？要是德妃什么的母家朝我下手，难道阿娘愿意看着他们一家人继续荣华富贵吗？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有良心的东西，连亲疏远近都不分？论亲疏远近，也是亲子没更近啊！娘，长子从来都没有说过你的坏话，你为什么总是说他的坏话？你再这样，我真的要生气了。眼看着他对秦王的偏爱和对太子的厌恶不似作假，蒋知贤也急了，给自己便宜儿子递了好几次消息，让他注意局势，若有不对及时抽身。但他不知道，他递的消息在蒋龙手手上还没热乎，就到了贝静初案前。贝静初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他就像一个不愿意相信自己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一样，拼命寻找着皇帝是做戏的证据。
保留一丝希望来说服自己。皇帝性情大变，不是因为对他的忌惮。蒋公公从小跟着阿耶，不亚于常烟皓月于我。他对阿耶的了解当是最深的。你说他给你弟的消息是真的，还是配合皇帝营造的戏码？义父对我视如己出，若是做戏，他应当会劝我稳住，表现忠心，切勿背主。视若己出，都比真正亲生来得好。蒋公公真是慈父心肠。师父，我又鬼混回来了。外面说陛下似乎想改立太子呢，我们真的不用帮忙吗？人家现在地位不稳，您只要出去说个什么天降地星糊弄一下，太子的地位不就稳固了吗？然后还可以携恩相报。死劫已过，他收复天下只差时间，一些小小的波折罢了，连阻碍都不能称之，不必理会。但是可以携恩相报啊。你要不继续鬼混几个月吧，别回来了。楚楚，你想做什么？私造龙袍，你疯了！我想做什么，不是很清楚了吗？你这可是要命的大事，你都已经是储君了，陛下就算此时对你不满，又能奈你何？奈何？一日不能奈何，不代表一世不能奈何。他扶持我做太子用了10年，把我拉下来可用不了10年。太子的存在对于皇帝来说本就是谋逆，一个名正言顺的身强体壮的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位置的人，谁知道是我先被他废了，还是他先退位呢？难道我为大越做了这么多，只是为了给别人铺路吗？可是这种事情谋成之前必须保密，我都意外知道你私造龙袍，怎么还是……龙袍呢？啊？不是说我私造龙袍吗？证据呢？没有证据就是诬告啊，唐子。你是在考验我？唐子也说了，必须守好秘密，万无一失。孤考验的并非唐子一人，而是孤选中的所有盟友，必须所有人都没问题，才能保住我们的命，是不是？孤也是为了唐子的身家性命着想。唐子可以多想几天，这是大事。那我若是没有来找你，而是直接去告发呢？那你走不出东宫了，唐子。还好啊，你们都没让我失望。虽然反应各不相同，都没有一个要告密的。真是意外之喜，姑还以为这几日又要造杀孽了。我知道了，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半个月后，最后一个人也给出了答案，愿意追随太子殿下左右。长子，你都好久没出门了，没病也要闷出病了。今天外面热闹，你陪我出去玩嘛。从小来找你，你都忙，天天就知道忙，从来没有好好的陪过我。现在终于不忙了，还是不陪我。我就知道你不喜欢我，你和阿爷一样，都喜欢小三。感觉脑瓜子嗡嗡的，亲的，妹妹是亲的。长子，我打听到小三在隔壁的厢房约见未婚妻，我们去瞧瞧未来弟媳吧。过几年就能见了，何必好奇？啊，过几年？长子你听听，这是人话吗？啊，当然不是人话啦，那是仙女话。这一天天的多无聊啊，咱们找点正事做嘛，阿紫。无聊的只有你，你要是实在无聊，就去找个班上。贝烟雨虽然没听懂他说的什么，但总觉得自己长子骂得很脏。贝烟雨见说服不了贝静初，没了同伙，只自己一个人气呼呼地凑热闹去。贝静初没清静多久，厢房的门就被敲响了。嘿嘿，长子在此，弟弟特来拜见。
妾长息拜见太子殿下。长娘子的学问困在闺中可惜了，你若是去参加去年的恩科，说不定已经入朝了。不提家风不许，就算妾去参加了恩科，有太子殿下在，也不会有妾一席之地吧。太子殿下，妾有疑问，您心中似乎有偏见，总觉得士族会欺压寒门，那您为何要欺压士族呢？姑怎么欺压士族了？殿下因为亲近寒门，便排挤士族学子，大家的才能都差不多，但是殿下却在科举时优先选定寒门的考生，让无数有才之士因出身无法施展抱负，是也不是？就因为自己的出身就遭到殿下排挤，出身并非他们的错，殿下为何不能一视同仁？长娘子自懂事起，便是名师大儒教导，即便长家不允许族中女子参与科举，只是让你们读书明理，将来能侍奉夫君，打理家宅，更不用说你被给予厚望的兄弟们得到的资源有多丰厚。殿下这是何意？没有丰厚的资源，如何能饱读诗书？像一些耕读人家，家中书都没有几卷，只能抱着几本四书五经在那里啃。教书的先生迂腐死板，最多是个童子秀才，甚至更差些的，没有功名，只识了几个字都能做先生，无人教导，无人引领，纯靠自己的悟性考成举子。而你的兄弟们有数不尽的名著简读，想请就请的名士大家，就这样堆起来的人，最后竟还和寒门子弟的才能相差不多。这未免也太废物了。无人引导，无书可读，就能自学成才吗？都说高门贵女见识广博，但见识并非了解世间繁华礼仪规矩。长娘子了解衣料宝石有多么华贵，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农家的采茶人了解茶叶的特性，土地时令对茶叶的影响，耕田的农人懂得如何是农桑，而长娘子或许连下锅前的菜叶都分不清什么是什么吧。长娘子自小堆在富贵锦绣里，大门不出，自然不知民生之间。是妾误会殿下了，都是……原来真的是个讲道理认死理的小傻子。他不由对贝京玉产生了一丝担心，这一傻傻一窝的，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哟？七夕夜，点孔明灯许愿是惯例。贝静初看着灯，不知道该许什么，他准备剽窃一下身边人的愿望。那人大咧咧地展示出来，想要个名分。你觉得上天会实现你的愿望吗？愿望不是写给上天看的，是写给娘子看的。少年带着期盼的眼神就看过来，湿漉漉的，像只又白的小奶狗，仿佛给一根骨头就能翻出肚皮打滚撒娇摇尾巴。贝静初被鼓得差点就要直接脱口而出好，见他迟迟不说话，蒋龙手眼里的光暗了下来。属下知道了。你刚刚说什么？没什么，娘子听错了。今日七夕佳节，既然已许了终身，我和娘子能否做一夜的有情人？走啊，发什么呆呢？我以前以为许郎君家世高贵，又和娘子青梅竹马，会是娘子选的正夫，不像我，只有一颗对娘子的真心罢了。我懂你，我也是绿茶。我这一生呢，可以有男宠，但不会有夫婿，甚至我的孩子们也不能让世人知道他们的生父是谁。为什么？我7岁随红龙馆在民间游历时，听说过一种说法，叫3代还宗，意思就是女子招赘上门，自她开始，儿女孙辈这3代需要随女子姓，3代之后便还宗改姓随赘婿，来表达对女子的尊敬。这个世道对父族的崇拜太过狂热了，若姑将来真的登临帝位，传于后人，结果他们搞一个3代还宗，江山改姓，皇嗣的生父被追封皇帝，姑从先帝追封大行皇后，那姑就真的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了。
私兵招募的如何了？穷途末路的人并不难找，只要有钱财，他们随时都可以为之卖命。好了，不谈公事了。就是这了，我喜欢的紧。夫君买嘛，我就喜欢这里。被自己恶心到了的。买。哎呀，二位感情真好啊，在下很少能见到这般亲密的夫妻呢。我爷娘啊，在这庄子里白头偕老，恩爱一生，若非实在缺银子，也不可能卖的。相信您二位在这里也能和他们一样，白首与共，儿孙满堂啊！清醒一点。他们一人扮作娇气的夫人，一人扮作富甲一方、豪掷千金的丈夫，十分爽快地买下了这片别业。夫君，回家吧。蒋龙手顿了顿，缓缓点头，有点舍不得回去。七夕之后，贝静初以身体不适为由出宫养病，远离朝堂。这招以退为进，没有引起什么水花，除了能在谋反中出力的心腹，就连常烟都以为他真的心力交瘁，退避三舍。殿下本来身子就不好，就别陪着蒋统领出游了。大夏天的，有什么风景可看呀？在园子里躺着聊聊天，也能培养感情呀。姑难得精神头好一点，当然要陪着阿守出去啊。他因为姑整日被关在四四方方的园子里，实在太让姑心疼了。姑只是稍作补偿而已，比起他的付出，根本不值一提。常言表面冷静，内心抓狂，也只能化作死亡射线，狠狠地瞪着蒋龙手。蒋龙手不敢说话，没事儿，替主上兼心爱的姑娘背锅罢了。他脊椎好，背得动。阿守，你今日辛苦了，下去休息吧。放肆！何人在此吵闹？拖下去处理了。殿下，殿下救命！求太子殿下救救奴婢和奴婢的妹妹吧。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但是奴婢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回家探亲的时候，发现妹妹被抓了。他用妹妹威胁奴婢，一定要勾引到您，成为您的枕边人，然后给他传递消息。奴婢知道自己罪该万死，但是奴婢全家都死了，就剩一个妹妹了。求求殿下，求求殿下，救救她吧！叫什么名字？回殿下，奴婢阿洛。你背后之人要你如何传信？他说奴婢先成为殿下的枕边人再说，没用的人不配知道那么多。今日起去姑身边伺候。是，奴婢谢殿下大恩。殿下是可怜他吗？万一是苦肉计呢？那就让人盯着他。唉，我像是什么轻信于人的傻子吗？没多久，贝静初就拿到了阿洛的完整身世，什么好赌的爹、去世的妈、上学的妹妹、破碎的他突然就懂了总裁文理，男主是怎么看可怜兮兮的小白花女主了。阿洛成了迦兰院近身侍候的人，不少人猜测他是不是太子的通房。因着这样不清不楚的关系，他说他的任务完成了，那边人并没有对他的妹妹做什么，传递消息的钉子被他供了出来。贝静初没急着去拔，而是借着他向对方传递假消息。他对阿洛不信任，准确地说，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全心全意的信任。好像越长大越能理解皇帝的多疑，因为不敢赌，宁可错杀，不可放过。阿洛避开了人，将纸条交到另一个人手上，而这个细作却不是他交代给贝静初的人。我们编造的身世可怜，那小丫头对我怜惜的紧，现在我已经在她身边伺候了，且等些时日，必让她为我神魂颠倒。真的这么顺利？再怎么样也不过是个雏儿，我在情场上纵横多年，还拿不下一个小女人吗？你小心点，要是坏了主子的大计。知道了，知道了。他怎么这样？简直是利用殿下的好心，幸好发现了他的真面目，不然就麻烦了。听说殿下近日看上了一个人做贴身侍从。回郎君，正是奴婢。就是这个人，看着也不怎么样嘛。面对许承胄直白的贬低，阿洛脸色唰的一下苍白下来，肩膀微微抖着，像是不堪受辱一般。喂，你这招太低劣了，
我都不知道用过多少次了。他怎么好像很骄傲？殿下，你和他计较什么？别降了自个儿的身份。你是什么人，他又是什么人？用得着你气着自己？我就知道殿下最好了。殿下，中书令当初给你求赐婚圣旨的时候，不是保证过不许你争风吃醋吗？他们说殿下身边出现了一个正常的男子，不像之前清一色的太监，怕是你看中就要做通房的。我想好好看看究竟是多么绝色的美男子才能让太子殿下都心动，连身子骨都不顾了。我知道自己不该来闹，但是我忍不住嘛。还不是殿下一直纵容我，不然我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犯错啊。我错了。他赞美他，夸奖他，把所有美好的词语都夸遍了。不错，有眼光。咱们殿下就是秀外慧中，文韬武略，顶天立地，乐善好施，狼艳独绝，精彩丰溢，义薄云天，博学多才，仪表堂堂，厚德载物，温文尔雅的人。您这样的人就不该是生在人间的，真乃天人也。阿洛真没有眼光，竟然只看到了您10不足1的美好。阿洛，看来你还要在殿下面前多待些时间，好好看看咱们殿下是有多好。唉，可惜奴婢才疏学浅，说不出殿下一半的好。这滤镜有800米吧，闹得贝静初接下来几天都规规矩矩的，生怕崩了常言心中的人设。别忘了你的身份，要是我们把你做过的事揭发到太子面前，你还能得到他的宠爱吗？别因为一时的富贵就鬼迷心窍。你是普通人，不懂朝中局势，身为太子却没有居住东宫，是因为太子已经失势，过不了多久就被废了。下一任太子是我们主子效忠的人，你要是叛变了去帮太子，到时他被废了，你也只能跟着他吃苦，给我们办事却能得到一大笔钱，你可不要昏了头啊。您放心，我知道自己的位置。于是当贝静初他们将机密的奏本遗落的时候，被阿洛看了，誊抄给了那细作。不愧是惯用美男计的高手，这么轻松就钓到了女人的心，我会向主子禀明你的功劳的。这届探子不行啊，怎么没一个能打的？这么明显的陷阱都能踩进来，什么人都能当奸细了，连门槛都没有。可能是因为他长得还不错，所以别人觉得殿下您是饥不择食的大色魔。别弄出太大动静，打搅了殿下，带出去再处理了就是。那份被泄露的折子里装的是贤妃的罪证，一份能将贤妃拉下马的罪证，让背后之人失了些理智。果然没多久，宫里就传出了德妃陷害贤妃被降位禁足的消息。献上证据的张家郎君被家族责罚抛弃，因为弟弟失去了族中长辈的信任，他取代了弟弟原先的位置。就算张家因为秦王变得更上一层楼又怎么样？享受的、作威作福的都是我的兄弟，我能拥有什么？不过是从嫁一个侯爵变成嫁一个公爵的区别而已。关我的笼子变大了，我依旧要给联姻的人打理后院，给他生儿子，给他娶小妾，守着七出这条过一辈子。然后我的兄弟们用我的下半生换来的好处，吃香喝辣，游手好闲。他们从未将我当作家人，为什么我要把他们当作家人呢？还不如作为妾，向殿下表忠心的投名状，作为妾的垫脚石呢。所以贝静初也帮他一把，将他的竞争对手搞下去。殿下，贤妃召您进宫一叙。姑久病在床，身子不好，不宜舟车劳顿。贤妃说了，您在园中闷了许久，要出去活动活动，不然人都要躺废了。哎，嬷嬷见谅，姑今日实在是身子不适，改日好些了再去拜见贤妃。殿下身子不适，奴婢们也不能强来，但是贤妃说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您别逼着他亲自出宫来找您。知道了，我明日便进宫看望贤妃。殿下，进去吧。儿请陛下万安。起吧。儿久病不愈，身子不好，不能一直站着，阿爷见谅。阿爷今日身体有恙，闻到一丝苦味。太子，打听龙体，不是你该做的事情。既然阿爷安好，儿就不多叨扰了，这便去拜会贤妃。你说，太子是真病了，还是装的？奴婢也不是太医，看不出来殿下的病症，但是观殿下面色，确实不如以往红润。废话，朕又不是瞎的。站住！过来。哎呀，在宫外住久了，连方向都找不着了。原来师父和姨姨在这儿啊！哎呦，楚楚想死你们了！你心虚什么？怎么像个小狗腿子似的？哪有，我就是想你们了呀。师父也想你了。趁今天的机会，咱们过招吧，看看你练得怎么样了。可是师父，我还病着呢，人家只是个柔弱可怜的小女孩，做什么整天打打杀杀的呢？你这还只是生病呢，一役吓得差点没了，大半夜的突然被婢女唤起来，说贤妃意图戕害张婕妤和秦王。什么？竟还有这等事？师父没事吧？太惊险了！是何等胆人，竟陷害师父！我相信师父绝不可能是那种人的。这般拙劣的陷害手段，每个证据都是子虚乌有，轻易便能推翻的，一看就是故意设的局。就算没有你在后面推手，也和你脱不了干系。啊？这样吗？我不知道啊。那他们可真是太倒霉了。阿紫，咱们也不是今日才知他是个小泼皮，这事儿啊就接过吧。孩子现在好难得才进宫一趟的。今天的屁屁保住了，没有挨打呢。贝静初带着吃得圆滚滚的肚子回去了。据上次见到贵妃没多久，便收到了宫内的来信，说是皇帝被歹人控制，让他入宫清君侧救驾。一股兴奋迅速传递到脑中，机会来了。常爷，传！被激动压下去的理智在此时冒头，不对劲。站起来的贝静初缓缓坐下，平复自己的情绪。殿下，怎么了？哦，无事，方才想到了什么，突然又忘了。那奴婢在这待着，省得殿下好不容易想起来，等奴婢进来时又忘了。他再次拿起手中的信件，思维飞速运转，想过无数猜测，最后眼前一黑，极度的恐慌蔓延上来，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私兵的事或许被泄露出去了。殿下，你怎么了？殿下，奴婢去传太医。不必，传蒋统领来，快！他们是想试探您。你也看出来了。随着兵甲声入耳，朱妃嘴角的笑容越来越大。贵妃紧紧捏着手心，自己似乎做错了判断。儿收到贵妃的密信，听闻阿爷有难，也来不及确定真伪，忙召了所有能调齐的人手前来救驾。不过看着似乎有什么误会。禁卫人数不过尔，如果连南北衙禁军都无法抗衡，太子再带些人来，也不过是螳臂当车，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儿知晓，但身为人子，知父有难，即使飞蛾扑火又何妨呢？总不能真坐以待毙。这次是朱妃好心，却禀了错误的消息，盗猎场乌龙，让太子受惊了。是啊，都怪我，接到了消息也不知真假，就忙忙去禀告贵妃了。谁成想贵妃竟直接写信向太子求助呢，确实心急了些。朱妃是好意，但也犯了错误，就罚1年俸禄，回去静思己过，下次不可如此莽撞了。是。长子，蠢货，
慢点移。今天的事，我知道是个局，但究竟是什么样的陷阱？若是我今日真的带兵进宫，就意味着我能跳过陛下直接调兵，届时我在军中的人手皆会被暴露清算。太惊险了，还好你聪明，不然就被我连累了。陛下对朱妃罚的也太轻了，怎么陷入那样的境地？他竟然就只是罚凤和思过而已，这过究竟撕没撕，还不是他一张嘴的事情。哼，别人明面上确实只有失误之罪，这些阴谋算计能拿到明面上说吗？咱们只能认了。至于这仇，再找机会报就是了。公务是一一管着的，气不过就给他使使绊子，将胸中的郁气出了，他们也不能拿我们如何。阿娘，你们做了什么？长姐前几日怎么突然带禁卫闯宫？就这么安安稳稳的不好吗？为什么非要闹事啊？你这又是在闹什么呀？这是你跟阿娘说话的态度吗？你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知不知道功效二字怎么写？我当然知道，但是你们为什么闹搞这些阴谋诡计？本来长姐现在对我就不如以前了，再这样，我们姐弟真的要成仇人了。你在想什么呀？你不会现在还在期待着什么手足亲情吧？玉儿，你们是在争皇位啊，不是你死就是他亡。天家利益面前，你还真想把他当成护年爱你的阿紫吗？一定要你死我活吗？贝京玉有些痛苦地蹲下，捂着头。明明一开始他只想在阿爷眼中的分量更重一点，哪个孩子不想得到一句父母的肯定？他也想像长子一样成为阿耶可以夸耀的骄傲，而不是说起来就只是一句玉儿健健康康的就够了，万事都有你长子呢。他是大越的储君，王朝未来的希望，而他们不过是备选，不过是防着他出现意外身亡后防止宗室作乱设计动荡的替补。贝京玉一直都知道，一直都有自知之明，那一点小小的不甘就像一颗种子蜷缩在泥地里，若是没有浇水就永远不会生根发芽。而不知何时阿爷终于看到了他，迟了14年的肯定来到他身边，是那样大的诱惑。他被这几个月的繁华迷了眼，像是厚积薄发似的，突然就成了可以和长子并肩相提的存在。可是他只是想被看到而已，而不是去想赌那个泼天权势，尤其是以手足相残血缘反目为代价。不，我不想，我们不要生了好不好？阿娘，我们认输吧，及时止损就不会那样了。张婕妤闭了闭眼，那一点心疼被欲望腐蚀。你不想有什么用？别告诉我你只是想出风头，出风头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是你死了就算了，你背后站着的党羽全部都要被你牵连。我，你外大父，你张家的表兄表妹一大家子，还有你的未婚妻，这还只是数得上的，那些数不上的一群人全都要被你的无能牵连，只是因为你的退缩。玉儿，我们全家的命都在你身上了，你是选你的手足，还是选你的外家和那些支持你的朋友呢？贝京玉眼神空旷，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张婕妤知道，他无忧无虑的孩子呀，在他14岁的这一年终究离开了。今天我去找国师了，问他一点事情。然后呢？然后他的弟子说他在搓澡。我寻思他不是修仙的吗？居然还要洗澡啊，我就很好奇啊。你去看了？我是那种人吗？我当然是帮他搓呀，他太不知感恩了。我进去的时候他应该说谢谢，而不是你是谁，你怎么进来的这种话。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别说，还挺好听。那你看见国师的样子了吗？有没有长得很帅？长得很爽。什么叫长得很爽？没看清脸，
但是胸比我还大。这是什么洗面奶呀？初初，国师是方外之人，一直很神秘，若是拖入俗世，没有好结果的。你别对他升起谈情说爱的欲望。我没有和他谈情说爱的欲望，对他只有欲望。打扰了，真是狮子头上一把刀。一身轻松没了事儿做的太子越发骄奢淫逸，声色犬马起来。今日贝静初依旧在进行自己的享乐事业。凯旋回京的雷涅尔看着这一幕就是眼前一黑，好一个昏君模样。涅尔，一起来玩啊！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就算陛下因为那场刺杀怀疑你，你不好受。都过了小半年了，也该缓过来了吧？缓过来又能怎么样呢？他是一国之君，生杀予夺，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他也能轻易毁掉。可是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现在陛下废不了你，是靠着你之前积累的威望和功劳。可是你再颓废下去，那些东西都会被消耗殆尽的。虽然说起来不好听，女子为储君，本来也不是正统。如果没有那些的加持，你就危险了。哦，那我应该怎么办？当然是证明给陛下和天下所有人看，你就是最优秀的。没发烧啊，看来是真傻。幸好还有姑挺着，不然东宫的未来真是一眼望到头啊！骂的有点脏了，楚楚。唉，人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的。他已经在忌惮我了。我越优秀，而越碍眼。可是颓废下去也是一样的，只是过程慢一点而已。慢点总比快点好吧？趁着还没有被废，咱们及时行乐啊！贝静初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他挥挥爪子，让常言把乐师舞男都喊进来。室内又是一片歌舞升平的靡靡之音。雷涅尔眼神放空，对贝静初当下的状态有些接受无能，劝说的话到了嘴边，又生生咽下去。他已经够伤心了，既然只能等待命运的审判，何不让他放纵一把？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东宫的奢侈就像是末路的狂欢，就这样来到了贝静初的16岁生辰。蒋统领在何处？回殿下，蒋统领应当在巡房，让他过来，把活交给姓雷的就行了。我们可是日日厮混在一起，你别这么僵硬。原是如此，臣这男子皮相不错，但论起别的来，在蒋统领面前是一点不够看。殿下真是有福啊，看来好事将近了。哼，话真好听。少。许承胄急忙站起身，袖子带着桌上的碗碟翻了，他那双失神的眼睛让贝静初觉得自己好像是什么虐文男主。当时选谁来做他爱的人，也不是没考虑过许承胄，但是我不敢用啊。他父亲是许兰七，最是会揣摩人心。要是被许承胄知道了，我怕瞒不过他父亲。愣着干什么？还不坐下来？你以为站着就能让太子喜欢你吗？只会让更多人看你笑话。明明我也在东宫做事，我也常常见着他。我觉得他是喜欢我的，为什么现在又喜欢别人了？可能不是不喜欢你了，太子应当还是喜欢你的，只是同时也喜欢别人。就像为父喜欢你娘，也喜欢你姨娘。是吗？回去再跟你算账。从前你得势的时候，这些人逢年过节都是挖空心思往你这儿送礼，值钱的都只能算普通，还得精巧珍惜，全天下独一无二，找不出几件的。现在嘛，像这比翼莲花纹金碗，还有这一盒东珠，送的不知普通了多少。我觉得挺好的呀，独特不独特重要吗？值钱就好。俗气。对，我就是俗气。贝静初伸出手，随意往金碗上弹了一下，弹了个坑出来。滚，别碍事。哎呀，堂子越来越暴躁了。徐子子才回来，便赶上姑的生辰，之后递帖子拜访，约到今日才给你接风。徐子子从小疼我，不会介意吧？
按理说阿昼以后是姑的成灰，叫你子子是乱了辈分，但是姑从小换习惯了，也懒得改，谁叫阿昼才是后来的呢？殿下还记得小时候的事？记得，许子子在宫里的时候，姑在新年还要过你的红包。听兄长说，阿昼那孩子对你用情至深，不知殿下对他又是什么想法？臣也曾被负心过，痴心再未成婚，无儿无女，不希望侄子也成为一个伤心人。自然是陛下所赐的成灰，能有什么想法？太子殿下，臣自小看着你长大，臣知道自己不配说教于殿下，但实在不愿看当初抱过、给过压岁钱的孩子走上歧路。为何这次回京，便听您再不理朝政，还整日醉生梦死，臣免于纸醉金迷之中。魏静初张了张嘴，想解释的欲望转瞬被压了回去。自然是浮华渐欲迷人眼，姑怎么说也是一介凡人，从前殚精竭虑，难得休息一下，却更不想离开这以红微翠的萧金香了。许子子也别太辛苦了，忙了这么些年，也该是你享受的时候了，不如也试着同姑一起过着快活日子。可是殿下从前那么多努力，难道要为了一时的享乐毁于一旦吗？努力嘛，是努力不完的，就算操劳到老死，就能操劳完了吗？常言，上些好酒好菜来，再叫几个伶人和舞者。徐子子，人生苦短，当及时行乐呀。徐子子还没有见过男子跳的脱衣舞吧？姑这的人对此曲可熟练了。殿下，您若还是这般不思进取，也不能怪陛下如今更喜爱秦王。殿下，其实许少卿说的没错，您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程嫣，你要是不愿意在姑身边，姑也可以替你另谋他处。不是的，奴婢不是这个意思。不管殿下变成什么样子，奴婢都不愿意离开，只是抱着一点希望，希望您可以回到从前。殿下，奴婢知道错了。此等话以后不要再提。是。挺好的，连常言都这样想我，才能骗过别人。半年入春时，该是帝王每年行清宫礼时，皇帝却生了场病，便将此事交给了秦王。秦王却在去清宫礼时候遇刺了，而刺客的衣物里也搜到了东宫的令牌。殿下，陛下急召。陛下，我们玉儿一直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就是这次带您春耕，那也是奉命行事，从来都是您说什么他做什么，没有半点忤逆。难道就因为他太听话，就要遭此非来横祸吗？凶手就在眼前，难道陛下就这么放过他吗？太子是您的孩子，难道玉儿就不是了吗？我可怜的玉儿呀！这般明显的陷害招数，陛下自然不会被蒙蔽。有心之人故意勾起皇室内斗，手足戏强。姑明白张婕妤为母心乱，但陛下不可能着了小人的道，反倒让真凶逍遥法外。太子殿下真是巧言善辩呢。如今证据就明明白白的摆在眼前，刺客也已招供，就是你指使，人证物证俱在。若按你所说，那不是天下查案，所有的罪证都是栽赃陷害了。张婕妤，我知道你是因秦王的安危不明，悲伤过度，失去理智，但太子说的没错，且陛下也并未断案说是太子所为。你这般攀咬不放，才会让幕后凶手浑水摸鱼。什么幕后凶手？除了他，谁还和我的玉儿有怨？他此时更加心疼躺在床上的玉儿了，就连他这个做阿紫的，近来也是先心疼贝静玉，只是还没来得及问候。张婕妤究竟是想抓到刺杀玉儿的幕后凶手，还是迫不及待的想往姑身上泼脏水？行了，闭嘴吧。玉儿还没醒，你吵嚷什么？别扰了你儿子清静。贝静初也真当自己是来探望弟弟的，送了补品后关怀一番才离去，全程自如得很，不见半点心虚。实则贝静初心里却是紧张的，如果皇帝真的想废掉他，这就是现成的借口。直到顺利出去后才松了口气。殿下，是否要臣去寻觅真凶？那可不行，为了自证一个清白，就把咱们在暗处发展的人全都给抬到明面上，那可不划算。其实他和张婕妤是一样的，都
都不太在意真凶是谁，一个想从这件事抽身，一个想借此事搞垮他。想到还昏迷着的玉儿，贝静初轻叹一声，真可怜，竟连一个全心爱护的人都没有吗？只不过贝静初是阿紫，比不得生母亲近，她以为做母亲的该将自己唯一的儿子当命根子疼爱的。纠察证据是大理寺该干的，不是我们的活。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水搅浑。现在明面上看，是孤和秦王的举语最大，是他死后的获利者。我们就要再推1个、2个、许多个既得利益者出来，让所有人的视线不再只盯着孤。是。没多久，京中起了多则流言，说这次刺杀秦王的凶手是谁谁谁，尤其是在听说证人已经被抓捕之后。次日，贝静初就得到了消息，安排刺杀秦王的人是五皇子，但并非那证人坦白的，而是五皇子自乱阵脚，进了别人的圈套，想要连夜灭口，却是人赃俱获。最后五皇子也认罪了，顺理成章的，五皇子被终生圈禁了起来。这般之后，京城里才是真正平静了一段时日，直到从17岁的醉梦中醒来，贝静初还是没做好孤注一掷的准备。他在等一个时机，若是等不到，就等到自己的钱财将尽、弹尽粮绝时，不得已破釜沉舟。贝静初承认他自己有在逃避父女兵戎相见的那一天，但是他逃避着，有人却不逃避。阿爷，女儿敬你一杯。不是为父不想喝酒，是娘阿娘不允许啊。现在同僚敬酒，阿爷也是不喝的。难道今日是有什么好事值得为父破例吗？什么不让你喝？平时也没见得你这般听话，哪次回来不是一身酒气？只是我没说你而已，可别拿我当借口。念儿难得给你递台阶，你就接了吧。以我对他的了解，你再叨叨2句，他就要直接泼你脸上了。雷宁一转头，总觉得雷念儿脸上是有点狰狞，于是见好就收，直接接过喝了。雷念儿松了口气，做出一副受宠若惊的乖巧模样。盼儿，阿紫要你帮个忙，可以吗？当然可以。有时3刻的时候，你放火烧了自己的院子，让下人以为你在自己的屋子里没被救出来，等2刻钟之后再出来，明白吗？这阿紫是要做什么？嘘，别问，你就说愿不愿意。你在火中损失的1应财产，我都会赔给你的。我能回娘家，多亏了长子，一个小忙而已，如何能要长子的钱财？大不了我把值钱的先弄出来。那可不行，什么都不能拿出来，除了你。届时你就装作睡不着，去我院里找我的样子，不该带的东西就别带，是或者是意外，你什么都不知道，明白吗？入夜，雷宁睡得昏沉。雷念儿轻车熟路地摸到了书房，园子里的西边亮起了冲天的火光，守卫的注意一下子被引开，甚至分了些人去救火。雷念儿借着这个时机潜入了雷宁的书房，东翻西找，找到了南北衙进军的布防图。他掏出自己手上的那一份3年前的来对比，掏出炭笔改了几处变动的地方，改动完之后忙溜了出去。哎呀，老了，身子骨不中用了，喝了点酒就睡得天昏地暗了是。长子，我差点就没命了，好在我睡不着想要去找你，否则现在就是一具枯骨了。这便是家和万事兴啊！你们姊妹和睦，老天都帮你逃过一劫。好了，今夜有惊无险，大家都去歇着吧。客房没有打扫出来，盼儿，今夜你就和你长子挤一挤。林贵池想拉着雷宁回去，却被雷宁躲开了。我突然想起还有些公务，便先回书房了。等处理好，已经夜深，就不回去打扰你了，在这书房歇息就行。哎呀，真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他妈的好脏！雷将军还是有些本事在身上的，巡防布置得十分严密，几乎没有错漏之处，也就那么1-2条疏忽的地方，咱们可以从这儿突破。你父亲确实谨慎，这2处即使有机可乘，也不够我们带着人快速的杀进去。兵贵神速，掌控工程的速度越快越好。
否则惊动了郊外的驻扎军，咱们也是死路一条。你先回去歇着。昨日我去找布防图的时候，书房的守卫也不是能轻易骗过的，所以我让三妹妹放火烧院子，来了出调虎离山。调虎离山，我知道了。从前秋猎时，同欢恩的夫人马儿发狂，我借此发现了一种草药。京中的王孙贵族这么多，何必你自己以身犯险？早知道你这么疯，我就不该和你说昨晚的事。你不说，我也无非是知晓的晚一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除了我，还有谁能引得皇城守备军出动，并且还不走漏风声？其实我也想过拜托四妹，可惜我对她不信任，关键时刻不得马虎。那处山崖的地形我已经勘测过了，峭壁上有许多可以攀爬的地方，实在不慎掉了下去，水流也不湍急。我会在衣服里塞些木料来浮水，你派人在约定好的地方接应，接到我之后，咱们趁着皇城动乱一举拿下。你怎么就确定陛下会去找你？本来他就看你不顺眼，万一他觉得你死的正好呢？贝静初动作一僵，脸色稍显落寞。我从不会用别人的良心赌自己的安危，届时他若真不想派兵寻我，会有人带领我们的人在朝堂逼近，营救楚军天经地义。只要陛下还没有明旨下发废太子，他就不得不救。我看到了陛下的脉案，他活不长了。常侍郎，有关龙体的大事不得轻易胡言。以殿下对臣的了解，臣是信口雌黄的人吗？陛下龙体欠安，有什么好笑的？当然是在笑您啊，殿下。您不会还在担心陛下的身体安危吧？真是个孝顺的好儿子，但是他有没有把你当儿子呢？殿下，陛下从来都没有想过真正扶持你。以他的寿命来看，即使现在废除令立，你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坐稳那个位子。陛下并非将大越江山置于险境的人，那你说他这般辛苦筹谋，都是为了谁呢？他不可能不知晓自己的身体状况。若说是谁能在他这1-2年内突然离世后，能够迅速掌控朝堂，不让大权旁落，这个人选，想必所有人都清楚，唯一人而已。陛下的百般辛苦终是有用的。这些年，太子殿下越发不近人情了，倒是和他的君父像了个10乘10。宝剑锋从磨砺出，这一柄绝世兵刃被磨成了铸刀人想要的样子，哪怕耗干全身心血也在所不惜。同样是龙子凤孙，太子殿下一出生就是陛下的掌中宝，让他殚精竭虑给他铺路，就连另外的孩子也不过是他的磨刀石，凭什么呢？殿下，您现在唯一的出路就只有杀了太子。初出倒是好兴致啊，让让。好大的胆子啊，竟然敢和太子抢位子，大半夜的不睡觉，往我这凑什么热闹？你说呢？现在的平静是为数不多的日子，不是吗？你在看燕秋词啊？怎么？没想到太子殿下竟喜欢这般缠绵的词句啊！那可不是，这有情人不正如我们？呵呵，狗都不信。你别看我，容易引人误会。为什么有人的眼神看狗都深情啊？有吗？我怎么不知道？别整这死出，说真话。真话就是，我并不太信情爱之美。这10些年来，光是京城中的分分合合就数不清。许下誓言的时候是真的，后来相看两相厌也是真的，生死相许什么的，更是愚不可及。什么情值得人放弃性命？我觉得，性命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什么爱过去恨过来的，去种田饿上2顿就老实了。我亦觉得蠢。这世上的有情人千千万，谁家柔情蜜意的时候，不是一口一个白首之约啊？一旦一方死了，
男子另娶，女子另嫁，谁能生死相许啊？嘴上说说增进情谊也就罢了，为了所谓情爱丢弃性命的是蠢货。反正我是不可能做这么愚蠢的事。我也不会。不对，这宛如死士的心情，不像是演戏。他爹的，真有人要杀我！两队人夹道相逢，面面相觑。我操，护驾呀！他们是来真的！一批护卫在后方抵挡，一批护卫跟着被静初随身保护，人被分散开，再加上死士不要命的打法，饶是被静初再小心，肩膀上也中了一箭。这下他都在庆幸自己搞了个金蝉脱壳的法子，不然杀出去了也得脱一层皮。奔到崖边，被静初掰下剑身，提前摸出怀中的匕首，装作无法掌控风马的样子摔了下去。滞空的瞬间，匕首猛地插入崖壁上，划了一小段距离后停下，一切都还顺利。接下来只需要慢慢爬下去，然后找念儿会合。只听一声凄厉的呼唤，一个人影也跳了下来，手比脑子快，已经去拉人了。本来稳固的匕首骤然接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再也固定不住，两人一起掉了下去。你大爷的！不是说好殉情的都是智障吗？没气了！啊，不，这小子不至于这么脆弱，应该是溺水了。被静初立马开始急救，不知过了多久，掌心下的胸腔终于开始起伏。被静初松了大大的一口气，泄了力瘫在地上，右肩因为焦急被忽略的痛意又涌了上来。被静初伸腿在蒋龙手腿上踹了一脚。我们都没死啊！你应该感谢姑，要不是我，你尸体早就凉了。我跳是意外，你在上面好好的跳什么跳啊？没想那么多，只觉得就算是死，也不能让初初一个人上路。你凑什么热闹啊？昨天不是还信誓旦旦的说搞生死相随的都是蠢货吗？我是蠢货。可是你拖后腿了呀，亲！我这是故意的，我有自己的计划。我不知道嘛，你要是早点告诉我，我也不会跳了。哼，所以怪我了？好像是怪我。我们先走，等他们回去求援，就会派人下来找。我们得自己回去，不能被他们找到。太子被刺杀掉下悬崖的事情被上报给皇帝，陪侍在皇帝身边的贝京玉眼睁睁看着阿耶目眦欲裂，直接呕出了一口血来。阿耶，您精心培养的主君死了，您眼里就能看见其他孩子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终于有了争议争的资格？我没拖后腿啊，初初，我还能帮忙呢。摸了摸骄傲小狗的肩膀，摸完之后感觉它的尾巴翘得更欢了。双拳难敌四手，贝静初和蒋龙手猥琐地躲在暗处。终于有刺客落单，贝静初等了好一会儿没人过来后，上去搜他的身。这刺客真是好福气，死了竟然还能被初初摸。你够了啊！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贝静初无视掉某人的脑回路，从刺客怀里摸出一瓶金疮药。他们一边躲着，一边找路出去。越是逃，贝静初就觉得身上有些发冷。少女的脸红，胜过一切告白。呸！她发烧了。你额头好烫，难受就睡吧。相信我，就算死，我也会把你带到该去的地方。谁呀？冒昧打扰，我夫妻二人今日游猎，不慎遭遇劫匪，与家仆走失，又淋了水。内子受寒高热，劳烦娘子行行好，收留咱们一晚。待我们回去后，定会报答娘子。这位郎君，荒郊野外的出现个人儿，实在是可疑，奴家实在不敢放你们进来。妹妹，还不快迎客人进去！郎君见谅，我妹妹一个人在家，难免害怕，便小心谨慎了些，并非针对你们。妹妹，
还不去拿2身干净衣裳来？阿紫，我们没有男装。那郎君先拿棉被什么的裹一裹，奴家将你的衣物拿到外头去吹一吹，一夜也能干了。不，多谢，我自己来。行，晾衣的杆子就在外面。那这姑娘的衣裳是您换还是奴家来？有劳娘子了。他拔了贝静初头上的金簪，掰下一块放到妇人手中。我们还需要热水，如果有酒的话也要，都要劳烦你们了。好说好说。阿紫，那2人一看就是让人追杀了，这咱们帮了忙，引火烧身可怎么好啊？那是太子殿下，我见过他，很久以前了。那时他刚刚攻下宁州，班师回朝，百姓夹道相迎，我就挤在人堆里看着他。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就能把我们从妓院里放出来，他那张脸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怎么办？他一定是遇到难处了，不然怎么会这么狼狈？不知道，他们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就行了，别的也帮不上。妹妹，殿下一看就是惹上了大麻烦，咱们接了手多也会受牵连，你准备好了吗？走，连夜赶路，越快会合越好。我们今夜住进了一户农家，他们已经见过我们了，要不要灭口？咱们的蛛丝马迹何止这些，虱子多了不怕痒，细心点的人都能发现，没必要画蛇添足灭口。现在最重要的是速度，只要及时会合了，他们给刺客指了方向也是枉然。阿紫，他们走了，他们说留下的痕迹很多，想来是逃亡途中不便掩盖，我们回去帮他们遮掩了吧。好。天明之后，早该到来的马蹄声才响起。阿紫，听说那些官府和贵族什么刑罚特别可怕，可以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怕我受不住，我连楼里的手段都受不住，要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那可怎么办？没事儿的，那我们就不要受那些就好了，我们现在自尽了不就好了？也对。殿下落崖后，陛下突发急症，昏迷未醒。如今朝中局面落在秦王手中，当然说是秦王，实际上是他背后的势力掌握着。他们试图拿到玉玺，但因雷将军死守甘露殿，并未成功。不错呀，没想到玉儿还有这等魄力，果然咱们老贝家的没有孬种。现在的关注点是这个吗？殿下别高兴得太早，秦王的魄力可不止于此呢。那批来历不明的刺客就和他有关。他能有这么多死士？当然不够，但是这次5姓7望几乎联合起来伏击您，完全是倾巢出动了，是挺讨人嫌的哈。贝静初有点无语，往皓月脑门上狠狠敲了一下。原本禁卫守卫皇宫，不可能被秦王的人牵制，但是殿下以身犯险，给秦王行了好大的便宜，大半的人都被派去找您了。现在人马空虚，守住甘露殿就不错了。现在2方人马焦灼着，也挺好的。他的人还是比禁卫好对付多了，况且原本还要编个理由，这下是真的名正言顺清君侧了。怎么，谁惹你生气了？臣哪里敢生气？您可是说一不二的太子殿下，臣哪敢置您的气？是生怕自己死得不够快吗？啊，是生我的气吗？您当然没错，都是臣的错，您怎么可能有错？说冒险就冒险，说跳崖就跳崖，那真叫一个英明神武，算无一策，一点都不怕自己出个意外回不来。也对，咱们殿下那是何等人，就算死了也能死而复生的活神仙。贝静初觉得自己脑袋有点痛，伤口又疼了。皓月，你去找个郎中来。真受罪呀！这么多人去找，一个人的影子都摸不到，叫你们何用？并非臣等不尽力呀，这原本还好好的，他们沿着踪迹去寻，找得慢了些。
那被镜出带伤也跑不了多远，可有一段路痕迹消失了。他们找了许久，才寻到一个村子，有2个女人在夜间收留了一对衣着华贵但形容狼狈的可疑男女。他们本准备将2人抓起来严刑拷问一番，却没想到这进去后只有2具尸体，探过伤口，并非他杀，而是自尽。你确定那只是2个与朝中事无关的民女？我连这种事都能弄错吗？哎呀，也不知道这女人是什么妖孽，怎么连2个萍水相逢的民女都愿意为她丧命，忠心程度堪比死士啊！凭什么？哎呀，找不到人，说不定他已经死了，被野兽啃得连尸骨都没了。殿下何必这么悲观呢？我悲观？他但凡活着，突然杀过来，你去对付他吗？殿下这是演着了，找得到还是找不到，重要吗？咱们趁着陛下昏迷这一日，已经控制了上阳宫。接下来只要冲入甘露殿，得到玉玺，写下传位诏书，这天下就是秦王殿下的。届时被禁出回来，那也是乱臣贼子。殿下直接下令诛杀，他又能翻起什么风浪？可是陛下并未废太子，他还没有找到尸首，确定死亡，陛下怎么可能越过储君传位本王？臣民不会相信的。陛下直接找一具泡烂的尸身说是太子，那自然就能轮到您了。啊？哦，挺好的。大多数人都以为我死了，就更好行动了，反倒添了一层胜算。离天明只有1个时辰，正是夜最深最浓的时候，一道不起眼的皇宫角门外，整整齐齐地站着一群训练有素的兵卒，而这处角门只是其中的一道而已。几乎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沦陷。很快，夜晚的静谧骤然被皇城门口的喊杀声打破。不久后，喧闹声传进了上阳宫里，外面的喧嚣还没有弥漫到甘露殿，贝敬玉正劝着雷宁放他们进去。君父有疾，身为人子当于床前侍奉，以尽孝心。雷将军空口无凭，只说陛下口谕，不得外人进入甘露殿。究竟是口谕，还是假传圣旨？陛下已醒，说了不见前王，还请殿下回去。若是抗旨不遵，什么后果，殿下想必清楚。雷将军，陛下的身体状况你也是能看得出来的。你这个天子宠臣还能做多久？你就一点都不考虑以后的日子和你雷家的亲眷吗？现在各处宫门都是本王的人守着，你们根本没有赢面。就算挡住了本王，陛下也活不了多久了。若是你现在放我们进去，本王和你保证，你金吾卫大将军的位置稳如泰山。若你仍负隅顽抗，等你雷家的就是满门抄斩。果然是乱臣贼子，其罪当诛。2方人缠斗十分狼狈，禁卫这边折损严重，却没让秦王等人找到闯入甘露殿的机会。秦王谋逆，戕害储君，还意图犯上作乱，害死君父。诸位随姑救驾，诛杀佞臣，清君侧。秦王一党被拿下的同时，雷宁还严守命令的试图阻止任何人进去。另一杆枪打过来，将他挑得后退2步。阿爷，您的对手是我。我和您说过的，我早就看您不顺眼了，但您好像没放在心上。这3年来，见皇帝的次数太少了，如今猛然发现，他头上的白发多得吓人。不到40的人，可他却苍老得像知天命的人。太子来了，坐，陪阿爷下一局。贝敬初一时恍然，仿佛3年前的隔阂从未发生。他一直是被皇帝信任、委以重任的储君，从小被他疼到大的女儿，眼眶酸了一下，有一点想哭的冲动，但随即被他平静下去，喜怒不显。快要早朝了，对弈一局就来不及了。阿爷，既然病体成疴，
朕代劳吧。秦王谋逆，孤不得以秦王救驾。然陛下受惊卧床，身体劳累，不得再理政事，遂传位于孤。臣等恭请陛下圣安。就连被惊出自己的人都慢了他一步，忙跟在后头一起跪下。没多久，朝堂上只剩几人还直挺挺地站着。不过有一个还站着的人，既不是世家子，也不是保皇党，反而面容有几分熟悉。赵玉，原来是他，竟也混到了能上朝的位置，虽然在最末。太子说秦王谋逆，证据呢？到底是秦王谋逆，还是你谋逆？哼，我等誓死效忠陛下，不与乱臣贼子同流合污。陛下会亲自驾临，下令传位，我等绝不信你伪造的圣旨。来人！殿外冲进一队侍卫，迅速将殿内团团围住。其中一人上前拎住赵玉的衣领，一刀斩断了头颅。还有谁要抗旨不遵？过是死谏吗？非我等有悖逆之心，而是实在担忧陛下安危。若能得陛下面授口谕，也能堵住悠悠众口对太子殿下即位原委的诸多揣测。尚书令是怀疑孤得位不正吗？臣不敢，只盼见陛下亲授口谕，否则臣不可拜一个自封帝位的人。住口！行军由朕钦定，诸位不得妄自揣度。臣身患重疾，又因秦王作乱，身体受损，无力再理政事。昨夜已传位太子退位做太上皇，病榻之上，听闻有人对行军继位有异议。尚书令，若非尔等抗旨不遵，太上皇也不用撑着病体来朝堂，扰了太上皇安歇，你可知罪？尚书令立刻磕头请罪，念在你一片忠心的份上，免你不死，但质疑圣旨，不听诏令，犯了为臣大忌。你自己递了辞呈，朕批你辞官回乡。贝静初心中有些复杂，不知道对贝恒该是什么态度，为什么将他逼到绝路上，却在此时为他证明自己的正统。但是贝恒已经转身准备离开了，却听得一阵沉闷的声响，有人倒在了地上，他的嘴角下方是一滩血迹。那一刻，绷着的弦断了。阿爷，传太医啊！贝静初这才得到了一直封存的太上皇脉案。原来3年前的刺杀之后，贝恒身体就每况愈下，即使醒来也拖不了多久，所以阿耶要赶在自己死之前为大越江山培养出一个帝王，对吗？一切的谜团在此时拨云见日。贝静初闭上眼，深深叹了口气，眼中有些酸涩的睁不开来。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直到此刻，彷徨了3年的孩子才终于确定，自己不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可怜小孩，他一直是有父亲的人，只是阿耶终于把自己的孩子变成了和他一样的人，寡义虚伪，多疑猜忌。因为直到这时，贝静初在心中不舍伤心的同时，却有一丝微不可察的庆幸。挺好的，这样就不用他自己动手沾上弑父的罪孽了。贝静初仍旧不信情义，再亲近的人给出7分信任便是极致。贝静初将皇帝迁到了上阳宫最清幽的宫殿，并每日晨昏定省，比养在皇帝膝下的时候跑得还勤。太上皇退位后没什么不习惯，反而每日睡到日上3竿起，每天赏花逗鸟的日子看得贝静初好不羡慕。有精神时还出宫游玩一番，看着精神头十足，除了过于畏寒都不像病重的人。没了琐事缠身，阿爷现在心情舒畅，再加上御医署倾尽全力，我一定能再留您几年的。面对孩子有些幼稚的期盼，贝恒只笑了笑，没反驳。
也没作声。若是真能再多留几年，他怎么会选择如此激进的法子去逼他成长？但凡有方法续命，他也不可能利用玉儿。想起那个孩子，贝恒也是一阵心痛。贝敬玉与世无争，又没有足够的智谋，按理该永远做个不闻朝政的闲散王爷，然后寻一情投意合的妻子，享乐一生。可偏偏他是长子，是在公主能做储君前立嫡立长中的长，不足的才智成了世族眼中最完美的傀儡。性情温和，代表易于掌控。同样愚蠢的小五和他比起来，因为性格暴虐，都显得没那么完美。再加上一个空有野心的母亲，将一个本无欲无求的孩子拉入局中。他不想走，但是所有人的洪流都推着他走。贝恒也不敢问女儿，玉儿的结局是什么？一切都是他求人得人。再不愿面对，也到了定罪秦王时。贝敬初私心里想着留他的命，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那时候天天坚持用面脂涂脸，就是为了给他捏脸蛋的弟弟，边痛心着，嘴上却极为顺畅地说出来：秦王谋逆作乱，觊觎皇位，试图弑父，废去亲王爵位，贬为庶民。看在血亲手足的份上，着赐自尽，留其全尸上路。其母张氏与庶人贝敬玉同葬。传旨之后，贝敬初这次没心情批折子，呆呆地坐在殿中。那时候阿耶处死咸宁姑姑一家时，是不是也是这样，不舍不忍，却坚决一动不动的？也不知过了多久，传旨的人回来了。禀陛下，奴婢去秦王府的时候，庶人贝敬玉已经自尽了。他呈上一封信件。张健，昔日种种，皆为我之过，然地困府中，却久未得惩处之意。忧心长姐念及旧情，开恩于我。你要让世人知道，先君的威严不容丝毫侵犯，哪怕是至亲与其作对，亦不得免其罪罚，方得人信服。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我这条命留在世上也无用，只能为长姐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若有来世，玉儿还想做你的弟弟，要是不在皇家，天高海阔，我们各拼前程。这一次，我不会再和张姐你死我活了。